好热，殿下，人家好难受。太子妃闺阁，头昏脑胀的慕容庆被一阵急切、躁动且勾魂的娇吟吓了一哆嗦，猛然间清醒过来，定眼一看，太子皇兄刚纳的妃子，号称大燕第一美人的赵盼竟然裸着香肩跪坐在自己的身上。她的身材轻盈，小腰细软，肌肤光滑，滚烫如火，一身大红的婚袍，头戴金钗凤冠，里面是粉色的肚兜，遮挡着2团雪白的饱满，柔软弹嫩，似是随时要从里面跳出来一样。一张祸国殃民的脸蛋，双眼迷离，勾人魂魄。香艳的场景让从后世穿越而来，看惯了岛国电影的慕容庆也忍不住喷出了鼻血。皇嫂，您这是干什么啊？眼看他要俯身下来，慕容庆急忙伸出双手撑住了他。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他没有半点激动，而是蚀骨的寒意。这里可是权力争斗的中心，东宫太子府。身为太子的跟班小弟，他却在太子纳妃当晚和皇嫂滚了床单，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情啊！他记得刚才只是替太子挡了一圈酒，随后就失去了意识，醒来后就出现在这里。这位皇嫂也是意识不清，一看就是被人下了药了。他没有任何回应，只是火热地抱着他。他越是阻拦，小嫂子越是兴奋。不要，停！慕容庆拼命阻拦，可是瘦弱的身子被小嫂子抱得紧紧的，根本无力反抗。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太子故意设局，想要借此干掉他。可是作为太子的狗腿子，他从小对太子忠心耿耿，太子没必要这样做啊。4皇兄，8皇帝，他随后想到了这2位兄弟，他们都有争夺太子之位的实力，肯定是其一设局，利用自己针对太子。此事一出，太子的脸面丢尽。如果太子冲动之下杀了自己，那便触犯大燕律法，丢掉太子之位，他们便能轻松上位。好歹毒，好龌龊的计策。想到这里，慕容庆都快哭了。没想到自己一个后世的穿越者，竟然被土著给玩了，简直是丢尽了穿越者的脸面。殿下，您今天是怎么了？您不喜欢人家了吗？皇嫂见他拒绝，发出了梦一般的嗔怪。皇嫂，赵盼，你清醒一点啊！慕容庆拦着他，没有半点高兴，似乎已经看到了黑白无常在朝着自己招手。怎么办啊？他的大脑急转，呼吸突然一滞，小嫂子偷袭竟然咬在了他的唇上，好润。他的眼睛瞪大，最后一丝力气被抽干。既然是圈套，此时他哪里还能逃走？与其如此，还不如在死前好好的享受一下。穿越到这个废物6皇子身上3年，他整天装傻充愣，胆颤心惊，靠着溜须拍马过日子。累了，死了也好。叮，检测到宿主想要作死，疯狂作死系统正式激活。新手大礼包开启，奖励系统币100。系统任务1，拿下皇嫂赵盼，奖励系统币10。系统任务2，放弃，扣除系统币100。系统，你妹！一道金光闪过，慕容庆激动的差点叫出来。3年了，他足足等了3年，系统总算是来了。这年头，爹亲、娘亲都没有系统亲啊。只是这个系统听起来怎么有点不靠谱？疯狂作死系统，这是嫌宿主命长吗？还有，第一个任务是什么鬼？拿下太子妃，遮杀避风了，还真是疯狂作死啊！碰了太子妃，他还有活路吗？他连忙查看系统界面，上面有资料库、钱包、商城等界面，凭借系统币便可以在商城里购买商品。这些商品囊括日常生活、军事、强化药水各个方面。慕容庆正考虑要不要拒绝系统，正好新手大礼包送了他100系统币。这时候皇嫂迷迷糊糊的突然吐道：八殿下，这可是你答应人家的，等解决了这个废物，你一定要带我远走高飞啊！人家不喜欢太子，人家心里只有你。八殿下，果然是他设局。慕容庆一下惊醒，没想到这个皇嫂竟然是以身设局，也是帮凶，怨不得他能轻松上了他的床。可恶啊！慕容庆看着这个恋爱脑上头的蠢女人，顿时来了火气。他也不想想，他设局害他，给太子戴了绿帽子，太子能放过他吗？人家8皇子权倾朝野，能跟他一个青楼的花魁远走高飞？也就是太子没有脑子，被他的美色迷惑，才会不顾众人的反对，执意拿他为妃。好老套的仙人跳，今天让他撞上了。他愤怒地瞪着这个失去理智的皇嫂，一股报复感油然而生。罢了，作死就作死。慕容庆此刻显然没有了选择，伸是一刀，缩也是一刀。如果放弃任务，不但没有生还的希望，还会被系统扣去仅有的100系统币。接受任务，满足系统，或许还有一线生机。选择任务1，购买淬体药水。他果断做了选择，破罐子破摔。
第一件事情便是购买淬体液，强化身体。他这具废物身体自小体弱多病，别说拿下皇嫂，小嫂子折腾了半天，他都没有半点反应。淬体药水购买成功，100系统币加100强化点。资料库里，身体属性包括力量、速度、耐力、韧性、脑力、武力多个方面。10一般，20正常，30超常。他的身体属性各方面都处于个位数，比娘们还不如。力量加20、25，速度加20、25，耐力加35、40，韧性加20、25，脑力加5、40。慕容庆马上给强化点做了分配，为了完成任务，专门对某个力量做了特殊强化。耐力持久，聚能环。小腹一热，慕容庆只感觉有一股滚烫的热气突然在小腹炸开，充盈的气息瞬间席卷全身各处，让他原本羸弱的身体突然变得强壮起来，某个地方更是虎躯一震，前所未有的威猛。这么轻松，慕容庆差点哭了出来。3年，他努力了3年，想尽办法调理身体，结果不如系统3秒。系统 ，unlove you。有了底气后，慕容庆猛地一个翻身，把小嫂子压在了身下。皇嫂别怕，兄弟这就帮你解毒。丝竹中庆，胡旋漫舞，太子府前厅，人声鼎沸，宾客如云，诸位亲朋好友凑在一起，不断上前给今天的新郎官当朝太子慕容熙敬酒。宴席上有太子府的属官不住摇头，忍不住的想要上前劝谏。堂堂燕国太子竟然公然纳娶青楼花魁为妃，明天定然会引爆朝堂。席位上有一气质儒雅的皇子正襟危坐，给身边的随从使了个眼色。随从起身加入敬酒的人群里，有一股躁道：太子殿下，时辰已经不早，赶紧入洞房吧。哎，没错，趁着酒兴，正是皇兄提枪上马的好时候啊。皇兄，吃完这一杯酒，兄弟们送你洞房。皇兄，你和皇嫂好不容易修成正果，今晚可要照顾好皇嫂啊。一群皇子哄笑着附和，又劝了太子一壶美酒，然后搀扶着他往后堂走去。内堂里烛火摇曳，在噼里啪啦疯狂燃烧之后，逐渐恢复了正常。皇嫂赵盼儿面颊通红，眼神迷离，娇躯不住的颤抖，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若非是慕容庆没有经验，还是第一次，时间还能再长一些。聚能环就是强。定，任务完成，奖励系统币10。系统发生后，慕容庆穿好衣服，推开后面的窗户，正要脚底抹油，只听外面有丫鬟的声音突然传了进来：太子妃，太子马上驾到，还请速速更衣。小嫂子打了个激灵，立马清醒了过来，震惊发现她的双手竟然被人死死地绑住，嘴巴也被堵住，不能发声。她的一双美眸瞪向慕容庆，示意他给自己松绑。慕容庆当然不能放开他，如果他大喊大叫，把人招进来，那他可就逃脱不了了。抓贼抓赃，抓奸抓双，老子翻窗出去，看你们怎么办。欺负老子身子弱，老子现在强得吓人，3、4米高的阁楼算个屁。他趁着太子还没过来，跳上窗户，正准备一跃而下。叮的一响，系统突然来了任务：1留在屋里，奖励系统币10； 2逃走，扣除系统币100。慕容庆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尼玛，系统不当人啊！他钱包里就10个系统币，这个龟孙儿竟然要扣除100。系统似乎知道他的想法，提醒道：如果宿主没有偿还能力，系统将收回宿主已经得到的能力。得，慕容庆终于知道什么叫疯狂作死系统了，死就死吧，反正临死前他也做了一回男人了。强化脑力，他把仅有的10个系统币全部用来强化脑子，然后跪在了堂中，准备迎接太子的暴击。脑力加10、50，脑袋一热，有种热水浇头的感觉。慕容庆只觉得可以挑战一下微积分了。他的脑动力迅速运转，盘算着各种应对的法子，仅仅3秒便有了主意。先是解开缠绕在小嫂子手上的腰带，自己把自己的手腕捆了起来，然后拉开堵在小嫂子嘴里的丝帕，张开嘴堵在了自己的嘴里。你在干嘛啊？小嫂子看着他一连串莫名其妙的动作，一脸懵逼，愣在原地不知所措。紧跟着房门被人推开，只见太子带着一群人进了门，高兴大呼：盼儿，我的盼儿，本太子终于娶到你了。他的话音未落，随后便看到了衣衫不整、头发凌乱的赵盼儿，还有被绑住双手堵住嘴的慕容庆。场上顿时一阵安静，欢声笑语戛然而止。老六，你们在搞什么鬼？太子的咆哮声马上响彻夜空。慕容庆拼命摇头，
等人过来扯掉他嘴上的丝帕后，马上大声哭嚎：“皇兄，您可要为弟弟做主啊！”他跳下床，跪倒在太子面前。太子眼带杀气，愤怒大骂：“老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慕容庆指着小嫂子，扯起嗓子鬼叫：“皇嫂，都是皇嫂！刚才趁我醉酒，把我绑住，强行把我给睡了。”噗！屋里屋外的人此刻全都石化在了原地。突来的一幕，完全把小嫂子整不会了。恶人先告状，这简直是倒反天罡了。他来不及多想，胡乱披上了大红的婚袍，跳下床跪在地上，大喊冤枉：“太子殿下，您别听他的，是六殿下刚才醉酒，跑到了人家的闺阁里，把人家给强行非礼了啊！”卧槽！太子身后的众人皆是震惊怪叫，一副吃瓜群众的兴奋模样。慕容庆扭头瞪向小嫂子，举起被绑缚的双手，当场反驳：“皇嫂，我双手被你绑着，怎么侵犯您啊？分明是你射了仙人跳，故意陷害我啊！皇兄啊，您一定要为兄弟做主啊！兄弟的清白之身可就这么没了啊！”他上前抱住了太子的大腿，声泪俱下。小嫂子都快疯了，这不是他的台词吗？你胡说八道，明明是你自己绑住了自己，故意诬陷我。他红着脸拼命辩解，急得都哭喊出来：“你们两个狗男女，老子杀你们！”太子此时酒意上头，已然听不进去他们在说什么。他从身旁的侍卫身上拔出了长剑，当场就要砍了慕容庆和小嫂子。皇兄，冷静啊！太子党的一群人急忙拉住了他。慕容庆再怎样也是皇子，犯了天大的事情，那也得由当今陛下定罪。太子要是敢杀了他，即便无罪，这个太子之位也保不住了。来人啊，赶紧把这两个阿杂东西带下去，先绑在柴房里，等明日面见陛下再做打算。有人喝令，侍卫们马上揪起慕容庆和赵盼，把两人押到柴房里，在柱子上面捆了起来。赵盼一脸懵逼，事情的发展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慕容庆则是哼着小曲，不急不躁，眼看着系统的奖励到账，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任务完成，奖励10系统币。他毫不犹豫，再次购买10个强化点，选择强化脑子，脑力加10，60。脑袋一热，慕容庆瞬间感觉自己可以碰一碰高数了。你笑什么？你个臭流氓，你不得好死！小嫂子崩溃的忍不住哭骂了出来。慕容庆冷笑道：“我笑你赔了身子又折兵，搞不好还要跟我一起上路。这一笔生意，小爷我赚翻了，干嘛不笑？你无耻！”小嫂子抽泣了2下，眼冒怒火，恨不得当场宰了他。本来是他栽赃慕容庆，结果现在是被慕容庆栽赃了。他真是后悔信了八皇子的鬼话，明明说好了是演戏，结果现在是假戏真做。他糊里糊涂的和慕容庆发生了关系，还被他泼了脏水。而且这个老六根本就不是废物，什么对女人没有反应，分明是骗人的。他是蛮牛，是牲口。混蛋，你把我毁了！完了，全都完了。他的娇躯一阵无力，崩溃大哭。皇嫂，你冷静一点，事情已经发生，你显然是被人当弃子了。咱们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要想活命，你就照我说的办，我保证让咱们俩都能平安度过此劫。等赵盼哭累了，慕容庆主动跟他沟通了起来。明天面圣，他虽然还没有具体的应对之策，但是心里明白，一定需要赵盼的配合才行。御书房，燕帝早上没有上朝，看完各位皇子的奏报，差点没有把肺给气炸了。太子慕容熙那娶青楼花魁为妃就算了，6皇子慕容庆更是胆大包天，竟然在婚礼当晚把这个新太子妃给睡了。燕帝的身上杀气沸腾，让侍卫马上把慕容庆押赴了过来。儿臣慕容庆叩见父皇。慕容庆的双手被捆，进门后满脸狼狈地跪倒在燕帝的面前。住口！休叫朕父皇！燕帝的脸色铁青，斜睨了这个不成器的儿子一眼。在诸多皇子里，他是最瞧不上这个皇子。当初不过是醉酒，偶然临幸了慕容庆的宫女母亲，把慕容庆给生了出来。现在看，宫女就是宫女，生出来的儿子也是这样的废拉不堪。畜生，对于太子状告你的事情，你认不认罪？燕帝喝了口茶，强行压了压喉咙里的火气。以他的判断，慕容庆应该没有这样大的胆子，而且太医早就诊断过，此子体弱，根本没有那方面的能力，所以其他皇子一个接着一个婚配，唯有慕容庆到现在都没有王公贵族看上他。畜生你个老登，我是畜生，你是个啥？慕容庆在心里嘀咕了下，被人诬陷，这个罪当然不能认。儿臣，他刚要找借口辩驳，系统叮的一响，任务认罪，奖励10个系统币，不认罪扣除100个系统币。龟孙儿，我有一句 MMP，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慕容庆揶揄了下，
碰到这个倒霉系统也是无话可说了。儿臣认罪。他叩头在地上，已经强化到60点的大脑 CPU 疯狂运转。任务完成，奖励系统必时。奖励到账，慕容庆没有半点喜色。现在离死就差一步了，还是一如既往的软蛋，连为自己辩驳的勇气都没有。燕帝失望地扫过他，声音冰冷地发话：既然认罪，那朕就把你交给赵玉发落吧。他在奏折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正要公事公办。慕容庆突然嚎叫了一声：父皇，儿臣虽然认罪，但是不会认错，儿臣没有错。混账东西！燕帝被他吓了一跳，瞪大眼睛看着他，胡子都翘了起来。你当众给太子难堪，干出如此有违人伦的事情，你竟然有脸说你没错？慕容庆抬起脑袋，直视着燕帝，正色吐道：儿臣确实无错，儿臣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太子二哥着想了。他说话中气十足，让燕帝着实意外了下。以前他看这个儿子的脸庞总是枯瘦干黄，什么时候都有了这样精神的棱角了？你且说说。他决定给这个废物儿子一次机会。慕容庆拱手禀奏：父皇容禀，太子二哥坚持迎娶青楼花魁，那是闹得沸沸扬扬，满朝议论。众位大臣已经商量好，要在今日的早朝奏请父皇处理此事。儿臣多次劝谏太子二哥，但是太子二哥完全被这个花魁给迷住了，丝毫不听儿臣的。儿臣没有办法，这才剑走偏锋。在太子二哥还没有洞房之前，有意醉酒自污，想要借此断了太子皇兄的这桩孽缘，以命护他的名节啊！这样，你倒是成忠臣了。燕帝冷哼了一声，一双虎目直视着慕容庆，显得非常意外。这段日子，他确实收到了不少御史抨击太子的奏折，但是都是被他给压了下来。对于太子的胡闹，燕帝已然是无能为力。没想到这一局，竟然让这个废物儿子给破了。父皇，如果您真要杀儿臣，不如把儿臣送到雁门关，让儿臣提剑守我国门。儿臣情愿马革裹尸，死在战场上，也不愿意窝窝囊囊的死在诏狱里面。慕容庆大声请命，这是他脱罪的唯一法子。眼下入秋，北方草原的辽人蠢蠢欲动，像是往年一样，已经准备南下打草谷了。边关各要塞的军报频传，战争一触即发。燕帝正未派谁前去监军为难。慕容庆的这个理由，简直戳到了燕帝的心里。燕帝登基后，历年好武德，其以武立国，东征西伐，最喜英雄气。此刻，他脸上的怒色果然平息了不少。虽然对慕容庆今天的表现很是意外，但是仍旧难掩鄙夷之色。凭你的身子骨，也想跟辽军打仗？你怕是连弓都拉不开吧？哟，这是老登的考验。慕容庆抓住了话里的重点，果断回道：儿臣虽然身体羸弱，但是从小就崇拜父皇，也想成为父皇这般的英豪，所以私底下时常习练弓马骑射。现在不敢说是千步穿杨，百步穿杨，还是轻轻松松的。燕帝被他逗得大笑了出来，看向身旁的总管太监张德顺，讥讽道：顺子，你听听，这个小畜生是疯了吗？张德顺陪笑，眼睛斜过慕容庆，对他今天的表现也相当意外。以前慕容庆唯唯诺诺，在人面前说话都结巴，谁知道今天慷慨激昂，竟然有了燕帝的3分像。他有意送了慕容庆一个人情，提议道：陛下，六皇子敢说出这样的话，自然是有底气的。陛下何不给六皇子一次机会，让他为陛下展示一下？嚯！慕容庆抬头扫了张德顺一眼，暗道：怨不得人家能成为大内总管，这个借花献佛的眼色可不是谁都有的。燕帝看向慕容庆，饶有兴致的点头：好，好啊，那朕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本事。多谢父皇成全。慕容庆马上叩头谢恩。张德顺赶紧让一旁的侍卫给慕容庆松绑。慕容庆站了起来，活动了下肩膀，躬身请道：还请父皇一步教场。教场是皇宫里专门培养皇子们武德的地方。燕帝摇头，指着御书房前面的空地说道：不必，你且在这里放箭就行。在他心里，慕容庆还不值得他一架。慕容庆知道他的心思，也不强求。他看了看左右，让门口手持长戟的护卫跑不到100步外的院门口站好。李忠将军，借您的弓箭一用。他跟侍卫头领抬起了右手。李忠抬了下眉，先是看向了燕帝，在燕帝点头后，才取下了身上的弓箭，双手捧起。六殿下，这是小人家里祖传的牛角弓，重达100斤，可拉300斤的力道，在燕京城能拉开此弓的人屈指可数。李忠的脸上满是傲气。无妨。慕容庆伸出手，一把从李忠手里拿过弓箭，谁知道右手一沉，重弓猛地一沉，砰的一声砸在了地上。半人高的牛角弓上面裹了一层黄铜，经过特殊工艺打造而成，普通人别说拉弓射箭，就是拎也拎不起来。嚯，果然很重。慕容庆的力量值已经加到25，
单手拎过此弓仍旧觉得费力。要知道，普通壮年的力量值在20左右，25已经是普通人里的天花板。这个废物皇子还真是自取其辱啊！他敢借李头领的弓箭，简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他要是把弓箭拉开，我叫他爷爷！侍卫们嗤笑不停，在后面小声议论。燕帝在里面也是看得禁不住摇头，这小子未免有些太猛浪了。张德顺尴尬陪笑，要不奴才让人给殿下换一把弓箭吧？不用。燕帝摇头，冷冷哼道：“朕倒要看看他把牛皮吹得这么响，待会怎么收场。”张德顺抹了把冷汗，感觉自己这次怕是要踩坑了。六皇子要是失手，那可是欺君之罪，怕是连他也要连累。购买强化液，10点强化值全部加在力量上。慕容庆的眉心一紧，马上在系统的购物商场里下单。系统力量加10 35。慕容庆的肌肉随即一阵发麻发烫，藏在袍子下面的肌肉明显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胀了起来。到三角形蝙蝠肌，极品背肌。他活动了下筋骨，浑身气血蒸腾，手提重弓，不禁猛地一喝，好弓！嘣，弓弦猛地一震，发出了炮仗般的炸鸣。300斤的弓弦被慕容庆轻松拉开，弯弓搭箭，一气呵成。咻！长箭在空中发出一声鸣啸，精准地从护卫手里的长戟孔洞里射穿了过去，力道不息，往后面重重地刺进了松树里，没入半截，抖动不停。辕门射戟，漂亮！慕容庆嘴角勾起，连他都忍不住想要为自己叫好。现场一阵安静，里中还有身后的护卫，御书房里的燕帝、太监总管张德顺，御前伺候的小太监、宫女，此刻一个个瞪大眼睛，皆是感觉像是见鬼一样。慕容庆还了弓箭，回到大殿里重新跪了下来。燕帝打量了他半晌，终于开口，轻声夸赞：“不错，以平日里还不算懈怠。”慕容庆眉心一紧，暗道这要是其他皇子干的事情，老登早就高兴坏了。在他身上不过是敷衍了一句：“父皇，儿臣是真心想上阵杀敌，以命回报父皇的生养之恩，还请父皇成全，给儿臣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他躬身叩拜，再次请命。燕帝冷笑：“别以为你拉得开弓就能带兵打仗了，军国大事要是有你想的这般简单，朕就不用为了这些事情烦心了。”这老登的逼事还真是多啊！慕容庆耐着性子求教道：“还请父皇明示，儿臣一定想办法为父皇分忧。”凭你也想为朕分忧？燕帝一脸轻蔑地大笑了出来，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样。父皇忧心的可是军饷的问题。慕容庆大胆猜测，眼下军情紧急，大军迟迟未动，想来就是粮草的问题没有解决。燕帝收起了笑容，再次被他惊讶了下。如果是因为这个，儿臣有办法给父皇解决。为了保命，慕容庆豁出去了。非礼太子妃的罪名已经捅上天了，如果不拿出点真东西，这个老登是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你有办法？燕帝禁不住又是一阵嗤笑。你可知道我大燕的国库现在是什么情况？你又知道此次调兵需要多少银两？满朝文武都没有想出应对之策，你竟敢在朕的面前如此大言不惭！慕容庆再奏，反这儿臣犯了死罪，父皇何不死马当活马医，给儿臣一次机会？如果臣办不到，父皇再杀儿臣不成，也不耽误正事啊！军前无戏言，你是认真的？燕帝刚才见识到慕容庆的手段后，心中本来已经给他留了一线生机，听慕容庆这么一说，一时对他越发的感兴趣。慕容庆下了保证，儿臣愿意立下军令状，若是筹集不到父皇所需的军饷，不用父皇下令，儿臣自己便会以死谢罪。他虽然心里还没有具体的法子，但是为了保命，先画出大饼再说。燕帝看着他认真的模样，不禁来了兴致。好，既然如此，那朕便成全你。朕给你7日，你若能筹措100万银两，朕便饶你一命，而且封你为镇北大将军，带兵出战北辽。你若只是为了活命，在朕的面前夸夸其谈，朕便以欺君之罪将你论处。100万银两，老登是疯了吗？大燕1年的税收才有1000多万两，他竟然要自己7日内给他搞100万两，这是把儿子当东瀛人整啊！他正想讨价还价，叮，系统突然冒了出来：任务1，领取皇命，奖励系统必使；任务2，抗命不遵，扣除系统币100。系统，你不玩死宿主着急吗？慕容庆在心里大呼。见他不吭气，燕帝不禁冷笑道：怎么怕了？慕容庆不得不挺起了胸膛，躬身叩首：儿臣不怕，儿臣愿领皇命。这小子是疯了，还是真有办法？燕帝觉得自己是疯了，竟然信任一个没有任何母族家世的废物皇子。若是其他皇子，他还能信，可是这个六皇子在朝中可是一点势力都没有啊。罢了，
你想玩，为父就成全你。燕帝冷冷哼道：这可是你自己找死，朕便成全你。父皇，还请您再答应臣一件事情。慕容庆趁热打铁，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你说。对燕帝来说，目前没有比军饷还大的事情，只要有人能帮他解决，他可以满足所有的条件。还请父皇赦免赵氏。慕容庆答应赵盼儿要保他一命，便不会食言。你竟然要保那个贱妇！燕帝本来已经开始欣赏他的胆气，听他说起赵盼儿，火气蹭的一下又上来了。慕容庆急忙解释：父皇，太子皇兄对赵氏有情，即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迎娶她。父皇若是杀了她，肯定会让太子皇兄心生芥蒂，不如借着此事将赵氏驱离京城，便能彻底断了太子的念想。而臣此举也是为了父皇和太子皇兄着想，还请父皇三思。燕帝的脸色变了又变，之前他却实动过刺死赵盼儿的念头，只是怕伤及与太子的父子之情，想等着太子迷途知返。谁知道太子真敢光明正大的把这个花魁迎娶进府。在审问慕容庆之前，他不但打算杀了慕容庆，还打算把这个花魁凌迟处死。现在权衡利弊，他突然觉得慕容庆说的有些道理。念你对太子一片忠心，朕答应你。燕帝认同了他的提议。多谢父皇。慕容庆松了口气，不管这个任务有多难，总算是给自己争取了7天的生机。系统同时一响，任务一完成，奖励系统必时。慕容庆不想理他。燕帝抬手当即跟身旁的张德顺下旨：你指六皇子慕容庆酒后失德，与太子妃赵氏做出败坏人伦之事，罪不可恕。念其身为皇子，朕不忍父子相残，便给其一次机会，择其1周之内筹措军费100万两，以免其罪状。若其完成不了，便以死罪论处。诺。张德顺示意一旁的秉笔太监马上拟旨。燕帝另外下旨：太子妃赵氏行为不端，败坏皇室名声，罪不可恕。即日起解除他与太子的婚约，将其逐出京城，永不返还。诺。秉笔太监拟完2份旨意，由掌印太监张德顺盖上大印，当场赐给了慕容庆1份，另1份送去太子府赐给赵盼儿。此时太子慕容熙已经酒醒，他把内堂的桌椅茶具砸翻了一片，伺候的下人跪在一旁，无不是瑟瑟发抖。赵盼儿跪在堂中，梨花带雨的哭诉：太子，是我对不起你，无论是扒皮抽筋还是千刀万剐，我都认了，还请太子务必保住身体。您要是出了什么差池，盼儿就是万死也难赎罪啊！住口！慕容熙指着他嘶声大骂：你个贱人，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你竟然连老六那种废物都能下得去手，你简直是天下第一的贱人！赵盼儿面色通红，羞愧痛哭：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是人，是我辜负了太子，还请太子赐我一死，来世我再报答太子的恩情。你想死？好，老子成全你！太子从墙上拔出了长剑，当场就要砍了赵盼儿。锋利的剑芒一闪，忽地架在了赵盼儿细长的脖颈上面，剑刃轻松划破了他的皮肤，从里面喷出了猩红的鲜血，顺着长剑滑落。太子不要啊！周围的侍女皆是吓得大叫了出来：贱人，杀了你，太便宜你了！太子终究是不忍心下死手，愤怒地扔掉了手里的长剑，崩溃大吼：为了赵盼儿，他甘心冒天下之大不韪娶她，可是他却在大婚当晚和老六做出这样不顾人伦的事情。慕容熙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此事了，倒在地上抱着脑袋颓丧说道：你等着，本太子不杀你，父皇也不会放过你。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傻？你这么做到底是图什么？难道本太子连老六那个废物都不如吗？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赵盼儿拼命摇头，哭得梨花带雨，是盼儿酒后失德，犯下大罪。太子在盼儿心中永远是最好的，即便到了阴曹地府，盼儿也永远牢记太子对盼儿的恩情。他卖力的表演并不是对太子有什么感情，只是想要借他护自己周全。他和慕容庆已经商量好，咬死了酒后失德，谁也不给谁栽赃，以免把事情搞得更大。现在只能期待那个老六能求得圣上开恩了。想起昨晚的旖旎，他不禁暗自非议。抛开事实不谈，六皇子那方面确实异于常人，比太子可强多了。都过了一晚上，他的身子还是会忍不住发颤呢。慕容庆出了皇宫，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最是无情帝王家，刚才但凡有一句没有让燕帝满意，即便是亲生儿子也会人头落地。别人穿越，文能化学治国，武能兵王安邦，他只是个3流大学的穷屌丝，靠着送外卖勤工俭学，出了车祸后糊里糊涂的来到这里，本以为靠着熟知的历史知识可以占一点先机的便宜，谁知道这个世界与他熟知的历史完全不同。他所在的大雁幅员辽阔，北抵草原，南接长江，西至沙漠，
东临大海，与江南两国划江而治。两国之间多有摩擦，属于战略相持阶段，在近几年暂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兵戈。眼下对大燕威胁最大的就是来自北方草原的辽国。在大燕立国50年间，辽人多次南下犯境，曾一度打到燕京城外，乃大燕心腹之患。如果能帮燕帝解决这个麻烦，肯定会得到燕帝的重用。届时自己在朝中也有了立足的资本。一路盘算，不知不觉回到了府宅门口。贤王府，慕容庆看着头顶的照片，不禁有些好笑。他的母妃封号贤妃，成年后燕帝封爵，他又得贤王封号，而且是不入流的2等郡王爵位。而燕帝的其他8个皇子皆是1等亲王爵位。慕容庆不禁暗叹，这个老壁灯是多嫌弃他和母妃，当初还不是因为老壁灯管不住自己的裤裆，才造就了这一切。爽完了，裤子一拎就后悔了。他在大门上拍了拍，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先是打开了一条门缝，往外面看了看，见到是慕容庆后愣了下，随后激动的马上哭叫了出来，老天爷保佑，殿下回来了，赶紧把门打开。一个年轻的姑娘在里面同样高兴的把大门全部打开。慕容庆挑了下眉，好奇问道，福伯，看门的家丁都到哪里去了？怎么大白天还把门关起来？老人是慕容庆母妃的老仆，从小看着慕容庆长大，在慕容庆眼里丝毫没有把他当仆从，而是一个亲人。大家听说你出了事情，一夜之间全部收拾行李散了，只有老奴和蕊儿留下来看家。福伯尴尬地介绍了夏府里的情况，昨晚的事情传回后，人皆言慕容庆犯了诛九族的大罪，到时候搞不好大家都要被连累。所以一群家丁收拾了下包裹，卖身契和月银都不要了，全部一哄而散。慕容庆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要是诛九族，岂不是连当今的燕帝都诛了？这不是纯扯犊子吗？好在这个世上还有2个人在乎他。他看了看福伯，又看向了一旁的年轻姑娘，她叫王蕊儿，是福伯收养的义女。那年黄河水灾，他跟父母流落京城，父母接连病死后，他在街上靠着乞讨为生。慕容庆在街上游荡的时候见到了他，便让福伯收养了他。此时不过才刚满14，已经是生养的亭亭玉立，粉雕玉琢的脸蛋还带了点婴儿肥，圆溜溜的，吹弹可破，一双杏眼明亮有神，惹人疼爱。慕容庆进门后，福伯赶紧吩咐蕊儿去烧水。他知道慕容庆的习惯，从外面回来总要先泡个热水澡。慕容庆此刻顾不得处理家丁叛逃的事情，脑子里装的全都是在哪里能搞到100万两银子。这个龟孙子系统把他可害惨了，他浑身的家当，包括这座王府，全部卖掉也凑不了1万两银子。被人绑了一夜，泡进热水后，身体说不出的舒展。他已经进化到60的大脑迅速运转，突然想起了前世看过的一个笑话，问如何能成为比尔盖茨的女婿？答：先去找到世界银行的行长，告诉他你是比尔盖茨的女婿，想在银行谋取总裁的职务，然后再去比尔盖茨那里告诉他，你现在是世界银行的总裁，想要迎娶他的女儿。总结起来就是5个字：空手套白狼。燕帝虽然还没有把镇北大将军封赏给他，但是他完全可以靠着这个名号忽悠投资人给他投资。大燕不是没有巨富，十皇子慕容宏的母家曹家便是燕国第1富商，与宰相上官家、太尉冯家、御史周家并称大燕4大家族，生意连通西域，远及波斯。不过他是8皇子慕容睿的党羽，求他是不可能的。京城的商户分徽商、晋商、蜀商3股势力，其中以徽商和晋商实力最强。曹家是徽商的头领，晋商以太子为靠山，唯一可以考虑的就是蜀商。蜀商在朝中没有靠山，实力最弱，只经营一些蜀地的特产，4市盐铁矿产生意都没有蜀商的份。武德3年，燕国和梁国大举伐蜀，蜀国灭亡后，梁国占据蜀南，燕国占据蜀北。慕容庆的母亲便是原蜀国公主，被俘后入宫为奴。说起来，慕容庆的身上还有一半的蜀国皇室血脉，与蜀商有天然的联系。想到这里，慕容庆的思绪不禁理清了一些，打算待会就去蜀州会馆瞧瞧。殿下，太子派人过来给您传信。一声轻呼打断了慕容庆的思绪。这么快就来了？慕容庆知道太子现在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虽然逃过了燕帝这一关，可是太子这一关还没有过去呢。进来吧。慕容庆吩咐一声，房门推开，王蕊儿双手捧着一封书信进来，过去交给了慕容庆。慕容庆身子坐直，露出了上半身，强健的肌肉让王蕊儿看的都愣在原地。怎么了？你还有事？慕容庆看他站在原地，还以为他有别的事情要禀告。没了。王蕊儿脸蛋一红，连忙转过了身子，捂着脸蛋出了门。慕容庆笑了笑，暗道这小丫头是被他的肌肉惊到了吗？难怪
他之前瘦得跟猴似的，现在可是正八经的肌肉猛男。他撕开了信封，上面只有一句话：畜生，立刻，马上，滚来送死！嚯，火气还真大。慕容庆把信放在一旁，此刻可不敢去见他。叮，龟孙系统此刻不出意外的冒了出来。任务1：面见太子，奖励系统币10。任务2：避而不见，扣除系统币100。我就知道。慕容庆磨了磨牙，按照这逼系统不把他玩死是不会罢休的。他的系统钱包里好不容易攒了10个系统币，怎么可能让系统给他收走？出了浴桶后，慕容庆换了身衣服，嘱咐福伯看好府宅，他自己套上了车马，独自前往太子府赴死。小嫂子，你还好吗？太子没杀了你吧？想起昨晚的旖旎，慕容庆对太子妃的评价只有一个字：润。他可不希望这个花魁皇嫂白白死了。报，太子6殿下来了。管家跑步进门，向课堂里一脸怒容的太子着急禀告：好个狗崽子，他还真敢来！太子一声暴喝，马上让管家安排侍卫在门外候着，待会只等他摔杯为号，把慕容庆给剁了。管家提醒道：殿下，皇上都饶过了他，如果我们动手，怕是会触怒龙颜啊。龙颜，父皇的颜面是颜面，我的颜面就不是颜面了。太子顶着一头绿光，这回已经听不见劝谏，他拉着脸强令管家照办。在他眼里，这个兄弟只是他的一条狗，可是现在这条狗却爬到了他的头上拉屎，这如何能忍？一会，慕容庆跟着管家进了门，他见到自己的皇兄正要下跪求饶。叮，系统发来消息，任务1完成，奖励系统币10。新人物生成。任务1：硬刚太子，奖励系统币10。任务2：跪地求饶，扣除系统币100。好吗？你个龟孙，你还真是不作死就不消停啊！慕容庆都快哭了，面对太子一张乌黑的脸，与他面面相觑。太子忍不住拍了桌子，率先开口：狗东西，还不跪下！慕容庆清了清下嗓子，暗道：皇兄，您别怪我，不是我不跪，是系统这龟孙不让我跪。皇兄恕罪，我不想当狗了，从今往后我想站着当人。他拱起双手，正色回怼：叮。任务完成，奖励系统币10。慕容庆没有来得及高兴，太子的手抓在茶碗上，便重重地往地上摔了下去。砰！一声脆响，门外有10几个侍卫手持长刀冲进了屋里。金黄色的铠甲，锋利的刀刃在阳光下反射着冷冷的寒光，一时间大堂里的压力骤增。冷兵器带来的杀伐之气让慕容庆呼吸都是一紧。好，长出息了是吧？太子额头的青筋暴露，已经愤怒到了极点。慕容庆拿到了奖励，急忙想办法圆场。二哥，难道您还看不清楚，这是有人故意要陷害我吗？这一声二哥，声音洪亮，让太子的耳朵都是一震，一时冷静了3分。陷害你？你有什么好陷害的？太子一脸狐疑地看向慕容庆。慕容庆讲出了自己的猜测。没错，我在皇兄身边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表面看，除掉我对皇兄没有任何的损失，但是如果是他们借着皇兄的手除掉我呢？当朝太子为了一个青楼女子手足相残，杀害兄弟，皇兄，您想过后果吗？太子一双冰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脸上的神色从愤怒变成了意外。没想到这个平时唯唯诺诺的废物兄弟竟然变得这么伶牙俐齿了。你的意思是我还不能杀你了？太子的心里仍是不忿，不过杀气已经散了大半。慕容庆看了看左右的侍卫，太子心领神会，挥挥手让在场的人先退下，只留下了慕容庆。慕容庆这才拱手回道：不但不能杀，还得加倍重用臣弟。放你娘的狗屁！太子的火气一下又冒了出来，拿起茶碗重重地甩向了慕容庆。慕容庆现在的身体反应能力已经超出常人，只是轻轻一躲，茶碗便贴着他的脸擦了过去，在后面的大门上摔了个粉碎。在别人看来，不是他躲开，是太子的准头不好。没想到你小子的脸皮这么厚，你给老子戴了绿帽子，还让老子重用你！太子扯着嗓子干嚎。慕容庆不慌不忙给这位二哥画起了大饼：皇兄，您先别急，听臣弟细讲。眼下朝中波澜诡谲，不知道多少人盯着您的太子之位，您的身边急需要一位得力的帮手当您的后盾啊！恕臣弟直言，您虽然外有宰相上官家当臂力，但是宰相毕竟是文臣，关键时候还得靠武力啊！你难道就不想拥有一位掌握军权的臂力吗？太子的眸子一紧，不屑嗤笑：你的意思是让我指望你当这个臂力？正是。慕容庆一本正经的回话：皇兄可能已经知道，父皇已经准备任命我为镇北大将军，出征北辽。如果此次臣弟大胜而归，定然在军中立下威望，到时候岂不能成为皇兄的一大臂力？
太子脸上的神色终于缓和了下来。慕容庆的话算是戳中了他的心里，他的身份贵重，母亲乃当朝皇后，宰相之妹，手握相府势力，又是皇上的长子，天命所归，乃太子的不二人选。唯一的短板就是军权。八皇子慕容睿的母妃乃太尉之妹，手握军权，一直都是太子的心头刺。可是指望眼前的这个废物兄弟去掌军，他怎么感觉像是痴人说梦？你是不是少提了一件事情？父皇答应你掌军，前提条件是让你1周之内筹集100万两银子。太子冷冷讥讽。慕容庆趁机提到，皇兄，您和晋商素来交好，能不能做个担保，让臣弟在晋商的票号里先取出这笔款子，等臣弟立了军功，再想办法把这笔款子还上。什么？太子被他给气乐了。你睡了我的女人，还让我给你银子，你真把我当冤大头啊？可是只需要100万两就能让臣弟当上这个镇北大将军，对皇兄来说不是很合算的买卖吗？慕容庆继续引诱。太子冷笑了出来。慕容庆啊，慕容庆，你小子今天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怪不得父皇能饶你一条狗命，你果然是巧言善辩。他站了起来，吐了闷气。既然父皇给你一次机会，我也给你一次机会。钱我是不会给你1两，你自己想办法。如果7天内你筹集不到100万两，即便父皇不杀你，我也饶不了你。得，不上套。慕容庆就知道这个草包二哥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和心胸。如果臣弟办到了呢？他再次挖坑。凭你7天筹集100万两。太子好像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与燕帝一样，仰头嘲讽的大笑了出来。你要是办到了，为兄就让你当我的左膀右臂，再赠你100万两。慕容庆的嘴角扬起。皇兄金口玉言，不能反悔啊。放心，本太子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太子冷冷地斜了他一眼。慕容庆趁热打铁，继续讨要好处。如果臣弟办到，还请皇兄再答应臣弟一件小事。你还没完没了了。太子郁闷地直翻白眼。什么事情？慕容庆提到，昨日臣弟与上官家大小姐上官婉一见钟情，还请皇兄做媒，将上官婉许配给臣弟。臣弟从此给皇兄当牛做马，绝无怨言。噗！太子一头黑线，差点吐血。你还真敢提啊！上官婉，宰相上官侧的小女，太子的亲表妹，乃燕京第一才女，年方28，不知道多少提亲的人踏破上官家的门槛。但是上官婉眼界极高，任凭什么权贵子弟，他都看不上眼。太子没想到这个废物兄弟竟然得寸进尺，敢动这个念头，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行。太子沉默了一会，答应了慕容庆。如果你真能当上这个镇北大将军，本太子便成全你。他丝毫不看好慕容庆，只当是看一个笑话，反正慕容庆要是失败，自有燕帝出手。如果慕容庆真的走了狗屎运，成功当上了这个镇北大将军，他成全了这桩婚姻，彻底让慕容庆跟他绑定在一起，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多谢皇兄。慕容庆激动的躬身施礼，手里面这下又多了一个筹码了。镇北大将军，宰相的女婿，这2个名头拿出去，唬住投资人的几率要更大一些了。他正要告辞，抬头又问了一句：皇兄，您打算怎么处理皇嫂？太子的怒气一下上脸。慕容庆，你真的是觉得我不敢杀你？不是。慕容庆急忙摇头。皇兄误会了，臣弟只是有一个办法，可保皇嫂周全。如果皇兄需要，臣弟便说出来；如果皇兄不需要，臣弟马上就走。太子沉了口气，心动问道：你说说看。慕容庆就知道太子还在迷恋这个花魁的身子。他提议道：是这样，想必皇兄已经知道，父皇已经下旨将皇嫂逐出京城，永远不能回城。臣弟的意思是，可以由臣弟在城外买下一个庄子，让皇嫂住在里面。一来可以护他周全，二来皇兄要是想见他，随时都可以出城去见。即便事情被人告发，那也能推脱到臣弟的身上，与皇兄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哦，太子的眼前一亮，果然心动。他对这个废物兄弟越发的看好，手底下还真少不了一个帮他干脏活的人。行，就照你所说。太子点头应了下来。慕容庆拱手笑道：请皇兄放心，臣弟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他告辞后转身退下。太子府的管家从一旁走了出来，看向太子小心问道：殿下，您就这么放过他了？不然呢？太子伸手让丫鬟赶紧奉茶，气了半天，喉咙都快冒烟了。管家提到，小人看六皇子八成是在故弄玄虚，他的母妃不过一个宫女，在外面没有任何的势力，谁肯给他100万两？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他如此行事，怕是要拖延时间，想趁机溜走吧？有这种可能。太子点头。
管家继续道：“所以小人的意思是不是派人把他监视起来？如果他有这方面的打算，那就马上抓了他，交给皇上处置。这可是欺君之罪，即便是皇上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了。”甚好，照你说的办吧。太子揉了揉眉心，喝了口茶后，起身回了后堂，要跟赵盼最后再交流一下。以后想交流，可就不容易了。慕容庆驾着马车，哼着小曲，一路回了府里。路过胭脂铺的时候，还给蕊儿买了一套新款的胭脂水粉。福伯和蕊儿在门口等了他半天，见到马车后，高兴的赶紧上前把马牵住。殿下，您没事了，太子没有为难你吧？福伯让蕊儿搬了脚踏，招呼着慕容庆下来，关心的赶紧询问没事了，一切尽在本皇子的掌控之中。从早上忙到现在，天色眼看着就要黑了。慕容庆把手里的礼物交给了蕊儿，吩咐说道：“福伯，我想吃火锅了。”“吃，马上就吃。”福伯牵着马，让蕊儿赶紧去厨房准备。蕊儿走在路上，打开礼物看了眼，见到是胭脂和水粉，脸蛋一红，心里顿觉开心不已。没有娘亲照顾的他，只有皇子才会想着给他买这些女儿家的东西。一会，福伯和蕊儿便在桌上摆满了涮锅的菜肴。他还专门取了一瓶府里面珍藏的女儿红，打开用热水烫上。慕容庆泡完澡，换了身衬衣出来，挥挥手示意福伯和蕊儿坐下来一起吃。两人急忙摇头拒绝：“殿下，你是皇子，我们哪里能跟您一起平起平坐啊？什么皇子不皇子的，在家里没有皇子，只有家人。”慕容庆过去摁着两人的肩膀，让两人坐下。他端过酒壶，亲自给两人把酒满上，把福伯和蕊儿吓得赶紧阻拦：“殿下，使不得，使不得啊！”慕容庆笑了笑，放下酒壶，端起酒碗，看向了两人说道：“福伯、蕊儿，你们明知道大祸临头，还敢待在府里和我同生共死，这份情谊足够本皇子敬你们一杯。这杯酒我先干了。”他端起酒碗，一饮而尽。福伯和蕊儿面面相觑，感觉慕容庆好像一下变得都不认识了。他们俩端起酒碗，赶紧赔了一碗。这一次，福伯抢先端起了酒壶，给慕容庆和他们一起满上。“今天我高兴，咱们再喝2碗。”慕容庆没有阻拦，笑着和福伯、蕊儿又喝了2碗。酒过3巡，他才放下了酒碗，一边烫着羊肉，一边跟福伯问道：“福伯，听说你以前还是蜀国的大将军？”福伯的手心一抖，小心点头：“对，小人在蜀国是当过几天的将领。蜀国灭亡后，就陪着公主来到了燕国。这一晃30年已经过去了。30年，沧海桑田啊！武德3年的事情，现在已经是武德34年了。”慕容庆感慨了下，又问道：“那你和以前的熟人还有没有联系？”福伯的心里一咯噔，盯着他愣了半天，才谨慎问带道：“不知道殿下是什么意思？”慕容庆看他的反应，知道他在想什么。与前敌国的势力私自联系，那可是有意谋反的大罪。要知道，蜀国现在还有反抗势力在闹着复国呢。福伯，您别紧张，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人脉，认识现在蜀商的管事？我有些事情需要蜀商帮忙，所以想找门路见见他们。这样啊。福伯松了口气，想了想说道：“老奴还真的认识一个人，能帮得上殿下，但是这份交情，仅仅能让殿下见一下这个管事。要是求人家办事，老奴可没有那么大的脸面了。放心，只要能见到他，本皇子保证他能上钩。”慕容庆笑了笑，现在已经有了说服蜀商支持他的法子，不光是靠2个空头虚名忽悠甲方爸爸，他手里还握着一份巨额的利益，保证让甲方爸爸动心。吃过饭，慕容庆亲笔写了一份拜帖，让福伯交给蜀商的管事。虽然在这世界过了3年，但是毛笔字仍旧写的是歪歪扭扭，没有任何的章法。福伯走后，慕容庆又让蕊儿带他去了厨房，想要蜀商出钱，还需一件秘密武器。没错，就是精盐。这个世界的盐巴都是没有经过提炼的粗盐，吃起来发苦不说，还有很多的有害杂质。他本来是想直接在系统里买一份精盐，结果一看价格，10个系统币，有这钱还不如直接买一份提纯精盐秘方，到时候用这秘方来找蜀商套钱。盐有海盐、湖盐、矿盐之分，海盐由徽商把控，湖盐由晋商把控，剩下一部分矿盐由蜀商把控，这就是蜀地的井盐。蜀地的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地脉岩石下的井盐，只是碍于技术，只能开采一些浅层的井盐，深层的井盐得需要一门古法钻探技术。没错，就是卓铜井深钻技术。慕容庆购买的秘法里面正是包含井盐开采、运输、提炼等一系列流程的技术。这份技术别说卖100万两，就是1000万两也是值当的。不过这些都是后话，现在的他需要从粗盐里提炼出一份精盐。方法很简单，就是通过溶解、过滤、
蒸发结晶、干燥、研磨的法子进行。他让蕊儿把火烧上，按照制盐秘法一步步的进行。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晚上的忙碌过后，慕容庆终于得到了一坛子提纯的精盐。盐粒经过碾磨，细滑雪白，与之前颜色发黄的大颗粒粗盐完全不同。张嘴，慕容庆跟一旁眼圈有些发黑的蕊儿笑着吩咐：“蕊儿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还是听话的把小嘴张开。慕容庆伸手蘸了些盐粒，塞进蕊儿的嘴里。少女的红唇微张，滑嫩嫩，湿热热的，味道怎么样？有没有苦味？他收回了手，着急询问：“这是盐。”蕊儿抿了抿小嘴，惊讶的摇了摇头：“不苦，还很香呢。”这样就好。慕容庆松了口气，让蕊儿取一个瓷瓶把盐装满，用礼盒装上。他伸了个懒腰，回自己的房间睡觉去了。蕊儿送他离开，咬了咬唇，一张俏脸忍不住都红到了脖子上面。午时，暖暖的太阳透过窗户照在慕容庆的身上后，他才疲倦地伸了个懒腰起床。福伯带着蕊儿正在外面伺候，见到他后马上倒上热水伺候着他洗漱起来。蕊儿，你没休息吗？慕容庆关心地问了一句。蕊儿轻声道：“我在后厨给殿下烧热水，怕殿下起来没有热水用。”这样怎么能行？慕容庆在他细软的臀上轻拍了一下：“赶紧睡觉去，别把身子熬坏了。”知道了。蕊儿弱弱点头，伺候着他擦过脸，才端着用过的脏水退了下去。慕容庆跟福伯吩咐：“福伯，你去城外的难民营里再找些丫鬟、婆子和家丁，以前伺候的人把卖身契还给他们，他们想走便走吧，这不是便宜他们了。”福伯有些不忿：“树倒猢狲散，人之常情。”慕容庆没有时间计较这些小事，他现在还急着保命呢。蜀商那边有回话吗？他擦干了头发，在铜镜前面坐下，让福伯给他梳头。有了，老奴和他们约好，今天下午在翠华楼见面。翠华楼？慕容庆挑了下眉，轻声吐槽：“他们还真是会找地方。翠华楼是燕京城最好的酒楼，正是第一富商曹家的产业。一顿饭少说也得10两银子，够普通人吃喝半年了。咱们府库的钱还有多少？”他问了一句。福伯回道：“大概还有1万多两，老奴待会把账本取来。”他以为慕容庆要查账。慕容庆摇了下头：“不用，你拿这些钱去城外买一个庄子，不用多大，有个100亩地就行，一定要靠河，从城里走水路，要能过去。”买地？福伯有点搞不懂，这个皇子要做什么，提醒道：“现在正是秋收的时候，地价正贵，殿下不如等到冬日，那时候地价便宜。这个庄子有大用，用不着在乎这些小钱。”慕容庆摇头，他要在这里打造一个太子别院，让太子在这里金屋藏娇，以后也可以打造一个销金窟，有系统帮忙，他能轻松的让这个时代的土大款把钱掏出来。什么天上人间、白马会所、太子酒店，统统安排，老奴待会就去办。福伯虽然不理解，但却是听话的应下。慕容庆对他的反应很满意。人要清楚自己的身份，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然会让人讨厌的。收拾好妆容，慕容庆专门选了一件浮夸的金色簪子戴上。平时他喜欢素色的衣服，这次专门换了深土豪金的锦衣装扮。吃过一些粥饭，等到午后，慕容庆带着锦盒一个人套了马车去了翠华楼。放眼京城，亲自当马夫的皇子唯有他一个。到了翠华楼门口，店小二马上迎了上来，怪异的打量了慕容庆一眼，拉着马车去了后面。慕容庆上了3楼，蜀商的代表已经过来，在包房里面一阵喧闹。大哥，那个六皇子就是个扶不起的哈宝儿，你莫得是见他做傻子吗？对头，我听说他把太子妃给睡了，皇上正要找他麻烦，我们这个时候见他恐怕要遭起哦。老大，咱们还是走吗？蜀国都亡了这么多年了，咱们跟他早就没得交情了。他帮不了我们，我们也帮不了他，见了面只能让大家都恼火。浓浓的乡音让慕容庆想起了他的母妃。他敲了敲门，里面马上安静了下来。房门打开，慕容庆与屋里的一群蜀商马上对望在了一起。一个眉目稳重、四方脸的中年人马上站起，拱手招呼道：“敢问可是六皇子殿下？”“不错。”慕容庆点头。“见过皇子。”中年人马上拱手下拜：“见过皇子，见过皇子。”其他人见状纷纷跟着拱手下拜，模样谦卑，但是脸上的神色带着傲气，却没有把慕容庆放在眼里。“诸位老表客气了。”慕容庆微笑施礼，用蜀州话打了个招呼。众人面面相觑，看向慕容庆的眼神放亮，顿觉亲切了3分。“诸位同乡，时间紧迫，本皇子不跟你们绕圈子。”酒过3巡，慕容庆站了起来，扫过在场的蜀商，直言道：“本皇子这次找你们只有2件事情。第一，找你们要钱；
第二，带你们发财。屋子里面顿时气氛一凉。听到慕容庆说的2件事，大家只关注第一件，要钱。至于发财，一个废物皇子无权无势，能带他们发什么财？他们打心里不信。刚刚大家才建立的一点故国情谊，瞬间化为乌有，当面摇头哭穷。殿下，我们都要被山西老和徽州帮挤兑出京城了，哪个还有票子给你吗？6殿下，老子们现在都是穷的叮当响，你莫得再扯把子了。殿下，你莫得弯酸我们吗？慕容庆早知道众人的反应，并不意外，也没有任何的生气。蜀商头领楚元良使了个眼色，让在场的人马上安静了下来。他则是恭敬问道：殿下，不知道你想要多少钱？慕容庆开口：100万两。噗，多少？100万两？你硬是拿我们当宝气做？在场的商人惊得把嘴里的酒水都喷了出来。楚元良也是吃了一惊，本来看在同乡的情分上，还打算当一次冤大头，当是对顾国公主的孝心了。谁知道慕容庆竟然狮子大张口，要100万两。诸位莫慌。慕容庆嘴角扬起，给这些投资人拿出了自己的商业计划书。他让外面伺候的小二笔墨伺候，当场在上面画了2个圈，展示给了众人。这个是京城，这个是京郊皇庄。本皇子打算在这里修建一个占地100亩的不夜城，专门服务于城内的权贵富豪。此地吃喝玩乐一条龙，似是江南2国的秦淮河，昼夜不息。任你有多少银子，在这里也能花完。建成之后，这里完全可成为诸位下蛋的金鸡，利润率将超乎你们的想象。不夜城，什么东西？朝廷能准吗？众人面面相觑，觉得项目不错，就是朝廷的政策不允许啊。有人直言道：六皇子，您要是拿这个东西来忽悠我们，那我们劝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慕容庆微微一笑，这只是开胃菜而已，我的大菜还没有上呢。他伸出手，让小二把他的锦盒取来。大家的眼睛马上盯了过去，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宝贝。慕容庆取出了一个坛子，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了碗里，示意楚元良给大家尝尝。楚元良眉头一紧，用手直捻了捻。其他人看着这白花花的东西，皆是紧张议论。哦豁，这怕不是毒药塞。会长，吃不得哟。楚元良捻了一些，已经塞进了嘴里，神色顿时一惊，是盐巴。什么？怎么可能？让我也尝尝。其他人满脸的不信，还没有见过这么雪白的盐巴。他们马上捻了一些，往嘴里放了进去，咸中带香，确实是盐巴。这个盐巴啷个这么白皙哟？殿下，您这是耍的啥子名堂哟？大家的好奇心一下被勾了起来。慕容庆只是淡定的等大家议论完，继续说道：现在燕国的盐业完全被徽商和晋商把控，因为没有盐引，所以蜀商是插不进手的。本皇子说的第2件发财的事情，就是要带着你们踏入这个行业。我们要用你们吃的这种精盐，迅速打败徽商和晋商，在这个行业里撕下一块肉来。哦豁！众人皆是惊叫了出来。这件事情实在太过震撼人心了。盐自古以来就是暴利行业，完全被朝廷把控。没有关系，谁伸手谁死。六皇子提出这样的路子，谁不动心？只是冷静下来，大家都觉得慕容庆在天方夜谭。即便是楚元良，也是露出了轻视之色。殿下，恕我直言，您的盐巴确实质量优等，但是您说要带我们进入这个行业，这怎么可能？先不说朝廷会不会给我们盐引，就说晋商控制的池盐，还有徽商控制的海盐，哪个会放我们进去吃肉？对啊，这不是开玩笑吗？六皇子，你也太会说笑了。在场的商人虽然很动心，但是没有一个觉得此事靠谱。慕容庆依旧是平静的等他们议论完，这才笑着补充道：诸位说得很对，断人财路无异于杀人父母。海盐和池盐我们是插不进手，本皇子要开采的不是这个，而是咱们蜀地的井盐啊！井盐！在场的商人你看我，我看你，皆是忍不住大笑了出来。殿下，您就别浪费大家时间了。井盐开采可是出了名的不易，连供应蜀地都不够，怎么可能拿来跟人家抢占市场？大家都是蜀人，自然都了解井盐，无一不觉得慕容庆是在凭想象做事。即便是楚元良，此刻也没有了耐心，抱歉吐道：殿下，您要是带我们做这种生意，说我们没有这个兴趣，您还是另请高明吧。是啊，真是浪费时间。六皇子，以后喝酒可以，做生意就免谈了。殿下，时间不早了，大家还是早点散了吧。一群商人不耐烦地摇摇头，说着起身就要散场。慕容庆却是从怀里取出了一张图纸展开，高声说道：没错，井盐开采确实不易，但是我要是有开采之法呢？大家的好奇心一时间又被他勾了起来，不知道他还有多少的东西没亮出来。慕容庆把图纸交给了楚元良，介绍说道：
此乃一整套开采深层的井盐之法，名为灼铜井深钻技术，可以轻松钻入地下100米，将盐矿里面的卤水提取出来。有了这份技术，可让井盐的产量提升100倍，绝对有和池盐、海盐一战之力。真的还是假的？这怎么可能啊？以前没听说过啊！能钻入地下100米，这是孙猴子的金箍棒吗？在场的人皆是凑了上去，看着纸上清晰明了的图纸，不相信也不成了。楚元良的身子明显有些颤抖了起来，他的产业里正有井盐，这一套开采技术他再熟悉不过。好法子，好法子啊！简直是神仙之法，凡间难有啊！饶是他气度再大，此刻也忍不住拍案叫绝。有了这套法子，至少让他的产业规模扩大100倍，怎么能不让人激动？一众蜀商看过了这门开采技术之后，无不是热血沸腾，当即拍板吵闹着要跟慕容庆合作。反倒是楚元良冷静了下来，在心里权衡利弊，商场如棋，落子无悔，一步错，满盘皆输。在遇到这种可以说决定蜀商命运的时机，他的脑子迅速恢复理智，不允许他做错一个决定。慕容庆坐在一旁察言观色，不禁在心里暗叹，古人只是见识少，并不是笨。如果只身穿越而来，仅靠脑力，穿越者未必能玩得过他们。4世从前的他，文不能成，武不能就，一个半吊子大学生，连唐诗宋词都背不全，能活到现在已经谢天谢地了。殿下，恕我直言，这套开采法子确实是大手笔。楚元良看向了慕容庆，先是称赞一声，然后谨慎地提出了最后一个担心，只是盐引掌握在朝廷的手里，如果没有特殊的关系，即便这盐巴开采出来，最后也只能为他人做了嫁衣。慕容庆已经料想到楚元良会提出这个问题，毕竟他这个废物皇子的名声在外，没人会相信他有本事搞来盐引。这个时候，他把最后一个杀手捡亮了出来。他示意楚元良去了隔壁的房间，取出了燕帝的圣旨，交给楚元良过目。上面清楚写道，只要慕容庆能在1周内搞来100万军饷，燕帝便任命他为镇北大将军，统领10万铁骑出征北辽。镇北大将军！楚元良看完了圣旨，再次震惊地瞪大了眼睛。饶是他在沉稳，此刻双手也忍不住地颤抖起来。聪明人不用多问也知道，这个职务意味着什么。朝廷的局势现在波澜诡谲，只要是了解一点朝局的人都能感觉到，燕帝急需要平衡当朝的旧势力，为朝廷引入新鲜的血液。不然的话，他早就派遣太尉冯氏一党出征北辽，何须等到现在？楚元良万万没想到，燕帝最后选择的是眼前的这个废物皇子。楚会长，本皇子已经把诚意亮出来了，下面就看你的选择了。你知道的，晋商从属于太子，有太子帮忙，本皇子完全可以跟他们谈。本皇子之所以找你们，你应该知道本皇子的用意。慕容庆拍了下楚元良的肩膀，诚恳地看向他，意思再清楚不过，老子把你当自己人，想培养你当老子白手套，你看着办吧。楚元良怎么能不知道这些？只是一旦跟慕容庆绑定关系，往后可真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如此大事，他一个人做不了决定，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殿下，感谢您对我们这些同乡的信任。他收好了圣旨，还给了慕容庆，客气称道：您的话，小人会认真考虑的。回去后，小人便会把蜀商的代表召集起来，与他们商议此事。如果有消息，小人会第一时间通知殿下。老狐狸，还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毕竟关乎上百万两银子和前途。慕容庆对他的反应表示理解。如果楚元良显得太过孟浪，慕容庆反倒是不敢与他合作了。不过他还是提醒了楚元良一声，事情从急，你也知道本皇子只有7天的时间，明天你没有消息，本皇子便会与其他人合作。这个镇北大将军，本皇子无论如何也是要当上的。小人明白。楚元良心里一紧，现在说是考虑，其实已然没有了退路。如果拒绝慕容庆，慕容庆一旦成功，第一个收拾的便是他。事已密成，他知道了这么多秘密，认识谁都会这么做。想到这里，楚元良头冒冷汗，连呼吸都变得紧促了起来。他小心打量着慕容庆，怎么也不能把慕容庆和废物2个字联系到一起。这个皇子有胆有识，看似平易近人，实则身上有种难以名状的狠劲。宴席散去，外面的天色已经不早。慕容庆赶着马车走在街上，看着天边的晚霞，不禁暗叹：2天都要过去了，自己这条命只剩下了5天了。如果你只有5天的生命，你最想做什么？面对这个充满哲学的问题，慕容庆毫不犹豫地赶着马车去了燕京城最大的娱乐会所。花钱，享受，吃喝嫖赌，勾栏听曲。如果真的只剩下5天时间的生命，当然是在短暂的时间内把钱花完。人生最大的悲哀，不就是人死了，钱没花完吗？他一人驾着马车到了这里，
抬眼便是3层高的巨大阁楼，上面雕梁画栋，灯火通明，中间悬挂着一尊用上好红木制成的匾额巫山别院。如果没来过这里的人，乍一听这名字还以为是书院。这地方可是正八经的红灯区，里面的姑娘全都是从南凉国秦淮河买来的瘦马，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燕国的这些糙老爷们哪里见过这些说着吴侬软语的妹子？这家巫山别院一开张便成了王公贵族、文人雅士的销金窟，每天都有大把大把的银子砸进里面。现在天色刚晚，巫山别院的门口便开始变得拥堵了起来。慕容庆特意观察了下人流量，做了一下市场调研。他来此地可不是单纯的消费，而是打算吸取一些经验，用在未来的生意规划上。这人流量，这消费群体，不禁确定了慕容庆心里的想法。娱乐产业大有可为。他正在恍神之际，马车突然一震，被后面拥挤上前的马车重重地撞击了一下。大家都在排队上前，可是这辆马车却是横冲直撞，强行加塞。赶车的马夫趾高气昂，手持马鞭，指着慕容庆大声叫骂：“兔崽子，你眼睛瞎了？见到我们冯家3公子的马车，还不赶紧给老子让开！”车夫跑路，慕容庆亲自赶车，被这冯家马夫当成是同行了。他没想到穿越回古代还能碰到路怒症患者，到底是手掌天下兵马的冯家。马车与众不同，2匹大宛国的汗血宝马当驾骑，车厢更是用金丝楠木制成，上面雕刻着奇珍异兽，流光溢彩，连车帘都是上好的江南刺绣绸缎。冯家3公子，冯世辉从小嚣张跋扈，名声在外，号称燕京4公子。慕容庆不想节外生枝，下意识的想要让开。叮，系统下达任务：硬刚冯世辉，奖励10系统币，忍气吞声，扣除100系统币。慕容庆真的很无语，暗骂系统肯定是平头哥设计的，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韬光养晦。他现在正要触碰军方的利益，巴结人家都不够，还去硬刚人家。想归想，慕容庆别无选择，勒住马头，驾驶马车猛地往一旁重重撞击了上去。咚，1人高的木车轮撞击在一起，发出了巨大的响声，让2辆马车同时往一旁倾倒。直娘贼！冯家车夫一面稳着马车，一面急得破口大骂：“你小子找死吗？”他甩起马鞭，隔着2米远的距离，卯足力气冲着慕容庆抽了上去。啪！鞭子甩的一声炸鸣，眼看着就要抽在慕容庆的脸上。呼！慕容庆只是身子一侧，便轻松躲开马鞭，一手迅速扯在了上面。现在的慕容庆身体反应能力早就超乎常人，他抓着鞭子猛地一使劲，冯家车夫的右手一滑，一个踉跄便从马车上面栽了下去，咚的一响，重重摔在地上。狗奴才，你跟谁发狂呢？慕容庆拿过马鞭，像是抽陀螺一样甩在了冯家车夫的身上。啊呀，杀人了！少爷救我啊！啪啪啪，马鞭不断炸响，冯家车夫被抽得皮开肉绽，连滚带爬地躲在了马车的下面。住手！豪华车厢里面突然一声暴喝，一行家丁达般的壮汉同时挤进了人群，围住了马车，将外面的人群和马车隔开。马车侧帘打开，一个锦衣少年露出头，斜睨了慕容庆一眼，冷冷吐道：“六殿下，打狗还要看主人吧？”他早就知道外面的人是谁，却坐在里面不动，任由马夫欺主。谁知道平日里唯唯诺诺的六皇子，今天却像是换了个人一样。马夫捂着脑袋出来，满脸淤青，惊讶叫道：“他是六皇子！”围观的吃瓜群众同样是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有好戏看了啊！六皇子碰到了冯三公子，不知道谁的拳头硬啊？那还用问？这个六皇子就是个出了名的废物，谁也不敢招惹。等着看吧。冯绍只需要露个脸，六皇子就会乖乖离开。慕容庆与冯世辉四目相对，没有出现围观群众议论的情况，反而与冯世辉针锋相对，大声吆喝道：“本皇子就说谁家的恶仆如此嚣张，原来是冯绍养的狗。这狗不懂事，冯绍也不懂事吗？按照大燕律法，普通人见到王侯必须得下拜行礼，否则杖罚30。如果我没有记错，冯绍现在还没有封爵吧？”你，冯世辉的面皮一紧，眸子里马上露出了3分杀气。慕容庆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按照大燕律法，由嫡子承袭爵位，庶子是没有这个便宜可讨的。冯世辉是小娘生的庶子，对承袭爵位之事一直是耿耿于怀。他没想到慕容庆会以这个压他。六殿下，抬头不见低头见，你确定要这样吗？他的话里带着威胁。在围观的权贵子弟的注视下，怎肯放下脸面跟这个废物皇子低头？慕容庆负手在后，冷冷笑道：“冯公子，本皇子知道你在想什么。一个有名的废物皇子，不值得你行礼是吧？可惜废物皇子也是皇子，再差也是郡王。
即便你父亲功高盖主，位极人臣，不过也只是一等公爵而已。会投胎也是一种本事，你不服气，这也是事实。看来你是真准备与本公子撕破脸了。冯世辉嘴角抽动，挺直了身子，不屑一顾道：本少今天就坐在车上，我看谁敢仗责本少。慕容庆不给他面子，他也懒得再给慕容庆面子。堂堂太尉家的三公子，燕京城哪个敢把他从马车里揪出来？哪个敢动他一丝汗毛？此时有巡城的捕快看到车马聚集，刚好挤了进来维持秩序，正要吆喝，随后就看到了冯世辉。哟，这不是三公子吗？小的王来顺跟您行礼了。领头的捕快屁颠屁颠的上前，带着手下的兄弟当众给冯世辉施礼。见冯世辉不高兴，于是主动表现，扫过周围吆喝道：哪个不长眼的得罪了冯公子，还不赶紧滚过来给冯公子道歉？人群哄笑。有好事的权贵子弟指着慕容庆示意道：是六殿下，赶紧抓起来吧。别怂，王捕头，王捕头，好样的，是个爷们。王来顺的斗鸡眼随后就注视在慕容庆的身上。六殿下，你就是那个废。他差点把废物皇子四个字吐出来，急忙用手把嘴巴捂住。废物皇子是吧？慕容庆冷冷一笑，帮他把话补齐。行啊，没想到我六皇子名声在外，连你这种狗奴才都知道我的名号。他自嘲一声，差点把王来顺吓尿了，带着手下的兄弟立马给他跪在了地上，磕头道歉：六殿下，小人不是这个意思啊，您是天生的贵胄，小人哪里敢非议您啊。行了，慕容庆喝止了他，本皇子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多谢皇子，多谢殿下。王来顺长松了口气，脑袋上全是冷汗。慕容庆指着冯世辉的马车，淡声说道：冯家三公子冯世辉知法犯法，不懂礼数，见王不拜。按照大燕律法，理应杖责30。王捕头，正好你在场，正是你的职责所在，把他给抓起来吧。噗！王来顺张开嘴巴，像是吃了苍蝇一样，脸上的神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要他抓冯三公子，那还不如杀了他。殿下，您就别为难小人了，小人哪里敢抓冯公子啊？他带着一行兄弟又给慕容庆跪在了地上。不敢。慕容庆冷笑道：这大燕的天下，天子脚下，还有你们燕京府不敢执得律法。这大燕的天下，难道性平了不成？他们冯家的权势再大，还能大过当今圣上？慕容庆一声斥喝，故意加大了嗓音，吓得王来顺差点尿出来。这个大帽子扣下来，可是要捅破天啊！他真是恨不得给自己2个耳光，后悔来这里凑热闹，还以为有便宜可占，谁知道是个大坑啊！可恶！冯世辉不是傻子，知道慕容庆在故意给他挖坑。如果他还坐在马车上不动弹，那就坐实了冯家藐视圣上、冒犯皇权的罪名。他撩开了车帘，马夫赶紧跪在了下面当脚踏。六殿下，何必为难一个下人？冯世辉踩着马夫下车，在众人面前当起了体贴下人的君子。草民冯世辉见过贤郡王。他面色铁青地看向慕容庆，不甘心地拱手施礼，故意把贤郡王3个字拖得很长，生怕周围的人听不见。在士族眼里，这个封号不是奖赏，而是一个皇族的笑话。冯公子，算你懂事。慕容庆嘴角扬起，对他的回击并不在意。贤郡王，那也是王。他跳上马车，挤出人群，扬长而去。冯世辉的脸上顿时青筋暴露，攥着拳头在心里狂笑：慕容庆，你个狗杂种，你最好不要落在老子的手里。车夫不知死活，这个时候还敢上前抱怨：少爷，您就这么放过他了？不然呢？冯世辉的火气一下冒了出来，一脚把车夫踹飞了出去。全都是你干的好事，还不赶紧给老子滚蛋！车夫五脏翻滚，差点没把肚子里的酸水吐出来。他捂着肚子，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现场，惹得在场的人全都是哄笑了出来，纷纷为慕容庆竖起了大拇指。还是六皇子牛逼啊！牛什么牛？不就是投了个好胎吗？你们等着，冯少肯定咽不下这口气，待会说不定还会有一场恶战。没错，巫山别院肯定还有好戏，咱们可不能错过。走，继续看戏听曲。巫山别院的大堂里，还没有到时间，包房、散座已经被燕京城的文人雅士、权贵富商占满。桌子上有新鲜的时令水果，还有瓜子小吃。中间的舞台上面正有身着薄纱的舞团在上面演奏。这只是开胃菜，真正的大菜还没有开始。今晚之所以人头攒动，正好赶上了花魁娘子出阁。谁要是被点了状元，那便能与花魁娘子共赴巫山。慕容庆难得奢侈一把，找了中间的包房坐下。这里视野最好，消费也是最贵，不说其他杂项，单是房间费就得1000两。你还别嫌贵，平时人多的时候，有钱都抢不到。要知道，1000两可以供养一家普通人一辈子的开支。慕容庆的俸禄1年只有5000两，
因为姥姥不疼，奶奶不爱，也没有其他的奖赏，在普通人眼里已经是天价的俸禄，但是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只能算是底层。所以平时他只跟着太子过来蹭热闹，从来没有单独来过这里。好在1000两的消费物有所值，里面有4个侍女专门伺候，各种美酒佳肴小吃随便享用，有捶肩的，有捏腿的，还有专门伺候着泡脚的。论享受，古人可丝毫不输给后世。包房外面突然喧闹了下，里面的公子哥纷纷出去跟新来的客人打起了招呼。慕容庆用余光扫了一眼，原来是刚刚才交过手的冯世辉，他竟然还有心情过来听取。慕容庆不由得感慨，还是花魁柳如意的魅力大，今天是他的专场，碰他的奖儿还真是不少。除了冯世辉外，还有礼部侍郎、承防营都统、御林军统领几家的公子哥，他们占的是天字第1号房间，要上万两银子。慕容庆口袋里只有1万两银票，可不敢这么奢侈。这些公子哥完全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冯世辉一来就给他指了指慕容庆的房间。冯世辉往这边斜睨了一眼，与他们一起进了包房。时辰到后，老保子先出来与众人舔着脸寒暄了2句，然后高声喝道：有请我们巫山别院的花魁如意小姐出场。场上顿时掌声雷动，呐喊不停。此情此景如后世的明星演唱会。燕京4大花魁，太子刚纳的妃子赵盼算其一，以美艳著称；柳如意以才艺著称，琴棋书画连当世名家也对其赞赏不已。她戴着面纱，手捧琵琶上了舞台，一袭白裙轻纱遮体，论身材虽不如赵盼丰腴，但也是高挑匀称，细软的小腰没有一丝赘肉，透过轻纱往外面露出一些雪白，惹人注意。他跟场上的客人款款施了一礼，坐下，一面弹奏，一面用家乡的吴语吟唱起来，声若银铃，悦耳动人。吴家2公子吴山月赏银100两，有仆从往台上扔起了缠头，骄傲的大声吆喝了起来。裴家3公子裴明轩赏银200两，好，漂亮，裴公子大气。场上的客官纷纷竖起大拇指叫好，其他公子有样学样，纷纷开始让下人往台上扔起了缠头。这打赏的金额是越来越高，短短一会就从100两涨到了1000两。慕容庆的嘴角不禁扬起，按道此举应该是后世直播平台打赏的祖宗。找2个水军先把热度炒起来，围观的土豪们为了面子便会纷纷下场。老鸨在台上激动大叫，大家都知道今晚是我们如意小姐出阁的日子，谁要是中了状元，我们如意小姐就是谁的人了。好，如意小姐肯定是我的，如意小姐选我，一定要选我啊。台下的看客一时越发的狂热起来，有小二端着盘子上来，挨着房间收取缠头。2楼的公子哥打赏的金额更加夸张，今晚可不光是争面子，还能与花魁娘子共度春宵，谁不动心？到了慕容庆的房间，赏金已经飙升到了1万两。小二舔着脸问道：六爷，您要给花魁娘子打赏吗？看似不强制，实则是没有选择。你要是不打赏，那在这个圈子里的名声可就臭了，走到哪里都要被嘲讽一声穷鬼。慕容庆哪里有钱？他想了想，让侍女、文房4宝伺候，然后调出系统，花费10个系统币购买了一套古代诗词字画大全。之前苦学3年，都是一知半解的脑子，在系统商场下单后突然一热，好似复制进了一串串代码，各种文字在大脑里疯狂组合。他提笔在纸上龙飞凤舞，写好后叠起来放在了盘子上，让小二交给花魁娘子。只是这个吗？小二一脸诧异，还以为慕容庆在开玩笑。慕容庆微笑示意，你且放心，我这张纸里的东西价值100万银子，你家花魁娘子一看便知。吹牛不打草稿了，这六皇子果然是个穷鬼。小二暗自一阵鄙视，出了门专门喝彩，感谢六爷，打赏白纸1张。噗！场上有看客把嘴里的茶水都喷了出来。白纸？什么情况？哪个六爷？还能是谁？不就是那个废物六皇子慕容庆吗？啊，他怎么好意思就打赏1张白纸？场上的看客皆是哄堂大笑了出来。舞台上的老鸨往上看了眼慕容庆的包房，同样是在心里鄙夷大骂，老娘活了这么久，还没有见过这么抠门的皇子。很快有小二的喝彩声发出，天字1号冯三爷赏银10万两。嚯，到底还是冯少阔气啊！天啊，10万两啊！得，今晚花魁娘子是冯少的了。那是自然的，冯少出了这个价钱，谁还敢跟他抢啊？冯世辉此举正是为了打慕容庆的脸，他原本没打算出这么多，只是单纯的出一口恶气而已。慕容庆听得也是一惊，10万两银子，对于普通人来说不敢想象的天价，对于这些豪门公子来说也就是一个乐子而已。慕容庆大概算了下，这一场演奏下来，光是赏金便有30万两之巨。
燕国国库所需的100万两军饷，在这里只需要3场便能凑齐。权贵之富，尽可敌国，也不知道是大宴之幸，还是悲哀。各位客官，花魁娘子梳妆打扮后便会出来钦点状元郎，还请各位稍等片刻。老鸨兴奋地让人收拾了缠头，招呼着柳如意离开了舞台。场上的看客纷纷感慨，过了今晚，如意小姐就成了如意娘子了啊！你放心，即便出阁，咱们也碰不到人家。到底是冯三公子有实力，巫山别院历代花魁出阁，皆是被他抢去。没办法，谁让人家是太尉之子，即便是六皇子，在人家面前也得低头啊。六皇子算个屁，不过是个废物而已，也就能用白纸轰轰小孩而已。哈哈，说得对，过了今晚，六皇子的名声就更臭了啊。2楼，一群年轻人来到了慕容庆的包房，特意跟着冯世辉过来看笑话。冯世辉的脸上写满了得意，当众嘲讽说道：“六殿下，您要是看上如意姑娘，早点打声招呼，我把她让给你得了。你何必在这里自取其辱，用一张白纸来丢人呢？”哈哈，人群轰然大笑。六殿下可能真以为他的白纸价值千金呢。如果六殿下是当时第一名士，那还是有可能的，说不定如意小姐眼瞎了呢。慕容庆平静地喝着茶，面对众人的嘲讽并不生气。如意姑娘还没有放榜，谁中榜谁落榜还真是两说。他轻声一笑，惹得在场的年轻人再次哄笑起来，皆是以为他疯掉了。一张白纸还真想敌过10万两银子，既然殿下如此有信心，敢不敢和我赌一把？冯世辉冷冷一笑，有意给慕容庆挖坑。赌什么？慕容庆丝毫无惧，这可是你自己往坑里跳，别怪老子当众打你的脸了。冯世辉的心里一阵激动，提议说道：“待会放榜，如果殿下中榜，我当众跪下给殿下贺喜。”不错。慕容庆点头，然后呢？冯世辉阴沉一笑：“如果我中了，殿下也要同样如此，当众跪下给我贺喜。”后面的所有少年憋着坏笑，纷纷注意到了慕容庆的身上。面对必输的结局，他们都以为慕容庆会灰溜溜的逃走，谁知道他仍旧是淡定吐道：“行，本皇子跟你赌了。”什么？一群人皆是石化在原地。这老六还真是不要脸了。殿下，您可是天子贵胄，说话可不能不算数啊。冯世辉计谋得逞，兴奋之情都从脸上溢了出来。这个自然。慕容庆摇着纸扇，轻声笑道：“谁要是反悔，谁将来生儿子没屁眼。”哈哈！一群年轻权贵皆是轰然大笑，看慕容庆感觉像是看一个傻子，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底气，这不是自己骂自己吗？好，好，好！冯世辉嘲弄大笑，那本少就在这里陪着殿下等待放榜，他怕慕容庆溜了，也不回自己的包间，让小二在这里设宴，与一群公子哥陪着慕容庆坐了下来。后面的闺阁里，柳如意在丫鬟的伺候下梳妆打扮，换上了一身华丽的红色刺绣正装。青楼出阁，意思就是不再卖艺不卖身，他们这样的瘦马都是这样的命运，由青楼从小培养捧红，然后卖出一手的好价钱。老鸨子拿着今天打赏的账单，兴奋地在后面夸赞道：“哎呦呦，我的好女儿，您今天出阁的喜钱可是打破了咱们巫山别院的记录了，整整30万两，放眼帝京也就是赵盼能压你一头了。妈妈高兴就好。”柳如意的脸上并没有喜色，她坚守的清白之身本意是交给自己的如意郎君，但是身为歌姬，身不由己，她哪里会有自己的选择？老鸨在后面安慰道：“如意啊，你也别怪妈妈，趁着你真当红，赶紧想办法捞银子才是正道。这下面的姑娘像是韭菜一样，一茬茬的往外面冒，等到哪天你被别人取代，再出阁可就卖不上这样的好价钱了。你看看，今天这些喜钱，你可以轻松拿走10万两，这不是一辈子都吃喝不愁了吗？”他让人取来了纸笔，示意说道：“时候也不早了，你赶紧点选状元吧，别让这些公子哥在外面等久了。”柳如意拿过毛笔，询问道：“点谁呢？”老鸨叫道：“当然是冯家三少爷冯世辉了，他出资10万两，理应为状元。”知道了。柳如意正要落笔，突然想到了什么，好奇问道：“刚才听说有人只给了一张白纸当贺礼，这人是谁啊？”老鸨郁闷道：“说起这个我就生气，他就是那个废物六皇子，也不知道穷酸成什么样子了，还真好意思给他出手。他还放下狂言，他这张纸价值千金，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纸在哪里？给我看看。”柳如意突然来了兴趣：“女儿啊，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他虽然是个皇子，但为人窝囊，就是个废物东西，跟冯公子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你可千万不能犯傻。”老鸨见柳如意乱来，着急规劝：“女儿心里有数。”柳如意坚持让老鸨取来了那张纸，打开后，一副苍劲有力的字体出现在他的眼前，
让柳如意的眼前猛地一亮，还真有东西。这是一首词，词名《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好词啊！只是2句，柳如意便是浑身一震。云中谁寄锦书来？雁自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非是多情之人，绝对没有这样的心境。读到这里，柳如意只觉得好像有一把刀刺进了自己的心里，让她的眼圈不禁一红。她的身世何尝不是随水自流的落花？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当看到最后一句，柳如意的浑身剧震，眼泪不住地冒出，一滴滴地落在了纸上。还要，女儿，你这是怎么了？老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急忙拿出丝帕给柳如意擦抹起了眼泪。柳如意猛地起身，手捧白纸，如捧珍宝，失态地看着老鸨，急切叫道：妈妈，他在哪里？我要见他，我要见他！啊！老鸨一头冷汗，拉着脸教训道：如意，你可不能犯傻，你要见的是冯绍，不是他。柳如意拉着他的手，着急介绍：妈妈，你不懂，这首词一旦面世，真的能价值100万，今天的状元非他莫属。你怎么也跟着发疯啊？这不就是一首酸词，有那么厉害吗？老鸨一脸不信。真的，女儿没有骗您。柳如意激动解释：请您相信女儿，这首词绝对能红遍大江南北，到时候别说是区区的10万两，就是100万两、1000万两，您也是能赚到的。有这么厉害吗？老鸨还是不敢相信，不想以后只想把眼巴前的财神爷抓在手里。今晚要是不选冯三少爷，可就彻底把他给得罪了。即便上面有人，面对冯家的权势，他还是认真掂量了3分。女儿，娘知道你平时喜欢舞文弄墨，但是这些酸词不能当饭吃啊！你要是得罪了冯公子，以后别说是赚钱，就是小命都难保啊！妈妈，请您尊重我的选择。今晚过后，即便是死，女儿也绝不反悔。您要是还要逼迫，女儿就死给你看！柳如意神色决然，边说边往后退到了窗户前。傻姑娘，你怎么就是个死脑筋呢？见这一棵摇钱树以死相逼，老鸨不敢再强逼，伸出手，连忙好声相劝：好闺女，妈妈依你，妈妈督依你还不行？姑娘放榜了，姑娘放榜了！有侍女跑上了舞台，把一个红榜挂在了中间。一时间，大堂里马上安静了下来，所有看客全部屏气凝神，盯向红榜，不知道谁能拔得头筹。老鸨出来后，上了舞台，当众揭榜：诸位贵宾，今晚的状元是……胜负已分。没等老鸨说完，2楼的冯世辉便站了起来，得意地冲着慕容庆喊道：六殿下，跪下吧！六爷，六殿下！舞台上，老鸨同时揭开了红榜，亮出了柳如意钦点的状元。噗！在场的人无不是一脸的诧异，冯世辉更是无比尴尬地矗立在原地，看着慕容庆的一张脸逐渐由红转绿。状元怎么可能是六皇子？他不就是送了张白纸吗？柳如意难不成是真的疯了？在场的年轻权贵皆是惊奇地大叫了出来。不对，有内幕，肯定有内幕！有人当场为冯世辉打抱不平，冲出门冲着老鸨骂道：呆，直娘贼！你个老鸨子，你耍我们呢？我们冯三爷赏了10万缠头，这状元不该是我们三爷吗？没错，你们必须给大家一个解释，凭什么是六殿下？难道就是因为他是皇子就能乱了规矩？我们不服，不服！台下的吃瓜群众全都跟着吆喝了起来。老鸨红了老脸，见状赶紧解释：诸位贵宾，还请安静一下。六殿下送的不是白纸，是一首词，我们姑娘看过了，这首词价值千金，当为今日榜首。呸！人群不屑大骂：什么破词，敢值千金？真当是江南的苏佑安吗？笑话，真是笑话啊！我燕国何时出了这样的大才？当是词人大家，以南梁才子苏佑安为首。北人向来粗鄙，不善诗词，放眼燕国，无一人可与苏佑安匹敌。世人皆是以传唱苏佑安的词为荣。老鸨红着脸，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能推脱说道：老奴不懂词，我家姑娘是这么说的，老奴也不懂啊。你不懂，就拿出来让大家品鉴一下。没错，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如果真的价值千金，我们就不多说什么了。今天要是不给大家一个交代，我们以后可就不来了。现在不光是权贵子弟不服气，就是文人雅士也不得罪了。读书人最是清高，向来有文无第二之说，谁能允许别人的文章比自己还好？老鸨无奈，只得安抚了下大家，准备去后面取词。这时候，舞台后面突然一声娇喝：诸位莫急，我这就把词亮给大家。柳如意捧着琵琶亲自上场。老鸨红着脸，等他走近后，一通数落：瞧瞧，都是你干的好事。今天这件事情处理不好，上面怪罪下来，他们可都要吃苦头。
柳如意的神色淡定，坐下后手捧琵琶，扫过琴弦，当场弹唱：红藕香残玉簟秋。一曲起，在场众人无不是侧耳倾听，不服气的细细品鉴。第一句还行，第二句这是什么神仙词，第三句卧槽，神来之笔啊，最后一句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却上心头。一曲罢，现场鸦雀无声，老鸨都能听见心脏打鼓的声音，紧张的脑袋上的汗珠子都冒了出来。不知道是谁带头，突然拍手大喝：好词，好词啊！在场的众人这才从方才的词曲中缓过神来，顿时轰然大叫：此词当属天上有，有此词可与江南苏佑安一战。我大雁竟有如此的词人，我哭死！这首词简直扎进了我的心里啊！此词当值千金，不，当值万金。一群文人雅士皆是放浪大叫，捶胸顿足，如着魔一般。慕容庆坐在2楼，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对这样的结果，他并不意外。他那个时空的词牌，大家一安居士一出，谁可匹敌？只是他没想到，柳如意这么快就把合适的曲子创作出来了。这个第一才女花魁，当之无愧得到在场的文人墨客认可后，老鸨是长松了口气。没想到这首酸词真的这么厉害，发财了，这是要发财了啊！他兴奋地搓着手，按到他们巫山书院，还真是要扬名天下了。这些穷酸文人虽然没钱，但是他们却是重要的宣传力量。他们要谁扬名立万，谁就能扬名立万。有他们的宣传，这里的姑娘身价绝对能涨10倍。柳如意站起身子，微微欠身施礼。此刻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老鸨兴奋上台，自信叫道：我宣布，今晚的状元当属六爷。台上台下顿时掌声雷动，在场之人无一不敢再提反驳之意，皆是对这首词称服。上面的权贵子弟一个个皆是惊讶地看向了慕容庆，没想到这个废物皇子竟然还是个词人大家。不可能！冯世辉更是一脸不信，这首词不是你做的，肯定不是你做的。慕容庆的神色淡定，微微笑道：是不是我做的词没有关系，关键是这首词确实价值千金。冯少，你输了。输了？不可能，我怎么可能输给你一个废物？冯世辉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不住地摇头自语，突然疯狂咆哮：我没输，我出千金万金，咱们再比一次。慕容庆摇了摇头，扶扶手道：你不想认账，现在就离去吧。冯世辉攥紧了拳头，刚才还期待着慕容庆给他下跪，现在小丑却是他，这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大坑。他自是不想认账，只是刚才立下赌约，谁不认账，谁生儿子没屁眼。他现在要是离开，肯定沦为圈子里的笑柄。六殿下，我认输了。冯世辉双膝跪下，极不甘心地给慕容庆施了一礼。慕容庆甚至听到了他咬磨后槽牙的声音，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安慰：不至于，不至于，你以后还有机会胜我。他仰头大笑，在小二的招呼下出门，准备享受春宵一刻。冯世辉握紧的拳头重重地砸在了地板上，气血攻心，竟然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当场晕倒在了地上。冯少，后面的权贵子弟吓得赶紧上去，慌手慌脚掐了掐他的人中，将他搀扶着离开了此地。闺阁里，慕容庆由小二引着过来，在里面四处参观了下。屋子的布置清雅，有南梁国的江南风韵，四面都是书架，上面摆放着各种书籍，中间摆放着一个长条的红木桌子，上面摆放着文房四宝。屋子里充斥着一股墨香和女儿家的幽香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大小姐的书房。侍女嬉笑着招呼：六爷，我家小姐正在换装，马上就来。慕容庆以前常来，彼此并不陌生。知道了。他点了点头，摸了摸口袋，取出1张100两的银票，让侍女们分了。谢六爷赏赐。侍女们激动叩谢，给慕容庆泡好茶，整理好床铺，一起退下。慕容庆坐了下来，心情紧张地喝起了茶。屋子里还真是布置成了大婚时的洞房模样，这大概是青楼女子梦想中的人生场景。说实话，在与太子妃糊里糊涂的发生关系之前，他还是个纯情少男。虽然来这里多次，但是并没有来真的。一来是怕得病，这个世界是没有特效药的，一旦染上了花病，必死无疑。二来是他以前的身体不允许，可以说是一击必溃，传出去肯定沦为笑柄。虽然现在已经靠系统淬炼了体魄，也知道柳如意还是完璧之身，但是一想到待会和他洞房，他还是下意识的紧张不已。毕竟他一开始的打算是来这里取经的，不是送经的。柳如意换下了大红的婚服，穿着一身轻薄的纱衣长裙，很快进来。慕容庆马上起身，尴尬地跟他打了个招呼：柳小姐有礼。柳如意上下打量着他，见他紧张的模样，
不禁掩嘴一笑，同样款款施礼：“六殿下有礼。”慕容庆伸手招呼着他坐下，他侧过脸，同样娇羞异常，毕竟是第一次，任谁都是紧张的。慕容庆见状，心生退意，正想找个借口离开这里。叮！这时候系统突然下达任务：任务1，拿下柳如意，奖励系统币10；任务2，逃离此地，扣除系统币100。噗！慕容庆想要喷血，暗骂系统管天管地，连他和女人睡觉也要管。身为一个纯情少男，前世的穷逼大学生，见到这种明星级的美女，想要逃走不是很正常。两个人沉默了一会，还是柳如意打破了沉默，一双大眼睛看向慕容庆，好奇问道：“殿下，这手艺剪眉当真是你做的？”他以前也见过慕容庆几次，不过都当他是太子的背景板，没有多注意过他。他不敢相信，这个被大家称为废物的皇子能做出这样的神仙词。慕容庆不敢抢占他人的创作果实，转而问道：“你喜欢吗？”“喜欢，非常喜欢。”柳如意开心的脑袋直点。“那我再送你一首吧。”慕容庆笑了笑，起身过去书桌的前面，伸手提起了毛笔。只是微微一思考，他的脑中便搜索出了一首应景诗：“烟尘花烛动，七里画新娥。影扇修映冠，含情愁已多。轻提湿红粉，微地转横波。更笑巫山曲，空传暮雨过。”这首诗乃唐代诗人杨师道的《出宵看昏》。慕容庆把开头的洛城改成了烟城，他写下一句，柳如意便在旁边轻吟一句。当最后看到巫山暮雨，柳如意的面颊一下都红到了脖子上，娇嗔的用手里的纸扇拍了下慕容庆：“殿下原来也是个风流之人，我还当殿下老实呢。”慕容庆笑了笑，听着他银铃般的撒娇，正是如沐春风。美人一笑，总是让人心情舒畅。如此，还请夫人与我共赴巫山。他不再客气，为了10个系统币，只能和眼前的妹子从事非法交易了。柳如意粉面含羞的点了点头，已经认定他是诗词大家，对他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此时此刻，无需多言，他伸出玉手，主动褪去了身上的衣衫，将自己近乎完美的娇躯完全展露在慕容庆的眼前。慕容庆只觉得热血上头，喉咙发干，一时间连呼吸都变得紧促了起来。红烛摇曳，直到天微亮时才逐渐熄灭。回到府里的慕容庆，直到泡进热水桶里后才缓过神来，恍如隔世。昨晚的旖旎绝对是堪称顶级的享受，不管是身体还是灵魂，全都得到了极大的放松和升华。他甚至动了迎娶柳如意的念头，可是一想到那个厚黑的爹，马上偃旗息鼓。太子皇兄刚娶花魁，他要是再敢娶花魁，非得把皇室的脸面丢尽了不可。我现在还是自身难保，拿什么迎娶人家呢？他自言自语一声，摇了摇头。只听在旁边伺候着天水的蕊儿突然开口：“爷这是怎么了？好像丢了魂一样。”“是丢了魂了。”慕容庆笑着点头。蕊儿鼓了鼓嘴，不开心道：“爷的衣服上满是胭脂味，昨晚是去找女人了吗？”“嗨！”慕容庆呛了下水，伸出手揪了下他的脸蛋，教训说道：“你现在还真是胆子大了，连爷的事也敢多管了。我这不是怕也被狐狸精勾走了。”蕊儿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拿起水桶转过身出门去了。“嗨，没大没小啊。”慕容庆揶揄了下，心倒是管不了这个丫头了。女孩子青春期都会叛逆，正常。他像个老父亲一样安慰自己，忍住揍他的冲动，揉了揉脑袋，考虑起蜀商要是不上套，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是去求晋商，还是去求徽商？这时候，管家福伯突然在外面禀告：“爷，楚元良在外面求见。”“知道了。”慕容庆呼的一下站了起来，激动的马上拿过毛巾擦起了身子。老狐狸，终于上套了。他喊来蕊儿，赶紧给他梳妆盘头，准备好好招呼这个甲方爸爸。巫山别院里，有一人同样对着镜子发了会呆，不时傻笑2声，咬着唇暗自低语，看着文质彬彬的，没想到跟一头蛮牛似的。侍女给他梳着头，嬉笑问道：“小姐，那个废物皇子的身子怎么样？我听人说他自小多病，一碰女人就犯病。昨晚的洞房，您还满意吗？”“臭丫头，哪个叫你嚼舌根的？”柳如意回过神，在丫鬟的身上狠掐了一把，小脸幸福地说道：“你去告诉他们，六殿下的身子好得很，我很满意。”“真的啊？”侍女鬼笑一声：“这我就放心了，我马上就去回话，让他们这些嚼舌根的羡慕去吧。”晨会结束，燕帝回到书房，书桌上摆满了奏折。燕帝让一旁的总管太监张德顺把有关慕容庆的密奏挑出来，这些密奏皆是由鹰眼卫呈上。大雁6尾，青龙卫镇守东方，白虎卫镇守西方，玄武卫镇守北方，朱雀卫镇守南方，麒麟卫守护京畿要地。而鹰眼卫是独属于燕帝负责的特务组织，专门从事监视、缉拿、情报等特务工作。
燕帝打开第一封密奏，看到慕容庆离开皇宫，第一个见的是太子，并且全身而退，在心里暗自点评，还算不笨。第二封面见蜀商，燕帝点评，还算聪明。第三封以大燕律令当街强压冯家三公子冯世辉下拜，燕帝还算机敏。第四封一张白纸抢花魁，燕帝先是一怒，觉得此子轻佻，不堪大用，随后便看到了那首震惊四座的《一剪梅》。当读到最后一句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燕帝不禁浑身一震，暗自赞道：此词可称千古佳作，只是少了点英雄气。总管太监张德顺看他的神色阴晴不定，在一旁小心侦查。燕帝问道：今天可还有六皇子的消息？张德顺马上回道：鹰眼卫的奏报还没有来，不过奴才刚刚得到一件与六皇子有关的坊间细闻。哦，燕帝颇感兴趣道：说来听听。他放下奏章，端起茶水喝了口。张德顺恭敬回道：听说六殿下昨晚与花魁娘子柳如意共度春宵，早上花魁娘子传出消息，说是六皇子很强，他很满意。燕帝一口茶水喷了出来，吓得张德顺赶紧递上锦帕。燕帝拿过锦帕抹了把嘴，冷着脸骂道：堂堂皇子流连于烟花之地，戏于坊间，成何体统？六殿下此举确实不妥。张德顺干笑着附和。燕帝沉默了下，突然问道：你有没有发现老六最近突然变了许多，或者他之前隐藏了许多？张德顺猫着腰，脑子急转，一时摸不透燕帝的心思，只是谨慎回道：六殿下与之前的表现确实有些不一样，这小子倒是有些让朕看不懂了。燕帝沉吟了下，让张德顺下赵鹰眼卫，继续盯着慕容庆。他从书桌上翻出兵部提交的有关增兵云州前线的奏折，当下批奏同意，衔郡王府。慕容庆让管家福伯送走了蜀商会长楚元良。在一番宏图大志的 PPT 洗脑下，楚元良终于决定赌上一把。他答应在3天内筹集100万两银子交给慕容庆。不过老狐狸给慕容庆出了一个考验，让慕容庆在3天内将蜀州的盐引交给他，一手交盐引，一手给钱。如果慕容庆办不到，蜀商马上掉头。这倒是给慕容庆出了个难题。如果说他在当上征北大将军后，靠着兵权要一个盐引轻轻松松，现在他无兵无权，没有盐引就没有100万两，没有100万两就没有兵权，没有兵权就要不来盐引，似乎陷入了一个套娃循环。虽然慕容庆理解楚元良的谨慎，但是在心里还是大骂老小子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朝廷的盐引掌握在盐运使司的手里，负责人是盐运使吴承禄，正3品官职，宰相上官侧的嫡系。想要拿下盐引，就得让上官侧点头。虽然上官侧是太子的人，但是这件事情求太子没用，从来都是太子听上官侧的，没有上官侧听太子的。这位宰相大人可是出了名的权臣，要从他的手里分取利益，那可不是一件易事。慕容庆躺在摇椅上头疼了一会，福伯突然来报，说是国子监的一群监生在门外求见。慕容庆正烦心盐引的事情，本来不想搭理这些穷酸腐儒。福伯提醒说是领头的监生正是盐运使吴承禄的小儿子吴有良。慕容庆一个翻身坐起，暗道老天爷这是瞌睡送枕头啊。他赶紧让福伯设宴，在正堂招待众人。为表正事，他特意去了后堂，让蕊儿给他换了一身青衣戎装。到正堂时，里面正一阵热闹，这些监生不断在里面品鉴一剪梅，一个个说的是口沫横飞，恨不得把这手词掰碎了品鉴。这些监生有的衣着华丽，有的穿着普通儒生的青袍，显然有的是官生，有的是民生。国子监有2种学生，官生即是官宦子弟，民生则是寒门子弟。恕罪，恕罪，诸位仁兄久等了。慕容庆一身寒门青衣，在这里倒是与寒门的儒生打成一片。六殿下客气了。吴有良带着众人马上起身下拜。见到慕容庆彬彬有礼的模样，大家的心里都对他多了几分好感。他伸手招呼着众人落座，让蕊儿马上给大家奉茶。领头的吴有良第一个拱手说道：殿下，学生吴有良，今日带大家过来，是想专门领教殿下的才学，与殿下探讨一下这首《一剪梅》的创作心得，还请殿下不吝赐教啊。贤弟客气了，才学不敢当，只是会做几首酸词而已。慕容庆打量着他，好像打量着财神爷一样。按道你图我的词，我还图你的言呢。一行人交流探讨了一番，慕容庆告诉大家，他创作此词只是思念一个姑娘，有感而发。吴有良这个八卦精张口就问这个姑娘是谁，可是如意小姐。慕容庆摇头，哪里敢这么回答。要是让父皇知道他整天惦记一个花魁，还不得打死他。他想了想，模棱两可道：
为了这位小姐的名声，名字就不提了。不过可以说，她绝对称得上是燕京第一才女。原来如此，众监生一听，心中各有判断。有人猜测就是柳如意，她正是燕京城最有才的花魁；有人猜测是宰相之女上官婉儿，她也有燕京第一才女的称呼；更有甚者，猜测是太尉冯家之女冯玉燕。燕子回时，月满西楼，可不就是在思念冯玉燕吗？慕容庆一头冷汗，被这些吃瓜群众的八卦精神打败了。他赶紧转移话题，有意讨好吴有良，让蕊儿取了文房四宝，提笔送了吴有良一首诗当今日词汇的结尾。宋有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夜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知己？贤郡王竟然拿我当知己？吴有良拿着这首慕容庆亲笔题写的诗词出门时，脑袋都是晕乎乎的。他的本意是带人来打假，觉得慕容庆的诗词肯定是抄袭别人的，结果没想到这位贤郡王竟然当场题诗一首，而且是专门送给他的。此诗立意高远，意境非凡。千里黄云，北风吹雁，短短2句就把秋日的萧瑟之气尽数道出。本以为是首商丘之诗，结果下半阙天下无人不识君，却一扫悲情，尽显豪迈之意。吴有良越品越是激动，好似疯了一般大笑：好诗，好诗啊！此诗一出，我吴有良定会名扬天下，天下无人不识啊！随行的同伴皆是羡慕不已，不用想也知道这首诗代表着什么，足以让吴有良这个不起眼的人物在历史中留下名字。有良兄，真是恭喜你了！看来贤郡王确实有大才啊！我等之酸词，在贤郡王的面前，真是犹如萤火面对皓月，简直是不值一提。凭借贤郡王这一诗一词，我大雁文坛定当压过南梁一头。鄙人建议，我等成立一个贤郡王诗词研习社，以后但凡是贤郡王出的诗词，我等全部收录整理推广，定能振兴我大燕文坛。好主意，算我一个，我也参加。吴有良听到这个建议，当场拍板，这个诗社的所有开销由我吴有良出了。吴兄大气啊！众人皆是欢喜不已，当场决定回国子监把刚才的《宋有良》先誊抄下来。只是一晚上，这首诗便在国子监流传了起来。第二天，甚至摆在了国子监博士当时大儒周化成的面前。他抚须吟读，一字一句的斟酌，不禁啧啧赞叹：好诗，好诗啊！没想到我大燕竟有如此诗才，放眼古今，能强过此诗者不出10首。如此好诗，怎可轻易送人呢？周化成一阵摇头，按道这贤郡王真是暴殄天物，此诗要送也得送当世名家，这宋有良远不如宋化成押韵吗？老师，过2天就是1年1度的中秋诗会，届时南梁文坛也会派人过来参加，我们何不请贤郡王出山？有他在，绝对能力压南梁文坛。吴有良干笑着提议，见老师这模样，8成是想把此事据为己有啊。周化成点头道：每年诗会，我们都被南梁文坛压上一头，若贤郡王真有大才，今年确实能一扫前耻。只是这2首诗词的风格相差这么大，你确定是出自贤郡王之手吗？这个吴有良也不敢确定。一诗一词，一个尽显豪迈，一个尽显婉转，4世对立的男女不大可能同时出自一人的心境。他想了想，提议道：那不如弟子座中设宴，让老师和贤郡王先见一面，等老师考验过贤郡王，再请他加入诗会不迟。不错，就照你说的办吧。周化成点头应了下来，拿起桌上的诗词，再次摇头晃脑地品鉴起来。吴有良拱手告辞，离开后兴奋地去了贤郡王府，着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慕容庆。慕容庆摇着纸扇，让蕊儿包着葡萄，一脸享受地吃着葡萄，晒着太阳。蕊儿好奇道：也今天不出去了？慕容庆摇头：不出去了，待会自有贵客上门。蕊儿皱皱眉，按照咱们王府啥情况？这个主人是忘了吗？谁会主动上门来找一个惹了官司的人？主仆2人正聊着，房门突然敲响。傅伯匆匆来报，说是外面来了一群太学生，要求见慕容庆。还真有不怕死的啊！蕊儿吃了一惊，听慕容庆问道：吴有良公子来了吗？没有见他。福伯摇头。慕容庆吩咐：那就不见了，就说我身体不适，找个理由推脱了。诺。福伯退下。蕊儿好奇的又问道：主人怎么对这个吴公子这么上心啊？蕊儿记得你们之前好像并不是相识吧？没错。慕容庆微笑解释：之前不相识，以后就相识了。他可是财神爷，得好好的伺候。蕊儿不懂，一个国子监的穷学生怎么就成财神爷了？昨天这家伙走的时候还顺了几颗蜀州进贡的橘子呢。一会福伯果然来报，
说是吴家公子吴有良在外面求见。慕容庆一个翻身起来，让蕊儿马上准备鲜果糕点，在正堂见他。此时府门外面围满了文坛中人，福伯只放了吴有良进门，让大家一阵哄闹，大喊不公。吴有良却是得意到了极点，暗道贤郡王果然对我一见如故，只要傍上了这根大腿，以后他在文坛完全可以横着走。他跟着福伯在大堂里见到了慕容庆，马上拱手下拜，学生吴有良见过贤郡王。贤弟客气了。慕容庆上前微笑着伸手招呼，你我一见倾心，以后称我一声大哥便好。这怎么能行？学生怎敢与王爷称兄道弟？吴有良坐下后脑袋直摇，心里却是不自觉地被慕容庆的平易近人打动。你我以文会友，不论身份，你若再坚持，可就生疏了啊。慕容庆端起茶水，亲自给他斟上。吴有良拱手接过茶杯，激动点头，那恕小弟冒犯之罪，小弟以后便以大哥相称，这才对嘛。慕容庆高兴地拍了下他的肩膀，主动询问道，对了，贤弟过来找我，可是有事相求，如果有需要尽管提来，大哥保证竭力相帮。多谢大哥。吴有良心中感动，感觉眼前的这个新任的大哥比他亲大哥都贴心。是这样，我们国子监的老师周化成在读了大哥的诗词后惊为天人，所以想让我请大哥见上一面，与大哥共同探讨一下。他端起茶碗尴尬地喝了一口，怕慕容庆怪他冒昧，毕竟才刚认识就求人家，正常人都会觉得膈应。谁知道慕容庆却是痛快应道，既然是贤弟所托，为兄自是没有问题，一切由贤弟安排便是。多谢大哥，多谢大哥。吴有良激动的都站了起来，以茶代酒敬了慕容庆一杯，与慕容庆约定天黑后在翠华楼见面。慕容庆点头应下，让福伯送走了吴有良。他的眼睛眯起，在背后看着吴有良，知道这位吴少爷是想借着他在文坛扬名。他昨日故意赠诗，就是为了钓鱼。对于吴有良的图谋，他并不介意，他所求的不过也是吴家的眼影而已。宰相上官家府宅，太尉之女冯玉燕气冲冲地过来找自己的闺蜜上官婉吐槽。她把一张誊抄着诗词的白纸拍在了桌上，鼓着小嘴骂道，这个六皇子简直是轻佻至极，他竟然写了诗词编排我，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上官婉拿起白纸看了眼，一脸莫名其妙，这不是正常的诗词，怎么就是编排你了？今早这2首诗词他也看了，简直是惊为天人，细细品鉴了一早上，如沐春风。冯玉燕指着上面非议道，你看看你这2句，一句是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一句是北风吹雁叶纷纷，这明显就是在映射我，想要引起我的注意吗？啊！上官婉掩嘴一笑，顿时被这个闺蜜给逗乐了。你笑什么？冯玉燕生气地端起茶水喝了一口，一脸的认真道，大家都是这么说的，说是这2首诗词是这个废物皇子写给心上人的，这个心上人是有名的才女，可不就指的是我的吗？好吧。上官婉彻底被他打败了，询问道，那你打算怎么办？当然是揍他一顿了。他攥着拳头猛拍了下桌子，自小练拳，手劲大得厉害，拍的桌面都是猛的一震。人家可是皇子，这不好吧？上官婉连忙规劝，况且人家并未指名道姓，你找人家也是出师无名啊。我管他那么多。冯玉燕轻哼道，他昨日当街给我3个难堪，又写这些淫词编排我肯定饶不了他。婉儿，你是我的闺蜜，你不会坐视不理吧？他看向上官婉，想拉这个闺蜜一起过去。上官婉一脸尴尬，知道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怎么能强行解读嘛？不过见冯玉燕认真的模样，他又不好意思拒绝，只得点头答应了他。于是一个相府的小姐，一个太尉府的小姐，带了丫鬟家丁，当即往慕容庆的府宅浩浩荡荡地杀了过去。慕容庆让蕊儿给他换了身儒生的装扮，正准备去翠华楼赴宴，结果府门砰砰砰的敲响。福伯一会匆匆来报，说是门外来了一群人，看样子是来闹事的。他建议慕容庆先躲一会，等这群人离开再出门。慕容庆一脸淡定，现在这副体魄已经无惧任何人。他让福伯打开大门，放门外的人进来，同时毫不犹豫花费10个系统币找系统购买了一套古武功法8极拳。在古武界有形意1年打死人，太极10年不出门，8极半年打破门之说，足见8极拳的凶猛。下单后他的脑子一热，8极拳的拳法精髓源源不断地输入他的脑海里。他在屋里做事演练了下，一招8极崩打出，配合他强健的体魄，嘣的一响，直打的空气都是一声爆鸣。蕊儿在一旁看得吓了一跳，瞪大杏眼问道，爷，您什么时候练拳了？刚刚。慕容庆的嘴角扬起，带着他出去迎敌。本以为是冯世辉带人过来，谁知道领头的竟然是2个女子，
一个手里提着长枪，英姿飒爽，动若脱兔，小脸尽是娇蛮之色；一个的脸上戴着白色的面纱，眼若秋水，肤如软玉，乌黑的长发垂肩，身材细软，一进体贤，气质高雅。待，你就是那个废物皇子慕容庆。提枪女子出言不逊，指着慕容庆大声呵斥。慕容庆上下打量着他，挑了下眉头问道：不知道姑娘是哪位？本王好像没有得罪过你吧？你装什么傻呢？冯玉燕生气道：你不知道我，你在诗词里编排我。诗词？编排？慕容庆被他搞得一脸莫名其妙。冯玉燕不耐烦地提醒道：我就是你诗词里提到的冯玉燕。啊！慕容庆满脸的懵逼。冯玉燕，你是太尉冯家的大小姐？没错，正是本姑娘。冯玉燕提枪对住了他。你刚才不是说不认识本小姐吗？这么快就露馅了？慕容庆苦笑，这不是只听过没见过吗？他见冯玉燕这个不死不休的架势，解释说道：冯小姐是不是误会了？我做的诗词里是出现了2个燕字，但这只是为了押韵写意，并非是编排姑娘。你少哄我！冯玉燕一脸不信，提枪喝道：今日不揍你一顿，怕是断不了你的邪念。别说本姑娘欺负你，你拿武器吧。慕容庆一头冷汗，暗道这是碰到了女权的祖宗了，这都能强行联系到一起。他见此事无法化解，伸出手轻笑示意：与你对阵，何须武器？你敢小觑本小姐？冯玉燕顿时越发的生气，今日便让你尝尝我们冯家枪法的厉害。他提枪一卷，枪如长蛇吐信，直刺慕容庆的咽喉部位。哎，真的啊！慕容庆眉心一紧，凭借过人的反应速度，轻松躲开一击，往前面窜到了冯玉燕的身后，随后一掌拍出，本是拍到他的颈部，凭借凌厉的掌劲，可将他一掌杖毙。只是碍于冯家的颜面，他下不了这个狠手，于是往下换了目标，一巴掌重重地抽在了冯玉燕的臀上。小丫头从小习武，臀肉又圆又翘，啪的一响，打得冯玉燕啊呀一叫，往前一个趔趄，差点趴在地上。她的枪头扎地，猛地一个翻身往后面躲开，小手嗔怪地往后面捂着翘臀，怒视着慕容庆，又羞又气。你登徒子！冯玉燕手上的长枪一震，再次冲着慕容庆杀了过去。这一次下手越发的狠辣，长枪上下游走，速度极快，势必要在慕容庆身上扎上2个窟窿。上官婉在后面看得胆颤心惊，攥着小手，莫名其妙地为慕容庆捏了把汗。慕容庆却是游刃有余地躲闪。8极拳本来就是从枪法演变而来，更有8极6合枪之法。冯玉燕的枪法在慕容庆眼里无异于耍花枪一般，他找准时机，猛地抓住了长枪，往前面轻轻一拉，冯玉燕便撞进了他的怀里，被他一把搂住脖颈，夺掉了长枪。只要慕容庆一用力，他细长的脖颈便会像是木棍一样断掉。你放开我！冯玉燕双手扯住了他的胳膊，拼命挣扎，想要脱身出去。慕容庆的手臂却如钢铁一般，任凭他又抓又挠，都没有丝毫的反应。冯小姐，你闹够了没有？你无端冤枉责骂本皇子，还带人打上本皇子的府宅，本皇子就算是杀了你，也是合理合法。年轻姑娘的娇躯又软又滑，尤其是下面起伏的饱满，已经颇有轮廓。慕容庆的胳膊不时触碰在上面，被他贴着身子蹭得有些上火，不耐烦地呵斥了一声：流氓，登徒子，你快放开我！冯玉燕红着小脸，仍是拼命挣扎，一只小手往下，还直撩慕容庆裆部。卧槽，命根子也敢碰啊！慕容庆往后躲闪了下，手臂无奈用力。冯玉燕顿觉呼吸一紧，说话都变得结巴起来：我一定要杀了你！上官婉见状，不敢再旁观，急忙上前求道：六殿下恕罪，还请饶过玉燕一次，我替他跟你赔个不是了。你又是何人？慕容庆还以为他也是冯家子弟，只听他柔声介绍：小女乃上官家之女上官婉儿，还请六殿下看在小女的面子上，饶过冯家妹妹一次。你就是上官婉儿？慕容庆满是意外，从前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没想到今日得见真人了。这位大小姐还真是名不虚传，才28的年纪便出落得亭亭玉立，一身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雅之气，虽然隔着面纱看不见真容，但是光凭这身气质也足让人一见倾心。别人的面子慕容庆可以不给，但是对于这个意象中的老婆，慕容庆还是要给面子的。按照他的长远规划，只有迎娶上官婉儿才能彻底傍上太子和宰相的势力，所以上官婉儿一开口，他马上就准备答应。谁知道这个时候系统叮的一响，竟然来活了，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慕容庆的心头。果然，系统这个龟孙下达了一个逆天的任务：任务1，亲吻上官婉儿，奖励系统币10；任务2，拒绝，扣除系统币100。慕容庆看着钱包里少得可怜，仅有10个系统币的存款，果断选择接受任务。
他是第一次见到教宿主耍流氓的系统。虽然他也很想这么做，但是从长远来看，一旦这么做，上官婉儿肯定恨死他了。以后再要追求他，那可就难了。上官小姐，对不住了，要怪你就怪那个龟儿子系统不当人。他勒着冯玉燕的胳膊松了松，看着上官婉儿故作生气道：上官小姐，本皇子平白无故被你们诬陷成流氓，总不能因为你一句话就这么轻易放了他吧？那你想怎样？上官婉儿的秀眉一皱。慕容庆冲着一旁的福伯和蕊儿吩咐：福伯，你们先请其他人出府。一群家丁提着棍子着急大喝：不行，你先放了我家小姐。不听劝，慕容庆的胳膊再次用力，冯玉燕的脖子一疼，娇躯往他的身上一贴，窒息大骂：有种就杀了我，杀了便杀了，你当我不敢？慕容庆故作凶狠，上官婉儿吓得赶紧阻止：六殿下，您不要莽撞。他回过头急忙跟下人吩咐：你们先出去。大小姐，家丁们哪里敢扔下他们不管？没事的，先出去。上官婉儿冷下脸喝令，家丁们无奈，只得被福伯和蕊儿送出了府。院子里一时只剩下了慕容庆和冯玉燕、上官婉儿三人。殿下，现在你可以放过玉燕了吗？上官婉儿纯净的大眼直视向慕容庆，她的身子微颤，明显有些害怕，但是为了闺蜜，仍旧是强作镇定的跟慕容庆谈判。慕容庆心里一横，按道死就死吧。他厚着脸皮提出了无理的要求，为了补偿我的精神损失，如果上官小姐让本王亲吻一下，本王就饶过冯玉燕。噗！场上的两个妹子同时石化，连慕容庆也感觉老脸发烫。天地良心，他可是个老实孩子。冯玉燕生气大骂，还说你不是流氓，现在露出真面目了吧？慕容庆不理他，只是看向上官婉儿，态度强硬道：上官小姐，你觉得如何？上官婉儿雪白的小脸已经红到了脖子上面，对慕容庆的好感一时降到了冰点。本来看到一诗一词，还以为慕容庆是心思细腻、有远大抱负的有志之士，谁知道今日一见却是个流氓。在这个时代，男女之间拉手都是鱼规之举，更不用说是亲吻了。冯玉燕急得直叫：婉儿，别听他的，你快走，他不敢杀我。他一开口，慕容庆马上用力，勒得他马上闭上嘴巴。上官婉儿急得直攥小手，完全没有了主意。他不敢赌，一旦慕容庆真的下杀手，冯家奈何不了皇子，但是会牵连到他的身上，肯定会以此大做文章，为难他的父亲，而且他也不会扔下自己的闺蜜独自逃生。我答应你，你先放了玉燕。短暂的权衡利弊，他无奈地选择了屈从。婉儿姑娘，为难你了。慕容庆露满是抱歉，一副身不由己的模样。上官婉儿一阵鄙夷，惺惺作态，让人犯呕。慕容庆松开了冯玉燕，为了防止她捣乱，同时掌心握刀斩在她的脖颈上。她的大动脉一滞，娇躯跟着瘫软地倒在了地上。慕容庆，我杀了你！冯玉燕拼命挣扎，但是浑身提不起一点力气。慕容庆没有理她，上前两步，看向上官婉儿，抱歉道：婉儿姑娘，得罪了。没等上官婉儿反应过来，他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猛地往怀里一拉，搂住她细软的小腰，不由分说冲着她的粉唇吻了下去。唇瓣柔软，带着一股兰香味，像是果冻，甜丝丝的。上官婉儿的眼睛瞪大，脑袋嗡的一响，一时呆若木鸡，只觉得小嘴一热，被眼前的流氓咬在上面。好在他只是浅尝而止，很快分开。上官婉儿又羞又愧，一时想死的心都有了，眼神厌恶地瞪向慕容庆，恨不得当场结果了这个流氓。现在可以了吗？他的眼神露出森寒的冷意。可以了。慕容庆满脸的不好意思，亲自搀扶起冯玉燕，把她和上官婉儿送出了府。慕容庆，我不会放过你的，你个混蛋，你真是该死！冯玉燕一路都叫骂不停，眼见闺蜜受辱，崩溃的都哭了出来。一行仆从马上护着他们离开。等马车走远后，慕容庆顿时长松了口气。叮！系统提醒，任务成功，奖励10个系统币。慕容庆并不开心，知道上官婉儿估计要恨死他了。他这流氓行径，换谁都不能原谅。他没有多想，整理了下心绪，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让福伯备了马车，亲自赶着马车去了翠华楼。吴有良已经陪着周化成带来，正在门外急切地等着慕容庆。见到他后，马上激动上前，随后又是一脸惊讶道：殿下，您怎么亲自赶车啊？慕容庆淡笑道：最近出了一点变故，府里面暂缺人手。他把马车给了店小二，询问道：周博士来了吗？来了，老师已经在包间等您了。吴有良不禁为偶像心疼了下，如此大才，岂能干这些粗活？他在心里寻思着，等过了今天，由他安排送给慕容庆一些奴仆过去伺候。两人上了楼，进了包房里。周化成摇着纸扇，端坐在原地，等慕容庆先拱手开口，他才站了起来，同时还礼。
周先生有礼。哎呀呀，六殿下客气了。六殿下有礼，请受周某一拜。他满意的抚须施礼，伸手招呼慕容庆落座。这位皇子比他想象的要谦逊。吴有良坐在一旁当陪从，亲自从小二手里接过热茶，给慕容庆满上。周化成开门见山，急切说道：今日拜读了殿下的大作，那是惊为天人，甚是拜服啊！不知道殿下最近可还有什么大作，可否让老夫先睹为快啊？他的眼神热切，恨不得把蹭诗写在脸上。对文人墨客而已，能扬名文坛，流芳百世，可比升官发财重要的多。自己做不到，完全可以蹭别人的大作，在里面只需要录个名字，那便会跟着扬名立万。慕容庆饶有兴致地看着周化成，这位国子监大儒虽然只是从七品的官职，但却是清流派的领袖，朝中的清流势力大都是他的门生，可称得上是大燕儒家第一人。如果能得周化成的看重，那便能得到清流派的力量支持。想到这里，慕容庆果断让小二取来文房四宝，与周化成笑称道：正有一副诗词，交于先生赏鉴。好，好，老夫真是三生有幸啊！周化成高兴大笑，与吴有良一起看着慕容庆下笔：赠青竹先生，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10丈龙孙绕凤池。周化成喜竹，号青竹居士。慕容庆的这首诗，切知清代诗词大家的正谢的新竹，用在此处正是合适。最后一句笔落，吴有良当即赞叹：好一个10丈龙孙绕凤池，我们这些新竹可不就是环绕在老师的左右吗？周化成同样被慕容庆的才气震惊到了，心中虽然狂喜，但是神色却故作谦虚。六殿下着实是过奖了，老朽不过是个教书匠，当不得凤池这个称呼啊。慕容庆在心里乐了下，暗道：您老就别客套了，先把脸上的表情管理一下再说。他拍着马屁道：谁人不知周老乃咱们大燕儒学的扛鼎之人，放眼大燕，所有儒生皆是出自您的门下，您当不起凤池之名，谁还当得起？依我看，周老当为太傅。使不得，使不得，殿下言重了。周化成连连摆手，心中却是舒畅到了极点。他满是意外地打量着慕容庆，按道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这个皇子如此独具慧眼？以他的资历，确实堪当太傅。只怪燕帝无眼，让国子监祭酒姚继胜当太子太傅，他姚继胜一个南派儒生，哪里能教导了皇子？简直是有辱圣学。大燕的儒生有两派，一派是以周化成为尊的北派儒生，一派是以姚继胜为尊的南派儒生。北派儒生主张尊礼复古，一切按照祖宗章法行事；南派儒生主张变革，去除儒教的一些繁文缛节，主张经世致用。两派互相看不上眼，导致清流党也分化成了两个派系，互相攻讦。眼下燕帝重用南派儒学，让周化成一直郁郁不得志。慕容庆这句话算是抓住了他的痛点。殿下才思敏捷，慧眼过人，将来的前程定是不可限量啊！周化成在慕容庆的身上突然找到了一丝希望。如果能扶持慕容庆上位，那他定然也少不了好处啊。慕容庆故作叹息：先生谬赞了，学生不过是略懂一些酸词而已，要受父皇重用，凭借学生的背景却是相当的困难。周化成抚须点头，若有所思。在燕帝9个皇子里，慕容庆的母家确实地位最低，不过地位低也有地位低的好处，一旦将来得势，还不得全部都依靠他们。想到这里，周化成露出了老狐狸的笑容：殿下何必自怨自艾，英雄不问出处，只要心存大志，将来定有出头之日。如果殿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出来，老夫愿为殿下分担一二，在下也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吴有良在一旁附和。慕容庆等的就是他们这句话，与二人直接讲道：是这样，圣上前2天交给我一个任务，只要完成就任命我为镇北大将军，统帅10万大军出征北辽。有这事情？周化成和吴有良皆是瞪大了眼睛。其实这都是8字都没有一撇的事情，但是慕容庆却拿这个当诱饵，继续说道：只是现在国库空虚，圣上令我先筹集100万两军饷，我已经与蜀商谈好，由蜀商提供这100万两军饷的开支，但是他们也抛给了本皇子一个难题。哦，周化成好奇道：什么难题？慕容庆扫了眼吴有良，微微勾起嘴角：他们想让我管朝廷要一份蜀州的盐引。盐引？吴有良愣了下，随后便轻松说道：这有何难？家父身为盐运使，正是掌管各州盐引，由我回去，管家父给殿下求一个便是。好小子，老子没白疼你了。慕容庆心里一喜，提醒说道：可是蜀州的盐引现在由陕商经营，他们与晋商关系密切，怕是不容易啊。这个不碍事。吴有良自信摆手：殿下有所不知，那蜀州只是产一些稀有的井盐，产量极少，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利润，家父只要开口，还是能从陕商手里收回一些的。这样，
慕容庆故作不好意思，起身拱手说道：“如果吴兄真的能帮此忙，本皇子便欠了吴兄一个大人情。若是本皇子北拒辽人成功，回来定会重重的感激吴兄。”好说，好说。吴有良嘴角一咧，端起酒杯与慕容庆一起碰了一个。周化成抚须吩咐：“有良，那此事便交于你了。圣上英明，能选中6殿下这样的英才，我看我们也得在朝廷里吹吹风，把此事尽快落实。”老师高见。吴有良拱手说道：“我回去就联系诸位学长，过来与老师共同商议此事。”甚好。周化成一副指点江山的模样。清流派别的不行，吹风吵架最在行。整个朝廷的舆论场正是由清流派把控。三人相谈甚欢，结束后各自忙去。虽然有吴有良的应承，但是慕容庆还是觉得不保险。他离开后没有回府，而是去了太子府。福伯这2天已经相中了一座皇庄，就等着太子金屋藏娇之用。不过在此之前，慕容庆还需找太子要点好处才行。门房的小厮通禀后，有管家出来，引着慕容庆在书房里见到了太子。让慕容庆意外的是，小嫂子赵盼儿也在。她刚刚系上襦裙的扣子，头上的发髻还没有来得及整理，青丝拂面，媚脸熏红，一股浓浓的少妇风情。殿下，您们谈，奴婢就先告辞了。她微微欠身，杏眼嗔怪地瞪了慕容庆一眼，退了下去。太子扶扶手，示意慕容庆上前：“你这狗崽子，大晚上来我府上干嘛？”他醉醺醺的，显然喝了不少酒。慕容庆暗道：老子是狗崽子，父皇不就是狗？你还真敢骂啊！皇兄。慕容庆很有眼力的上去给太子倒酒，并奏说道：“臣弟已经在城外给皇嫂买下了一套庄子，靠河而居，从城内乘船就可以过去。以后皇兄虽与皇嫂分别，但是想要见他，那也是随时可以。该，你总算是办对一件事情了。”太子顿觉一喜，破天荒的给了慕容庆一个杯子，让他与自己同饮。慕容庆看他颓丧的模样，好奇问道：“皇兄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太子举杯和他碰了一个，重重摔下酒杯，生气骂道：“还不是因为盼儿的事情，老爷子生气，把我叫过去骂了一顿。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要不是你插了一脚，老子还真不容易过关。”慕容庆干笑了下，当场表起了忠心：“臣弟说过，甘愿为太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行了，太子摆摆手：“这件事情老子就不与你计较了，以后你继续跟着我办事，我是不会亏待你的。”臣弟明白。慕容庆躬身站起，敬了太子一杯，随后他便说起了真正的来意：“皇兄，您也知道，父皇令臣弟筹集军饷，现在已经有了些眉目，只是还需要一个关卡，需要太子帮忙来过。”哦，太子挑了下眉：“什么关卡？说来我听听。”慕容庆把严颖的事情说了一遍，请求说道：“求皇兄出面，跟盐运使吴承禄大人打声招呼，此事必成。若是臣弟真的能统领北伐大军，对皇兄来说定是一大助力啊！到时候皇兄再也不必担心冯家的威胁了。”这样啊。太子揉了揉脑袋，倒不是什么大事，如你所说，为兄帮你了。多谢皇兄。慕容庆大喜，倒上酒又敬了太子一杯。为防止他酒后不认账，慕容庆撺掇着，当场把太子詹事叫了过来，拟了一道令旨，让管家叫人送去了盐运使的府上。吴承禄这里，儿子吴有良正在兴高采烈地劝着他要一份盐引。吴承禄黑着脸听儿子说完，只是吐了一句：“6殿下戏言，岂能当真？以后不许再在外面胡闹。”吴有良不服气地直叫：“爹，怎是戏言？连周老师都对他刮目相看，还准备带着清流一党全部支持他呢。”周化成。吴承禄不屑冷笑，他就更不值一提了，一个穷酸腐儒而已，办不成什么大事。吴有良急红了脸，可是儿子已经答应6殿下了，如果办不成此事，儿子多没面子啊！什么狗屁面子？朝廷的事情你知道多少？你的面子重要，还是你的狗命重要？吴承禄骂了一句，见儿子还是不服气，忍着怒气教导了一番：“眼下朝局波澜诡谲，我们切不可率先站队，一旦上面出了问题，首先被牵连的就是我们。他6皇子要是真有门路，就该去找太子帮忙，而不是你。太子都没有多说什么，你在前面瞎蹦跶什么？我认定6殿下了，只有他拿我当兄弟，我自然也要拿他当兄弟。”吴有良赌气的背过身子，差点没把吴承禄气死。“你个蠢货，这是政治，不是江湖，什么兄弟不兄弟的？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父子2个谁也说服不了谁，各自僵持了一会。门外突然有人来报，说是太子府差人送了旨意过来。父子2人都是吃了一惊，急忙招人去了大堂领了旨意。打开一看，吴承禄彻底愣在了当场。吴有良好奇问道：“爹，发生什么事情了？大晚上太子叫你干嘛？”吴承禄满是意外地打量着儿子，无奈吐道：“你赢了，太子还真的下诏让我帮6殿下。
啊！吴有良激动的都大叫了出来。太好了，我说什么来着？六殿下一定能飞黄腾达的。吴承禄斜了他一眼，让他不要冒失，等他明天到了盐运使衙门，找人商量过再做打算。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废物皇子竟然有能力说服太子下场。他不由得认真考虑起了儿子的意见，分散投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小儿子想帮六皇子的大腿，那就让他棒吧。第二天，慕容庆让福伯早早去了门外等待消息，他一晚上没睡。此事一旦成功，他就要彻底在朝里打开局面了。听天命，尽人事，该做的他都做了，若是失败，只能收拾东西跑路了。有系统在，他会作死，但是绝对不会饿死。时值中午，吴有良果然兴高采烈的到来，把事情办成的好消息告诉了慕容庆。盐运衙门经过商议，已经同意给蜀商一份1年期的盐引，只需要蜀商派人过去办理一下手续即可。慕容庆顿觉长松了口气，当场让阮儿拿了好酒出来，与吴有良共饮了一番。来到这个世界3年，这是他第一次办成一件大事，逢此喜事，少不了作诗助兴。慕容庆微微思索了下，让吴有良在一旁研墨，提笔写道：上天阙，大鹏1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贾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苍冥水。世人见我横书调，闻于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吴有良在一旁看得啧啧称叹，连声大呼：好诗，好诗啊！简直是豪气冲云霄，吐不尽胸中志气啊！慕容庆把酒一笑，诗仙太白的大作，能是庸俗之物吗？此诗一出，定又是举世皆惊。不出他所料，酒宴结束，只是短短1天时间，这首《上天阙》便传遍了燕京文坛，文人读之，无不是被诗里的志气震撼，有的甚至捶胸顿足，嚎啕大呼：丈夫不可轻年少，他日乘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啊！此等绝世好诗，只当天上的仙人有啊！六殿下真乃诗仙下凡，我等服了。谁说六殿下竟做女儿态？我看六殿下乃天下第一大丈夫。宰相府，丫鬟在门外敲门，把刚刚抄得的新诗摆在了上官婉的桌头。小姐，六殿下出新诗了。上官婉手里的刺绣一掷，猛地扎进了肉里，鲜血冒出，疼得他一紧眉，生气骂道：谁要他的阿杂东西了？快拿出去扔了！哦，丫鬟鼓鼓嘴，一脸冤枉，也不知道是谁吩咐的，有了六皇子的诗词，马上传抄给他。等下，丫鬟拿了诗，正要出门，却被上官婉喊住：放下吧！他放下了手里的刺绣，让丫鬟出退下，一个人拿起只看了眼。只是前2句，他便怔了一下，越往后看，心跳的速度就越快。此诗真乃书尽大丈夫的豪气和志气，若不是被慕容庆非礼过，他还真当他是胸怀天地的大丈夫。现在在他心里，慕容庆就是一个想想就让人作呕的臭流氓。太尉府，冯世辉看完慕容庆的大作，一把揉烂了白纸，满是酸意道：会作诗有什么了不起？穷酸文人而已，不会有什么出息的。谁惹我兄长生气了？冯玉燕锻炼完，抹了把热汗进来，见冯世辉拉着脸过去，端起茶碗大喝了口，关心询问。冯世辉使劲摇着纸扇，愤愤骂道：还不是那个废物六皇子，又出什么酸诗，闹得满城皆知。六皇子的诗？冯玉燕警惕的一下瞪大眼睛，在哪里？让我也看看。那不是。冯世辉指了纸废纸缸。冯玉燕从里面把那团纸捡起，摊平后看了一眼，见里面没有燕字，这才松了口气。饶是他不通笔墨，读此诗也能感觉到里面蓬勃绽放的不屈和豪气。想起昨日与慕容庆比试的场面，他的脸蛋不禁一红，暗道要不是这个家伙最后非礼了他的闺蜜，也许他们可以成为朋友。这样的文武全才还是挺吸引人的。不就是一首酸诗，三哥何须跟他计较？他安慰了冯世辉一声，提议说道：三哥要是不舒服，可以找人给你代做一首诗，压一压他的风头吗？冯世辉的眼睛一下放亮，这倒是个好主意。过2天就是中秋诗会，整个大宴的才子都会齐聚，听说还有来自南梁的文坛才子一起参加。如果我能力压群雄，上官小姐一定能高看我一眼，对吗？冯玉燕干笑了下，想起上官婉，心里不禁又愧疚了下。都是因为他，上官婉才会被慕容庆轻薄，偏偏这件事情还不能告诉别人，让人给上官婉出气，只能任凭慕容庆这个家伙占了下便宜。冯世辉的心头一下敞亮了许多，说干就干，马上起身到国子监找人代笔去了。冯玉燕寻思了下，让丫鬟给她更衣，准备去相府看看自己的闺蜜。巫山别院，柳如意看着慕容庆的新诗，娇躯未颤，一脸幸福的感慨：六郎果然是心怀天下的豪杰，能与他同床共枕，当是三生有幸。丫鬟在后面愤愤不平道：小姐还替他说话。那晚过后，他可就再没有消息了。
亏得姐姐为他闭门谢客，赔了妈妈那么多银子。他有大事要办，自是无暇顾及我的。况且为他守身是我自愿的，我不怪他。柳如意将新诗亲自誊抄了一遍，让丫鬟出去找人装裱起来。天色渐黑，忽听老鸨子在外面狂笑：“女儿，大喜大喜啊！”柳如意慵懒地从床上爬起，过去把门打开，柳眉微挑：“妈妈何意？”老鸨高兴介绍：“刚才六皇子已经和主事谈好了，要为你赎身，等教坊司恩准，你就可以脱了贱籍从良了。”什么？柳如意顿觉天旋地转，盯着老鸨不敢相信的上下打量。即便教坊司恩准，妈妈舍得放我离开？老鸨乐道：“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尽管跟着六皇子享福便是。”柳如意的身子一软，一手扶住了门框，才没有倒下。从良对他来说是个太过梦幻的词，即便他自己有钱赎身，巫山别院不炸他身上最后一丝价值，都不会放他离开。没想到这件事情竟然被六皇子给轻松解决了。六郎现在何处？柳如意的心已经飞到了慕容庆的身上，恨不得马上见到他。瞧瞧你，猴急什么？等六皇子和主事喝完酒，马上就来见你。老鸨掩嘴一笑，让他赶紧梳洗打扮一下。柳如意这才记起，他失魂落魄的已经2天没有收拾过妆容。小莲，小莲，快给我烧些热水。他兴奋点头，马上跟丫鬟招呼了起来。木质的浴盆倒满了热水，里面放上羊奶、香料、花瓣，正是柳如意每天用来保养身子的秘方。他褪去了衣裳，迈出修长的大腿泡了进去，浑身说不出的轻松和舒畅。小莲在一旁伺候着，满是羡慕道：“恭喜姐姐脱离苦海，我的命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贱籍。”他垂下了头，不禁一阵伤感。柳如意拉住他的手，安慰说道：“放心，你伺候了我这么多年，如果我离开，肯定是要带走你得。”真的。小莲一下转悲为喜，连连赌咒发誓：“小姐待我如亲人，小莲这辈子都情愿为小姐当牛做马。”傻丫头。柳如意笑了笑，帮他其实就是在救赎当初的自己。两人正聊着天，房门砰的一响，突然被人推开。柳如意吓了一跳，急忙捂住了上面。谁这么无礼，敢闯我家小姐的闺房？小莲骂了一声，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见到眼前之人，顿时惊吓直叫：“六殿下！”慕容庆干笑了下，带着酒意赔罪道：“不知道你家小姐正忙，刚才在外面敲了门，见里面没有人应答，所以才唐突进来。”透过屏风，他隐隐已经看到美人沐浴的场景。赔礼归赔礼，他并没有离开的意思，而是厚着脸皮坐了下来，冲着小莲吩咐：“你们忙你们的，我吃口茶就走。”坏家伙！柳如意在屏风后面听得忍俊不禁，主动冲小莲吩咐了一声：“小莲，你出去吧，这里不用你伺候了。”小莲的脸蛋一红，自然知道他话里的意思，他款款施礼，知趣地退了出去。慕容庆心里一乐，按道这位花魁小姐就是懂得男人，不做作不扫兴，总是能把人的情绪值拉满。他也不再装纯，直接去了屏风的后面，直视美人沐浴的美景。柳如意的脸蛋通红，双手遮在2团丰腴的雪白上面，眼神勾人道：“六郎要不要一起沐浴？不好吧？”慕容庆嘴上不好意思，手上却是脱起了衣服，正要过去鸳鸯戏水，却被柳如意拦住，一脸坏笑的要求道：“六郎离我有7步远，想要进来须得作诗一首才行。”噗，7步诗！慕容庆猴急得有些吐血，被这个花魁娘子整得哭笑不得。不过这可难不倒他，只是沉吟了片刻，他便往前迈出一步。美人沐浴伴郎来，雪肌华肤照玉台。愿画池中双锦鲤，与君同戏水中央。7步完，声音落。他站在柳如烟的面前，刮了下她挺翘的鼻梁，轻笑着问道：“柳娘子，这首诗可还满意？”讨厌。柳如意捂住了小脸，往后面挪了挪娇躯，在浴盆里让出了一个位子。春宵苦短，一夜欢愉过后，慕容庆早早回了府里。他的身子有种被掏空的感觉，让蕊儿给他熬制了一锅枸杞人参汤滋补了一下。花魁娘子的技术过硬，18般才艺着实让慕容庆领教了一下。蕊儿看他面色苍白的模样，心疼的一通抱怨：“爷，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去那种地方了？每次回来都好像被狐狸精吸了魂魄一样。”小丫头片子，你懂什么？爷虽然身体累，但是心里开心。慕容庆白了他一眼，泡在浴盆里舒展了下筋骨。蕊儿不服气道：“蕊儿也是女人，那些狐狸精能做的事情，蕊儿也能做。”噗嗤！慕容庆被他逗得一乐，睁开眼扫了下他，调侃笑道：“他们能做的事情，你暂时还真做不了。”他今年才14岁，虽然小荷才露尖尖角，在这个世界也到了嫁人的年纪，但是在慕容庆那个时代，她还是个半大的姑娘，有什么了不起的？蕊儿闷闷不乐地撇了下嘴，把大补汤一把塞给了他，出门烧水去了。汤是刚刚从锅里倒出来的。
慕容庆接过汤碗，猛地被烫了一下，差点翻进浴盆里。嗨！他急忙把汤碗放在一旁的桌脊上，把手泡进水里，暗骂这丫头是越来越没规矩了。午时，楚元良过来，刚刚拿到眼影的他，脸上压制不住的兴奋外溢。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取出100万两银票，交给了慕容庆。此时距离燕帝给的7天期限，不过才过去了5天。他终于下定决心压住慕容庆。慕容庆满意一笑，当即又给了楚元良一个甜头，让他去京郊刚刚购买的黄庄实地勘察一下，然后出一份不夜城的建设规划。不需要考虑政策问题，只需要考虑怎么把这里打造成燕京城最大的娱乐场所。楚元良激动领命，自然知道里面蕴藏的价值。如果办好了，那可都是滚滚的现金流。他离开后，慕容庆马上让福伯套上马车，准备去宫里面圣。此时，燕帝的书房里，掌管大燕军机要事的文武大臣皆在里面，众人都是愁眉苦脸，想办法应对燕帝抛给他们的难题。百万军饷，把户部尚书耿元吉都快筹出病来。他苦着脸禀奏：陛下，今年黄河先后经过2次抗汛大修，已经把国库的钱掏空了，别说是100万两，就是10万两，微臣也拿不出来啊。其他大臣跟着纷纷附和，无一例外皆是推脱责任。辅臣，你是怎么看的？燕帝听得心烦气躁，冷着脸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宰相上官策。上官策，字辅臣，朝廷的政务皆是由相府管理，现在拿不出钱，自然是要上官策负责。上官策紧着眉心回道：我大燕自高祖起兵，虽立国已有50载，但是这些年一直都在开疆拓土之中，各种开销如泥沙俱下，国库能勉强维持平衡已经是非常的不易，现在需要增添100万两军饷，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安，你说呢？燕帝又看向了太尉冯潇，二人一文一武，乃是燕国的柱梁。臣附议。冯潇没有提任何意见，同意上官策的意见。这个局面让燕帝不禁眉心一紧，想起了一件旧闻，说是冯潇已经让人向上官策提亲，打算让三公子冯世辉迎娶上官策的小女儿上官婉儿。没想到朕的大燕已经穷成这样了。燕帝盯着冯潇，语气不善地敲打道：朕听说爱卿家的三公子在巫山别院为了争抢一个花魁，一出手便是10万两银子，为何冯爱卿如此财大气粗，而国库却没有银子？陛下！冯潇心里一慌，立马跪在了地上认错：臣有罪，是臣教子无方，让这逆子在外面胡作非为，差一点掏空了家底。微臣已经将这逆子关在家中，严加教育，以后保证不会再犯。燕帝沉默了下，口气一转：爱卿何须自责，朕不过只是举个例子，探讨下这种现象，并未有怪罪爱卿的意思。他扶手，示意冯潇起身说话：谢陛下体谅。冯潇脑袋上冒着冷汗，在心里把儿子大骂了一通，小心起身站好。燕帝扫过群臣，继续说道：如此看，我大燕并非是没钱，而是不能正常收缴到国库之中。而今之事，非变法不能图强，非革除利弊不能求生，所以朕要你们拿一个充盈国库的法子出来。如果你们解决不了，那就腾腾位子，换别人来解决。微臣知罪。在场的大臣皆是愁眉苦脸的拱手告罪。不用燕帝举例明示，大家心里其实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都没有胆子敢触碰这个问题。谁会闲着没事拿自己开刀的？燕帝揉了揉眉心，扶手示意众人退下。等这些大臣都离开后，张德顺才给燕帝斟了一杯热茶，小心禀奏道：陛下，六皇子殿下在外面等候召见。传。燕帝马上来了精神，起身坐好，端起热茶喝了一口。这2日，他的这位废物皇子可是出尽风头，巫山别院抢花魁，2首诗词镇文坛，甚至清流一派这2天都不断上书，对其是称赞有加。儿臣参见父皇。慕容庆进门后，谦逊的跪地施了一礼。燕帝抬手，难得恩宠道：以后见面无需跪地施礼。堂堂皇子像什么样子？谢父皇隆恩。慕容庆一抬眉，暗道老登终于开始正视自己了，能站着，脑残才愿意下跪。他站了起来，从怀里摸出一叠银票，拱手称道：父皇让臣准备的100万两银子，儿臣已经全部筹集妥当，还请父皇查验。张德顺马上下去，从慕容庆手里接过银票，过去呈交给了燕帝。燕帝拿过后，看着一张10万两的银票，上面盖着晋商票号的戳子，显然是真的无疑，还真的办到了。他不禁眉头一紧，满是意外地打量起这个儿子。满朝文武都搞不定的问题，这个儿子竟然只用了短短5天就搞定了。他越发坐实了心中的判断，不是大燕没钱，而是钱都藏在权贵巨富之手，堂堂的一国之君却穷得连一个臣子都不如了。好，他轻扶着银票，连声吐了3个好字，满脸的欣慰道：
如果朝廷诸公都如你这般认真办事，我大燕和仇不能一统天下。这件差事你办得极好，有了这笔银子，可保我大燕北方无忧矣。父皇谬赞，儿臣能办成此事，皆是靠着父皇的龙威浩荡，才能让人对儿臣服帖。此事皆是父皇的功劳，儿臣可不敢贪天之功。慕容庆拍了一通马屁，说起来，此事确实得益于他的皇子身份，自是有燕帝的一份功劳。臭小子，你这嘴巴倒是油滑了不少。燕帝闻言大笑，沉下身后欣然问道：你立此大功，朕定要好好奖赏你一番。除了之前答应你的事情，你还有什么需要吗？这还用问？慕容庆心中一喜，等的就是现在。他拱手在上，故作难为情道：父皇也知道，儿臣今年已经20有5，早就过了婚娶的年纪。别说是皇兄，就是下面的皇帝，此时已经全都有了婚配。所以，儿臣想让父皇赐婚，让儿臣尽早完成周公之礼，为我皇族添枝家业。赐婚？燕帝有些好笑地看着他，同时心中也升起了一丝愧疚。他从来漠视这个儿子，未曾考虑过此子的终身大事。25，着实不小了，是该找个婚配了。想到这里，他果断询问道：你可有中意的人家？慕容庆摸着脑袋，不好意思道：有，但是儿臣怕人家看不上儿臣。放屁！燕帝责怪道：你乃堂堂的皇子，怎可如此轻薄自己？你说的是哪家的女子？朕为你亲自赐婚，看谁还敢轻视你。老登，你终于说了句人话了。慕容庆心里狂喜，不再隐瞒，直言吐道：正是当朝宰相上官策之女上官婉儿。噗！燕帝刚喝了口茶，差点被他呛到。一旁的张德顺也是惊讶地看向慕容庆，没想到这个废物皇子竟然有这样的心思。连他都知道，上官策一向是这个女儿为掌上明珠。别说是毫无权势的慕容庆，就是其他皇子提亲，上官家估摸着也不会轻易答应。燕帝没有当面答应慕容庆，而是让他等候旨意。皇室婚姻向来都是政治联姻，须得权衡利弊才行。慕容庆走后，燕帝喝了会茶，与身旁的张德顺问道：德顺，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张德顺拍着马屁道：六殿下乃陛下的亲生骨血，天生的龙种，那是继承了陛下的勇武和才智，乃万中无一的英杰啊。听闻这相爷之女也是燕京城有名的才女，不管从哪方面来讲，两人都算得上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啊。有道理。燕帝若有所思，刚才其实已经动了心思。这桩婚事正好断了太尉冯萧和宰相上官策的牵连，要是让他们成了儿女亲家，以后在朝中还不得越发的铁板一块。只是这个老六儿子着实让人看不明白，明明一身的本事却隐藏了这么多年，这样的心计着实让燕帝有些忌惮。传旨召太子进宫面圣，燕帝下了旨意，打算跟太子慕容熙问问情况再说。毕竟太子是宰相上官策的亲外甥，而且老六在太子侍奉多年，如果老六有什么不轨之举，太子心里肯定清楚。若是太子赞成这桩婚事，那燕帝自己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慕容庆赶着马车回了府里，天色已经快黑。这古代的交通工具着实不便，一来一去得花费1个时辰。他刚到门口，就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负着小手立在门口焦急等待。慕容庆暗叫不好，勒住马头就想躲开，对方的声音已然传了过来：臭家伙，你可算回来了。慕容庆无奈，只能硬着头皮上去。下车后，先把马车交给了福伯，然后看向面前的这位长相俊俏的大小姐，干笑道：冯小姐，您怎么大驾光临了？他以为冯玉燕是来找他寻仇的，那天可是趁机占了不少便宜，借着比武把冯玉燕的身子摸了个遍。冯玉燕白了他一眼，冷冰冰说道：你别怕，我找你是有正事，那里面请。慕容庆伸手招呼，冯玉燕没有害怕，跟着他一起回了府里。两人在大堂坐下，慕容庆让蕊儿马上给冯玉燕斟茶。等蕊儿退下后，冯玉燕才怪罪说道：我找你是想让你给婉儿赔礼道歉，自从你欺负了她，她把自己关进房里不吃不喝，已经整整1天了，再这样下去她会把自己折磨死的。啊！慕容庆惊讶道：这么严重？废话！冯玉燕愤愤不平道：人家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岂能受你如此大辱？你毁了人家的名节，让婉儿以后怎么做人？慕容庆干咳了2声，悻悻说道：这还不是你闯的祸。你……冯玉燕攥住了拳头，想要骂人，最后生生的忍住。对，我也有错，所以我才来找你一起想个办法。为了闺蜜，她难得低头。慕容庆喝了口茶，沉默了一会说道：冯小姐，你看我娶了婉儿小姐如何？噗！冯玉燕一口把刚喝下去的茶水喷出，无语骂道：你想屁吃呢？婉儿能看上你个流氓？慕容庆干笑着解释：如果是陌生人，这种行为叫耍流氓；如果是未婚夫，不就成了情人之间的玩闹吗？冯玉燕瞪大眼睛，他说的好有道理。
一时竟无言以对。放屁，这不可能。她摇摇头，又觉得慕容庆在异想天开。她太了解这个闺蜜了，之前相府不知道提了多少门亲事，上官婉都没有答应。在这个闺蜜心里，秦王一定是那种盖世英雄。至于慕容庆，之前是个草包废物，现在显露点才能，马上飘飘然，好像流氓似的。除非是上官婉眼瞎了，才能看上他。死马当活马医，冯小姐看不上这个法子，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慕容庆循循善诱，冯玉燕当然有，那就是一刀戳死慕容庆，给上官婉出气。只是他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胆量。他向来不喜欢动脑子，只是略微思考了下，脑袋便一阵抽疼。慕容庆趁热打铁，认真说道：冯小姐，其实你不来找我，我也正准备向相府提亲。那天的事情确实是我有失分寸，不管怎样，我都会对婉小姐负责的，所以还请你从中帮忙，咱们一起努力，帮婉化解心中的仇怨。好，我姑且信你一次。冯玉燕跺跺脚，懒得再想其他的办法。多谢冯小姐成全。慕容庆拱手施礼，随后过去书桌的前面，当即提笔写了首赔罪诗：蝶恋花，注以微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书狂图一醉，对酒当歌，抢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冯小姐，请把这首词交给婉小姐，她看见后定会知晓我的心意。写罢，慕容庆把墨擦干，叠起来装进信封里，交给了冯玉燕。得，我成你的使唤丫头了。冯玉燕白了他一眼，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本意是让他过来给上官婉赔礼道歉的，结果现在却要撮合他和上官婉。他收了信，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离开后，直接去了襄府。上官夫人见女儿不吃不喝，正急得不知所措，见到冯玉燕，急忙打探询问：冯小姐，我家婉这是怎么了？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冯玉燕挠挠头，不知道怎么回答，随口敷衍说道：婉是被情所伤了吧？没关系，我去劝劝她就好了。情？上官夫人一脸惊讶，什么情啊？婉儿和谁有情了？伯母以后就知道了，我先去看看婉吧。冯玉燕找了个借口赶紧开溜，上了楼，直奔上官婉的闺房。她跟回自己家似的，没让丫鬟禀告，直接推开门进去。上官婉跟丢了魂一样，斜靠在窗边的卧榻上，眼睛呆呆地看着外面。婉，听说你身体不适，到底怎么了？冯玉燕坐了过去，跟上官婉套起了近乎。我没事，你不用担心。上官婉摇摇头，眼睛红红的，显然刚刚哭过，还说没事，你看你都憔悴成什么样子了。冯玉燕满心担心，马上提到：哦，对了，我刚才过去把那个臭六皇子教训了一通，逼着他给你写了一封道歉信，你快看看上面都写了什么。上官婉呼吸一紧，听到六皇子三个字，神色越发的难堪。我不要他的道歉，你快把信扔了。他捂住了脑袋，情绪有些激动。好，我马上扔，你别急啊。冯玉燕一阵郁闷，就知道这个六皇子不靠谱，早知道带他的脑袋过来。他拿着信一把往窗外丢了出去，结果一阵邪风刮了进来，竟然把信刮到了上官婉的身上。嗨，真是邪了门了。冯玉燕一脸郁闷，上去拿上信，又要丢出去，却听上官婉突然阻拦道：罢了，天意不可违，你拿给我看看吧。唉，冯玉燕长松了口气，急忙把信拿给了上官婉。上官婉打开后，盯着上面苍劲有力的楷书字体看了起来，只是读了2句，他的眉头便皱了起来，心中怨恨道：你轻薄了我，怎么反倒你惆怅起来？他耐着性子继续看下去，每一句都能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惆怅之情，却不知道为何惆怅。直到最后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上官婉的脸蛋顿绝红到了脖子上，铺垫半天，原来是为情惆怅。好个为了伊人憔悴！如果没有发生之前的事情，上官婉见到此表达爱慕之词，绝对会惊为天人。只是可惜，这首词是从一个流氓的笔下诞生，他只觉得反胃恶心，大骂这个流氓不要脸，不但在身体上轻薄他，还要在精神上轻薄他。真当他是那些青楼的女子，可以随意玩弄吗？他一把揉烂了信封，愤恨地告诉冯玉燕：你去转告那个家伙，别以为他是皇子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上官婉这辈子永远都不可能原谅他，更不可能对他动情。他如果敢再耍流氓，我就跟他同归于尽。冯玉燕一肚子的郁闷。慕容庆让他送情书，上官婉让他送绝情书，感情他还真成送信的红娘了。那我明天再来看你。他见上官婉情绪不稳，不敢再刺激他，悻悻的一个人离开。上官婉一个人生了会闷气，眼睛扫到地上的信封，忍不住弯腰又捡了起来。
摊平后把信纸抽出，碎碎念道：“可惜儿这手好词怎么能是你这样的流氓写出来的？”他最喜诗词，怎么也不忍心这手好词泯灭。纠结了一会，还是坐在了书桌前面，把这首词誊抄了下来。天色大黑，冯玉燕一人跨马，掉头又回到慕容庆的府宅，让人唤了慕容庆出来，把上官婉的话原封不动地传给了他。慕容庆咂了咂舌，没想到这丫头的秉性这么刚烈，都怪作死系统坏了他的姻缘，硬是把梁山伯和祝英台变成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冯玉燕传完话，正要离开，慕容庆客套了一句：“今天真是麻烦你了，要不我请你喝酒吧？”冯玉燕的眉头一皱，听到酒字，眼前顿时一亮，寻常的酒本姑娘可不喝啊。慕容庆乐了下：“我府上还真有不寻常的酒，就怕你不敢喝。”嗨，冯玉燕马上来了精神，仰着小脑袋傲娇说道：“我3岁饮酒，全天下的名酒都喝遍了，还有我不敢喝的酒，是吗？”慕容庆做事招呼：“那今天便让你喝点不一样的。”谁怕谁啊！冯玉燕大大咧咧的，没有任何防备，还真跟他一起进了府里。上官婉是诗词不能辜负，他是吃喝不能辜负。正好今天楚元良来送钱的时候，还送了不少草原的牛羊肉。慕容庆让蕊儿把肉切成片，在课堂里把火锅的炭火烧了起来。来这个世界3年，飞机大炮他造不出来，后世的吃喝技艺还是造了不少。比如这款老北京涮羊肉的铜火锅，是他专门画了图纸找工匠打造出来的，中间是炭火，外面是火锅，生上火，边涮边吃，配上慕容庆亲自调配的芝麻酱蘸料，里面混合了韭花酱、豆腐乳、麻油，还有市面上很少见的辣椒。对，现在这个时代，辣椒和棉花都是御花园才有的东西，还没有大规模的普及，别人只当这玩意是个观赏植物，只有慕容庆的府里才能吃到。冯玉燕自以为都是个老饕餮，结果见到这种吃法还是被震撼到了。不但这个铜火锅没见过，桌上的很多食物都没有见过。蕊儿把切好的牛羊肉片端上来后，慕容庆把肉一股脑倒进锅里，然后把自己酿造的酒水打开，给冯玉燕满上。浓浓的酒香味扑鼻，瞬间溢满整个屋子。冯玉燕端起酒杯闻了闻，顿觉惊讶道：“这是什么酒？好烈的酒味啊！”你说对了，慕容庆笑着介绍，此酒的酒劲比市面上的酒水都要大，照你的度量，3杯必醉。你小看我！冯玉燕生气道：“本小姐平常可是一坛子的酒量，这点小杯的酒算什么？”她端起杯子，张口一饮而尽，喉咙里随即一阵火辣辣的感觉，伴随着浓烈的酒气上溢，让她差点忍不住吐出来。这是什么酒啊？怎么这么辣啊？她扇了扇小手，连忙端起旁边的茶碗喝了口。慕容庆笑着介绍：“这是我亲自酿造的一种新酒，可以称为蒸馏酒，也可以称作白酒，其酒劲是现在的黄酒10倍。”白酒，冯玉燕还真是第一次喝到这么奇怪的酒，入口虽然很辣很呛，但是回味甜香，非常的过瘾。慕容庆手并莲花，端起酒杯，莲花指，轻举杯，深入喉，舒展眉，酒气奔腾如狂涛席卷，一扫千秋，一解千愁。一口喝下，他重置杯在桌上，放声大笑，一饮而尽，一滴不留，痛快。没想到你还懂得喝酒啊！冯玉燕像是找到了知己，一时眼前一亮，在他的教导下吃起了涮羊肉。平时吃饭都是做好的，像是这样边煮边吃的法子，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刚刚宰杀的鲜羊肉，再经过高温烹煮所鲜，然后裹上蘸酱，一口吃下，浓郁的香味混合辣椒的香味，在嘴里面喷涌而出，让冯玉燕禁不住大呼过瘾。他以前只当慕容庆是个废物，谁知道他藏了这么多东西。冯玉燕不禁对他的好奇心倍增，好奇问道：“这些东西你都是跟谁学的？”慕容庆找了个托词，跟街上的那些西域客商。这样啊，怪不得我都没有见过呢。冯玉燕吃了2口涮肉，端起酒杯，再次忍不住尝试了一下。这次酒水下喉比第一次要舒服得多，满嘴都是浓郁的酒香。如慕容庆所说，第一次喝白酒的人很容易上头。冯玉燕只是喝了2杯，小脸便浮起了一丝的红晕。2杯了，再来1杯，今儿就让你看看本小姐能不能喝醉。她吐了口酒气，敲了敲杯子，示意慕容庆给她满上。慕容庆给她倒上酒，笑着劝道：“多吃菜，少喝酒，一会你还得回去呢。”没事，本小姐酒量大得很，不会喝醉的。她端起酒杯，再次一口饮下，酒气上冲，打了个嗝，嘿嘿憨笑：“好酒，过瘾。”慕容庆干笑了下，暗道这是碰到酒蒙子了。照他这样的喝法，待会必醉。来，继续满上。冯玉燕砸了砸杯子示意：“咱们不喝了吧？”慕容庆再次劝阻，这个年代还是非常封建保守的，未免瓜田李下，慕容庆可不敢把他灌醉了，更不敢留他在府里过夜。
你怎么这么啰嗦啊？冯玉燕不乐意了，从他手里抢过酒壶，自己给自己满上。我正喝得过瘾呢。他仰着小脑，自饮自酌，显然行为已经不受控制。罢了罢了，随你吧。慕容庆寻思着，待会等着酒蒙子喝够了，大不了送他回去罢了。叮，系统突然活了过来，听到声音，把慕容庆吓了一哆嗦，知道是系统肯定没有憋好屁。果然，这龟孙下了任务：任务1，亲吻冯玉燕，奖励系统币10；任务2，睡了冯玉燕，奖励系统币100；任务3，拒绝，扣除系统币100。卧槽！慕容庆一头冷汗，差点被嘴里的酒水呛死。无耻系统还真是要逼死他啊！先是非礼宰相大小姐，这关系还没有缓和，又让他非礼太尉家大小姐，而且人家俩还是闺蜜。慕容庆在心里疯狂咒骂系统无耻，他可以作死，但是不能没有底线。你怎么不喝啊？冯玉燕给他也满了一杯，招呼说道：“来，继续喝啊。”冯小姐，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家吧。慕容庆下了决断，不想再跟系统妥协。100个系统币，想扣就扣吧。回家。冯玉燕歪着脑袋，上下打量着他，醉醺醺的突然冒出了一句：“你家不是缺媳妇吗？要不我给你当个媳妇吧？你天天管我酒喝就行。”啊！慕容庆被眼前的这个吃货搞懵了，为了一口酒，他竟然都能把自己送出去。冯小姐，你喝醉了。慕容庆苦笑：“我没醉，我酒量大着呢。”冯玉燕鼓了鼓嘴，脸蛋红热的看着慕容庆不忿道：“怎么，我的模样不如上官婉吗？”不。慕容庆赶紧摇头。实话实说，他的模样确实长得俊俏。上官婉是那种性情如水的软妹子，冯玉燕却是完全相反的性格，阴眉俊目，颇有江湖侠气。那我的家世不如上官婉？他又开口反问。慕容庆干笑道：“你干嘛非要跟上官婉比啊？不是你想要娶她的吗？”冯玉燕翻了个白眼，往嘴里呷了口酒，嗔怪吐道：“那天你也轻薄了我怎么没见你跟我赔礼道歉？你们都喜欢婉儿，都把她当女人呵护，从来没有人在乎过我的感受。”他边说竟然边委屈的哭了出来。慕容庆有些好笑的递上自己的丝帕，没想到这个大大咧咧的野丫头还有如此的小心思，也难怪从小到大大家肯定都拿她当假小子，谁会以一个妹子的心态看待她？他接过丝帕，却抓住慕容庆的大手不放，一双大眼睛盯着他，突然吐道：“慕容庆，亲嘴是什么感觉啊？”噗！慕容庆吓得想要把手缩回，却被他紧紧攥住。他怎么感觉遇见女流氓了？什么感觉吗？冯玉燕满脸的好奇。我怎么感觉？你和婉儿亲过嘴，把婉儿的魂魄都勾走了。冯小姐，咱们能换个话题吗？慕容庆这个过来人都被他整羞了，这事情是能随便讨论的吗？不能。冯玉燕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眼神坚定道：“你也亲我下，我感觉夏婉儿都在想什么，以后也好知道怎么帮她。”这不好吧？慕容庆捂住了脸，本来都想拒绝系统了，结果还有人主动送分的。慕容庆感动的都想跟他结拜了。怎么不好？又没有人知道。冯玉燕跃跃欲试，喝醉后完全变成了一个酒疯子，什么逆天的事情都敢说。他主动坐近，扬起白皙细长的脖子，数落道：“来嘛，快点！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婆婆妈妈的？”嗨，慕容庆算是看明白了，这位大小姐就是后世的那种精神小妹，天生叛逆，人家一个大姑娘都不介意，她还装什么纯洁？做好心理建设后，他的双手握住了冯玉燕的香肩，提醒说道：“那我来了啊，来呗！”冯玉燕兴致冲冲，没有一点回避，来就来。慕容庆干咳了2声，先领了系统任务1，然后往前咬住了冯玉燕的粉唇。冯玉燕的身子明显一颤，有些惊吓的想要回避，却被慕容庆用手抱着脑袋堵住后路。是他挑衅在先，慕容庆哪里能让他跑了？两个人的探讨由浅入深，只感觉冯玉燕的脸蛋胀热，喘气急促，到最后身子一软，竟然完全瘫倒在慕容庆的怀里，有些焦躁的完全抱在了他的怀里。这种感觉还真的像是被慕容庆勾走了魂魄了一样。两人分开后各自冷静了一会，冯玉燕的肠胃翻江倒海，终于压制不住酒气往外面吐了出来。慕容庆吓得赶紧跟他分开，扶住他，让这个酒蒙子吐了一会。幸亏他反应够快，不然得被他喷一身，他就惨了，浑身的衣服被秽物沾染，酒气上头，彻底是失去意识。慕容庆苦笑着，急忙换了软儿准备热水，先给冯玉燕洗漱一下。他看了看外面的天色，今晚是没办法把她送回家了。要是让冯家人看到他这副模样，他就是有10000张嘴都解释不清了。主仆2个把冯玉燕安顿好，已经是后半夜。慕容庆完全可以趁机做坏事，完成系统任务2，赚取100个系统币。
但是他只是领了任务已完成的奖励，并没有得寸进尺。他心里清楚，任何时候人都不能丧失人性，不然就彻底沦为系统的傀儡了。你怎么还不睡？出了门，慕容庆撞上了蕊儿。蕊儿看着他脸蛋通红，小声嘟囔：“我还以为你要和冯小姐住在一起呢。”嗨，慕容庆揪了揪他的脸蛋，笑着教训：“你家主人是那种流氓吗？”蕊儿暗自嘀咕：“你不是流氓，那你刚才咬人家冯小姐的嘴唇干嘛？”慕容庆让他去屋里照顾冯玉燕，免得他半夜难受再吐出来。他回了自己屋里休息去了。第二天，他还在梦里，耳边突然传来了一群人的吵闹声：“找，给我挖地3尺，也要把我妹妹找出来！”嚯！慕容庆一个鲤鱼打挺起床，只穿了身内，趁跑出了门。只见福伯被2个壮汉揪着胳膊，冯世辉带头在先，招呼10几个家丁在家里四处搜寻。住手！慕容庆猛地一喝，黑着脸冲上去，一把攥住一个家丁的手腕，把他们的手从福伯的肩膀上拿开，手如钳子往上一提，抓的2个家丁骨头一响，啊呀一声惨叫跪地。其他家丁见状，拎着棍子冲上去，马上把慕容庆围了起来。冯世辉破口大骂：“呆，你个王八蛋，还敢还手！你把我妹子怎么了？赶紧把她给我交出来！”冯世辉，你吵吵什么？慕容庆黑着脸呵斥：“谁把你妹子怎么了？她昨晚喝醉了酒，正在我府上的客房里休息。你如此兴师动众，不怕毁了她的名节？”名节！冯世辉气得大骂：“你他娘的还知道名节？你把一个大姑娘留在府上过夜，就不知道她还有名节吗？”慕容庆没见过这么蠢的人。本来冯玉燕今天偷偷回去，屁事没有，谁也不知道。结果让冯世辉这么一闹，估计马上就能传遍整个燕京了。把这个混蛋给老子宰了，出了事情老子担着。这会冯世辉完全被愤怒冲昏了脑袋，也不管慕容庆是什么身份，冲着家丁吆喝一声，当场就要揍他。一群家丁抡起棍子正要动手，只听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嗔喝：“住手！”众家丁纷纷罢手。只见冯玉燕快步走了上来，见到慕容庆，先是羞愧地躲闪了下目光，然后才看向了3哥冯世辉，嗔怪吩咐：“哥，我没事，我们回吧。”回去。冯世辉一脸不忿：“他辱了你的名节，就这么放过他了？回去。”冯玉燕不由分说瞪了他一眼，红着脸擦过他的身子，逃离了此地。冯世辉指了指慕容庆，放了狠话：“行，你小子给我等着，总有一天老子将你大卸8块。我们走。”他厉声招呼，带着一群家丁跟着离开。慕容庆叹了口气，暗道完了，此事传开，上官婉估计更加瞧不上他了。勾引闺蜜自古都是大忌啊。他正惆怅的时候，又是一拨人过来，不过看打扮却是宫里面的内侍。领头的太监捧着圣旨，远远就高兴招呼：“六殿下，喜事大喜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六皇子慕容庆为君分忧，身消朕功，自筹军饷100万，解我国库之危急。特赐御书房行走，镇北大将军，不日随军出征，镇我边关。”来了，来了！慕容庆心中狂喜，终于等来了老登皇帝的重用。他跪下叩首谢恩，领了旨意后，让福伯赶紧取了银子过来，给前来的太监和侍卫分了。有劳公公了。慕容庆专门给传旨太监塞了100两银票。传旨太监一脸恭维的假意推辞：“殿下龙泽深厚，将来的前程定将不可限量。大总管说了，一定让小的们伺候好殿下，小的哪里敢收您的银子啊？公公言重了。”慕容庆轻声笑言：“以后还得拜托公公和大总管照拂，这些都是应该的。还请公公把这个送给大总管，代本皇子给他问好。”哎呦，那咱家就冒犯了。传旨太监心花怒放，在心里直夸六皇子懂事，要是其他皇子可没有拿正眼瞧他们的。他拿了自己一份，还有大总管的一份，带着人拱手告退。慕容庆让福伯送走了他们，拿起圣旨一同感慨：3年了，他终于是要出人头地了。恭喜主子！蕊儿凑上前看了眼圣旨，真心为慕容庆高兴。以前的慕容庆总是唯唯诺诺的样子，看得让人心疼，现在越来越像个爷们了，充满了男性的魅力。他没想到这个柔弱的主子有一天竟然能当上带兵的大将军。这一拨人刚走，福伯招呼着另一拨人又走了进来，领头的正是盐运使之子吴有良。他的身后领了一群年轻姑娘，拱手贺喜：“恭喜六殿下荣登镇北大将军之位啊！”吴兄客气了。慕容庆伸手招呼他进大堂说话，暗道燕京没秘密，这圣旨才刚下达，连吴有良都知道了。两人坐下后，蕊儿马上在一旁侦查。慕容庆看向外面的姑娘，好奇问道：“吴兄这是何意？”吴有良笑着介绍：“殿下不要介意，前2天我听闻殿下府上没有使唤的丫鬟，于是就到市场上给殿下买了一些。这些丫鬟可都是梁国来的奴隶，
江南女子比咱们北方女子会伺候人。这样啊？慕容庆紧了下眉，知道市场上一直都有人贩子将北方的女子贩卖到南方，将南方的女子贩卖到北方。他厌恶这种行为，所以没让福伯去市场里买卖，而是让福伯去贫民窟里挑选。这2日福伯太忙，没有顾上此事。没想到吴有良先把此事办了，多谢吴兄好意。慕容庆没有当场拒绝，收下了这些奴隶。吴有良喝了盏茶，主动起身告辞。临走时专门叮嘱了一句：殿下，明日就是中秋诗会，这次规格很高，甚至南梁和北辽都有使团的人参加，所以圣上对此事非常重视，特意让皇后主持此事。明日午时正式在御花园举办，还请殿下一定到来。咱们北燕的文坛可都指着您呢，是吗？慕容庆挑了下眉，点头应下，我记下了。北伐将及，他对北辽的情况却是一无所知。当听到北辽使团也有人参加，不禁心里一喜，打算到时候好好找他们探探情况。等他回去，20个女奴仍旧跪在地上，他们穿着麻布衣裳，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脸上还有伤口没有痊愈，显然是受了不少的苦。封建社会吃人啊！慕容庆感慨一声，看着这些可怜的妹子吩咐道：本皇子向来不喜欢强迫别人，你们有谁想要回家，告诉本皇子一声，本皇子给你们银子，随你们自由离去。女奴们一个面面相觑，不敢作声。蕊儿在一旁附和道：我家主人心地善良，没有骗你们，你们不用害怕。有女奴壮着胆子第一个举手开口：大人，小女想要回家。小女也想回家。还有我也想回家。有人带头，其他妹子跟着纷纷举手。蕊儿，给他们每人分发10两银子当路费。慕容庆当场发话，让蕊儿取了银子给举手的姑娘发了下去。其他还在观望的女奴没想到这一切都是真的，他们也是着急的跟着举手表态，一个个领了银子，又拿了自己的卖身契，皆是跪坐在地上，激动的泣不成声。做完这些，慕容庆又让蕊儿给他们取了些馒头当干粮。送走他们后，场上只剩下了5个人。你们不想回家吗？现在做决定还不晚。慕容庆扫过众人，再次询问。有女奴忍不住哭了出来，前些日子黄河发大水，我们已经没家了，还请大人收留我们，我们一定为大人尽心办事。他们皆是跪在地上哀求起来，只有一个女奴面如冰霜，垂着头不发一言。慕容庆盯着她特意看了眼，从她的手上扫过，发现她的虎口处、指关节处竟然有茧子，这显然是习武之人的标配。这女子懂拳脚。慕容庆警惕了下，不过没有当面拆穿她，而是吩咐说道：既然你们诚心留下，那以后便在府里伺候吧。你们放心，你们的俸禄按月发放，本皇子不会拖欠你们一文。如果你们以后还想离开的话，尽管告诉本皇子一声就行。多谢大人。妹子们皆是激动叩头，见到这样开明好心的主人，心里不禁都是一暖。慕容庆让蕊儿带他们下去梳洗更衣，以前仆从留下的衣服都在库房里，取出来可以直接使用。等他们走后，慕容庆特意盯着那个古怪的妹子看了眼，她走路的姿势明显与正常女人不同，臀肉还有大腿的肌肉协调而有力量，走路矫健，似是随时能发动进攻的豹子。按照道理，这种高手不该被人贩卖啊。他暂时没有时间处理这个问题，让福伯套了马车，拿了圣旨去兵部登记造册去了。太尉府上，冯潇黑着脸让冯玉燕跪在面前，厉声训斥：混账东西，你简直把我们冯家的脸面都给丢进了一个未出阁的大闺女，大晚上跑到别人的府上喝酒，还在人家府上过了一夜，这要是传出去，你以后还怎么嫁人？冯世辉在一旁火上浇油：父亲，那个六皇子根本没有把我们冯家放在眼里，先是当街欺辱儿子，又肆意侮辱妹妹，此仇不报，我们冯家别想在燕京立足了。冯潇一阵沉默不语，要是对付旁人轻轻松松，要针对皇子可得三思而后行。这时大儿子冯世良突然跑进门来，向冯潇着急禀告道：父亲，圣上刚刚下旨，诏令六皇子慕容庆为镇北大将军，不日便要出征北辽。什么？屋中众人皆是吃了一惊。镇北大将军？冯玉燕的大眼睛眨了眨，惊喜叫道：他是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得此重用，以后岂不是要飞黄腾达了？冯世辉马上气得热血上冲，圣上怎可如此轻率？镇北大将军责任重大，怎可交给一个废物？大哥，你没有搞错吧？他着急求证，不解说道：按道理，父亲掌管天下兵马调动之责，这镇北大将军之位也该由父亲提名才对啊。皇上竟然饶过了父亲，亲自任命大将军，这是何道理啊？大儿子冯世良也是不解地看向冯潇，感觉皇上这次是有意针对冯家。冯潇沉默了一会，燕帝是怎么想的，他比2个儿子都清楚。功高震主，狡兔死，
走狗！砰！现在他们平家位高权重，自然受到燕帝的提防，所以故意找新人入场制衡他们。他本来还没有破局的办法，结果看着屋里面的傻闺女，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玉燕，你先起来吧。冯潇刚才乌黑的脸色瞬间变得亲和了起来，把冯玉燕都看得一愣。他扶着身子站起，膝盖都跪得生疼。冯潇突然问道：玉燕，你是不是喜欢六皇子啊？冯玉燕先是点头，随后又啊的一声，连忙摇头，没啊。冯潇笑了笑，你别紧张，为父没有别的意思，为父是想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喜欢六皇子，为父可以禀奏皇上，把你许配给他。啊！冯世辉当场大叫，父亲，这怎么可以？那个六皇子就是个废物，你把小妹嫁给他，不是害了他吗？你闭嘴！冯潇斜了他一眼，被这个儿子气到了。有哪个废物能在太子奈妃事件中安然落地，还当上了镇北大将军？冯玉燕尴尬地摸了摸脑袋，她对慕容庆没什么感觉，只是喜欢喝他家的酒，吃他家的饭，要嫁给他，她一时也搞不清自己的心意。父亲，你让我好好想想行吗？他不想仓促做决定。冯潇宠溺点头，没关系，此事不急，你慢慢想，有结果了告诉父亲便是。谢谢父亲。冯玉燕点头，长松了口气，还以为冯潇要打断他的腿，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过关了。也怪他昨晚贪嘴，刚才想起昨晚醉酒后的一些记忆片段，似乎还跟慕容庆咬了嘴，那个臭家伙还伸了舌头了，他羞得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浑身都是鸡皮疙瘩。宰相府，上官策得知女儿心情不好，正在跟女儿谈心，劝解她说道：为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不管怎样，你都不该折磨自己。你要知道，你不是为你一个人独活，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让为父和你娘亲该怎么面对啊？上官婉儿的嘴角动了动，满是歉意道：女儿知错，请父亲放心，女儿不会再折磨自己了，女儿待会就好好用饭。好，这样为父就放心了。上官策长松了口气，笑着安排道：明天国子监要在御花园里举办中秋诗会，由你姑母亲自主持，她心里也惦记着你，你明天早点过去拜见她，陪她好好聊聊。是。上官婉儿欠身领命。见兄长上官涛进来后，打了个招呼，马上起身告退。没等走出屋子，便听上官涛喊道：父亲，陛下已经诏令六皇子慕容庆为镇北大将军，不日便要征讨北辽了。什么？上官策眉头一皱，被这个突来的消息也是惊了一跳。如此大事，燕帝竟然未曾跟他商量，而且最后竟然选中了在军中毫无根基的六皇子，他还有这样的造化。上官婉儿也是吃了一惊，随后便又听到一个更炸裂的消息。大哥上官涛小声说道：我听宫里人讲，陛下有意要把小妹许配给六皇子。什么？上官策的眉头越发的绷紧，暗道燕帝这是要力捧六皇子上位了。不可以。上官婉儿掉头返回，着急说道：父亲，女儿绝对不能嫁给六皇子。小妹，你都听见了。上官涛顿觉尴尬，这是为何啊？上官策好奇地打量着女儿，不知道她为何这么激动。没有什么原因，女儿就是瞧不上他。上官婉儿没法明说，反正就是态度坚决的拒绝，他就是死也不能委身于一个轻薄他的流氓。上官策安慰说道：此事还没有定论，你不用着急，魏父再让你兄长打听一下，如果燕帝提起此事，魏父再帮你推脱了便是。多谢父亲。上官婉儿红着眼睛，暗自松了口气。他走后，上官策跟儿子吩咐了一声，去查查你妹妹这2天都在做什么，有没有私底下跟六皇子接触过。明白。上官涛点头领命，也觉得这个小妹的反应有点不太正常。听到六皇子，好像听到仇人一样。天色渐黑，慕容庆从兵部赶着马车，一身疲倦地回了府宅。今天刚刚招募的5个侍女已经全部上岗，有打扫卫生的，有做饭的，有洗衣的。终于让阮儿腾出手，专门伺候慕容庆他，让侍女给浴盆里倒满热水，伺候着他泡进了里面。慕容庆伸展了下筋骨，关心问道：这几个侍女手脚还算麻利吧？挺好的。蕊儿给他捏着肩膀，点头回话：他们都挺勤快的，只是一个姐姐的脾气怪怪的，总是拉着个脸，不爱和人说话。慕容庆笑言道：你现在是府里的管事，如果你不喜欢，让他走人就行了。蕊儿连忙摇头：不用，他们的身世都怪可怜的，离开了咱们府宅也没有地方可去了，你高兴就好。慕容庆伸长了身子躺在里面，让蕊儿去休息。他一丝不挂的，总是让这丫头盯着，心里面颇为尴尬。蕊儿施礼退下，到了外面把门关了起来。慕容庆心里一阵嘀咕，按道那侍女莫不是吴有良安排的探子？按照他对吴有良的了解，这个公子哥应该没有这样的胆子，那他到底想干嘛呢？慕容庆打开系统界面，在商场里翻了翻，
很快找到了一件应对之物——微型窃听器，只需夹带在这侍女的身上，就能知道她在搞什么鬼了。不过这种高级货竟然要花费2000个系统币，这对慕容庆来说是一笔无法承受的巨款，况且是为了一个不知名号的侍女。慕容庆果断放弃了这个选项。他突然发现，商城里面的物品越是超越这个时代越贵，尤其是科技类的物品简直贵得离谱。40一辆摩托车竟然需要1万个系统币，他的摩托化步兵大军这辈子估计是没戏了。泡完澡，阮儿叫了侍女们进来收拾东西，正好那个侍女也在其中。慕容庆于是开口问了一句：“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回殿下的话：小女杨招娣，小女吴凤英，小女孙兰兰，小女薛玉珠。轮到那个行为不轨的侍女时，她沉默了半天才吐道：“小女公孙止。”公孙。慕容庆皱了下眉，故作玩笑道：“你这个姓氏倒是挺特别，公孙可是前赵的国姓，难道你是前赵的皇族？当年北方燕、赵、韩国争雄，燕国灭了赵国，韩国后才一统江北，赵国的皇族正是复姓公孙。”公孙止的眉心明显一动，摇头说道：“不是，小女只是南梁的农家女，怎敢攀附赵国皇族？”知道了。慕容庆笑着点头，本皇子只是开个玩笑，你不用紧张。他挥挥手示意他们忙自己的。他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整理起了今天从兵部带回来的公文。等侍女们都退下后，把阮儿叫了过来，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发簪，吩咐说道：“把这个赐给公孙止，他好歹也是郡王府的人，不能总用绳子绑着头发。”阮儿拿过发簪，颇有些醋意道：“爷都没有送过我发簪。这件发簪乃是银质凤头，造型简单，但是工艺非常精细。”慕容庆笑着画大饼：“你喜欢，爷以后给你整一套金的。”他拍了下这丫头的小屁股，让她去忙。阮儿拿了东西，红着脸蛋退下。暗道慕容庆8成是看上了这个公孙止，难怪在侍女之中她是最漂亮的。慕容庆抓了抓大手，今天明显感觉手感不一样，多了点厚重和弹性。这丫头不知不觉竟然长大了。他之所以送给公孙止发簪，是想看看公孙止会不会经常带上这种男女之间相对亲密的物件。如果带了，证明他对自己没敌意；如果没带，证明他是冲自己来的，须得好好防备才行。第二天，吴有良早早的过来接慕容庆去御花园，他一脸的兴高采烈：“殿下，今天有你在场，咱们一定能大杀四方，力压整个文坛。”慕容庆这个诗词抄袭者并没有任何的得意之色，他卖弄文采纯粹是生活所迫，没有想要独占文坛的意思。吴有良告诉他，昨天我们诗社把殿下这些天创作的诗词整理造册，刚印刷了100份，立马在国子监销售一空。现在这本诗集已经被炒作到一本10两银子的价钱，比我们的发行价足高了10倍。慕容庆马上来了精神，诗集也能卖钱吗？他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对这个世界的文化产业并不了解。当然，吴有良介绍到，名人文集一直都是抢手货。4是南梁苏佑安的文集，一本稳定在3两银子，已经在咱们大雁发行了10几万本，那就是30万两银子。慕容庆咂了咂舌，两眼放光道：“那苏佑安能收到酬劳吗？”这个，吴有良干笑了下：“咱们和南梁是敌对关系，诗词都是从南梁偷盗过来的，自然谈不上什么报酬了。知识产权跟后世一样，不受重视啊。”慕容庆感慨一声。不过，吴有良话锋一转：“殿下的诗集是咱们诗社自己印刷的，我们已经决定，除去所有的开支，剩下的钱我们全部都交给殿下。”不错，懂事。慕容庆在心里夸赞一声，马上来了创作的动力。他打听到，除了诗词外，还有什么文体好卖？当然是小说话本了。吴有良从怀里随手摸出一本，交给了慕容庆，干笑着介绍：“这本小说我已经追了10几刊了，一刊1两银子，到现在已经花了10几两了。在文坛，小说还是不入流的题材，上不得台面。”哦，小说。慕容庆惊讶地拿过手里看了眼，以前他还真没有注意过这些东西，没想到这个世界已经出现小说题材了。在他那个世界，得到明朝才出现这种题材，到了清朝开始流行。画本是32K 大小，100页左右，书名《大雁豪侠传》，里面讲的是江湖的侠客劫富济贫的故事。主角名叫公孙大娘，人称江北第一剑客，出身赵国皇族。赵国灭亡后，跟随名师在山上修行，学成下山后杀贪官诛奸佞，成为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侠。小说讲的有鼻子有眼，甚至还有对公孙大娘身份的考证，他也被列为大燕10大通缉要犯之首。慕容庆看得一脸惊讶，询问道：“这个公孙大娘是真实存在的？”吴有良点头：“没错，江湖上确实有这么1号人物。当年曹帮的大哥尤俊豪，那是手眼通天，
在江湖上立下赫赫威名的人物，即便是朝廷对他都颇为忌惮，无人敢管。就是这么一方豪强，也被公孙大娘在寿宴上当众斩杀，提头而去。上百个手下被他的气势所慑，竟无一人敢挡。嚯！慕容庆闻言心头一震，想起府里的那个侍女公孙芷，不知道与公孙大娘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他的胆子未免太大了些，竟敢不用化名。书上说他能飞檐走壁，一剑断河，这也是真的。慕容庆一直长在府中，对这个世界的武力值还没有什么了解，这个就不知道了。吴有良干笑了下，介绍说道：不过我曾见过曹帮的一位老拳师，他发功后一掌能将一棵水桶粗的大树震断。似是这样的高手，曹帮里不在少数。公孙大娘能从这些高手里脱身而去，论实力定然在他们之上。嚯！慕容庆听得心里一颤，本以为自己被系统淬炼过的身体已经可以在这个世界横着走了，谁知道这个世界的武力值如此逆天。两人一路闲聊，在皇宫门口下了马车，步行进宫，去了御花园。这里位于正殿的西面，分南北两个区域，北面的叫北湖花园，南面的叫南湖花园。一般的对外活动皆在南湖花园举办。两人到时，宾客们已经来了不少，全都是大雁文坛有名的人物。吴有良跟慕容庆一一介绍，带着他过去拜见了一下大儒周化成。这位清流领袖正在跟一个年轻人闲聊，见到慕容庆，马上高兴施礼，给他介绍道：六殿下，您来的正好，老夫正好给你介绍一位青年才俊，这位是翰林院编修武德30年的探花郎张怀安。怀安，这位就是这些日子名动京师的六殿下慕容庆。他在中间给慕容庆和张怀安相互介绍了下。慕容庆看过去，眼前的这位探花郎长得确实一表人才，面如冠玉，英眉俊目，神色同样是傲气十足，与慕容庆冷淡地施了一礼：下官见过六殿下。客气客气。慕容庆微微一笑，不知道为何总感觉他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敌意。他只是简单招呼了下，转身便与其他人交流去了。周化成抚须干笑：我这个弟子颇有些恃才傲物，殿下不要介意啊。无妨。慕容庆之前处处被人羞辱排挤，度量早就被撑大了，对张怀安的无礼根本不在意。他和吴有良找了个位子坐下，听吴有良八卦道：殿下，我听说这个张怀安早年被相爷看上，想要纳他当女婿，他估计是听说你对上官小姐有意思，所以才对你充满了敌意。慕容庆意外道：我和上官婉的事情连你也知道了。吴有良摸了摸脑袋干笑道：这宫里面的事情哪里有秘密啊？得，原来是情敌。慕容庆的目光看向了这位探花郎。这时候有太监高喝了一声：皇后娘娘到。大家马上起身，纷纷恭敬地迎向皇后。只见上官婉搀扶着皇后一起走了过来，姑侄两个眉眼之间还有些相似，一个温婉大气，40有5的年纪，仍旧保养的皮肤滑嫩，一举一动皆是少妇风情；一个年轻俏丽，正是花开时节，灵动有神，纯情如水。参见皇后。待皇后坐下，众人皆是弯腰施礼。众爱卿平身。皇后抬手含笑说道：今天是文坛盛事，非是国事，大家不必拘束，随意发挥即可。众人皆是轻松一笑，这才纷纷落座。慕容庆注意到张怀安的眼神果然一直在上官婉的身上，只是上官婉一直低着头，并未在场上环顾。一会有太监来报：娘娘，北辽使团和南梁使团的人都到了，有请。皇后吩咐。太监马上宣旨：皇后有请。院外有2队人马走了进来，一队穿着粗绢，身披兽皮，头发也是没有冠带，随便扎着各种辫子；一队则是完全相反，身着白袍，头戴玉冠，彬彬有礼。2队人马过来，先是跟皇后施了一礼，在皇后的招呼下，各自在他们的位子上坐了下来。喂！此时慕容庆的脑袋突然被一个东西砸了下，他一扭头，发现了不远处的冯玉燕。他和大哥冯世良、三哥冯世辉坐在一起，冲着慕容庆扮了个鬼脸。慕容庆笑着从地上捡起了纸团，打开后上面写道：这御酒没有你家的白酒好喝。慕容庆被这个吃货打败了，人家是诗会，他把这里当酒会了。南梁使团刚坐下，马上有人站了起来，环顾众人，当众叫嚣道：敢问哪位是六皇子慕容庆？慕容庆看着他挑了下眉，起身招呼道：本皇子正是，不知道有何指教。在场众人皆是打量在2人的身上。对面的儒生挑了下眉，傲然叫嚣：吾乃南梁苏佑安的弟子沈英杰，这2日拜对六殿下大作，以为也不过尔，今日过来正是要和六殿下分个高低。慕容庆的眉头皱起，没想到刚来就被人点名针对，还真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六殿下是不敢应战吗？场上，南梁使团有人再次出言挑衅。慕容庆看过去，此人面庞清秀，一袭白衣，皮肤嫩得跟水似的。虽然穿着男人的衣服，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她是个女子。实在是某个地方太过丰满，又圆又挺，连外袍都遮挡不住。叮，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目标：南梁公主萧月容。任务1：当众亲吻萧月容，奖励系统币10。任务2：拒绝，扣除系统币100。南梁公主。慕容庆盯着女扮男装的萧月容，满是意外，不明白龟孙系统为何总是喜欢搞这些下三路的作死法子。他这么正派的主角，硬是活成了猥琐的反派。要是接受任务，上官婉和冯玉燕还不讨厌死他了？抱怨归抱怨，显然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本。无奈领了任务1，端起酒壶往嘴里猛地灌了一口。如果我猜的不错，阁下是女扮男装吧？萧月容的脸蛋明显一红，是又如何？这与你何干？慕容庆放下酒壶，仰头大笑。当然有关，既然是对阵，自然得要一个彩头。如果本皇子胜了你们，你让本皇子亲个嘴子，本皇子就答应你们的挑战。噗！场上同时有5、6人把嘴里的酒水喷了出来，女子们更是面色通红，连皇后都觉得尴尬不已。流氓，狗改不了吃屎。上官婉同样十分无语地瞪了慕容庆一眼，慕容庆避开他的目光，装作没看见。冯玉燕攥着小拳头，轻声骂道：要死啊！你就这么喜欢亲姑娘的嘴子吗？殿下，注意场合啊！一旁的吴有良捂住了脸，暗道慕容庆是把这里当巫山别院了啊。冯世辉抓住机会，当即站起，拱手喝道：皇后娘娘，六殿下奉前失仪，下官建议将他赶出会场。臣附议。探花郎张怀安站了起来，与冯世辉并肩而战。其他人都是兴奋地当着吃瓜群众，并不想得罪慕容庆。皇后冷着脸教训：世子风流可以理解，只是老六，你得分一分场合吧。慕容庆也骚的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不过为了系统任务，仍是大言不惭道：启奏皇后，儿臣平生就喜酒肉财色，如果没有这个彩头，儿臣今天便不会应战。张怀安傲然喝道：难道除了六皇子，我大燕还没有会做诗词之人吗？六皇子不敢出战，我张怀安来战。他正色瞧向了对面的南梁使团，萧月容却不把他放在眼里，只是看向慕容庆针对道：都说阉人粗鄙，今日一见，果然如此。本小姐可以答应你，但是本小姐也要一个彩头，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答应。为了压住北燕文坛，萧月容豁出去了。张怀安悻悻坐下，心中憋闷，没想到这个南梁公主竟然都不正眼瞧他。他堂堂探花郎，哪里不如这个流氓皇子了？慕容庆的嘴角扬起，见萧月容跳坑，高兴问道：还请小姐明示。萧月容眼神一冷：如果我方获胜，你得跪在我的面前，承认你们北燕文脉不如我们南梁。什么？你竟敢让我们皇子下跪？好大的胆子！尔等是何身份，竟敢辱我大燕皇族？事关国体，在场的燕国重臣皆是生气地呵斥起来。萧月容的俏脸高扬，本来还想低调行事，既然如此，本公主也不藏着了。本公主正是大梁文定公主萧月容。公主，她就是文定公主，大梁国君最宠爱的女儿。在场众人无不是惊讶了下。萧月容轻哼道：我与你们的六皇子平辈，他若是输了给我下跪，也算不委屈他吧。众人皆是沉默下来。慕容庆如果是普通人，那无可厚非，但是他是皇子，代表大燕国体，怎能受此辱没？皇后拉下脸，见两人越来越胡闹，正要阻止，慕容庆突然一声大笑：好，本皇子答应你。你确定？萧月容心里一喜，他可是有备而来，手里拿的可是南梁第一诗词大家苏有安的新诗，自信可以打败慕容庆。慕容庆轻声笑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个君子！萧月容心中鄙视，没见过哪个君子喜欢亲别人嘴子的，简直比市井流氓还龌龊。两人3两下敲定了赌约，让在场的两方人马都觉得一脸尴尬。双方都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一时争吵不休。行了，身为主持人的皇后终于发话，郁闷地瞪了慕容庆一眼，暗道到底是奴仆之子，简直没有一点教养。他心说，慕容庆如果输了，失了国体，非得重重地罚他不可。既然你们已经商议妥当，那就开始比试吧。皇后不再阻拦，让场上的吃瓜者顿时变得热闹了起来。一拨人想要看慕容庆亲嘴子，一拨人想要看他下跪。萧月容自信昂扬，骄傲吐道：我们今天带来的可是我们南梁诗圣苏有安的一首新诗，此诗一出，将镇压文坛上百年。六皇子是文坛新人，我们不欺负你，由六皇子先来一首，等大家评判后，我们再来。什么？苏有安的诗？那六皇子不是输定了？
这不是作弊吗？六皇子哪里能跟苏佑安相提并论啊？在场的众人无不是心里一惊，还以为是萧月容要作诗，结果是拿苏佑安的诗来欺负人。老头子周化成当即驳斥道：公主殿下，我们六皇子刚在文坛冒头，怎能与苏佑安相提并论？你如此行事，未免太不公平了吧？萧月容得意道：刚才本公主又没有说不可以拿外人的诗词比拼，如果六皇子不服，也可以拿外人的诗词比拼啊。男人好生狡诈。一群人纷纷摇头，暗道苏佑安乃文坛诗词第一人，大宴哪里有人能比得过他？他们看向慕容庆，纷纷规劝，让他拒绝这场比拼。慕容庆却是悠然大笑：苏佑安又如何？不过才能镇压文坛100年而已。我这首诗一出，当镇压文坛上千年。什么？对面的南梁使臣皆是不屑大叫：六殿下，你也太狂妄了吧！你竟敢如此轻视我们南梁诗圣，就是给你们大宴上千年，你们也出不了一个苏佑安。六皇子别光动嘴，待会让人笑掉大牙。萧月容两眼冒火，更是鄙夷喝道：六殿下，你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我倒要看看你能做出什么破诗，敢在这里大放厥词。不急，本皇子马上成全你。慕容庆拎起酒壶，狂喝一口，找了找感觉，手指吴有良醉醺醺一喝：有良兄，文房四宝伺候。好好。吴有良干笑了下，按道今天的事情可是闹大了，如果慕容庆输了，丢了燕国的脸面，肯定会被皇上和皇后重重责罚，到时候他也吃不了兜着走啊。为了义气，他硬着头皮作陪，整理了下桌案，亲自给慕容庆研墨，然后把毛笔恭敬捧起。慕容庆抹了把嘴，长吐了一口酒气，浓烈的酒意上头，走路都踉跄了下，吓得吴有良赶紧把他扶住。在场的大宴臣子皆是捂住了脸，按道这个皇子真是不知死活，关键时候竟然喝这么多酒，生怕自己脑袋清醒啊。吴有良也在心中大呼完了，醉成这样哪里还会作诗啊？慕容庆踉跄站好，伸手执笔，又往嘴里灌了口酒，然后在宣纸上面落笔写下3个大字：将进酒。如果说哪一首诗能代表诗仙李太白的巅峰，那定然是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慕容庆每写一句，场上的人群便发出一声惊雷般的赞叹。只是上半阙写完，所有人已经全部起身站立，皆是被这诗中的豪气和洒脱震撼。一壶酒罢，慕容庆再打开一壶，往嘴里灌了进去，提笔继续：周夫子，吴道子，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亲耳听。慕容庆提着酒壶，恣意张狂，只向周化成和吴有良放声狂笑，两人皆是激动得面红耳赤，没想到能在这千古绝唱中留名。其他文人无不是露出了羡慕嫉妒恨之色，谁知道在此诗中留名的意义，那可是要扬名千古的。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贤王昔时宴平乐，斗90千字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一首诗罢，慕容庆把酒壶往后面掷出，倒坐在卧榻上狂笑不止。来这个世界3年，从来没有像是今天这般痛快过。直抒胸臆后，迎来的便是无尽的寂灭。强烈的空虚感让他眼泪涕零，由大笑变成了大哭，形似癫狂之态。在场众人同样沉浸在此诗之中，久久不能平静。过了好半天，才由周化成带头鼓掌大赞：好诗，好诗，千古绝唱啊！好诗，好诗啊！当真是诗仙下凡，亘古未见啊！其他人回过神，这才跟着疯狂的鼓掌呐喊。即便是探花张怀安，此刻也是彻底臣服，按道此生在慕容庆面前再无言提作诗之事。上官婉的小嘴动了动，想说什么却不知道说些什么。这个流氓就像是一块磁铁，深深地把他吸引，偏偏他又是这般放纵，像是一口深渊，让他不敢接近。得，又让他装到了。对面的冯玉燕在心里疯狂为慕容庆叫好，虽然不懂诗，但是也感觉这首诗写得漂亮，写得痛快。他兄长冯世辉死死攥紧了拳头，咬牙暗骂：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会做几句酸词，能治国安邦，战场杀敌吗？梁国使团众人交头接耳，无比失落地议论了一番，最后无奈地得出一个结论：他们输了。即便亮出苏佑安的诗，在这首将进酒的面前也要相形见绌。萧月容的脸蛋都红到了脖子上面，没想到慕容庆真乃诗仙转世之才，
之前2首酸词，他还以为慕容庆是侥幸得知，今天这首《将进酒》一出，他是彻底服了。他只希望这个家伙2壶酒下肚，一醉不起，忘了赌约的事情。谁知道怕什么来什么，这家伙摇摇晃晃地站起，指着他奸猾笑道：“文定公主，该你们了。”萧月容红着脸，不知道该怎么应答。亮出苏佑安的诗，那就是给老师苏佑安找不自在。沈英杰见他犯难，主动找了个借口，起身抱歉道：“我们公主身体有养，就不打扰各位的雅致了，我等先行告辞。”他找了个理由，准备带萧月容开溜。慕容庆故意讥讽：“堂堂南凉公主，连认输的勇气都没有吗？我看也不要叫什么文定公主了，改名废物公主算了。”场上的大燕重臣皆是忍俊不禁，对面的南凉使团则是气得面红耳赤，又没有底气反驳。他们纷纷看向了萧月容，等着他拿主意。萧月容羞愧一喝：“谁说我不敢认输？不就是让你亲个嘴子，你有胆子就来。”他心里一横，拍着桌子站起。他就不信堂堂的大燕皇子敢在光天化日下耍流氓，连皇后都看得无法直视，从中劝了一句：“算了，老六，要不换个彩头吧？”为何要换？慕容庆摇摇晃晃冲着萧月容走了过去。文定公主既然愿赌服输，我自是要成全她的信义。当2人相隔1尺，萧月容吓得都闭上了眼睛，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来真的。他小声求饶：“慕容庆，你放我一次，要什么补偿我都答应你。”迟了。慕容庆坏笑一声，一把搂住他细软的小腰，一手禁锢住他已经紧张到僵硬的脖颈，当众冲着他的粉唇咬了上去。一股浓烈的酒气袭来，让萧月容先是一愣，随后当场气哭了出来。他狠狠把慕容庆推开，掩着小嘴哭着离开。公主殿下。沈英杰红着眼睛，杀气腾腾地瞪了慕容庆一眼，着急追着公主离场。六皇子霸气，六皇子威武，一群吃瓜群众皆是兴奋大叫，生怕事情闹得不够大，有的则是大呼世风日下，直到是慕容庆脸都不要了。这种事情躲在被窝里都臊得慌，他竟然当众来做，简直是不知廉耻，丢尽皇家脸面。皇后同样红了脸蛋，被眼前的这个老六给气懵了，这何止是奉前失仪，简直是肆无忌惮。慕容庆的心里也不好过，不过都是靠着酒意掩盖才没有崩溃。为了区10个系统币，他容易吗？身为后世之人，他也接受不了这样的风流不羁。眼神扫过上官婉还有冯玉燕，2个妹子的眼神都想杀人。他正想借着醉酒遁走，结果旁边有人突然鼓掌大笑：“好，好，六皇子当真是风流倜傥，让人羡慕啊！”慕容庆看过去，只见一个北辽打扮的年轻人站了起来，挑衅地与他对视：“你是何人？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他呵斥一声，只听这年轻人高昂着脑袋介绍道：“吾乃北辽王庭耶律汉王之子耶律邪。”哦，慕容庆看向了这个即将要在战场上面对的敌人，饶有兴致道：“你也要和本皇子比诗？”“不，不。”耶律邪摇头：“皇子所做的诗词，连南梁都甘拜下风，我们北辽又岂是对手？本王子不与皇子比作诗，如果皇子感兴趣，本王子愿意与皇子比算术。”“算术？”慕容庆抬了下眉，心中顿觉好笑，没听过北辽算术厉害啊。一旁的吴有良着急起身，把内幕道了出来：“六殿下不能上他的当啊！他拜了西域胡人算术大师阿米尔汗为师，精通算术，殿下与他比拼，必败无疑。”周化成一听，马上拍了桌子：“耶律邪，你什么意思？今天是中秋诗会，你搞什么算术？简直是有辱圣学！”耶律邪得意叫嚣：“总是听我父王说大燕国人才济济，没想到皆是些只会做酸诗的无用文人。在我心中，数学就是最美丽的诗词，只有懂数学的人才能写出最靠近真主的诗篇。如果六殿下没有这个才能，那本王子就不强人所难了。哎，你这是以己之长攻人之短，算什么本事？什么数学？芒果小道，不值一提。我等华夏诗词博大精深，岂能是你们的什么狗屁数学可以相提并论的？”在场的大燕文人皆是出言呵斥。慕容庆皱了皱眉，在某些方面赞同耶律邪的看法。真正能改变世界的不是文科生，而是理科生。数学很重要，大燕如果要彻底改变，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其中的关键离不开数学。今日全当是开文艺复兴的先河吧。他看向嚣张的耶律邪，勾起嘴角，正色应战：“如你所愿，那便战吧。”耶律邪见慕容庆上套，露出了猎人一般的奸笑，以为自己可以轻松抢过慕容庆的风头，压大燕国一头。出题前，皇后见势不妙，先问了一句：“老六，你懂算术？”回娘娘的话，儿臣只是略知一点。慕容庆谦虚回话：“他是文科生，之前确实不善数学，现在可是经过强化的大脑，
微积分和函数都能轻松挑战，对付一个古代计算题绰绰有余。皇后还是担心，怕他有辱大燕的国威，于是扫过当场，询问道：“诸位爱卿，谁还懂算术？敢不敢与六皇子共同出战？”人多力量大，他寻思着，有个帮手总是好的。在场都是文人墨客，平时舞文弄墨还行，碰到算术，一个个都是低眉垂眼，摇头晃脑，不敢有丝毫逞强。这时候，坐在他身边的上官婉突然开口道：“姑母，侄女看过一些《孙子算经》，可以与六皇子并肩战斗。”慕容庆抬了下眉，大感意外，没想到上官婉会主动站出来帮他。上官婉厌恶地瞪了他一眼，示意他只是为国而战，非是为了他。皇后高兴称赞：“好，巾帼不让须眉，婉儿有这样的勇气，真乃我大燕女子之表率。姑母谬赞了。”上官婉拱手施礼，起身后过去与慕容庆坐在了一起，直面北辽王子耶律斜。慕容庆嗅了嗅他身上的茉莉花香，不禁心潮澎湃，暗道美女就是美女，随时随地都是香喷喷的。好，一声大笑，震惊全场。有上官小姐与本皇子并肩而战，我大燕必胜矣。你瞎喊什么？上官婉被他吓了一跳，见众人皆是把目光投过来，不由得又红了脸蛋。可恶！探花郎张怀安痛苦地喝着酒，看着慕容庆，眼神不禁又变得阴鸷了3分。对面的耶律斜两眼贪婪地打量着上官婉，提议说道：“既然是比试，那本王子也需要一个彩头。你说？”慕容庆眉心一紧，似乎已经看穿了他的心思。果然，他当众打起了上官婉的主意：如果本王子赢了，可否让上官小姐陪本王子共度一晚？放肆！吴有良，这位在礼部理藩院担任郎官的文弱书生，头一次爆了粗口：“直娘贼，敢辱没我们相爷之女！”耶律斜，这里不是你的牧场，岂能有尔等如此放肆？张怀安也站了起来，为自己的爱慕之人说话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蛮人就是蛮人，简直是不知羞耻。这小子比六皇子还过分，他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其他人同样是议论纷纷，但是却没有勇气站起来出头。皇后见到侄女被欺，生气呵斥：“北辽王子，这里是燕京，不是你们北辽王庭，你敢如此无礼，还不把我们大燕放在眼里？”耶律斜振振有词道：“皇后娘娘，你们燕国皇子当众非礼他国公主就行，我们以礼还礼就不行吗？”南梁使臣终于来了精神，纷纷叫萧附和：“没错，我们公主尚且有勇气应战，堂堂大燕，难道连一个女子都不如吗？就允许你们大燕为难我们公主，就不允许别国为难你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堂堂大燕竟是如此度量，简直让人不屑。我看以后你们还是向我们北辽称臣算了，我们王子战无不胜。堂堂大燕连亮剑的勇气都没有，可笑，可笑啊！”北辽群臣见状也加入骂战。皇后神色一冷，幽怨地斜了慕容庆一眼，暗骂都是你这个浪荡子干的好事。群情激愤，他也不好再阻拦，而是看向了侄女，把选择权交在他的手上。上官婉心里一慌，一时没了主意。如果输了，他这辈子可就全完了。他也是怪罪的斜了慕容庆一眼，如果没有慕容庆在前面乱来，大燕也不会落人口实。上官小姐，此事万万不可啊！张怀安着急大叫。耶律斜斜眼看向他，冷声笑道：“怎么，你想护着上官小姐？行啊，本王子给你个机会，你不懂算术，本王子不欺负你，拔出你的剑来，你敢不敢像个男人一样，和本王子一决胜负？”他一抬手亮出了手上的长刀。张怀安老脸一红，惭愧骂道：“吾乃读圣贤书之人，岂能与你用此粗鄙之法决斗？你真想比拼，那就与我在誓词上一较高下。”耶律斜仰头大笑：“罢了，算术你不行，刀剑你也不行，只会卖弄一些酸文而已，有什么资格与本王子一较高下？你蛮人，有辱斯文！”张怀安气得一结巴，一张脸都红到了脖子上。眼见耶律斜在这里风头无二，场上竟然无人能压得住他。皇后见状，气恼的都想散了诗会。只听慕容庆突然大笑：“好个蛮子，不过懂一些算术的皮毛，就敢在这里无法无天！好，好，好，本皇子做主，答应上官小姐与你一战。”你！上官婉急得伸出小手，在桌底下狠狠掐了他一把。这家伙简直是无耻至极，有什么资格带他做主？他还真是一点都不把他的安危放在心上。混蛋，你别胡闹！一旁的冯玉燕此刻也不禁为闺蜜捏了把汗，对慕容庆拿闺蜜当筹码的行为非常生气，她小声叫喊，着急阻止慕容庆：“六殿下，你要害了上官小姐吗？”张怀安更是暴跳如雷。慕容庆轻笑着问道：“张探花，你怎么知道我们会输？”这张怀安揶揄了下，抢辩道：“我承认，
你诗词造诣确实厉害，但是人不可能样样都会，样样都好吧？慕容庆大笑，哎，今天你就见到了，本皇子正是这样的博学之人。你也太狂了！张怀安被他自信的模样都搞急眼了，以为慕容庆太过轻浮，太过自傲，太不把上官婉的安危当回事。好，放眼大燕，也就六皇子一个男人，请六皇子说出你的彩头，这场比试马上开始。耶律协兴奋地抓住了画柄，担心皇后阻止，着急和慕容庆敲定此事。慕容庆在他身后扫了扫，正寻思着也睡他北辽一个姑娘。系统叮的一响，任务1，挖掉耶律协一只眼睛，奖励系统币100。任务2，放弃，扣除系统币100。嚯！慕容庆顿时眼前一亮，没想到连系统都看不惯耶律协的嚣张了，竟然给出100个系统币奖赏，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他当即选择任务1，与耶律协冷笑道：耶律王子，本皇子想要你一只眼睛，不知道你敢不敢答应？什么？这是什么彩头？要见血啊？六皇子这是要玩大的啊！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人皆是惊吓的沉默了下来，整个场上瞬间安静的，只能听见众人紧张的呼吸声。耶律协眉心一紧，这下轮到他为难了。刚才的得意之色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对未知结果的深深担忧。怎么样，耶律王子，用我们宰相的掌上明珠换一只眼睛，合情合理吧？慕容庆扬起了嘴角，混蛋，去死！上官婉在一旁牙齿直磨，还真被他当成交换的筹码了。大哥这是反将一军啊，高，实在是高。吴有良嘲弄大喝：耶律王子，你要是害怕，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对，你现在撤销这个赌约还来得及。张怀安着急附和，想要耶律协赶紧妥协。结！耶律协发出了野兽一样的嗤笑，自负大笑。笑话，本王子从小在狼堆里长大，玩的就是心跳。区一只眼睛，你想要，本王子给你便是。他面露狠光，拔出匕首，一刀扎进了桌里，准备豁出去了。张怀安绝望大呼：六殿下，您这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满意了吧？这小子还真敢玩啊！吴有良看着锋利的刀芒，噤若寒蝉，不敢再多发一言。慕容庆则是一脸的轻松惬意，好样的，耶律王子，你也是王庭数一数二的男人了。他的嘴角扬起，伸手示意耶律协出替上官小姐，你做好陪王子洞房的准备吧。耶律协阴鸷一笑，马上提笔在纸上写画画，半炷香后交给了慕容庆。你别浪费时间，我先看看。上官婉着急拿过手里，以为慕容庆就是在逞能，他的命运还得靠他决定。当看到上面的题目后，上官婉完全愣在了原地。这根本不是想象中的算术题，在他眼里甚至都不能算是文字。上面歪歪扭扭画着一个三角形状的图案，每条线都标注着奇怪的符号，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看向耶律协崩溃问道：你确定这是算术？孙子算经里有这样的题目吗？当然。耶律协得意大笑，这自然是算术题目，只不过不是你们孙子算经里的题目罢了。很明显，这上面画的是一个三角形，已知两条直角边长分别是3厘米、4厘米。求问第三条斜边长多少？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是多少？斜边面积。上官婉完全被问懵了，何为斜边？何为面积？耶律协大笑，上官小姐精通算术，连这个都不知道吗？面积即是一个面的大小，4是你们丈量土地的亩数，上官小姐难道不知道1亩地的面积是多少吗？这个我知道啊，我们1亩地是240方步，与你说的问题有何关系？上官婉还是不解。耶律协摇头轻笑，这就对了，我的问题正是1亩地多少面积的缩小版，只是你们的1亩地是4边形，我的是3边形，而且数字更精确而已。说了，这道题我不会做啊。上官婉顿时如若雷击，眼圈一红，泪珠子簌簌的流出，没想到自己仓促应战，竟然把自己搭进去了。而这个始作俑者正是身边的这个臭流氓。他的眼睛扫向慕容庆，这个家伙竟然十分淡定的喝着酒水，好像此事跟他无关一样。耶律协疯狂大笑，哈，本王子就知道这道题对你们来说实在是太难了，你们汉人只知道舞文弄墨，哪里知道算术的奥妙。上官小姐，看来你今晚只能跟本王子洞房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场上的众人着急的议论纷纷，要是让宰相知道此事，肯定让他们都吃不了兜着走啊。探花郎张怀安第一个站了起来，指着慕容庆抱怨大骂：六皇子，六殿下，全都是你，全都因为你害了上官小姐啊！我要禀奏宰相大人，禀奏陛下，将你重重严惩。冯世辉可算是逮住了机会，冲着皇后扯着嗓子告状：
皇后娘娘下官要弹劾六皇子慕容庆，不分场合，不顾国体，不讲礼仪，胡作非为，置上官小姐于险地，还请皇后娘娘明察，重罚此贼。臣附议。下官附议。微臣附议。在场有一半官员在冯世辉的示意下，纷纷站起来弹劾六皇子，只有周化成和吴有良、冯玉燕为慕容庆捏了把汗，相继起身为他说话。娘娘明鉴，六殿下也是为了扬我大燕国威才接下这个任务啊。是啊，娘娘，刚才没有人敢应战，只有六殿下站了出来，此刻要是处罚他，未免让人心寒啊。娘娘，看在家父的面上，求你饶过六皇子一次啊。冯玉燕当众给皇后跪在了地上。上官婉眉心一挑，没想到这个闺蜜竟然给慕容庆求情。皇后的面色已经冷到了极点，想起自己的侄女马上要遭受这个蛮人的毒手，皇后的眼睛里就满是杀机。老六，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她抬手招呼身后的侍卫，准备把这个老六马上打入诏狱。场上所有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慕容庆的身上，南梁使团还有北辽使团皆是一脸幸灾乐祸，方才的玉气一扫而空，仿佛已经把大燕国踩在脚下。六皇子，上官小姐，你们还不认输吗？耶律协已经爽飞到了天上，这种操纵别人命运的感觉简直太过瘾了。认输。慕容庆放下酒碗，摇头嗤笑，3岁小孩都会做的题目，你让老子认输？他抹了把嘴，拍了拍上官婉的脑袋，醉醺醺的吐道：老婆别急，老公这就给你出气。噗！在场的众人全部石化，皇后脑袋一晕，气得差点升天。生死关头，这个老六竟然还敢口不择言，简直是罪该万死。可恶，你乱喊什么？上官婉更是两眼冒火，彻底无语。面对场上众人的目光，又羞又愧，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王八蛋，老子跟你拼了！探花郎张怀安和冯世辉已经挽起袖子，打算跟慕容庆玩命了。慕容庆拍着自己的脑门，抱歉大笑：对不住，我忘了，我还没去你家提亲呢。他没敢再玩闹，一抬手跟吴有良示意：吴兄，拿笔来。吴有良错愕一愣，急忙把毛笔递上。慕容庆提笔，神色悠闲的立马在耶律协的题目下面写写画画。什么狗屁西域算术大师的徒弟，差点吓得他想找系统购买微积分和高数大全了。搞了半天，原来就是个勾股定律，外加直角三角形面积公式，这不是小学生都会的题目。耶律王子，你的眼睛怕是保不住了。慕容庆冷冷大笑，抬手将答完的题目交给了吴有良。这是答案。吴有良看着上面鬼画符的东西，不置可否的交给了耶律协。难道他真的知道解题的办法？上官婉在一旁也是看得云里雾里，心脏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上，直勾勾的盯着对面耶律协。不可能，这怎么可能？阿米尔汗只有我一个弟子而已，他是怎么知道答案的？勾股定理，3的平方加4的平方等于5的平方。直角三角形面积公式 S 等于1 2x 抵 x 高等于1 2乘以3乘以4等于6。当耶律协看到这两个算术公式，脸上的神色瞬间变得煞白，由嚣张变为惊愕，最后变成了慌乱和绝望。耶律王子，斜边是5厘米，面积是6平方厘米，我说的答案可正确？慕容庆再次问话，声如冰魄，让耶律协浑身战栗。眼见耶律协不再嚣张，在场所有人全部被雷得外焦里嫩。六皇子竟然答对了，这怎么可能啊？六皇子竟然还知道算术，他还真是博学多才啊！这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吧？议论声不止，所有人的目光又集中到了耶律协的身上，想看看他打算如何收场。辽国使团彻底慌了，急忙起身拱手赔罪：六皇子殿下，是我们王子不知道天高地厚，还请您饶他一次，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是啊，六殿下，您要什么补偿，我们大辽都能做到，还请饶过我们王子一次啊。我们王子可是王庭的继承者，不能失去眼睛啊。还请六殿下慎重，一旦我们王子受到伤害，我们两国定会开战啊。一群蛮子的肠子都快悔青了，一个个着急上火，威逼利诱，想要让慕容庆退上一步，放弃这个赌约。皇后娘娘，我大辽愿意出10万两银子，1万只牛羊，换取王子一只眼睛啊。娘娘，我们王子不能没有眼睛，就像是大燕不能没有您一样啊。娘娘，我们的女主人，还请开恩啊。使团头领带头跪在了地上，不要脸的扯着嗓子向皇后求情。这么多东西，合算啊，这个可以有，我们这次可是赚大了啊。场上有不少人动心，纷纷跟皇后谏言：娘娘，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华夏向来是礼仪之邦，既然辽国已经认法，不如咱们就饶过他们吧。是啊，以理服人，何必动刀动枪呢？今日乃是中秋诗会，不是战场，哪里能见血伤了天河啊？娘娘，答应他们吧。
一群软骨头听到赔偿就两眼放光，完全忘了耶律斜刚才是怎么咄咄逼人的。皇后同时也是心里一动，不想让两国的关系闹僵，正要下旨，这时候忽听慕容庆一声长喝：“辱我女人者，不可活！”他的身子如猎豹一般，突然从桌案的上面跳脱出去，一把拔起耶律斜插在桌案上的匕首，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挥出匕首便往耶律斜的右眼刺穿了进去。噗！猩红的鲜血混着一股黄白液体从耶律斜的眼眶里喷涌而出，在场众人无不是吓得嘶声大叫：“杀人了！杀人了啊！”侍卫们赶紧下场，先是护住了皇后，然后将失控的人群马上包围了起来。莫慌莫乱，全部坐下。侍卫头领李忠拔剑一喝，马上控制了全场。慕容庆拔出匕首，一脚将耶律斜踹翻在了地上，嘲弄大骂：“下次整点高数题，别拿着小学生的题目招摇过市。”眼睛，我的眼睛啊！耶律斜捂住右眼，滚在地上嘶声惨叫，哪里能听清楚他说什么？只是一会，他便生生疼晕了过去。快送太医！李忠看着慕容庆波澜不惊的神色，心中不禁也是一阵胆寒。没想到这位废物皇子平时柔柔弱弱，下手如此狠辣。要知道，普通人杀鸡杀鱼尚且不敢，这位皇子刚戳下一个人的眼睛，竟然跟没事人一样，还舔了下刀口。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可饮匈奴血，痛哉！他一声狞笑，仿佛地狱出来的杀神。胡虏血肉，原来是这个味道。慕容庆往地上啐了口唾沫，自觉腥臭无比，难以下咽。六皇子，我们大辽记住你了。北辽使团恶狠狠地瞪了慕容庆一眼，七手八脚地抬起耶律斜，在侍卫的带领下往太医院赶了过去。在场众人无不是胆颤心惊，无人再敢直视慕容庆的眼睛。皇后同样是面色煞白，在心里大骂慕容庆污染了这里的风景。晦气，真是晦气！他冷着脸一声呵斥：“老六，瞧瞧你干的好事！”说完，他伸出手招呼着上官婉拂袖而去。一场中秋诗会到了这里，也不欢而散。众人无不是摇头晃脑，议论纷纷，暗道慕容庆完了，冲撞凤年，非礼南凉公主，伤害北辽王子，破坏三国关系，不管哪一条都是重罪。慕容庆则是平静坐下，端起酒碗漱了漱口。任务完成，100个系统币到账。他才不管这个哪个，什么狗屁以礼相待，以仇报怨。华夏就是太客气，太守规矩，才让这些草原蛮子欺负了上千年。这个家伙未免也太爷们了吧！冯玉燕一脸崇拜地看着慕容庆，正要上去套近乎，结果被自己的兄长冯世辉强行拉走。眼下皇后大怒，她可以不想牵连到他们平家。野蛮人，早晚人头落地。探花郎张怀安在心里咒骂了一声，冷笑着追着冯世辉离去。场上只有周化成和吴有良留了下来，过去跟慕容庆招呼说道：“六殿下，我们也该走了。”老学究不停地抹着冷汗，说话都有些微颤。活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人血从眼睛里喷出的样子。吴有良也是面色煞白，搀扶着慕容庆的手不受控制的抖个不停。周夫子，吴道子，咱们继续喝。慕容庆晕沉沉的吐了一句，此刻是真的醉了，没走2步就倒在了吴有良的怀里。吴有良无奈喊了侍卫过来，一起搀扶着慕容庆才出了皇宫，把他送回了府里。短短1天，诗会上的事情便在燕京城传开，百姓们闻言无不是解气大叫：“好，六皇子干得漂亮啊！”南梁的娘们就得宠，北辽的蛮子就得打过瘾，太过瘾了。六皇子简直是我辈的偶像啊！此一战真乃扬我大燕国威矣！让北辽蛮子再敢欺负我大燕，下次再捅瞎他另一只眼睛。有机会，老子一定要跟着六皇子征战沙场，抢南梁的女人，杀北辽的蛮子，抢女人，杀蛮子。大街小巷欢呼声不止，各路权贵闻言却是另一番考量，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赞叹，有人记恨。太子，我六弟这是战神附体了吗？当为我的左膀右臂。4皇子，老六未免隐藏得太深了。8皇子，此子真乃我之心腹大患啊。燕帝，此子行径真是越来越让人难以捉摸，不过不失为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剑。皇后，此子就是一个煞星，还请陛下严惩啊。宰相上官策，有勇有谋，真乃奇才也，只是行为过于孟浪，非是治世能臣，而是乱世枭雄啊。太尉冯潇，他娘的，这小子真是绝了，敢吃胡虏血肉，老子喜欢。南梁公主萧月容，这家伙就是一个疯批，对了，还是个色胚。花魁柳如意，不愧是我男人。花魁赵盼儿，无耻蛮牛，把老娘扔在荒郊野外，也不说过来看望一下。贤郡王府，蕊儿跪在地上，向着头顶的夜空祷告：老天爷，保
保佑我家主子平平安安。小女王蕊儿愿意用生命来换她的平安。福伯，公主啊，您在冷宫过得还好吗？小主人长大了，她越来越有出息了。贤妃，华儿，你知道吗？皇上让为娘搬出冷宫了，从此咱们娘俩就能相见了。你在外面过得还好吗？第二天，燕帝早早派人传了旨意，让慕容庆进宫面圣。慕容庆晕沉沉地钻出了被窝。昨天喝了2坛子米酒，虽然度数不高，但是后劲极大，脑袋一阵阵的胀疼。他在软儿的伺候下，梳洗穿戴妥当，让福伯套上马车，准备去宫里。到门口时，侍女公孙芷突然站了出来，主动提议：“殿下，让奴婢给你赶车吧。”奴婢以前在家里干农活，赶车可是一把好手。慕容庆打量了他一眼，他的长发盘起，正是带了他送的发簪。行啊，他摆了下头，答应了他。上车后，撩开帘子坐进了里面。公孙芷嘴角微微往上扬起，跳上马车，拿上鞭子牵动缰绳，动作熟练，一气呵成。福伯看得松了口气，叮嘱说道：“你在路上慢着点，别伤了皇子。”明白。公孙芷调转马头离开，沿着御街往宫里赶去。慕容庆透过纱帘看着他的身板，标准的习武之人才有的虎背、丰腰、螳螂腿。只是相较于男人的健壮，女人则是显得格外的健美。与这个世界柔弱的妹子相比，公孙芷像是从健身房里出来的。匀称的肌肉线条配上精致的面容，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尤其是那双白净的玉手，可不像是干农活的。阿芷，慕容庆喊了一声，公孙芷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殿下，您在唤我吗？”“对啊。”慕容庆笑着道：“我以后称呼你阿芷可以吗？”“可以。”公孙芷面无表情的点头，好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机器人。“我发现你好像不太喜欢笑啊。”慕容庆打趣：“奴婢生来就是这样。”公孙芷专心赶车，神色不变，仍是一副爱搭不理的高冷模样。慕容庆轻笑着建议：“女孩子嘛，笑一笑总归是好看的。”公孙芷没理他，沉默了一路，把他送到了皇宫门口。慕容庆下了车，让他在宫门外面候着，不要乱跑。这里是皇宫禁地，一旦闯入被禁军带走，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公孙芷回了声“诺”，随后闭上了眼睛。慕容庆在心里暗自嘀咕：这么漂亮的姑娘，不解风情，真是白瞎了这个脸蛋了。他在勤政殿里见到燕帝，马上拱手弯腰，施了一个大礼：“儿臣拜见父皇。”老六来了。燕帝放下了手中的折子，跟一旁的张德顺吩咐给六皇子赐座。赐座。张德顺扯着公鸭嗓喊了一声，马上有太监搬出了椅子，招呼着慕容庆坐下说话。慕容庆的眉心稍微松了松，看情况，今天让他过来不是什么坏事。你昨天可是出尽风头了啊。燕帝端起茶碗喝了口，让侍从也给慕容庆上了杯茶。慕容庆恭敬接过茶碗，放在一旁，欠身回道：“儿臣昨天喝了太多酒，醒来后好多事情都忘了。如果有办事不周的地方，还请父皇责罚。”喝醉了。燕帝轻笑道：“这倒是解释得通了，正常人干不出你那样的混账事，请父皇恕罪。”慕容庆马上站起，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跪在了地上。“行了，你怎么又跪下了？”燕帝白了他一眼，扶扶手道：“起来说话吧，朕也没有说过要治你的罪啊。”“多谢父皇。”慕容庆起身，半个屁股小心坐在了椅子上。演戏吗？他宫斗剧看得多了，知道怎么让皇帝老登放松戒备。燕帝嘴上说厌恶这种行为，脸上的神色明显十分满意，告诉他道：“近日云州军报不断，战事一触即发。现在既然军饷已经筹备妥当，你这个大将军也该奔赴前线了。”终于来了。慕容庆心中大喜，太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离开朝堂，把控军队，皆是进可攻，退可守。在这个世界，再也无需惧怕他人的威胁。儿臣定然尽心竭力，不负父皇所托。他拱手下拜，一副忠贞不二的模样。燕帝则是话锋一转：“你先不要高兴，朕虽然可以给你大将军的名头，但是却没有一兵一卒给你。到了云州，兵马还得你自己筹建。”噗！慕容庆顿觉有些吐血，满脸诧异地看向燕帝：“父皇，这是为何？”燕帝叹气道：“你也知道，最近中原秋雨不断，正是黄河汛期，父皇现在手上能调动的兵马，全部派往中原赈灾去了。提防中原和江南，远比提防燕北重要啊。”可……慕容庆吞吞吐吐，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感情这是让他当了个光杆司令啊。他询问道：“那100万银子的粮草，父皇可给儿子准备好了？”燕帝吐了口闷气，提起这个，朕就更生气了。朝廷的这帮文武官员，没有一个用心办事的，国库空虚，贪墨横行，民不聊生。朕将你的银子交给户部，谁知道2-3天就被他们挪用光了。粮草一事，
还得你自己来想办法。尼玛！慕容庆暗自爆了粗口，要不是老登是皇帝，他非得上去揍他一顿不可。这是不给马吃草，还想让马快跑。老六，父皇知道你很为难，但是父皇相信你的能力，凭你在诗会上的表现，父皇对你相当的有信心。除了人和钱，父皇不能给你，其他你要什么，父皇就给你什么，绝对给你在外面便衣从事之权。燕帝给慕容庆打了针鸡血，得，还算说了巨人话。慕容庆也不客气，当即从怀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公文，让张德顺呈交了上去。父皇，这事儿臣最近想出的生财之道，还请父皇过目。燕帝一抬眉，没想到他是有备而来。他拿过后看了眼一摞文书，封面上用大字写道：关于七里河娱乐城开发建设项目规划。慕容庆介绍道：父皇容禀，儿臣以为咱们大燕并非是没钱，而是钱都藏在权贵之家，靠着目前的税收政策，无法充分的把这些钱调动利用起来。所以儿臣打算在京郊七里河一带筹建一座专门用于娱乐消费的小镇。在这座镇子里，有茶肆，有酒房，有赌场，有青楼，囊括所有赚钱的营生，不分昼夜，没有宵禁。儿臣预估每个月至少能给咱们大燕带来10万两白银的税收。燕帝翻看着这份规划书，顿觉一脸的稀奇。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奏书，前面有大纲目录，后面有详细介绍，包括娱乐城的前期建造花费、后期招商引资、维护、安防、税收策略，标注得清清楚楚。翻到最后，竟然还有平面规划图。燕帝眉头紧皱，感觉此物竟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有意思。老六啊，老六，你为何总是能给朕惊喜呢？燕帝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个当初怎么都瞧不上眼的儿子，略微思考过后，提笔便在后面朱批道：准。慕容庆松了口气，来时还担心老登接受不了这么现代的报告，看来他是多想了。燕帝比他想象的更有魄力，更有野心。多谢父皇支持。他从张德顺手里接过项目书后，深深鞠了一躬。燕帝轻笑道：朕拿走了你的钱粮，总得给你一些补偿才是。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慕容庆干笑着连忙摇头：不敢，有此天恩，儿臣哪里还敢得寸进尺。不会吧？燕帝玩笑问道：你的媳妇不想要了吗？啊！慕容庆惊喜问道：相爷答应了。燕帝摇头：朕还没有下旨，只是多了一些变故。他拿出了一个折子，示意张德顺交给慕容庆。变故。慕容庆拿过折子看了眼，竟然是太尉冯潇的奏请，主动提到想把女儿冯玉燕许配给慕容庆。燕帝喝了口茶，调侃说道：你现在倒是成了香饽饽了，一面是宰相之女，一面是太尉之女，你自己选一个吧。慕容庆顿觉纠结了下，这俩岳丈，一个掌天下正事，一个掌天下兵马，有一个那便是坚强后盾。他看着燕帝，半开着玩笑道：可以两个都要吗？滚蛋！燕帝笑骂：你还真是不客气，人家堂堂的三公，哪个会让女儿当你的小妾？慕容庆在心里嘀咕：那我让两个都当正妻还不行？什么一妻多妾制，还不都是人定的？他认真思量了下，从此次的调兵遣将来看，燕帝明显在针对冯家。这也难怪，冯家在军中势大，是个人都会忌惮，不怕秀才造反，就怕军队倒戈。如果选择冯家，燕帝肯定会如鲠在喉，而且冯家有八皇子要扶持，他投效过去，冯家未必会全力支持他，所以在目前的局势下，选择上官家是最优的选项。想到这里，慕容庆果断下了决断，拱手奏请道：儿臣与上官小姐一见倾心，还是想与她共结连理。燕帝果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错，初心不改，大丈夫所为。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朕便即刻下旨向上官家提亲。多谢父皇。慕容庆看他的神色，暗道自己赌对了，老登果然是在故意考验他。但凡他选择冯家，估计都活着走不出皇宫。他拱手告退后，燕帝最后又给了他一个甜头：昨日朕已经让你母妃搬到景福宫居住了，你们母子也好多年没有见过面，以后多来宫里看看他。慕容庆心道：你个老登，还有脸提起此事？当初嫌弃他母亲是个官奴出身，让他母亲住在后宫最低等的新者库里，脱裤子积极，拎起裤子不认账。现在终于良心发现，让他母亲住进东宫了。后宫分3宫6院，皇后、贵妃住在中线3宫里，其余诸妃杂志宫嫔居于东西6宫之中，以东6宫为贵，西6宫为次。景福宫正是东6宫之一，算是一夜之间飞上枝头了。儿臣这就去拜见母妃。慕容庆激动叩谢，退出书房后，由张德顺安排人带着去了母妃的住处。一座偏僻的院子里，太监和宫女们进进出出，正在收拾着东西。这地方此前一直闲置，贤妃搬过来后，
内务府才派人过来整修。慕容庆远远就见到一个身着管事服饰的嬷嬷，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在2个侍女的伺候下，吆五喝六的在现场指挥。他的母亲娴妃却是小心的站在一旁给这个管事嬷嬷侦查。她的身材清瘦，面色发黄，因为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皮肤显得颇为粗糙，穿着也极为朴素。饶是如此，也掩盖不住她美人的底子。母子上次见面还是3年前的除夕宴上，那时候慕容庆刚穿越过来，对这个母亲没有一点印象，因此还闹了不少误会，让母亲以为他是嫌弃他。管事嬷嬷喝着他递过的茶，扯着嗓子抱怨：“我也是倒霉，好端端的清闲不想，跑到这里给你干活来了。你说你儿子是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突然受到了陛下的重用，连你也跟着母凭子贵，住进这东宫大院里来了。可是你也别着急得意，东宫不比西宫杂院，这里住的可都是当红的娘娘，谁都是不好招惹的主儿。尤其是我们静妃娘娘，协助皇后掌管东宫，那可算得上一宫之主。你在她面前最好规规矩矩，毕恭毕敬，不然的话，有你好果子吃的。谨记孙嬷嬷的话。”娴妃卑微欠身，身为妃子却被一个嬷嬷训斥，简直是倒反天罡。孙嬷嬷喝了茶，在嘴里涮了涮，一口喷了出来，把茶碗甩在了地上，生气骂道：“你这都是什么破茶，跟杂草一样，也太难喝了吧！”娴妃伸出手帕，急忙给她擦着衣服，连连赔罪：“嬷嬷恕罪，我平时喝的都是这种粗茶，并非是有意怠慢。行了，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跑过来伺候你这个穷鬼。”孙嬷嬷一把将她的手推开，毫无尊卑的在她的面前颐指气使。静妃的人，曹家曹丽华，大燕第一富商之女，连狗都敢欺我母妃。慕容庆的眉心一寒，杀气腾腾的进门，带着小太监径直朝着孙嬷嬷冲上去。后宫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孙嬷嬷满脸意外的盯着他，没等他开口盘问，慕容庆一脚便踹了出去。砰！脚心正中孙嬷嬷的肚子，把她往后面踹飞出去3米，重重的撞在了树上。孙嬷嬷只觉得五脏翻滚，疼得倒吸了口凉气，从嘴里呕地喷出了一口腥血。在场众人皆是吓得目瞪口呆。你是何人？竟敢对我们孙嬷嬷无礼！哎呦喂，我的肚子啊！孙嬷嬷捂着肚子，一张老脸通红，半天才发出声音：“来人，来人啊！”孙嬷嬷身边伺候的2个婢女，一个过去搀扶孙嬷嬷，一个着急冲着周围的太监大喝，还不赶紧把这个狂徒拿下！啪的一声，慕容庆一个耳光甩在了婢女的脸上，把她也往一旁抽翻在了地上，指着她大骂：“贱婢，你也想找死吗？”这一群太监被慕容庆的气势所慑，往后面退了退，皆是站在一旁不敢动弹。你是什么人？竟敢在东宫行凶，不想活了吗？婢女捂着脸，嘴里含着血，哭喊着大骂，脸蛋通红，显出5个巴掌印。给慕容庆引路的小太监厉声教训：“瞎了你们的狗眼，见了贤郡王也不赶紧下拜。”神？什么？他就是那个生吃人肉的煞星？在场的宫女太监皆是吓了一跳。倩儿，娴妃也愣在原地，惊讶地看向慕容庆。3年时间，尤其是慕容庆德系统淬炼了肉身后，容貌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不但个头窜了一大截，人也壮实了很多，连娴妃都没有第一时间认出儿子。昨日诗会的事情在宫里面传得神乎其神，上至嫔妃，下至宫女，皆是听说了慕容庆的事迹，把慕容庆说成了是一个生吃人肉的魔王。殊不知慕容庆也就是舔了一口刀尖血而已。在场的众仆从无不是惊吓的跪倒在了地上，恭敬施礼：“奴才见过6殿下。”只有孙嬷嬷和2个婢女颇为不服，不过碍于慕容庆吃人的模样，还是恭恭敬敬的跪下施了一礼。慕容庆眉带寒光，扫过他们，随后看向了母亲，马上变成了心疼的模样，跪在地上给他施礼：“不孝子慕容庆叩见母妃。”“倩儿，真的是你吗？”娴妃捂着嘴，激动的一下红着眼睛，连忙将慕容庆搀扶起来。“母妃，是我。”慕容庆掏出帕子扶住他单薄的身子，给这个异世界的母亲擦了擦眼泪，心中感慨万千。他的灵魂虽然不属于这副身体，但是母子连心，这具肉身的本能让他对眼前的这个少妇天然的亲近。“儿子，我的好儿子！”娴妃没有绷住情绪，抱着慕容庆大哭了出来。等他的情绪稳定下来，慕容庆先是招呼着他在椅子上坐下，然后扫过孙嬷嬷等人，厌恶的一声呵斥：“还不快滚！走，快走！”孙嬷嬷如得赦令，赶紧让婢女搀扶着他离开。慕容庆扶扶手，让周围的太监宫女继续忙自己的，他亲自斟茶给娴妃递上：“母妃，孩儿不孝，这些年让你受苦了。”面对这个生养他的女人，慕容庆是满心的愧疚，因为他的无能让他吃了太多的苦。“不辛苦，不辛苦。”娴妃接过茶，
欣慰地抹着眼泪：“母妃能看到你长大成人，一切就知足了。”他激动地握住慕容庆的手，脸上没有任何的抱怨之色。慕容庆抚摸着他的手背，不禁也红了眼眶，上面全是皲裂的口子，还有磨出来的老茧。母子重逢，少不了一阵长吁短叹。等两人的情绪都平静下来，后面伺候的婢女给慕容庆奉茶，不满提道：“殿下，您刚才可闯了大祸了。”慕容庆看向他，眉心一挑：“怎么了？”婢女带着抱怨道：“那孙嬷嬷是静妃身边的老人，现在是东宫的长侍，你打了她，她定会心生不服，回去后肯定会找静妃告状，到时候您拍拍屁股走了。”静妃怪罪下来，受苦受罚的还是主子。慕容庆意外地打量了下这个小婢女，她长得眉清目秀，两眼有神，思路还挺清晰。贤妃打断了她：“孙儿，不得无礼，静妃要怪罪，由我担着就是了。”她抹了把眼泪，马上招呼：“好了，庆儿，你要没事就赶紧走吧，别等静妃过来再和她起冲突。”“没事的，母妃。”慕容庆神色轻松，不过是商贾之女，用不着怕她。有儿臣为你撑腰，以后在后宫再没人能欺负你们了。贤妃和孙儿都是一脸诧异地看着他，以前的他可是畏畏缩缩，见谁都低一头，在人前都不敢大声言语，现在却是男人味十足，感觉像是变了个人一样。可是咱们娘俩在燕国无依无靠，怎么能斗得过人家啊？贤妃却是满脸的担忧，不想因为自己给慕容庆惹事。那是以前。慕容庆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神自信道：“现在儿子就是你的依靠，好儿子，娘都听你的。”贤妃的鼻子一酸，见慕容庆懂事的模样，不禁又流出了眼泪，同时他心里也做好替儿子承受责罚的准备。不出婢女孙儿所料，只是一会，院外便传来了太监公鸭叫的声音：“静妃娘娘到。”院子里正在干活的宫女、太监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一个个恭敬地跪在了地上。只见前面有一行宫女和太监开道，后面抬着一位身穿锦袍的少妇，趾高气昂地走了进来。孙嬷嬷和两个被打的婢女紧跟在后面，进门后指着慕容庆便告状道：“娘娘，正是那贤郡王出手伤人。”静妃犀利的目光与慕容庆对望在一起，她的年纪不大，比贤妃还小4岁，16岁为燕帝诞下了10皇子，今年不过才30有6，因为保养得当，身材和脸蛋都不见老气，反而多了一些少妇的风情，尤其是傲人的胸围，把锦袍撑得高高耸起，估摸着是生于富商之家，从小不缺营养，在这个世界非常少见。叮，系统突然冒了出来，把慕容庆吓了一哆嗦，以为系统这个骚货连静妃都不放过，会让他非礼静妃，这尼玛想想就刺激。任务1，当众长乖静妃，奖励系统币100。任务2，当众吃静妃豆腐，奖励系统币1000。任务3，拒绝任务，扣除系统币100。嚯！慕容庆松了口气，按道系统还算有点底线，给了3个选项，同时发现系统的奖罚是按照作死程度的高低评定的。4是当众长乖静妃，乃大不敬的死罪，奖励的系统币比寻常任务要高10倍。吃静妃豆腐，那是神仙都难救的死罪，又翻了10倍。现在他的钱包里有了上百个系统币积存，他已经有了拒绝系统的本钱，不禁在心里盘算了下，要不要得罪这位皇上眼前的红人。狗东西，你好大的胆子，敢来本宫的东宫闹事！相隔10米，有人给静妃搬上太师椅坐下，他傲慢的眼神扫过慕容庆母子，像极了办公室里尖酸刻薄的女领导。贤妃见状，急忙上前跪在了静妃的面前：“静妃娘娘恕罪，一切都是我的不是，与我儿子无关，还请静妃娘娘放他离开，我愿意承担一切责罚。你个上不了台面的奴婢，倒是在这里护起犊子来了。”静妃存心想拿他立威，自是不想放过这个机会。纵容恶子在东宫行凶，罪不容恕，等本宫先修理完你的狗崽子，再来修理你。他鄙夷的斜向慕容庆，冲着身后的太监发话：“来人，将这位不懂规矩的狗崽子拉下去杖责30，然后禀奏陛下发落。”诺。太监们领命，正要上去将慕容庆拿下，慕容庆搓了搓手心，冷冷一笑。本来还犹豫要不要拒绝系统任务，现在显然是没有退路了。领取任务1，爷爷的长乖静妃还有理由可以辩解，吃静妃豆腐奖励虽大，但却是必死无疑。慕容庆可没有头铁到给皇帝老登戴绿帽子，他跨步上前护住母妃，搀扶起她，然后看向静妃冷笑道：“静妃娘娘，你说我是狗崽子，不是吗？”静妃不屑大骂：“凭你的身份，在我眼里连狗崽子都不如。”慕容庆大笑一声，反问道：“我是狗崽子，那父皇是什么？”静妃的面色一变，急忙狡辩：“你别在这里咬文嚼字，本宫骂的是你，跟陛下何干？可是你明知道我是父皇的儿子，却骂我是狗崽子，
岂不是在骂父皇是狗？慕容庆步步相逼，你个！静妃想骂出声，却生生憋回了肚子里，一张媚脸都红到了脖子上。这话要是传入燕帝耳朵里，他必然受罚。你们还愣着干嘛？还不把这个祸乱后宫的东西给本宫抓起来！他被气昏了脑袋，打算先把慕容庆痛打一顿再说，到时候封锁消息，谁敢把这里的事情告诉燕帝？六殿下得罪了！一群太监冲上去，伸手出想把慕容庆的胳膊扭住。慕容庆猛地伸手，啪啪啪，一巴掌抽在一个太监的脸上。对付这些不男不女的东西，只是使了半成力，他们便捂着脸，一个个惨叫着滚在了地上，后槽牙都被抽得混着血水喷了出来。眨眼间，5、6个太监被反倒在地。慕容庆已经站在了静妃的面前，把静妃吓得失声大叫：“放肆！你简直太无法无天了！”慕容庆心里冷笑，无法无天的事情，他还没做呢。他抡圆了胳膊，一巴掌抽在了静妃的脸上，啪的一响。静妃惨叫一声，脑袋猛地一歪，从椅子上翻滚了下来，重重摔在了地上。白嫩的脸蛋瞬间浮起5个巴掌印，一会变肿得跟猴屁股一样，脑袋晕乎乎的，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在场所有人皆是惊得愣在了当场，没想到慕容庆竟然连静妃都敢打，这简直是反了天了！哎呦喂，我的亲娘脸！孙嬷嬷拍着大腿，第一个反应过来要上去扶起静妃。慕容庆一把扯住她的头发，把她往后面甩了出去。老猪狗，全都是你闯的祸事！孙嬷嬷一屁股蹲在地上，脑袋重重撞地，肚子还没有好，脑袋在石板上又撞击下，瞬间起了个大包。其他丫鬟见状，吓得皆是不敢再动。静妃欺君，罪不容恕！你们若是不服，尽管去陛下面前上告！他眼带杀气，扫过在场众人，一群太监、宫女吓得早已是浑身大汗，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叮！系统提醒：任务完成，奖励系统 B100。还不滚蛋！慕容庆满意收手，一声大喝，众人才如得赦令，一个个着急上前搀扶起静妃，狼狈地逃出门去。贤妃和丫鬟穗儿完全吓愣在了原地。等到静妃的人都走光后，主仆2个才缓过神，看着慕容庆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慕容庆轻松安慰道：“母妃、穗子，你们别怕。静妃侮辱圣上在先，不敢去父皇面前告状，而且即便事情闹大了，父皇也不会怪罪我的。现在燕帝正指望着他去前线拼命，哪里会因为这点私事惩罚他？”贤妃和穗儿仍是满心担忧，着急跟慕容庆劝道：“皇儿，有你这份孝心，娘亲就是死也值当了。当年蜀国灭亡，娘亲本来就该殉国的，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侥幸。你不用再担心娘亲，快离开这里，所有的罪责皆是由娘亲来担。”慕容庆叹了口气，知道贤妃是不信他的话，毕竟当众长乖静妃乃是天大的罪状。他没再解释什么，从怀里掏出了1沓100两的银票，塞到了贤妃的手上。母妃，这些钱你拿着用，宫里面的人都是势利眼，没有好处，他们是不会甘心受你驱使的。儿臣这就告退，你们保重。慕容庆跪在地上，给贤妃重重磕了个头，起身后大步离去。贤妃看着他壮实的背影，握了握手里的银票，一时泪流满面。父皇，您看见了吗？您的外孙长大了，他能撑起一个家了。穗儿心疼的赶紧给他擦起了眼泪，大眼睛盯着慕容庆，不舍得放开。刚才慕容庆长国静妃的模样，简直太爷们，太让人崇拜了。慕容庆离开后，静妃果然没敢把事情闹大，只是让人封锁了消息，不许任何人向外面透露。一来他被长乖，太过丢人；二来他确实无礼在先。闹到燕帝那里，未必占了便宜，虽然事情没有捅到上面，但是在后宫之中却是传开了。大家都知道，贤妃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儿子，心中不自觉地对他敬重了3分，再不敢有半分的轻视和欺辱。慕容庆也由此得了个称号，拼命6郎。第2天，太尉府，冯潇收到宫里的消息，顿时面色一寒，右手都跟着颤抖了起来。可恶，可恶啊！他一把揉碎了手里的信纸，爆发出恶虎般的咆哮。2个儿子冯世良和冯世辉皆是被吓了一跳，着急问道：“爹，发生什么事情了？”冯潇闷吼道：“那个狗东西竟然弃了你妹子，选择了上官家。”什么？冯世良和冯世辉皆是满脸意外，本以为他们主动上奏提亲，妹妹许配给慕容庆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没想到最后还是便宜了上官家。冯世辉大骂道：“这个瞎眼的东西，他得罪了我们冯家，还想在军中干出一番事业，他怕不是在想屁吃呢。”冯世良则是愁眉道：“小妹听到此事，怕是要伤心死了。”冯潇黑着脸，同样是一阵苦恼。他前日还信心十足地跟冯玉燕承诺，一定把冯玉燕嫁给慕容庆，结果慕容庆转头就选了上官家，简直是打他的脸。
他既然选择当我们的敌人，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冯潇面带杀气，跟2个儿子吩咐，先不要告诉你们妹子，我怕她接受不了。知道了。冯世良和冯世辉皆是点头，对慕容庆都是恨得要死。上官府此时同样是一阵热闹，上官涛站在父亲面前一通抱怨，这个六皇子怎么就盯上咱们家婉了？他把婉儿害得还不够惨吗？当众羞辱不说，现在还要娶她，简直是把咱们上官家往死里羞辱啊！上官侧眉头紧皱，轻声叹道：陛下这一招也太狠了，公然拒绝冯家的提亲，反而将婉儿许配给六皇子，看似对我们的恩宠，实则把冯家逼到了我们的对立面上。从今往后，我们2家再也没有缓和的余地了。谁说不是？原本婉儿嫁给冯家，我们2家就能结成亲家，现在可好，成了仇人了。上官涛同样是郁闷的直拍手。上官侧扶手，吩咐说道：你去告诉你妹子，陛下暂时只是给他们定亲，真正要结婚还得等到六皇子从云州回来。你让他放心，这段时间爹会想办法从中周旋的。孩儿明白。上官涛拱手退下，硬着头皮到后面的闺阁里找上官婉去了。圣旨同时传到了慕容庆的手上，只是订婚。他挠了挠头，按道皇帝老登还真是抠门的很，给儿子讨老婆都这样抠抠搜搜，难道是怕他战死沙场，想来个2次利用，再把上官婉赐婚给别人？3日后订婚。慕容庆的脑袋急转，暗道即便是订婚，未尝不能设一顿订婚宴，把7大姑8大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全部都叫过来，到时候提前让太子表态，给他提前随个1.8两的份子钱。其他人见状总不能空手来，好坏也得包点红包，这一笔少说也能赚个10.8两。想到这里，他不禁露出了老财主的笑容，马上让蕊儿准备了红纸，由他亲自写了邀请函，给他的这些权贵亲戚们全部都送过去。这个年代结婚的流程比较繁杂，首先是内彩，男方需通过媒婆上门提亲，女方有意向一婚，男方才可带着代表忠贞的火焰去女方家求婚，然后是问名、纳吉、纳征、请妻，最后才是迎亲、拜堂、洞房。民间尚且如此，宫中自然更甚一筹。圣旨刚下达，便有礼部的人上门，专门给慕容庆制定了订婚、结婚的各项流程。慕容庆不在乎这些，只想把订婚宴办成捞钱宴。实在是这个时代还没有广告，不然的话他非得整几个广告位出来不可。3天准备时间，慕容庆忙得焦头烂额。他把楚元良叫了过来，让他负责本次宴会的筹备。这位同乡商会会长在他心里已经默认成了财政部部长，打算由楚元良专门负责理财的问题。为此他还专门花费10个系统币购买了一整套有关现代商业运作的书籍。慕容庆参考提炼了一些精华，连夜誊抄下来，让楚元良学习，诸如传统行会的组织架构改革、传统商会制度的弊端、传统商业业务的拓展和延伸，在银本位的制度下，金融贸易如何能快速的掠夺积累。楚元良不愧是这个时代的商业精英，慕容庆只是提点了一些宏观理论，他马上能深入的剖析和总结。这一个个超前的商业思维像是一盏盏明灯在他的脑子里点亮，一时间他对慕容庆简直奉为神人。放眼古今，无一人能似慕容庆一样，能把商业形态总结得这么到位。他庆幸自己上对了船，与这样思维超前的主子共事，简直是太痛快太过瘾。每次与慕容庆见面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最关键是慕容庆对商人没有任何的歧视，每次都能与他齐平坐，话里话外都是对商人的肯定，这让楚元良大为感动，在心里认可了这个主子，暗下决心宁死也要辅佐慕容庆。慕容庆一面指导楚元良，一面指导着自己新属的文化宣传部部长吴有良。此次的招待工作他全权交给了吴有良，当然也不让吴有良白忙。大晚上他奋笔疾书，把从系统那里购买的古典小说誊抄下来，然后交给吴有良去出版发行。这一笔花费又是10个系统币，亏得他长乖竞飞，获得100个系统币，不然根本撑不住这么霍霍。当吴有良拿上《三国演义》的初稿后，只是翻看了2章，便彻底跪倒在慕容庆的面前。这本慕容庆口中的架空历史小说，简直是想象力惊人，一个个人物有血有肉活，竟不像是创作所得，而像是某个世界真实发生的历史故事。他万万没想到，慕容庆除了作诗弄词，竟然还能写出这样的通俗读物。只是一眼，他便断定此书定然爆火。这一刻，他对慕容庆的崇拜同样达到了顶点。慕容庆用热鸡蛋滚着黑眼圈，没工夫听他和楚元良拍马屁。他用了一首新诗当礼物，请了周化成出山当媒人，前往相府给他说媒。要知道，周化成作为清流一党，向来与宰相上官策不合，
能让周化成低头当这个媒人，上官策是大为惊奇，同时也赚足了面子。虽说多少有些不情愿，但是皇命难违，加上周夫子上门，他没有做过多的为难，痛快的收了定聘，交出了女儿的生辰八字。青天剑专门给慕容庆和上官婉测了下，说是天生一对的好姻缘。慕容庆事后找内部人士打听了下，据说是两人的八字根本不合，上官婉是水命，他是火命，强行在一起以后势必水火不容。慕容庆不在乎，他找上官婉只是为了借助上官策的权势。至于女人，狐媚有皇嫂赵盼，知性有花魁柳如意，可爱有丫鬟蕊，冷艳有侍女公孙芷，还有精神小妹冯玉燕。他的身边根本不缺女人。一系列的事情忙完，订婚宴终于开场。太子慕容熙作为主宾，按照与慕容庆商量好的，在礼房里大手一挥，随了100万两份子钱，当场宣布提前给慕容庆随礼了。100万两！当所有宾客听到这个数字，全都惊呆在了原地。众人以为太子是在开玩笑，这只是订婚，又不是结婚，哪里有订婚就收份子钱的道理？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太子侍从取出100万两银票摆在了桌上，让账房先生记在账上，大家才算彻底服气了。这订婚宴不是白吃的，而是要提前随礼的。当初慕容庆与太子约好，如果他能筹集100万两，当上镇北大将军，太子便再给他追加100万两，当做他起兵的本钱。今天刚好用作上里打窝，一举两得。一群宾客都是一头黑线，按道这太子的心也是真够大的。慕容庆睡了他的妃子，他一点都生气，还给了这么厚的礼钱。他一出手，别人哪里好意思白吃白喝？给的少，那都是对太子的不敬。其他皇子、公主、郡王、郡主更是要面子的人，太子出手阔绰，他们自然也不愿意甘当人后。皇子打底10万两起步，八皇子更是添了个彩头，给了50万两，郡王1万两起步，公主5000两起步，郡主1000两起步。光是这些皇族子弟，礼金加在一起，差不多已经到了100万两银子。份子钱这东西，大家都不心疼，毕竟他们以后办事，慕容庆还是要还回来的，相当于出借慕容庆也没有亏待他们。酒宴吃的是铜火锅涮肉，喝的是他亲自酿造并且珍藏了3年的高粱白。一晚上有一半的宾客喝趴在了地上，对白酒的度数没有一点敬畏，好像是喝米酒一样，用大碗往嘴里灌。慕容庆被人灌了一圈酒，喝的也有些大了，左手搂着太子，右手搂着八皇子，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发誓今后要好好孝敬他们2位兄弟。那场面完全是兄友弟恭，哪里有半点你死我活的争斗模样。等酒宴散去，他送完宾客，立马就跟没事人一样清醒过来，拉着蕊儿坐在床上数起了银票。一对账，好家伙，足足250多万两，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要知道大燕国库每年的税收，即便是丰年不过才上1000万两。看完礼单，慕容庆指着四皇子慕容恪的100两份子钱，与蕊儿定对道：四哥今天来吃酒了吗？他感觉这点钱都不够他的酒钱。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白酒，他的酒可都是宝贝。蕊儿摇头，四皇子没来，只是让侍从过来随了礼。好吧，慕容庆这个奸商失望了下，暗暗吐槽：好一个抠门的铁面王啊！四皇子慕容恪，娘就是当朝御史大夫周彦博，此人和大儒周化成是同族，但是在清流里却属2个派别。周化成是儒学北派，周彦博崇尚南派。四皇子慕容恪有这层关系，自然是清流在朝中的代理人。他的性子冷酷，办事一丝不苟，从来不喜与这些兄弟鬼混，整天都待在御史衙门办差，不是弹劾这个就是弹劾那个，所以人送外号铁面王。对于他的行为，慕容庆并不感觉意外。让他意外的是，冯家小姐冯玉燕随礼10万两白银，花魁柳如意随礼10万两银子。他惭愧询问，他们怎么也随礼了？邀请单上有他们吗？蕊儿提醒道：你不是说认识不认识的都要发帖子吗？我就给他们也送了一份，没想到他们真的派人过来随了礼钱。你可真有眼力劲。慕容庆揪了揪他的脸蛋，这俩妹子他躲着还来不及，现在竟然还让人家随了礼钱。他正揪心的时候，福伯突然在外面禀告，说是冯家小姐冯玉燕在外面请见，而且说什么也不肯进门。慕容庆一头冷汗，按道这10万两份子钱果然不好拿。他让蕊儿把钱整理一下，一个人硬着头皮出门迎客。府门外，冯玉燕坐在马车上没有下来，他让车夫在一旁盯着，让慕容庆上了马车，在车厢里和他坐在一起。慕容庆看他的手摁在一把未出鞘的长刀上，不禁脖子一凉，干笑着说道：来都来了，干嘛不进府里坐坐啊？冯玉燕的声音冰冷：你都是有老婆的人，我还能随便进去吗？
慕容庆纠正道：“暂时还不是老婆，是未婚妻，有区别吗？”冯玉燕瞪了他一眼，眼圈红红的，带着哭腔骂道：“本来我不打算来的，可是我不服气，我到底比婉差在哪里？论容貌，我自以为不输给他；论家世，我们两家也是平分秋色。为什么你选择他，不选择我？”他越说越激动，手上的长刀跟着不断震响。咱能先把刀放下再说吗？慕容庆心虚的安抚，等他握着刀柄的小手松了松，这才开口狡辩：“不，解释。玉燕，说实话，我和你要更熟悉一些。如果真的能自由选择，我一定选你，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上官婉儿。你没骗我。”冯玉燕眉心一挑，脸上的杀气终于散了一些。这种事情，我怎么好骗你？慕容庆一副身不由己的模样，叹气说道：“我和你二哥的情况，你也知道，包括我自己的立场，完全是站在你们家的对立面。你好好想想，我是太子的人，怎么可能与你们冯家结亲？那不是背离太子，忘恩负义吗？到时候还不得被人戳碎脊梁骨？可是……”冯玉燕的嘴角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堵在喉咙。她虽然不关心政治，但是基本的朝局还是知道的。这么说，你心里是有我的，只是因为其他原因不能和我在一起。她生冷的语气逐渐变软。慕容庆暗暗松了口气，脑袋直点。当然，毕竟那天我的初吻都被你拿走了。你讨厌！冯玉燕脸蛋一红，狠狠地在他胳膊上掐了一把。慕容庆顺势搂过他，把他抱在了怀里。你干嘛？冯玉燕只是微微挣扎了一下，马上放弃了抵抗，同样张开胳膊紧紧地抱住了他。他的小脑袋摩挲着他，轻声提议：“既然如此，那我们私奔吧，去江南打鱼，去漠北放羊都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愿意做。”慕容庆伸出手抚摸着这个脑子简单的姑娘，心中一阵内疚。他与冯玉燕算是不打不相识，两人交往的时间不长，但是发生的事情不少，尤其是有了肌肤之亲，对这个世界的女孩子来说，相当于以身相许了。他知道这份情谊的珍贵，但是现实所迫，他怎么可能放下现在的一切？即便他愿意，冯家也不愿意。拐走全军总司令的闺女，走到哪里能安生啊？玉燕，事情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承诺什么，但是我答应你，我会努力爬到最高，到时候不再惧怕任何人的权势，想做什么做什么，就没有人可以拆散我们了。慕容庆无奈地当起了渣男，既然做了选择，只得跟冯家划清界限。至于他和冯玉燕的关系，一切都看缘分吧。冯玉燕搂抱着他的小手明显一紧，猛地张开小口，狠狠地咬在了他的肩膀上，锋利的皓齿透过衣服扎进了他的肉里，从里面渗出血后，他才松开了口，哭声骂道：“慕容庆，你觉得我还有时间等你吗？”他伸出小手把慕容庆推出了马车，然后唤来车夫，驾着马车离去。有那么一刻，慕容庆很想追上去，很想留下他，但是在这个吃人的世界，他有什么资格随心所欲啊？到现在，即便有系统相助，他也不过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左右逢源，求一条生路而已。宰相府宅，一个姑娘此刻也在为情所伤。她从大哥的口里听完了慕容庆利用婚宴敛财的事情，心中不禁对他的人品越发的鄙视。他的婚姻竟然被慕容庆搞得如此俗不可耐，这种人真的能写出一剪梅的深情？还有将进酒的脱俗吗？大哥上官涛见他心情不好，有意调侃道：“话说回来，六皇子虽然办事没有章程，但是敛财的本事还是非常强的。今天的礼金少说也有200多万两银子，你以后嫁过去不至于跟着他吃苦。”上官婉儿郁闷地瞪了他一眼：“你妹妹是那种贪图享乐的人吗？”他自以为追求的是灵魂的伴侣，从来没想过对方的贫富贵贱。上官涛干咳了下，看着妹妹痛苦的模样，心疼说道：“木已成舟，只能期盼订婚期间这个家伙能出点什么事情，到时候父亲也好从中周旋，找圣上退了这份婚约。我累了，大哥早点回去休息吧。”上官婉儿吸了口气，一个人失魂落魄的回到了卧榻上躺下。“那你也早点休息。”上官涛摇摇头，告辞离开。他走后，丫鬟神色古怪的进了门，从袖子里摸出了一封书信，交给了上官婉儿：“小姐，方才张大人的小厮过来给你送了一份书信，您要不要看看？”张怀安。上官婉儿挑了下眉，扶着卧榻坐起，从丫鬟手里拿过了书信。他让丫鬟挑亮了烛光，打开了信纸。“上官小姐，荣禀，自3年前小生中得探花郎，在相府中撞见小姐，便对小姐一见倾心，奈何官途不顺，小生一直都不能出人头地，也无颜上门。本想等一日腾起，再找小姐一诉衷肠，谁知道六皇子竟然半路杀了出来，夺我所爱，毁我心智，我无法容忍小姐被这样的粗鄙之人占有。若小姐不弃，小生愿带小姐私奔。”
离开这里，远走江南。你我男耕女织，游戏田园，岂不快哉？上官婉儿的手心猛地一紧，他到底是表白心意了，可是现在会不会太晚了？他的眼圈一红，起身看向窗外自由自在飞翔的鸟儿，心中不禁动摇了起来。第二天，慕容庆设宴，招待了一位重要人物。燕云16州江北漕运总瓢把子尤俊达，尤氏三雄。上一任漕帮大哥尤俊豪被公孙大娘当众斩杀的，正是他的大哥。吴有良作为中间人，坐在了两人的中间，主动倒酒。尤大哥，今天你可有口福了？这酒可是天上才有的仙酿，您快尝尝味道如何？身为盐运使的公子，与这些漕帮中人自然结交甚密。盐运离不开漕帮，漕帮也离不开盐运。出席作陪的还有蜀州商会会长楚元良。今日慕容庆正是要给他和漕帮打通关系，让蜀州的井盐可以运到京城。尤俊达很是小心，客气称道：在殿下面前，小人怎敢冒犯？这第一杯酒，小人先敬殿下才是。慕容庆笑了笑，暗道这位黑帮大哥还挺谨慎，搞得自己好像要毒害他一样。尤兄客气了，本皇子向来喜欢结交朋友，今天既然坐在了一起，以后便是自己人。这第一杯酒，我先干了。他端起酒杯，仰头一饮而尽。殿下爽快。尤俊达见他喝了后，才双手捧着酒杯往嘴里灌了进去。他本以为这只是高一点度数的烈酒，谁知道入口后，一股火辣的感觉直击味蕾，顺着喉咙滑进肚中。强烈的酒气瞬间直冲天灵感，让他这个老酒鬼也禁不住干呕了下，差点没有失态的吐出来。慕容庆笑言道：此酒性烈，第一次喝难免有些不适应，乡野之人让殿下见笑了。尤俊达捂住嘴，好半天才缓过劲来，马上就品尝到了粮食独有的香味。好酒果然是神仙佳酿啊！对于老酒鬼来说，接受白酒不是难事。慕容庆笑了笑，亲自端起酒壶给他满上一杯。尤俊达大感受宠若惊，连忙站了起来，拱手将酒杯接住。慕容庆压了压手，示意他坐下，平易近人道：我说了，以后咱们都是兄弟，犯不着讲究这些礼数。不敢，不敢。尤俊达眼珠子转了转，可不敢攀龙附凤。一般有人这么说，都是打他的主意。不过他见慕容庆也顺眼，没有绕弯子，痛快问道：我知道，殿下即将担任镇北大将军，远征北辽。如果殿下缺银子，说个数，小人给殿下便是。慕容庆大笑：有良说的不错，尤兄真是爽快人啊。尤俊达干咳了2声，按道你们这些龙子龙孙在想什么，他还不门清。这么多年，曹帮给上面交了多少好处，那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他已经习惯了。慕容庆举起酒杯示意了下，吴有良、楚元良还有尤俊达全部跟着端了起来。他与3人碰了一杯，带头喝下，在尤俊达肉疼的眼神中说出了一件尤俊达打死都不能猜出的事情：尤兄，你误会了，我这次请你过来不是给你要钱，而是准备带你发财。发财？尤俊达瞪大眼睛，一副你看我信你还是信秦始皇的模样。慕容庆平静问道：尤兄，你觉得咱们喝的这酒水如何？好酒，当然是好酒啊。尤俊达不住赞叹，此酒的烈度是小人喝过的酒水里最高的，比西域过来的葡萄酒烈度还高。慕容庆笑着介绍：尤兄好见识，此酒因其性质纯净，名为白酒，比起市面上的黄酒、浊酒、清酒，烈度要高10倍。平时好酒之人3斤黄酒才醉，但是喝这白酒只需半斤。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看向尤俊达。尤俊达不愧是曹帮帮主，反应极快，意味着只用花1/6的钱买酒就能喝到同样的效果。尤兄大才。慕容庆大笑，算是认可了这个粗壮的黑汉子。尤俊达尴尬地摸了摸脑袋，激动问道：殿下难道是想找俺做这白酒的生意？正是，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轻松。慕容庆满意的又给他亲自斟酒，告诉他道：你也知道，大雁法律，酿造贩卖酒水须得经过官府批准才行。这是因为粮食一直短缺，吃饭尚且不够，哪里有多余的给人酿酒？但是有了白酒，那就不一样了。在酿造工艺上，不但能节省粮食，而且因为度数高，还能把价钱打下来。不管对官府还是对酒客，那都是双赢的事情。对，殿下说的极对。尤俊达脑袋直点，显然已经看到了里面的商机。所以，慕容庆终于切入了正题：我打算与尤兄合作，一起来做这个生意。到时候，咱们按照入股的比例来分配利润，不知道尤兄的意下如何？尤俊达激动的心脏狂跳，自是没有问题。只是他想不明白，这么好的生意，慕容庆为什么不做，而是与他合作？慕容庆知道他在想什么，主动提到：
尤兄放心，我之所以找你合作，自然是有我的考量。一来，我以后需要借助尤兄的势力从事商贸、军事周转；二来，白酒的味道并非是谁都能接受，还需要长期推广。而且，这个产业处于灰色地带，只有尤兄这样的豪杰才能摆平各方势力。所以，我才把这块鸡肉主动让给尤兄。他撕下一只鸡腿，举在了半空。尤俊达的脑袋急转，确定此事对自己有利无害后，果断接下了鸡腿。以后小人愿为殿下马首是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啃了口鸡腿，向慕容庆表态。慕容庆笑着压了压手，示意他坐下，然后招呼着大家吃喝了起来。吴有良和楚元良这两位哼哈二将皆是看得一阵赞叹。本以为慕容庆会以势压人，让尤俊达服软，谁知道一上来慕容庆就给了尤俊达这么大的好处。如此，双方利益绑定在一起，以后尤俊达可就踹都踹不走了。一顿酒宴吃完，具体的事情慕容庆让尤俊达跟楚元良和吴有良去谈。他亲自送客，到了门口，顺口提到：尤兄，你手下都是刀尖上舔血的汉子，可以的话，为我物色100个手下。本皇子需要亲兵护卫，以后他们就跟着本皇子吃皇粮了。这个简单，小人回去就为殿下筹备。尤俊达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事，镇北大将军的亲兵，搞不好将来都是出将入相的机会啊！要不是他还有生意要忙，他都想亲自跟随慕容庆去云州建功立业。慕容庆提醒道：这100个人不但身体条件要好，底子一定要干净，最好是有家有室的农家子弟。如果是作奸犯科之辈，以后出了问题，我可要拿你是问的。他的眼神带着一丝上位者的威严，没有了刚才的平易近人，反而多了一些犀利，足见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尤俊达一个在刀口上舔血的人，一时被这股气势所慑，禁不住也是胆寒了下，拱手连连应承：请殿下放心，小人一定把这件差事办好了。有劳了。慕容庆拱起双手与尤俊达作别，恩威并重，对待手下不能一味的谦让，必要时候也得让他们知道忌惮，他们才能用心办事。忙完正事后，慕容庆浑身的乏倦，这些日子连轴转，他是一点都没有休息过。蕊儿看他憔悴的模样，主动在后面招呼：爷，您回去泡个热水澡，蕊儿给你捏捏肩膀吧。慕容庆笑了笑：爷的痛苦你解决不了。他拍了下这个丫头的脑袋，让她先回去，然后叫了公孙止过来，赶上马车送她去巫山别院。这位来历不明的侍女现在已经荣升专职司机。蕊儿见状，鼓着小嘴直嘟囔：爷，您是不是又要去狐狸精那里啊？说书先生都说了，那里面的狐狸精都是会勾魂夺魄的，您就不怕他们把你吃了吗？吃。慕容庆一脸坏笑：你不懂，也喜欢被他们吃。他拍了拍小丫头的脑袋，让她赶紧回去学习去。他花费10个系统币给蕊儿整了不少谍战资料，打算把她培养成自己身边的情报一姐。哼，不理你了。蕊儿生气的离开，小脾气是越来越大了。嗨，又想被打屁股了。慕容庆在后面气的一通教训，越来越没大没小了。他能明显感觉到小丫头对他的占有欲越来越强，很多时候都黏着他，赶都赶不走。他上了马车，让公孙止出发。在路上，这个冷艳女司机难得主动开口：奴婢觉得蕊儿小姐说的对，那些阿杂地方还是少去为妙。在府里，这些侍女都把蕊儿当小姐看，慕容庆也确实把蕊儿当大小姐培养，给了她很大的权利。怎么，你也想被打屁股了？爷的事情你们也敢多嘴了？他斜了公孙止一眼。公孙止的脸蛋明显一红，嘴角动了动，没有再吭气。慕容庆本来不想搭理他，既然他主动搭话，他便在里面开口试探：今天咱们府里来客的时候，你怎么盯着客人看个不停？难不成你认识这位客人？公孙止手上的缰绳明显一紧，冷冷说道：爷说笑了，奴婢不认识他。没关系，咱们慢慢玩。慕容庆在心里冷笑，左右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下，翻不起什么大浪。两人到了巫山别院的门口，慕容庆跳下车，让公孙止先回去，等明天早上再过来接他。公孙止道了个诺，赶着马车离开。慕容庆被老鸨子一拉胳膊，激动招待：爱幺，六爷来了，咱们如意可都想死您了呢，让人送些果子酒水，也要和如意小姐喝上一杯。慕容庆从怀里摸出一张100两银票，塞给了老鸨，老鸨高兴的掩嘴大笑：放心吧，爷，奴家一定给爷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后院的闺阁里，柳如意披着一层轻纱，侧倚在窗边的卧榻上，看着窗外暗自伤神。丫鬟小莲猛地推门进来，高兴叫道：小姐，六爷来了，六爷来找你来了。在哪里？柳如意一个翻身起来，随后又懒洋洋地躺下，轻声吐道：来就来了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慕容庆站在门外，
听到声音，暗自挑了下眉。爷们不就是订个婚？这些妹子怎么都跟吃了枪药一样？他干咳了2声，迈步走了进去。你们聊，我去给你烧水。小莲知趣的退下，出去把门带上。慕容庆走上前，看着身披薄纱、不施粉黛的美人，轻笑着关心道：“怎么，身体不舒服啊？你都有夫人了，还来找我做什么？难道就不怕你的夫人责怪吗？”柳如意摇着扇子，仍是背对着他，果然是闹小脾气了。慕容庆勾起嘴角，转过身道：“既是如此，那本皇子就不打扰了。”他刚要迈步，柳如意马上坐了起来，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嗔怪骂道：“也好没有良心，人家为你都伤透了心，你还要欺负人家吗？”这话怎么说的？慕容庆顺势搂住了他的小腰，在卧榻上坐了下来，刮了刮他精致的脸蛋，说道：“爷这不是专程来看你了吗？讨厌，讨厌！”柳如意狠狠地在他身上掐了一把，抱着他，好像小猫一样缩进了他的怀里，有些哽咽地倾诉道：“奴知道，奴的身份配不上爷，更不可能成为爷的正妻。奴只是怕爷有了新欢，忘了奴这个旧爱。放心，你是爷的人，怎么可能会把你丢下？”慕容庆轻扶着他的脑袋，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爷在城外盖了个庄子，今天已经收拾出了几个院子。如果你想离开这里，明天爷就带你过去。真的？柳如意直起身子，马上激动地瞪大了眼睛。巫山别院真的会放奴家离开吗？当然。慕容庆轻笑道：“爷已经跟他们谈好了，你现在是自由人了。”他从怀里摸出了一件东西，给了柳如意另一个惊喜。这是一份公文，教坊司的户籍证明。柳如意的乐籍已经改为了民籍，从此她就是自由人了。她的美眸呆呆地盯着这份契书，泪珠子不由自主地淌了出来。这份契书对她来说远比100万金银要重要，有了这个，她才能真正摆脱官妓的身份，弃剑从良。爷，奴婢今生今世都偿还不了你的恩情了啊！柳如意细软的娇躯紧紧地抱住了慕容庆，有心而发，对慕容庆感激涕零。他在烟花场上见惯了尔虞我诈，第一次被人真心对待，心中的感动可想而知。慕容庆扶着他乌黑的长发，由着他发泄着心中的情绪。他帮柳如意，不光是缠他的身子，而是看他感同身受，帮他跳脱牢笼，就是帮自己解脱。一会，老鸨亲自带人送了烟果和下酒菜，还有一壶上好的女儿红。慕容庆拉着柳如意过去坐下，给她满上酒，笑着招呼：“今晚当是你的新生日，咱们庆祝一下，不醉不归。”诺。柳如意的小脸掩饰不住的高兴，先与慕容庆敬了3杯，然后第一次放松地与他对饮起来，丝毫不顾及什么花魁的形象了。酒到浓处，郎有情，妾有意，自是免不了一番翻云覆雨。花魁娘子是耍尽了花招报答慕容庆，一晚上风雨不休。到了第二天早上，慕容庆累的都没有自然醒来，还是听到了门外的动静，才睁开了眼睛。老鸨在外面扯着嗓子大叫：“爱腰尉，彪爷，求您开恩，实在不是奴部让你进，而是如意小姐已经赎身，现在已经不接客了啊！放你娘的狗屁！”这位彪爷厉声大骂：“这年头，老子只见过下海的婊子，还从没见过从良的婊子呢！你赶紧给老子让开，不然的话，老子让人拆了你这巫山别院！”砰的一声，房门巨震，老鸨被人踹进了屋里，捂着肚子滚在地上惨叫：“爱腰尉，杀人了啊！娘的，老猪狗，再叫弄死你！”彪爷带着一群汉子从门外闯了进来，把柳如意从梦中猛地惊醒。“别怕！”慕容庆拉起青被把他盖上，只披了件里衣走出了屏风隔断。领头的汉子一眼就看见了他，指着老鸨大骂：“老猪狗，你不是说如意小姐不接客了？这位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野男人？”老鸨哭声大叫：“彪爷，您别闹了，这位主您惹不起的。”“什么？”彪爷不屑大笑：“放眼这燕京城，还有我胡德彪惹不起的人物？小白脸，你还傻愣着干嘛？还不赶紧给老子滚蛋！”他回过头指着慕容庆大骂。慕容庆不慌不忙，在圆桌前坐下，倒了杯刚沏的热茶喝了一口。“你他娘的耳朵聋了？老子说话你没有听见啊？”胡德彪见他置之不理，越发生气。老鸨从地上爬起，捂着肚子到了慕容庆身边，小声在他的耳边嘀咕：“六爷，这位是曹帮烟金分舵的舵主，手下一群亡命徒，实在是不好招惹。不行的话，您先离开，我找人应付他。”曹帮？慕容庆一脸意外，昨天刚和曹帮谈完生意，今天就撞见了。胡德彪得意叫嚣：“既然知道了老子的身份，还不快滚！”慕容庆嗤笑道：“区区一个曹帮的舵主，也敢在燕京城里撒野？你的胆子真是够大的啊！嚯，你小子口气很大啊！”胡德彪打量着他，盘问道：“你是神妖路子，敢不敢报出名号，让老子听听？别说是你，就是你们帮主亲来，也不敢让我报出名号。”
慕容庆淡笑，调出系统，将剩下的80个系统币全部购买了强化点，力量35加15 50，速度25加25 50，耐力35加15 50，韧性25加25 50。强化液在身体里炸开后，浑身的肌肉瞬间发出恐怖的震鸣，所有的力量在这一刻达到了均衡，前所未有的协调。什么？敢辱我曹帮？胡德彪彻底被他的轻视激怒，冲着背后的兄弟一声暴喝：来人啊，把这小子给老子废了！来了！5、6个壮汉撸起袖子，上去就要围住慕容庆动手。不敢，不敢啊！老鸨吓得往后直退。慕容庆不慌不忙，从桌上的筷篓里猛地抓起一把筷子，冲着这些壮汉甩了出去。普通的筷子竟然发出了箭雨的爆鸣，噗噗噗，从这些汉子的身上打穿了过去，一根根带着猩红的鲜血扎进了后面的大门里。屋子里面顿时一阵肃静，只能听见众人惊骇的呼吸声。胡德彪的小弟在地上滚到了一片，顷刻间断了气息，他的脑袋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子，愣在原地不知所措。武者？你是5阶武者？他把慕容庆问得挑了下眉。5阶武者是什么意思？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胡德彪咽了口唾沫，双膝一软，先跪在了地上。江湖上把武者分为10个等级，如果能练出100斤力道，便是1阶武者。您刚才拔块杀人，分明有500斤的力，自然是5阶武者。哦，慕容庆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他不是江湖人，自是不知道这些江湖事。你的意思是10阶武者能练出1000斤力量？胡德彪脑袋指点，解释说道：10阶武者称作大宗师，在江湖上只有几人而已。大师是小弟有眼无珠，冒犯了您，您饶小弟一次，小弟一定重金赔罪啊！他说着磕起了脑袋，把地板撞得砰砰作响。上千斤的力，这个世界的极限。慕容庆把玩着手里的筷子，像是玩弄猎物一样戏谑地盯着胡德彪。曹帮果然是藏污纳垢，泥沙俱下，与这些人合作还真不是什么好的主意。等以后有了实力，还得筹建自己的水上武装。他心中盘算的宏图大志，远非胡德彪可以理解。此刻的胡德彪只想从这里赶紧滚蛋。你说重重赔罪？一阵死寂的沉默后，慕容庆终于开口：有多重啊？够买你的命吗？胡德彪眼珠子直转，脱口说道：10万两银子，小人马上让人送来。慕容庆大笑，笑得胡德彪浑身发寒。堂堂曹帮舵主，一条命才值10万，我看这曹帮的实力也不过如此。他手上的筷子一掷，似是随时要在胡德彪的脑袋上穿个窟窿。胡德彪都哭了出来：100万，100万，小人马上让人取100万两银子赔罪。这才有点诚意了。慕容庆脸上的杀气终于收敛了起来，让胡德彪滚蛋。胡德彪二话不说，起身就跑。慕容庆让老鸨把屋子打扫一下，一股子血腥味，臭得厉害。好，好。老鸨吓得连连点头，连腰都直不起来，在心里狂叫：这位废物皇子何时变得这么厉害了啊？江湖是江湖了，一入江湖，性命便不受官府的保护，死了也没人管，这是江湖规矩。老鸨让人把这些曹帮弟子的尸体拖了出去，用热水把地板马上清理干净。房门关上后，慕容庆回到了屏风的后面。柳如意的小脸煞白，躲在被窝里轻声问道：那个歹人走了没？在外面等着赔罪呢。慕容庆淡笑，让他把衣服穿上，等拿了钱送他去城外的黄庄。黄嫂赵盼一个人在那里待得发慌，柳如意住过去，正好和他作伴。2个花魁争艳，想想就让人赏心悦目。柳如意羞涩吩咐：你先出去，你在这里，人家怎么换衣服啊？嗨，慕容庆乐了下，睡都睡了，你还在乎这个？柳如意白了他一眼，嗔声怪道：那能一样吗？大晚上我瞧不见你，你也瞧不见我，现在天这么亮，人家多尴尬啊！得，我出去还不行？慕容庆笑着离开，让在外面侍奉的小莲端着热水走了进去。柳如意这才从被窝里钻出来，露出了如玉润一般光滑的娇躯。慕容庆躲在屏风后面，欣赏着美人起床的风景。不得不说，这位花魁娘子的身材绝对是造物者偏心的杰作，该瘦的地方瘦，该肉的地方一点不小，细枝皆硕果，白嫩又丰挺。饶是2人有了几次肌肤之亲，慕容庆还是冒出了鼻血，没出息的样子，惹得里面的柳如意轻声一笑：看你还敢偷看，上火了吧？你敢取笑我？慕容庆拿出手帕清洗了下鼻血，让小莲先出去候着。柳如意吓得一叫：你个冤家，看就看，你怎么还进来了？你猜对了，爷现在火气很大啊。慕容庆坏笑着，一把拉开了青被，抱住这位花魁娘子，重新反攻。巫山别院前堂，
曹帮舵主胡德彪找了门外的小弟，让他们赶紧去请帮手过来，100万两银子赔罪。开什么玩笑？他压根没打算给，只是敷衍慕容庆而已。没想到这个傻叉皇子真的信了，在他眼里区区一个皇子而已，他的后台可是比皇子还大。一会果然有一辆豪华马车过来，从车上下来一个身穿锦袍的年轻人，腆着大肚子，手里攥着2个官帽核桃进了大堂。胡德彪赶紧上前迎接，曹公子，您可算是来了，小的都快被人欺负死了。他连忙伸手招呼着曹公子坐下，给他沏茶倒水。曹公子从身后的随从手里接过鸟笼子，拿着一根竹斗了斗鸟，不耐烦地问道：你好大也是个舵主，怎么还让人拿捏住了？胡德彪叫苦道：对方是个皇子啊。皇子？曹公子挑了下眉，哪个皇子？胡德彪不确定道：听人说好像是6皇子。什么？曹公子一听便乐了出来，6皇子？那个燕京城最有名的废物皇子，好像是他。胡德彪一头冷汗，按照这个拔快杀人的家伙真是废物。你也真是个废物，竟然让一个废物拿捏住了，我真是不想多说你什么了。曹公子逗着鸟，让他把老鸨子先叫过来。哎呦喂，这不是曹少爷吗？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老鸨早就在外面等候，一见是曹公子来了，知道此事是不能善了。他小步快跑，捂着肚子，刚才被胡德彪踹得受了内伤，还没有平复。曹公子斜了他一眼问道：那6皇子现在还在你们这里？在呢。老鸨不敢隐瞒。那你去传个话，就说我曹少卿在外面等他，让他赶紧滚出来见我。曹公子的架子端得很大，对待一个皇子也不客气。钱塘有不少吃瓜群众听见，并没有觉得他吹牛，他确实有这个资本。姑母乃宫里面当宠的静贵妃，表兄更是号称燕京最富的10皇子。曹家势大，即便是6皇子见了也得低头啊。没想到胡德彪竟然把他给请来了，这又是一场恶战啊！我看6皇子8成的服软啊！吃瓜群众议论不停，没想到一个瓜还没有吃完，又来了一个大瓜。老鸨子一听却是冷汗直流，不断赔罪：哎呦喂，曹少啊，这事情奴婢可不敢答应您啊。那6皇子正在跟如意小姐亲热，谁敢在这个时候上门打扰他们啊？胡德彪大骂：放你娘的狗屁，这都过去半个时辰了，他们还在亲热啊？那6皇子的身体有这么抗造吗？老鸨子哭笑不得，实话实说，不瞒2位大爷，这都是真的啊。6皇子每次过来，那都是要鏖战一晚上的。如果2位大爷不信，尽管去问问其他伺候的小厮。滚你妈的！曹少卿一巴掌抽在了老鸨子的脸上，把老鸨抽翻在了一旁。你他娘的，是不是以为老子不认识这个老6啊？他不屑大骂：以前哥几个玩女人的时候，这废物只能在旁边干看着，只要是女人碰了他，他马上缴枪，跟他娘的软蛋似的。你现在告诉我，他能鏖战一晚上？你当老子是傻子吗？老鸨捂着脸，一脸冤枉，指着后面的闺阁示意道：曹少不信，尽管可以去看看嘛。他是没办法从中调胡了，只想赶紧把自己摘出去。好，老子还真想看看花魁娘子在床上的风采呢。曹少卿阴冷大笑，示意胡德彪和随从在前面开路，径直去了后面的闺阁。此时小莲已经从钱塘偷摸回去报信，站在门口着急大呼：殿下，6殿下，大事不好了，那胡大爷没有带银子来，反而请了帮手过来找你麻烦来了，您快想想办法。屋里的软榻上，柳如意被小莲的声音惊醒后，面色潮红的抓了慕容庆一把，着急说道：你这头蛮牛，你没有听见小莲的声音吗？听见了。慕容庆神色轻松，一脸坏笑，可是总该让爷把事情办完吧。我的冤家啊，您从哪里来的力气啊？这都1个多时辰了。柳如意浑身酸疼的抱怨了2声，指甲一紧，狠狠地掐进了他的皮肉里。老6，你好大的威风啊，赶紧给老子滚出来，不然的话老子可就要闯进去了。曹少亲人未到，声音先到，还未曾近身，砰的一响，一根筷子穿透了房门的虎指，直刺曹少卿的眉心。少爷小心！一中年汉子突然拔刀，刀气上扬，咔嚓将筷子一分为2，两半筷子几乎是贴着曹少卿的脸飞过，把曹少卿吓得双腿一软，差点尿出来。暗器！直娘贼，你个老6，你竟然敢用暗器伤老子！曹少卿躲在了侍卫的身后，冲着屋里面大骂了起来。胡德彪连忙提醒曹少：那6皇子可是5阶武者，下手黑着呢。什么？曹少卿不屑大笑：他是武者，那老子不是宗师了。是真的，小人没有骗您啊。胡德彪苦着脸证实，刚才可是亲眼所见。5阶武者算个屁！曹少卿不屑大骂：就算他是5阶，老子的侍卫也是5阶。什么？胡德彪看着眼前的中年刀客，好奇问道
不知道这位大侠怎么称呼。燕京城的武阶武者不多，胡德彪并没有见过眼前的刀客。曹少卿得意道：“他可是我花高价请来的孙无涯。”什么？胡德彪的眼睛一时瞪得更大，崇拜大叫：“小人该死，没能认出孙大侠。”孙大侠的南陵一刀斩，在江湖上可是赫赫有名的存在啊！孙无涯没有理他，而是告诉了曹少卿一个震惊的消息：里面的人确实是武阶高手。真的还是假的？曹少卿愣了半晌，好像见鬼一样大叫：“那六皇子本少是见过的，以前他就是跟在太子屁股后面打杂的，见了本少也得低头哈腰，跟狗一样。本少怎么没发现他还有这本事啊？”事实就是这样。孙无涯面色冷酷：“如果我们强冲进去，必然死人。公子是在这里等他出来，还是执意要冲进去？”曹少卿干咳了2声，缩了缩脖子：“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在这里等着吧。”于是乎，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屋里面疾风骤雨不停，屋外一群人干等着听墙角小莲守在门外，不觉都有些面红耳赤，暗骂这群人都是变态。吃瓜群众则是嗑着瓜子赞叹不停：“六皇子真乃神人也，真男人，即便身处险境也要战斗不息。”屋内的柳如意，屋外的胡德彪、曹少卿一行人此刻都非常煎熬。慕容庆也不好过，他娘的身体强化后威猛的一塌糊涂，他也不想欺负柳如意。眼看着这位花魁娘子快要虚脱，他心疼的终于止戈。此时已经是1个时辰过去，曹少卿在门外破口大骂：“这孙子肯定是吃了药了，他怎么可能这么强？老子不服，老子一定要剁了他！”极度让人失去理智。他正要吩咐孙无涯和手下破门进去，哪怕死几个人，他也要阻止这场持续性的羞辱。房门这个时候突然打开，慕容庆伸了个懒腰，从屋里走了出来，眼睛扫过众人，最后盯在了胡德彪的身上。“胡舵主，这就是你给我送来的100万两银子。”胡德彪咽了口唾沫，梗着脖子大叫：“六殿下，我也不想这样，是你欺人太甚！100万两银子，把我卖了都不值这个价。我找曹公子过来，是让他给我评理来了。”慕容庆冷笑：“你难道不是要把曹公子送给我吗？你确实不值100万两，但是曹公子值啊！你别乱讲啊！”胡德彪老脸一红，急忙向曹少卿解释：“公子，小人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曹少卿狐疑地看着他，一时间真的怀疑他和慕容庆串通一气。如果不是他今天带了孙南陵一刀孙无涯过来，可不就被慕容庆俘虏了吗？不过他顾不得收拾胡德彪，今天在慕容庆面前丢了太多的脸面，他着急要全部拿回来。慕容庆，你小子真是长行市了，见了本公子竟然不拜，信不信本公子揍死你？慕容庆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这个近亲繁衍的低能，那张肉脸肥得跟猪一样，这样的脑残竟然享受着大燕的红利，欺行霸市，鱼肉百姓。天道不公，便由他来改正。按照我大燕律法，庶民见到郡王不跪，该当何罪？他直视曹少卿。大燕律法？大燕律法是什么鬼？曹少卿摸了摸脑袋，好奇地看向身后的狗腿子。一人小声道：“大燕律法，庶民见到郡王不跪，该杖责30。那管本少什么事情？”曹少卿还是没有理解。狗腿子提醒道：“公子，您没有官身，自然是庶民啊！我去你妈的！”曹少卿一脚把这狗腿子踹翻在了地上，破口大骂：“你的意思是让老子给这废物下跪？”狗腿子捂着脸哭叫：“奴才只是给少爷解释大燕律法，没有别的意思啊！去他娘的大燕律法！”曹少卿不屑大叫：“老子的姑母乃当朝皇妃，老子就是大燕律法！”他指着慕容庆喘了2口粗气：“行，你个废物，你存心跟本少叫板是吧？行，本少成全你。孙无涯，给我剁了这个废物！出了事情，老子给你担着！”他跟南陵一刀喝令。孙无涯一头黑线，他是挣钱的刀客，不是傻子。剁了皇子，哪里还有他的活路？公子，我只保护你的安全，其他的事情恕小人难以从命。嗨，你们今天都来气我是不是？曹少卿攥紧肉拳头在孙无涯身上砸了起来。你打不打？不打老子就把你开除，把你表妹卖进窑子里，你信不信？公子，孙无涯果然被他拿捏住了死穴，还不赶紧？曹少卿催促。孙无涯无奈抬头看向了慕容庆，抬刀喝道：“六殿下，得罪了，刚才是你接了本皇子一招。”慕容庆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顿生爱才之意。此人生的丰神俊目，一表人才，尤其是一身横练的肌肉，气血充沛，一看就是高手。这样的人跟在曹少卿的后面为非作歹，着实可惜了。皇子的劲道确实让人佩服，那一刀在下接的也是侥幸。孙无涯客气回话：“
对慕容庆的实力也是惺惺相惜。这样，慕容庆提议道：“本皇子知道你不敢伤我，与我对阵，怕是不能放手一搏，有失公平。咱们俩改兵器相搏，为拳脚相搏，你看如何？”正合在下心意。孙无涯拱手道谢，长松了口气，刀剑无眼，出手便是杀招，改成拳脚，伤亡也在控制之内。于是乎，一行人纷纷下了阁楼，在大院里给两人腾出了一个切磋的场地。曹少卿在一旁气得大骂：“脑残，什么南陵一刀？我看你叫脑残一刀算了，你没有刀，自称什么刀客？你跟这废物还啰嗦什么？”孙无涯并不理他，与慕容庆切磋拳脚，只是一个武者见到同行的本能。两人相隔3米，摆好了架势，一股凌冽的杀气一出，让在场众人无不是胆寒了一下。小姐，您快点，战斗马上就开始了。阁楼上，小莲急得在门外催促。哪里？他们在哪里啊？柳如意匆匆穿好衣服，扶着大门出来，站在走廊上，往下面的院子里着急看了起来。当见到慕容庆的对手是一个身高8尺的汉子后，禁不住在心里为慕容庆担心了起来。他刚才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怎么还有心思跟别人比斗啊？柳如意一阵嗔怪，小莲干笑了下，调侃说道：“也许爷真的是神人下凡呢。”也许吧，在柳如意心里是认可这句话的。哪个正常人能像慕容庆一样可以鏖战2个时辰不休啊？殿下小心了！院子里，孙无涯一声大喝，率先出手，拳随身动，似是长刀挥砍，打得虚空都是一声爆鸣。他虽没出刀，但是却手握刀掌，以手带刀。好身手！慕容庆没有躲闪，直接迎了上去。8极拳乃是刚猛之拳，讲究一往直前，拳路笔直，似是长枪突进，一路是刀拳劈砍，一路是枪拳抖刺。你砍他抖，你刺他斩，两人交手，瞬间打得拳风呼啸，震响不停。嚯，漂亮，精彩，过瘾！在场的吃瓜群众皆是看得满场喝彩，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见到5阶武者战斗的场面，不管是速度还是力量，皆是远超常人，那叫一个地道。远处的假山上，一女子站在上面观看着战局，同样是不可置信的暗叹：姑母果然是看走了眼，她哪里是废物，分明是隐藏的高手啊！江湖上对于5阶武者的评定是能动用500斤的力道，只有习武之人才知道，能使出500斤力，是因为打通了5条五脉。按照这个世界的午休法门，人身上有9条五脉，每打通1条便能增长100斤气力，9脉全通便是宗师。人的力量并非是无本之源，乃是五脉里存储的精气，精气如果消耗光，力量便耗尽。虽然孙无涯和慕容庆都能使出500斤的力道，但是慕容庆的耐力却远超孙无涯。两人开始还在伯仲之间，只是斗了上百个回合后，孙无涯便逐渐落了下风，不管是力量、速度都慢了一筹。他一拳劈下，被慕容庆轻松躲开，随后慕容庆一招铁山靠，砰的一声撞击在他的右侧。这一招速度极快，力量极大，因为是近身搏斗，孙无涯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只能抱着双臂硬挨了一招。轰！一声气爆，孙无涯的骨骼震鸣，好似被失控的野马撞到，往后面被远远的震飞了出去。扑通，他的肩胛骨断裂，滚在了地上，五脏翻滚，头晕目眩，一口鲜血吐出，半天都没有缓过神来。起来，起来啊！你个废物，亏你还是什么南陵一刀，我看你是废物一刀。孙无涯，你还想救你表妹吗？赶紧给老子爬起来，不然的话，老子回去就办了他。曹少卿在一旁疯狂大吼，好像训狗一样，丝毫没有顾及孙无涯的伤势。他只是觉得孙无涯的落败让他丢尽了面子。你他娘的闭嘴吧！慕容庆眼睛一斜，上前一巴掌抽在了曹少卿的脸上，啪的一响，曹少卿的肉脸一颤，往旁边扑通翻滚，栽倒在了地上，一口血水混着牙齿吐出，疼得他晕头转向，嘶声惨叫：牙掉了，我的牙掉了啊！少爷！身后的家丁一个个下意识地抡起了棍子，可是被慕容庆的眼睛扫过，一个个又乖乖地放了下来。他们欺负普通人还行，哪里能对付得了一个5阶高手啊？还有你！慕容庆瞪向了胡德彪，胡德彪吓得心肝一颤，自知此事不能善了，转身就跑。孙兄，借刀一用！慕容庆一脚将孙无涯的长刀踢出了刀鞘，嘤的一声狰鸣，刀光一闪，长刀出鞘锋利的刀刃从胡德彪的背后咻然刺穿了过去。胡德彪仍是踉跄着往前跑了2步，瞪大眼睛，满脸不可思议地捂着被长刀贯穿的身体，扑通一下栽倒在了地上，鲜血从刀口喷涌而出，瞬间把他的身下染红了一片。狗东西，出尔反尔，
该死！慕容庆上前，一把将长刀从他的背上拔出。在场的吃瓜群众皆是吓得嗯的一叫，被他身上的杀气所慑，纷纷往后退却。慕容庆提刀回去，架在了曹少卿的脖子上。曹少卿的脖子一凉，浑身剧颤，连忙求饶大叫：“六爷饶命，饶我一命啊！”慕容庆鄙夷大骂：“你个阿杂东西，贱商出身，还敢辱我龙子龙孙！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在老子眼里，你连狗都不如。对，我是狗，我狗都不如。你不要杀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啊！”曹少卿哪里还有平时的阔气，只是卑贱的不断求饶，连屁都不敢再放上一下。孙无涯的表妹是怎么回事？慕容庆声音冰冷，出乎众人意外，主动为孙无涯说话起来。曹少卿急忙回道：“他表妹是我府上的庄客，欠了我家租子，被卖到了我家为奴。天地良心，我还没来得及对他做什么啊！”慕容庆脸上的杀气收敛了一些，喝令说道：“杀了你，脏了孙兄这把好刀！你让人去府里，马上带他妹妹还有100万两银子过来赎你，不然的话，老子马上让你失手分家。”好，没问题。曹少卿急忙对随从大叫：“你们耳朵聋了，还不快照着六皇子说的办？”明白。随从还敢说什么，急忙回去通禀。慕容庆叫人找了绳子过来，把曹少卿肥厚的身子绑在了柱子上。一股尿骚味传来，让慕容庆不禁掩住了鼻子。这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吓尿了出来，你他娘的还真是属狗的，随时随地都能乱撒啊！慕容庆郁闷地伸出手，在他的肥脸上抹了抹，差点被他恶心死。曹少卿吓得都哭了出来：“六皇子，咱们说起来也是亲戚，您就看在我姑母和表哥的面子上，千万要留我一命啊！”看着胡德彪倒地的惨状，曹少卿完全被吓破了胆子。慕容庆冷哼道：“这就要看你家人懂不懂规矩了。”忙完此事，他让人去请郎中过来，给孙无涯诊治了下。长刀在曹胖子的身上抹净，收鞘后还给了孙无涯。孙无涯惭愧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好半天才吐了2个字：“谢谢。”慕容庆让人取来酒，给他和自己各自斟了一碗，一口饮下，先干为敬。“谢什么？你这个人对我的脾气，你若愿意以后跟着我做事如何？”他放下了酒碗，跟这位江湖豪侠伸出了橄榄枝。孙无涯知道今天算是彻底得罪了曹家了，如果不找靠山，以后在江湖上难有立足之地。他没有选择，端起酒碗往嘴里灌了进去，等郎中给他包扎完肩膀，郑重站起，单膝给慕容庆跪在地上，拱手喝道：“承蒙皇子看得起，孙无涯的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了，好兄弟！”慕容庆大笑，伸手将他搀扶了起来，下意识地拍了下他的肩膀。嘎巴一声，孙无涯刚刚包扎的骨伤再次裂开，疼得他啊呀大叫：“对不住，失手了。”慕容庆干笑着连连赔罪，倒上酒，赶紧让他压了压疼痛。孙无涯哭笑不得，胳膊虽疼，但是心里却异常的爽快。这些日子他见惯了燕京的权贵子弟蝇营狗苟，横行霸道，凄凉作恶，还是第一次见到慕容庆这种满身豪气又平易近人的权贵。这样的主子值得他效忠，这就是我男人啊，当真是大才子大豪杰。阁楼上，柳如意看的是心花怒放，爱慕之情都从脸上溢出。假山上，公孙止不禁暗暗思忖：不好，有孙无涯加入，他定然会如虎添翼，姑母的计划想必会更加困难啊。曹家府宅，仆从们回去后，很快把曹少卿被绑的消息告诉了家主曹正。得知儿子被六皇子欺负，曹正的火气一下上头。刚刚才得知女儿静妃曹丽华在宫里面被六皇子掌乖，还没有来得及找六皇子报复，结果儿子又被这个老六给绑了。曹正雄大怒，换上家丁，拿上家伙，马上就要出门解救儿子。二弟曹正谋得知消息，急忙拦住了他：“大哥，你可不能冲动啊！现在六皇子刚刚被任命为镇北大将军，权势最盛，你要是与他冲突，免不了又要吃亏啊。那怎么办？总不能真的给他100万两银子吧？”曹正雄对此心知肚明，就是咽不下这口恶气。曹正谋给他出了个主意：“咱们马上去请十皇子帮忙，有他出面，这个六皇子多少会给咱们一点面子，最差这100万两还不给打个折扣。”曹正雄坐下来平缓了下情绪，同意了他的提议，马上让人去请十皇子一起过去。巫山别院里，慕容庆让人设了酒宴，坐在曹少卿的对面，招呼着孙无涯喝起酒来。曹少卿被绑了大半天，早已是双腿发软，口干舌燥，哀求喊道：“老六，不，六哥哥，给咱一口喝的吧。”“你不配。”慕容庆没有理他，一杯杯女儿红满上，和孙无涯对饮。孙无涯看着事情闹得这么大，眉头紧锁，担心事情会出现变故。慕容庆轻笑着主动提到：“怎么，担心你表妹啊？”“有点。”孙无涯点头，那曹家势大，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属下怕出什么变故？属下。慕容庆嘴角扬起，对孙无涯的这声自称很满意，这代表着孙无涯已经把他当自己人了。他给孙无涯满上酒，调侃道：凭你的手段，不该过得这么小心谨慎啊，就没有想过带着你表妹远走高飞。孙无涯苦笑着往嘴里灌了一口酒，苦涩讲道：属下自幼丧失双亲，在姑母的接济下长大，后来跟随关中刀王童云海学艺，学成后还没有报答姑母，姑母便因病去世，留下一个年弱的表妹。属下可以带她离开，但是她的族亲肯定会受牵连，到时候报恩不成，反倒成了祸苗了，都不容易。慕容庆拍了拍他的肩膀，感同身受。他虽然贵为皇子，同样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不比孙无涯好到哪里。他有些好奇道：南陵郡在徽州，你是怎么拜在关中刀王的门下？还有，你姑母又怎么在地境生活？孙无涯介绍道：我师父的同威镖局在徽州设有分堂，专门为徽商押运严查货物。我姑母是金人说媒，远嫁到了燕京，在曹家的黄庄里当佃户。徽商这2个字让慕容庆来了兴趣，他正想找个路子切入徽商团体，但是没有熟人可以引荐。孙无涯的师傅不就是个现成的路子？身为徽商的保安兼运输大队长，徽商定然会给3分面子。虽然他们以曹家为首，但是并不代表着所有的利益都与曹家相合。这件事暂时不急。他和孙无涯碰了一杯，转而打听道：按照江湖的划分，你师傅童云海现在是什么武道境界？提起师傅，孙无涯马上两眼放光，骄傲说道：师傅他老人家早年已经打通九脉，距离宗师境只有1步之遥，这些年一直是闭关不出，也不知道现在突破了没有。那就是半步宗师。慕容庆想了想，这9阶高手和宗师之间怕是还存在着一道鸿沟，不是谁都可以迈过去。有系统帮忙，他对此并不担心，只是寻思着在成长之前找个靠山，免得有人请动那些宗师找他麻烦。2人足足等了大半个时辰，外面才终于有了些动静，人群骚乱，显然有大人物来了。果然有小厮在前面开道，进到院里大声吆喝道：荣国公道。后有2路家丁手持棍棒分开众人，隔出一条通道，让手持仪仗的家丁走了进来。到最后才看见了荣国公的真容，这架势堪比一品大员出行。爹，快来救我，我要死了啊！曹少卿见到了父亲，立马挣扎着扯着嗓子大叫了出来：青儿！曹正雄见到儿子受苦，不禁马上心里一疼，随后便与慕容庆四目相对。慕容庆没有起身，只是回过头冷冷一笑：荣国公，你可真不把你的宝贝儿子放在心上，这都快1个时辰了，你怎么才来？孙无涯两眼如炬，抱着刀马上起身护在了他的身后。曹正雄的后面明显是带着护院的高手来的。6殿下，我儿是怎么得罪你了，让你如此大动干戈？曹正雄兴师问罪，一脸愤恨之色。问得好！慕容庆突然拔出了孙无涯的长刀，把刀尖顶在了曹少卿的脖子上。在场的众人皆是惊的嗯的一叫，曹正雄更是紧张大喝：6殿下，你可不要乱来！慕容庆往嘴里灌了口酒，淡淡笑道：你紧张什么？我是找你要钱，又不是找你要命。他扔下了酒碗，把刀往上架在了曹少卿的脖子上，大声喝道：你的这个宝贝儿子在老子和花魁娘子办事的时候带着人过来闹事，把老子都给吓软了，老子以后生不出儿子，不能给皇室添枝散叶，这笔账你们曹家该怎么赔偿？噗！在场众人皆是忍不住笑喷了出来。不要脸！阁楼上的柳如意更是红着脸骂了一声，暗道：你什么软了？曹正雄干咳了2声，没想到慕容庆这么粗鄙，这种话都能讲得出来。即便这样，你也不能绑了我儿子啊，他也是皇亲国戚，如果有任何损伤，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他出言呵斥，丝毫不提赔偿的事情。皇亲国戚！慕容庆冷冷大笑，你的意思是，你们曹家靠着皇亲国戚的身份，就可以骑在本皇子的头上撒野了，就可以不给圣上面子了，就可以随意侮辱当今圣上的亲儿子了？你这关圣上什么事情？眼看着把燕帝牵扯进来，曹正雄一阵揶揄，急忙开口打断了慕容庆。怎么不关？慕容庆质问道：难道本皇子生的不是圣上的子孙？你儿子坏了本皇子生儿子的大事，那就是明摆着想破坏皇家的子嗣延续，想断了当今圣上的香火，简直是居心叵测，形如谋反。作为一个资深键盘侠，扣帽子的手段，慕容庆是得心应手。噗！曹正雄都快吐血了，这怎么都跟谋反联系在一起了？再说下去，他们曹家都成了反贼了。十皇子道。正在曹正雄语塞的时候，有小厮突然在后面吆喝一声，人群探头探脑，纷纷看了过去。只见一个锦衣玉带，同样是身材肥硕的年轻人，在小厮的簇拥下走了进来。
在场的权贵见到他，忙不迭的赶紧上去讨好。石皇子有礼，见过石皇子。石皇子好啊！一群吃瓜群众皆是以为石皇子来了，慕容庆肯定乖乖放人。毕竟在燕京城论权势，石皇子即便见了太子也不虚。这位石皇子并没有搭理众人，一双冷傲的眸子直盯在慕容庆的身上。不愧是表兄弟，他的模样与曹少卿非常相像，只是比曹少卿看着要机灵很多。老六啊，最近听说你可是出尽风头了，现在连我们曹家的人都敢绑了。十皇子慕容宏，竟非曹丽华之子，八皇子的心腹和钱袋子，其在帝京靠着八皇子的势力横行霸道，无人敢惹。慕容庆在这些兄弟的打压下，堪堪忍到了现在此刻，同样是杀心四起。只听叮的一响，系统突然冒出：任务1，杀了慕容宏，奖励系统币1万；任务2，让慕容宏下跪，奖励系统币10；任务3，拒绝，扣除系统币100。慕容庆一脑袋黑线，杀了皇帝老子的儿子，太子都不敢这样做。任务2倒是一点问题没有，反正已经长乖了慕容宏他妈，不怕再得罪他。选择任务2，他暂且留了慕容宏一命，寻思着等以后需要系统币的紧急时刻，再把这些兄弟挨个宰了。所以你今天来是给这个贱货说情来了。慕容庆的长刀在曹少卿的脸上拍了拍，曹家众人皆是吓得嗯的一叫，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混蛋，你别乱来啊！曹正雄急的脸都绿了，没想到慕容庆连自己外甥面子都不给。之前他可是听说慕容庆就是个废物，在自己外甥面前乖得很。慕容庆，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得罪我没有你什么好处。慕容宏出声威胁，丝毫不把眼前的这个废物六哥放在眼里，直接以大名称呼。好啊！慕容庆冷冷大笑，六哥倒是想看看得罪你有什么坏处。他手持钢刀猛地往下一划，锋利的刀刃从曹少卿长袍的腰带上斩过，长刀锋利，唰的一下将腰带轻松斩断。曹少卿双膝一颤，哇呀大叫一声，从裤裆里淌了黄水出来。不要！曹家人也是吓得嘶声大叫，脸都被慕容庆给吓白了。慕容庆！慕容宏几乎是大吼了出来，你到底要做什么？他不明白这个软弱的废物六哥怎么突然间就支棱起来了。碍于慕容庆最近的权势，他也不好搞得鱼死网破。六哥不是给曹家开了条件了吗？慕容庆的刀尖顶在曹少卿的下面，轻声哼笑，怎么还要六哥再讲一遍？曹少卿吓得都哭了出来，有话好说，咱先把刀拿开行吗？曹正雄浑身冒着冷汗，也是急忙劝道，六皇子有话好说，你的手可不敢抖啊，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慕容庆手上的长刀歪上一下，他这一脉可就绝后了。老二曹正谋站在后面，眼前一亮，倒是希望慕容庆的刀斩下去，这样他的儿子就有希望承袭爵位了。慕容庆，你先把刀放下，咱们有话可以商量。十皇子的态度明显变软，眼下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这件事情毕竟是曹少卿挑衅在先，即便闹到燕帝面前，他们也讨不了什么便宜。行啊！慕容庆收了长刀，盯着慕容宏戏谑道，既然实地发话，我自然是要给一些面子的。在场的人皆是松了口气，按道慕容庆就是虚张声势，到底还是畏惧十皇子的权势。十皇子也是扬起了脑袋，还以为慕容庆在主动示软，此次是我表兄冲撞在先，我代曹家向六哥赔个不是，冤家宜结不宜解，还请六哥看在我的面子上，饶过我表兄一次，以后我定会好好感谢六哥。他放低了姿态，想要与慕容庆各退一步。六哥！慕容庆哼笑道，这么多年还是听你第一次这么称呼为兄啊，不容易，真是难为你了。慕容宏冷哼，你知道就好，老子都跟你低头了，还不赶紧放人？你想救你表兄？慕容庆提刀在眼前晃了晃，锋利雪亮的刀刃在阳光下反射着寒光，不断晃在慕容宏的脸上。可以。他吐了2个字，让场上所有人顿觉松了口气。还没有来得及高兴，马上便听他继续说道，只需要满足我之前的2个条件，再答应我第3个条件，我就放手。慕容庆！慕容宏眼睛里差点都喷出了火来，这个老六不退让就罢了，还增加一个条件，简直是当众打他的脸啊！什么条件？他咬着牙询问。慕容庆嘴角扬起，很简单，只需要你这个弟弟给我跪下来施个大礼就行。什么？在场的人皆是被慕容庆惊得说不出话来，这个废物老六竟敢让十皇子给他下跪，这简直是吃了豹子胆了！放你娘的狗屁！慕容宏同样是忍不住大吼了出来。曹正雄在后面为外甥站台，没错，放你娘的狗屁！我外甥乃千金之躯，岂能给你个宫女之子下跪？你当真以为我们好欺负吗？唰！慕容庆没有说话，
只是手里的长刀寒光一闪，贴着曹少卿的肉脸往上斩过。紧跟着，场上就传出曹少卿杀猪一般的惨叫声：“啊，耳朵，我的耳朵！”猩红的鲜血从曹少卿的脑袋上面喷出，一只右耳连根斩断，落在了地上。场上的人吓得哇呀大叫了出来，胆小的女子见到血往后面都晕了过去。儿子！曹正雄急得从侍卫手里把长刀都拔了出来，热血上头，嘶声大吼：“给我弄死这个混蛋！我看谁敢动手！”孙无涯从后面跳了出来，五阶武者的气机瞬间溢满全场，把曹正雄身后的家丁吓得全都往后直退。那恐怖的气息像是老虎啸铃，让人不寒而栗。即便是府里的高手护院，此刻也是面色煞白，连忙劝道：“公爷，冷静啊，这小子是五阶武者，不好对付啊！一群废物！”曹正雄手上的长刀颤了颤，恨得后槽牙差点咬碎了。慕容宏也被这个废物老六的狠辣吓得愣在了原地。以前都是他欺负别人，哪里见过这么血腥残暴的场面，而且还发生在自己表哥身上。外行看热闹，内行看的可是门道。寻常人的刀哪里能这么准，这么稳？贴着曹少卿的肉脸而过，没有伤及其他的地方，独独把曹少卿的耳朵斩下。曹家的高手护院在心里估算着慕容庆的武道境界，皆是得出了不好应敌的结论。国公，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是啊，公爷，不能再耽搁了。少爷的耳朵现在还有希望接上，再耽搁可就迟了。他们纷纷劝起了曹正雄。曹正雄已然是满头大汗，无奈地看向了外甥，早知道不请他过来，本来只是赔钱了事，现在却要让外甥跪下。如果外甥不跪，他也不能强来啊。曹国公，你儿子可就剩下一只耳朵了。慕容庆的刀移到了左面，曹少卿眼前一晕，直接贴着石柱昏死了过去。曹国公急得直叫：“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还不行？100万两，还有蓉儿丫头，我全都给你。”不不，慕容庆冷笑着摇了摇头，这是之前的条件，现在加了一条。他的目光移到了十皇子慕容宏的身上。慕容宏断然拒绝：“不可能，你休想让他给曾经在他面前摇尾乞怜的废物下跪，他以后还怎么在权贵之中立足？不答应。”慕容庆的神色轻松，左右是你表兄身上的器官还多，切完右耳切左耳，切完左耳切鼻子，切完鼻子再切这里呗。他手上的长刀从曹少卿的鼻子上一路划到了裤裆下面。曹正雄急得都哭叫了出来：“不能，不能啊！”他冲上前抱住外甥的胳膊，先跪倒在了外甥的面前：“红儿，你可就这么一个表兄啊，你得帮他，你得救他啊！舅舅给你磕头，舅舅先给你磕头了。舅父，您这是做什么啊？”慕容宏着急扶他，燕国向来讲究以孝治天下，现在舅舅给外甥下跪，传出去，他的名声可就彻底败坏了。他强行拉住了曹正雄，把他搀扶了起来，而后面红耳赤地盯着慕容庆，咬牙喝道：“好，如你所愿，我给你跪下还不行？早这样不就完了？你六哥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慕容庆满意的移开了长刀，慕容宏攥着拳头，指甲都陷入了肉里，弯下双膝给慕容庆跪倒在了地上，恶狠狠地施了一礼：“慕容庆，这笔账咱们记下了，不搞死你，老子是你孙子！”他在心里狂吼。叮，系统任务完成，奖励系统必时。慕容庆满意的把长刀还给了孙无涯，上前摆出一副好兄长的模样，扶起慕容宏，疼爱说道：“师弟，为兄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看你怎么还认真了？直娘贼，你怎么不去死？”慕容宏眼带杀气，简直想把慕容庆的这张虚伪的脸撕烂。曹正雄长松了口气，急忙让人把银票给慕容庆送上，把丫鬟许蓉儿也交了出来，同时让人赶紧把儿子松开，捡起耳朵，嘶声大吼：“快送百草堂，有请华神医诊治。”燕京百草堂城内最好的医馆，神医华人，医术高明，尤其擅长治疗跌打损伤，在这个年代已经开外科手术的先河。六皇子，六个！慕容宏的嗓子里发出死亡的低鸣：“山不转水转，咱们走着瞧。”他甩开了慕容庆，红着脸转身离去。场上的人群知趣的马上让开，生怕招惹了这位激进发狂的皇子。等到曹家的人都散了后，围观的人群也纷纷散去。表兄，许柔儿鼻子一酸，往前面一把抱在了孙无涯的怀里。慕容庆这才注意到这个丫头，怪不得曹少卿能看上她，她还真是有容乃大。小小年纪1.6米左右的身材，却生着一副让人羡慕的资本，一身血肌玉肤，肉乎乎的，脸蛋圆圆，眼睛大大，比起蕊儿的娇瘦显得要丰腴许多。柔儿，快来拜见恩公。孙无涯拍了拍许柔儿的肩膀，等她稍微平复下来，让她赶紧给慕容庆施礼。许柔儿很机灵，马上给慕容庆跪在地上施了一礼：“奴婢许柔儿叩谢皇子救命大恩。”
慕容庆笑着搀扶起了他，不必客气，我和你表兄是刚结义的兄弟，你以后就是我的表妹，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许柔儿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又看看了表哥。孙无涯心中感动，但是却不敢有任何逾越之举，强调说道：六殿下只是谦虚待人，你可不能因此而心生不轨，以后待皇子要如同待父母一般孝敬。柔儿明白。许柔儿低下头，哪里敢跟皇子称兄道妹。行了，咱们就不用在这里来回客气了。慕容庆笑了笑，安排说道：此次得罪了曹家，曹家定然会心生报复。孙兄弟，你回去马上将蓉儿的亲友带离曹家皇庄，送到七里河皇庄里，那里是我和太子的地盘，想那曹家也不敢乱来，如果有人阻拦，直接杀了便是。他平静地跟孙无涯交代，根本无惧曹家。殿下真是考虑周到，小人马上去办。孙无涯长松了口气，刚才还在担心怎么安排姑父一家，没想到慕容庆已经为他考虑好了。好了，时间不等人，那咱们就在七里河皇庄见面。慕容庆拍了拍孙无涯的肩膀，回过头冲着阁楼上的柳如意招了招手，示意他马上收拾东西。柳如意两眼冒着桃花，马上让丫鬟莲儿去办。经此一折腾，众人驶向七里河皇庄，已经快到晚上。第一次走出巫山别院，柳如意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撩开车帘，一路欣赏着路边的风景。只是这城内和城外完全是两个世界。出城后没有了宽敞的御道，繁荣的街巷，取而代之的是遍地的流民，还有沿着河道两旁到处随意乱搭乱建的茅草房子。许柔儿对此并不惊讶，还主动开口介绍，今年黄河发大水，京城又来了不少逃难的灾民，没有10万也有8万，民生凋敝，竟至如此。慕容庆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这些流民的生活处境已经不能用人来形容，他们骨瘦嶙峋，衣不遮体，躺在路上，靠在树上，仅仅只剩下了一口气。道路两旁的树皮已经被啃光，有的小孩甚至啃着泥巴。这对于在城内过惯了锦衣玉食的众人来讲，不亚于来到了地狱。柳如意看着灾民的惨状，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取出一个包裹，想要丫鬟莲儿把里面的钱财分给灾民。慕容庆拦住了他，甚至这一包金银要是敢散出去，今天他们可就走不了。施舍1人、10人，甚至100人都无济于事，关键是要从根上解决问题。他一路盘算，到了七里河皇庄已经是晚上。这里原本有100户庄客，因为上一家主户不会经营，对庄户过于苛刻，导致庄户走了一大半。不大的庄子里显得非常的寂静，马车停在了一个大院的门口，这里是原庄主的宅院。楚元良让人把这里先修整了出来，把太子妃赵盼先安排在这里居住。在七里河娱乐城建成之前，柳如意以后也要住在这里。得知慕容庆要来，楚元良亲自在这里迎接。孙无涯站在他的旁边，许柔儿见到表哥，急忙开心的上去拉住了他的胳膊。孙无涯宠溺的摸了摸他的脑袋，见到慕容庆下车，与楚元良一起，马上上前与他拱手施礼。慕容庆微笑询问，柔儿的亲朋都安置好了，暂且都住下了。孙无涯点头。楚元良介绍，今天大家刚来，我让他们先休息去了，等明天天亮再给他们分配房屋。很好，让一个商会会长办这点小事，根本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殿下，那我先去看看父亲吧。柔儿着急告退。慕容庆点头，让他离开。楚元良在前面招呼着一行人进门，在正堂和西院侧堂皆是安排了接风酒宴。他考虑得很周到，这个世界妇道人家不好意思抛头露面，大家吃饭的时候各自分开。柳如意好奇问道，这东院有人居住了？他看东面亮着灯火，似乎还隐隐听见了琵琶的声音。回头我再告诉你。慕容庆心虚地笑了下，让他和灵儿先去收拾东西。他和楚元良、孙无涯进了正堂，在宴席前面坐了下来。楚元良恭敬地马上给慕容庆斟酒，介绍说道，小人请了商会的镖师住在大院两侧，作为护佑2位小姐的安全问题，殿下大可放心。慕容庆点头，端起酒杯与2人先喝了一杯。他紧着眉心说道，这些问题不重要，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跟你相谈。楚元良问道，可是皇庄的建设问题？这个殿下也请放心，小人已经请了工部有名的匠人过来勘测制图，只需月余便可以开工建设。慕容庆摇头，也不是这个问题。他放下酒杯询问道，你来时可曾注意到路上的灾民？注意到了。楚元良点头，轻声叹道，民生艰难，这还只是开始。今年的秋冬错过，明年开春后灾民问题会更加严重，小人估计至少比现在要翻10倍，100万灾民啊。慕容庆眉头紧锁，我们大燕不过才上千万人口，现在却将近1/10的人受灾。楚元良给他满上酒，附和道，如果朝廷不积极救灾，这确实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今年秋雨不绝，水灾就没有断过，
黄河到处决口，江淮一带泛滥成灾，已经成了泽国。小人在那边的生意现在已经全断了，百姓要么往南面的梁国逃难，要么来北面的燕京，一路颠沛流离，缺吃少衣，甚至有人项食的情况发生。慕容庆好奇问道：江淮一带是徽商的大本营，他们就不管吗？就在。楚元良苦笑，他们不趁机巧取豪夺，就是良心发现了，怎么可能去救济百姓？这负责赈灾的官员正是徽商养的蛀虫，他们不但不积极赈灾，反而与徽商沆瀣一气。百姓们没吃的，他们可不缺，依旧过着锦衣玉食、歌舞升平的日子。可恶的地主阶级！慕容庆真想前往灾区，喊一声打土豪，分田地，带着这些受灾百姓吃大户去。他往嘴里下了口酒，沉声说道：灾区的百姓我管不上，燕京城的灾民我必须得管。殿下好样的！孙无涯激动称赞，端起酒斟心敬道：我孙某代灾民感谢殿下。他是彻底服了，这样心怀天下苍生的主子，值得他以命辅佐。楚元良却是皱着眉头提醒说道：殿下，救助灾民的花费可不是小数目啊。慕容庆知道这老小子是怕花他的钱，糟蹋徽商，他是一口一个官商勾结，徽商无道，让老小子真的出血，他是100个不愿意。毕竟他真有头牛。你放心，我的意思不是去施舍他们。他看着楚元良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本皇子是要以工代赈。楚元良马上瞪大眼睛，脑子急转，是以攻城代替赈灾的意思吗？慕容庆点头，普通的施舍只会滋养一些懒汉，任有多少粮草也不可能天天让这些灾民白吃下去。而以工代赈就不一样了，不能可以赈济灾民，还能把他们的力量发挥出来，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既帮助了他们，也成全了我们。楚元良马上心领神会，小人明白了，殿下的意思是把咱们娱乐城的工程交给这些灾民来做。没错，慕容庆说道，工匠的雇佣价钱可比灾民要贵得多，你只需要给灾民一口饭吃，给他们一个住的地方，他们便能抢着给你做工，如此何乐而不为呢？小人明白了。楚元良心里一松，马上给慕容庆敬酒，殿下的这个以工代赈简直是太妙了，没错，我们可以组织灾民做工，而不是白白的施舍他们。兴许在这些灾民里还能筛选出不少的熟练工，那可比雇佣专门的工匠划算多了。是这个道理。慕容庆笑着和他碰了一杯，吩咐说道：你尽快让人安排在黄庄四周开辟一个专门供给灾民居住的地方，不需要多么豪华的屋子，一开始挖个地窝，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棚子就行。关键是一定要注意卫生问题，绝对不能让瘟疫在此地蔓延。这个小人明白，小人回去就找人办理此事。一听到能省钱办事，楚元良动力充沛。慕容庆安排道：明天我会上奏圣上，让朝廷派遣专业的工匠和太医助你，毕竟是为朝廷办差，朝廷总得也出一份力气。如此更好。楚元良闻言大喜。三人吃喝完毕，楚元良告辞离开，孙无涯也告辞，到他姑父和表妹住的地方看望去了。慕容庆独自坐了一会，刚才接连收到了黄嫂丫鬟平儿、柳如意丫鬟莲儿的催促，皆是让他吃完后过去，说是有事情商量。他看了看东面，又看了看西面，一面是久居空房、磨刀霍霍的黄嫂，一面是疑神疑鬼、兴师问罪的新欢。这俩女人还真是不好安抚。系统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突然叮的一响冒了出来，人物生成，任务1，与赵盼儿和柳如意同床共枕，奖励系统币100。任务2，拒绝，扣除系统币100。你妹啊！系统！慕容庆一头黑线。系统奖励，即便让十皇子慕容宏跪下，不过才10个系统币，而这次直接给到了100系统币，这是个足以让人产生犯罪念头的奖励。100系统币可以购买很多东西。热武器：5把滑膛枪，1把后膛枪，100发滑膛枪牛皮质子弹，10发后膛枪子弹，1个手榴弹，1个炸药包，1个迫击炮。冷兵器：5把百斤牛角弓，5把不锈钢刀枪棍棒，10根螺纹钢筋、剑雨、铁钉、斧头之类。各种后世才有的杂交水稻种子、长绒棉花种子、地瓜种子、土豆种子、玉米种子，各种吃食、化妆品。只是作为一个人品邦邦硬的男人，他坚决不能满足系统的这种低级趣味。慕容庆谁也不找，自己一个人躺在正堂的卧榻上面准备凑合一晚。毕竟系统任务又没有规定时间，他不拒绝也不马上接受，不算是违规。挨到半夜，慕容庆睡意正浓，忽听外面铜锣声骤起，还伴随着一阵急促的大喝声：刺客，有刺客！他顾不上穿鞋，一个翻身从正堂窜了出去。强大的身体韧性，穿不穿鞋都没有感觉，双膝弯曲，好似弹簧一般，猛地往上，轻松跃上2米高的屋顶。
眼睛扫视四方，耳朵聆听八方。很快，他便锁定了叫喊声的来源，而后像是猎豹一样窜了出去。到达地方后，一个黑影正朝他急速奔来。他注意到了慕容庆手上的长刀一斜，猛地一吼：“让开！快给老子让开！”慕容庆没有理会他，而是右拳蓄力。等到他近身后，身子往右躲开了他手上的长刀劈砍，随后一拳轰击在黑衣人的身上，砰的一声巨震，黑衣人的身子好像炮弹一样砸进了对面的土墙里，眼睛瞪大，口吐鲜血，五脏剧烈，极不甘心地断了气息。殿下，孙无涯很快追了过来，手上的长刀已经被鲜血染红，身后还跟着几个楚元良过来的镖师。情况怎么样了？慕容庆冷静询问。没事了，已经全部解决了。孙无涯汇报，留了个活口，殿下要不要审问一下？慕容庆点头，跟着孙无涯过去。黑衣人被五花大绑，脸上戴着黑色面巾，眼睛瞪得老大。孙无涯把他的面巾拉开，露出了一副凶狠狰狞的脸庞。他瞪着慕容庆，张口便骂：“直娘贼，要杀就杀，休要啰嗦，老子什么也不会说，是吗？”慕容庆一伸手，孙无涯急忙把长刀递上。他走上前，声若冰窖：“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呸！黑衣人冲他啐了口唾沫，嘶声大笑：“输了就是输了，老子让你给机会。”噗！长刀寒光一闪，从他的右臂砍下，锋利的刀刃连根将他的皮肉连着骨头与身子分开，猩红的鲜血从断臂处喷出，疼得黑衣人哇呀一声惨叫着滚在了地上。是谁派你来的？慕容庆询问。黑衣人痛苦大吼：“杀了我，有种杀了老子，给老子个痛快啊！”不说。慕容庆手上的长刀一挥，从黑衣人的右脚斩过，噗的一下，犹如刀切豆腐，右脚连根断掉，鲜血喷涌而出，直接把黑衣人疼晕了过去。拿火把他的伤口烤一烤，继续审问。慕容庆面无表情，看得孙无涯和身后的镖师都是一阵胆寒。大家都没有想到，平时大大咧咧、平易近人的六皇子，对待敌人竟然如此冷酷。镖师们即便常年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也是被黑衣人的惨状吓到，右手颤颤咧咧地举着火把，放在了黑衣人的伤口上炙烤起来。黑衣人哇呀一叫，从昏迷中疼醒了过来，伤口滋啦一响，冒出了阵阵的黑烟，让院子里满是烤肉的味道。魔鬼，你是魔鬼！黑衣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慕容庆往后坐在了椅子上，平静问道：“现在可以说了吗？”黑衣人哪里还能坚持得住，哭丧着脸回禀道：“是曹家，是曹正雄雇佣的我们。”哦，慕容庆并不意外，如果曹正雄没有动作，他才意外。你们是谁？什么组织？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黑衣人。不能说，不能说。黑衣人浑身剧颤，好像看见什么更恐怖的东西，猛地一个挣扎，趁着身后的镖师不备，一头撞了过去，脖子贴着镖师手里的长刀，给自己了一个痛快。慕容庆的眉心紧起，没想到这黑衣人面对背叛组织的时候如此绝望，看起来这个组织报复背叛者的手段比他更狠毒啊！把这些人埋了吧，既然没有了人证，这些死人对他也没有了利用价值。落！镖师拱手领命，马上照办，恨不得离他远远的。等他们走后，慕容庆看向了孙无涯：“你是怎么想的？知不知道他们的来路？”孙无涯紧着眉心道：“还不能确定，但是看样子他们似乎是地狱门的杀手。”地狱门？慕容庆挑了下眉。孙无涯介绍道：“地狱门是江湖上一个赫赫有名的杀手组织，其行事作风狠辣，被俘之后从不偷生，已经在燕京城犯下了多起命案。”好吗？慕容庆揉了揉脑袋，眼前一亮：“你的意思是咱们也可以雇佣他们？”当然。孙无涯点头，只要价钱到位，他们什么活都接。那这个价钱是多少？慕容庆心动了下，据说是10万两起步。孙无涯介绍，他们不接小活，干的都是大票。噗，10万两！慕容庆果断摇头，一副抠门的模样。10万两还不如我自己去挣。他摆摆手，让孙无涯继续警戒，然后回了自己的院子。刚进门，在大堂里便见到了一群女人，东院黄嫂和丫鬟，西院柳如意和丫鬟，还有专职司机公孙止，一群美女待在一起，那种视觉的冲击力简直炸裂。黄嫂妖艳外放，一双狐媚的眼睛带着嗔怪，骚气十足。柳如意之性内敛，文艺范十足。让人意外的是公孙止，一身素衣，面若寒霜，不苟言笑，站在柳如意和黄嫂跟前，健美匀称的身材，精致的五官，竟然丝毫不落下风。殿下，什么情况啊？柳如意第一个开口询问。没事了，一些刺客而已。慕容庆进了里面，示意大家散了，回去安心休息。只有公孙止告退。柳如意和黄嫂坐在卧榻上，谁也没动。刺客会不会再来？
柳如意担心询问。不知道。慕容庆不敢肯定，只是安慰道：没事的，有我在，刺客伤不了你们。那我们也害怕。黄嫂抢先发言，脱了鞋子，上了卧榻，拉起被子把他盖了起来。我也害怕。柳如意不甘落后，同样是拉了床被子躺靠在另一边。你们呢？慕容庆苦笑着看着丫鬟平儿和莲儿。这卧榻太小，奴婢就先退下了。两个丫鬟吐了吐舌头，知趣的告退。大堂里面马上剩下了3人，让气氛一阵尴尬。慕容庆看了看眼神不善的黄嫂，又看了看争风好胜的柳如是，暗道：老子不就是想当个正人君子，就这么难吗？系统龟孙，领取任务。他边抱怨边上了床，动作麻溜，生怕两个花魁反悔。系统只说是同床共枕，又没有说非得干点什么。慕容庆找了找系统漏洞，拉了个枕头躺在了中间，只要把两个花魁哄骗着，跟他躺在一个枕头上，任务不就完成了？他显然低估了系统任务的难易程度。柳如意率先开口质问：他是谁啊？他细长的玉手指向了黄嫂。黄嫂瞪起媚眼反问：我还想知道你是谁呢？我是殿下的女人。柳如意大方宣布了两人的关系。巧了，我也是他的女人。黄嫂不甘示弱。慕容庆吓得一个翻身坐起，冲着黄嫂纠正道：黄嫂，您是太子妃，是我皇兄的女人，您可别乱说话。太子妃？柳如意好像想到了什么，马上惊叫道：你是潇湘会馆的花魁赵盼儿？是啊。赵盼儿挺了挺酥软的饱满，示威道：怎么了？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妖精？相公，你告诉他。柳如意挽住慕容庆的胳膊，娇滴滴的反击。空气里的火药味马上浓郁起来。慕容庆干咳了2声，苦着脸从中介绍：黄嫂，您应该知道他，他和你齐名，乃巫山别院的花魁娘子。巫山别院？赵盼儿挑了下眉，马上翻了个白眼。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啊！传说中的那个琴棋书画皆通的扬州瘦马柳如意，正是本小姐。柳如意把细长的脖子高高扬起，讥讽说道：你既然是太子妃，也是我家相公的皇嫂，自当遵守伦理妇道，为何管我家相公叫你的男人？你当这里是潇湘会馆吗？你还要不要脸了？我不要脸。黄嫂恶狠狠地在慕容庆的胳膊上拧了一把。你问问这个家伙对我做了什么？我的荣华富贵全都是被他毁掉的。他抹着鼻子呜呜哭了出来。慕容庆一头黑线，心道：是你丫陷害老子，把老子睡了，老子还没怪你，你倒是怪起老子来了。不过为了系统任务，他还是好生安慰道：说来话长，圣上暂且剥夺了皇嫂的封号，不过太子皇兄并没有放弃他，所以以后你还是要以皇嫂的身份敬他。他看向柳如意，认真叮嘱：我当你是飞上枝头变了凤凰，原来被退婚了。柳如意掩嘴一乐。赵盼气的反击：你还有脸说我？你还不是一样？我可听说了，陛下给这个老六许配的是宰相家的闺女，而不是你柳如意。那又如何？即便当小，他也是我男人，你行吗？太子还会要你吗？柳如意一把搂住慕容庆的左臂。你男人？赵盼儿抹了把眼泪，一把将慕容庆的右臂搂住。你不说还好，既然说出口，那我还偏要跟你争一争。你还要脸吗？柳如意提醒道。你可是他皇嫂。那又如何？赵盼儿满不在乎。太子不要我，还不允许我另找男人了。柳如意气得瞪向慕容庆：相公，你说话啊？你选谁？臭家伙，你要他还是要我？赵盼儿掐了慕容庆一把威胁：你敢选他，我马上找太子告状去，好吗？慕容庆一头冷汗，终于明白后世为什么实行一夫一妻制了。这不是限制男人，而是保护男人啊。这才2个女人，家里都闹翻天了，要是一堆女人，那还不得要了命了？能不能都选啊？他干笑着提议。你想得美。2个女人齐声呵斥，一人在他的腰上拧了一把。慕容庆都快哭了，干脆躺了下来装死。哎呀呀，我累了，我先睡了。你别装蒜，你快起来。2个花魁不同意，一人拉扯着他一条胳膊，想把他拉起来。他们才多大力气，没有拉动他，反而被他一用力，全部拉到了怀里。啊呀！2个花魁皆是惊讶羞涩的轻叫一声。轻盈柔软的身子，奶香奶香的，每一个都足以让男人神魂颠倒。2个脑袋同时在枕头上躺下。系统叮的一声，任务完成，奖励100系统币。慕容庆终于是松了口气，说话的口气都硬了起来。吵什么吵？你们有完没完？大晚上的还让不让睡觉了？任务完成，谁还惯着他们？2个女人果然安静了下来，乖乖的闭上了嘴巴，被他搂着一动也不敢动。天啊！世界终于安静了。慕容庆感觉脑袋都轻松了一些。
继续拿出老爷们的气势，黑着脸教训，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俩就准备这么闹下去吗？柳如意委屈道，是他先欺负我的，你对我凶什么啊？赵盼儿也是哭了出来，我原本就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女人，你干脆让太子把我杀了一了百了。得，又来了。慕容庆捂住了耳朵，眼见镇不住场子，干脆闭上嘴巴不再吭气。两个女人各自哭了一会，又累又倦，很快抱着她都睡了过去。慕容庆终于松了口气，虽是左拥右抱，但是不敢有丝毫的动作，生怕弄醒他们再燃起战火。他抓紧时间睡了一会，天还没亮马上起身，到门房换了公孙止，坐着马车逃回了城里。什么妻妾成群，相敬如宾，感情全都是幻想出来的。慕容庆感觉像是逃出魔窟一样，坐在马车上心情都好了很多。主子昨晚有2位主母相伴，还没有睡好吗？公孙止在前面难得跟他闲聊了起来，不过话里却透着讥讽之意。嗨，慕容庆斜了他一眼，你在编排我？哪有？公孙止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坏笑，奴婢只是觉得主人好有福气，当真让全天下的男人羡慕。慕容庆意外地挑了下眉，你最近话多了不少，是吗？公孙止扬了扬手里的马鞭，抽打在马的屁股上，悠悠吐道，也许是跟主人熟悉了吧。很好。慕容庆没有怒意，反而轻笑道，你能这样想非常不错，我不喜欢讲什么上下尊卑，只想与我身边的每个人都能真心相待，而且女孩子家家的过得轻松一些总是好的，不要总是愁眉苦脸的，搞得好像肩负了很多责任一样。公孙止神色一紧，没有再理会他。主仆2人先是回了郡王府，慕容庆照例先泡了个热水澡，在家里好好休整了下，等到退朝的时辰，让蕊儿给他换上了皇子的朝服，然后去了宫里面圣。赈济灾民乃朝廷之事，他帮朝廷干活，自然得管皇帝老登要一些好处。今天朝会谈论的正是灾民的问题，御史大夫周彦博上书弹劾宰相上官策抗灾不力，致使灾民不断涌入燕京，对燕京的治安造成了极大的隐患。宰相上官策辩驳，说是抗灾一事由户部尚书耿元吉亲自负责，他想插手也没有这个职权。耿元吉一头冷汗，他是八皇子的人，身后站着平家和曹家，此次抗灾一事皆是由2大势力主导，为了自保，于是借口工部办事不力，导致黄河决口，国库空虚，把责任推到了工部身上。工部尚书鲁元直胡子都被气歪了，干活他们工部最累，结果担责任还推到他们身上。鲁元直当即辩驳，说是户部没有出钱，导致工期一推再推，最后以至于黄河决口，淹没千里。朝堂上争吵不休，燕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并没有多说什么。最后等他们吵完后，让太监张德顺宣布了退朝。等回到了书房后，他的手猛地拍在了桌上，黑着脸脱口骂道，瞧瞧，朕的大燕王朝都养了一群什么东西。张德顺站在一旁吓得冷汗直流，连忙劝道，陛下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啊。龙体？燕帝冷笑，他们现在怕是巴不得朕驾崩呢，朕给了他们荣华富贵，他们就是如此回报朕的，他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他干咳了2声，坐在书桌前喘了半天的粗气。张德顺急忙把茶水给他满上，宽慰说道，陛下不用着急，天佑陛下，天佑我大燕，问题总归是有办法解决的。解决个屁！燕帝揉了揉脑袋，端起茶水喝了口，询问说道，老六最近有什么消息吗？朕好像几天都没有看见他了。张德顺急忙给手下使了个眼色，让人把有关慕容庆的消息递了上去。燕帝紧着眉一一翻阅，上面的事情一件比一件惊人。长乖敬妃，订婚宴敛财，绑架曹正雄之子曹少卿，逼迫10皇子慕容宏下跪，这小子是想找死吗？燕帝刚刚压下去的火气蹭得又冲上了脑袋，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张德顺急忙让侍女给他捶了捶后背，在一旁小心介绍，事出皆有因，6皇子此举也不全是嚣张所致，收了慕容庆的好处。张德顺自是要给这位6皇子说话，密奏上面有清楚的过程。燕帝看完以后，脸色果然平复了不少，他倒是敛得一手好财，现在比朕都要阔气了。老登一下抓住了重点。张德顺嘿嘿笑道，据奴才统计，6殿下这些日子至少进落300万两银子。不错。燕帝也不知道是夸奖还是有其他的意思，不住的点头。他正要让张德顺下诏让慕容庆进宫面圣，这时候有太监突然来报，说是慕容庆正在殿外求见。燕帝眼前一亮，马上让太监召慕容庆进来。慕容庆一脑袋找老登要好处的心思，还不知道自己被老登盯上了。进门后跪身便拜，儿臣慕容庆叩见父皇。好个贼子，
你还有脸来见朕？燕帝张口便拍了桌子，把慕容庆吓得腿都软了，赶紧瞧了眼张德顺。张德顺摇摇头，示意他不要紧张。他这才咽了口唾沫，小心询问，不知道父皇因何发怒。燕帝大骂：你还有脸问？你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儿臣冤枉啊！慕容庆一听就知道东窗事发了，老登这是让鹰眼卫盯着他，八成所有的坏事都知道了。光是长乖敬妃这一条就足够把他扒皮抽筋了。他寻思着张德顺为什么摇头，肯定是事情还有缓和的余地。那缓和的余地在哪里？聪明的大脑此时又占领了高地。钱，老登肯定是为了钱，所以给他一个下马威。他娘的，他光惦记着来打秋风，结果忘了自己干的那些缺德事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燕帝喝了口茶，一副要公事公办的样子。慕容庆当场大呼：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是眼下北方辽人为祸，南方洪水泛滥，而臣还不能为君分忧，即便身死也不能瞑目啊。哦，燕帝等的就是他这句话，脸上露出一丝怪笑。你倒是说来听听，你打算如何为君分忧？慕容庆长松了口气，暗道自己这是猜对了，这老登果然是冲着他的银子来的。娘西皮，自古从来有坑爹的儿子，没有见过坑儿子的爹。他无奈吐道：而臣深知国库空虚，无力赈灾。前2日借着订婚一事，特意为父皇筹集了100万两银子，正打算上缴国库，为君分忧。100万两，老登冷哼道：不对吧？我怎么听说光是太子就给了你100万两？噗！慕容庆一头冷汗，按道你个老登，差不多得了，你这是要府府邸抽薪啊？他哭着脸辩解道：太子是给了儿臣100万两，但是这100万两，太子是想要和儿臣一起赈济城外的灾民所用，并非是由儿臣随意支配啊。燕帝满脸的意外，你说你准备跟太子赈济城外的灾民？没错。慕容庆抬起了脑袋，从怀里把自己的赈灾大计由太监呈交上去。燕帝接到手里，入眼便是4个大字：以工代赈。里面是具体的方案和措施，论述的非常的详细。好一个以工代赈。燕帝的眉头舒展，难得在脸上露出了喜色，满是欣赏地打量起殿中的这个废物儿子。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儿子的变化简直是犹如神助，让他都不禁怀疑，是不是有什么神明附在这个儿子身上了？难道真是由张德顺所言？这是天佑他和大雁，你的这份折子来得非常及时。燕帝最后发话：朕会下发各部，由他们全力配合和支持你。多谢父皇。慕容庆长松了口气，按道自己的金库是保住了吧？还没有来得及高兴，老登又发话道：不过你干的那些事情也不得轻饶，朕也得给静妃和曹家一个交代。你妹！慕容庆苦着脸叩首，儿臣任凭父皇发落。燕帝露出了老狐狸的鬼笑：朕就罚你上缴国库100万两银子，再写2份检讨书向静妃和曹家赔罪。得，好歹没有一把掏空。慕容庆叩谢皇恩，在心里骂骂咧咧的告退。燕帝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欣慰说道：总算是有个替朕分忧的人了。张德顺干笑道：陛下如此，会不会让静妃和曹家不满啊？不满。燕帝一脸的厌恶：朕没有处罚他们就不错了，他们还敢不满？事时君禄，却不替朕分忧，还变本加厉的得寸进尺，一点都不顾及大局。依朕所看，有个人收拾他们更好。是。张德顺连连点头，拍起了马屁：陛下英明，大雁有陛下这样的君主，真乃百姓之福。慕容庆出了皇宫，欲哭无泪，替老登分忧，反倒被老登敲诈。还有天理吗？他让公孙止把他送去太子府。老登既然发话让各部配合他，他就得把所有资源都利用上，把他的100万两银子再省回来。太子自从失去了花魁赵盼，就跟丢了魂一样，整天待在府里闷闷不乐。此时他喝着酒，看着莺歌燕燕的舞女们在面前献舞，不禁在心里感慨：庸脂俗粉，没有一人可与盼儿相提并论。这时候管家凑到了身前，向他禀告：太子殿下，六皇子来了。太子眉心一紧，马上拍了拍手，让舞女退下，然后把慕容庆召上堂来。慕容庆见到这位整天沉迷酒色二哥，在心里狂骂：你丫的，老子在前面要死要活的给你办差，你倒是落了个清闲了。臣弟拜见太子二哥。他站在堂上拱手下拜。太子赶紧招手：六弟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快上来坐下。他让慕容庆坐在了身旁，迫不及待地问道：盼儿还好吗？你最近可曾见到他了？得，你丫脑袋里就知道女人是吧？慕容庆一脸无语，却只能耐心讲道：昨夜臣弟去了七里河黄庄一趟，正好见到了皇嫂。
皇嫂无事，就是对太子太过思念，最近还瘦了很多。瘦了？太子顿觉心疼，马上起身说道：“你随二哥赶紧去看看他。”二哥稍等，臣弟还有要事跟你商量啊。慕容庆连忙拦住了他，把赈济灾民的事情跟他讲了一遍，还专门强调道：“臣弟在父皇面前专门提起，此事是由二哥领头。”父皇一听，把二哥好好的夸赞了一番，说：“您是为君分忧，孝心可嘉，还说办好了这份差事，要好好的奖励二哥呢，是吗？”太子瞧着他，一脸欣喜，父皇真是这么讲的。慕容庆轻笑道：“当然，二哥很快就会收到旨意。臣弟的意思是想要二哥从中协调，尽量把这份差事办好了。将来这可是二哥的一大政绩，任谁看了都得夸赞二哥一番。”“好，好样的！”太子满意夸赞：“老六啊，你可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一切都照你说的办理，二哥马上安排人听从你的差遣便是。多谢二哥体谅。”慕容庆心说：“是你可算说了句人话了。”他这才切入正题，说起了今天的来意。二哥，此次以工代赈，相当于在燕京城外建设了一座新城。臣弟的意思是，既然要建，那就按照百年工程来打造。此城不但具备娱乐功能，更兼有防御功能，所以事关土木工程的投资也是相当巨大。臣弟的意思是，可否让晋商也参与其中，与蜀商一起合作？但是凭借蜀商的力量，恐怕也难以把此事办好。这样啊？太子上下打量着他，终于明白了过来，这小子是在打他钱袋子的主意。如果放在平时，他肯定一口拒绝。不过此事是为了他的政绩工程，办好了是他的荣光。他只是略微思考了下，便应承了下来。小问题，二哥让晋商的会长找你去谈，不过能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支持你，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多谢二哥。慕容庆拱手叩谢，丝毫不担心晋商不答应，他手里可有晋商最需要的东西——煤矿开采加工技术大全。这个世界虽然煤矿资源已经得利用，但是受制于开采技术不能大规模深层次的开采，而且煤矿的位置很难确定。慕容庆的手里多的是这方面的资料。三晋大地从南到北，那可是住在煤堆上，对于晋商来说可是一笔天大的生意。什么柴米油盐，比起煤矿生意统统都不值一提。得到太子的应承后，他起身正要告退，太子却拉住了他，要他想办法见赵盼一面，以解相思之苦。慕容庆也是无语了，这个时候不好好在燕帝面前表现，竟是想着女人了。他无奈应承，让太子等到天黑，由他安排人用船把太子接出城去见赵盼。他离开了太子府，忙不迭地去了工部，见到了工部尚书鲁元直。这位尚书大人在朝堂受了一肚子窝囊气，正在部里训斥手下办事不力，让他在朝堂受制于人。手下来报说是六皇子求见，他这才压了压火气，把慕容庆召了进来。慕容庆看着老头上火的模样，不用想也知道老头是被人算计了。他不动声色，先是拱手与鲁元直施了一礼，然后说起了来意，想要从工部借调人马去城外给他建城。鲁元直一听就乐了，寻思着这六皇子果然是传说中的魂不吝。这都什么时候了，工部解决黄河泛滥的问题尚且没有人手，哪里有人给他修城？他果断拒绝，不屑说道：“六殿下，恕老臣直言，眼下工部人手紧缺，已经没有人可以借调了。殿下有时间还是去找找民间的工匠，恕老臣没有时间奉陪了。”他正要起身送客，慕容庆便亮出了燕帝的旨意。工部尚书鲁元直接指：“有旨意。”鲁元直惊讶站起，马上跪在了慕容庆的面前。慕容庆拿出了100万两银子换来的圣旨，当场念道：“六皇子慕容庆为君分忧，赈济灾民，其心可嘉，特令各部全力配合，不得有误。”他把盖有皇帝印章的旨意亮给了鲁元直过目。赈济灾民，盖城与赈济灾民何干？这不是胡闹吗？鲁元直满脸的诧异，接过圣旨看了后，才放下了傲慢，认真地对待起这位混不吝的皇子。慕容庆知道他在想什么，并不生气，而是把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鲁元直。他补充道：“如果此事办成，本皇子定然让太子给工部记上一功，到时候父皇定然会重重地嘉奖工部，您老在朝堂上也能挺着腰杆了。”以工代赈，鲁元直有些怀疑地看着他，法子是个好法子，只是这些灾民可用吗？慕容庆笑了笑，知道这些权贵从来没有正眼看过灾民，只当这些灾民是负担，是包袱，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灾民也是一股可以依靠的力量。放眼古今内外，只有一位伟人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也只有一位伟人喊出了人民万岁的口号。不堂大人，本皇子相信他们，也请不堂大人相信本皇子。
此事办成，不堂大人脸面有光，工部有功绩；此事办不成，一切后果皆由本皇子承担。对工部来说，完全没有任何损失啊。鲁元直沉默了下，如果没有今天在朝堂上受气，他还得认真斟酌一下。为了找回面子，他心里一横，当场拍板：行，老朽豁出去了，请皇子殿下放心，本部堂和工部将会全力支持你办成此事。多谢部堂。慕容庆松了口气，早就听闻鲁元直是个顽固不化的人，关键时候连皇上的面子也不给他，还担心老家伙会为难他。谁知道事情办得这么顺利，他不知道此事还真的谢谢八皇子一党，没有他们在朝堂推卸责任，鲁元直才不会轻易的和他站在一起。朝廷上下为灾民劳心劳力者，此时只有慕容庆一人。身为后世的卷王一代目，他立志要发扬卷王精神，把这些古代的封建官僚全部卷死。他见过了工部尚书，回到府宅里没有休息，马上书信一封，让福伯送去晋商会馆。有太子发话，不怕晋商不见他。做生意者最忌讳两头下注，晋商抱住宰相的大腿，平时可不敢随便与其他势力接触，只有太子打了招呼，他们才会答应见面。福伯很快回话，晋商答应见面，不过时间定在了下午，中午他们要睡觉。慕容庆表示理解，按照这些晋人还真是一脉相承。他也在府里休息了下，让蕊儿给他捏了捏腿，按摩了下肩膀。想起昨晚的刺客，他不禁揉了揉脑袋，寻思着身边的可用之人还是太少了些，单凭孙无涯难以应付刺客的不断袭扰，兴许还会毁掉他的建成大计。如果能把孙无涯的师傅关中刀王童云海请来就好了，有这位九阶大能坐镇，什么地狱门的杀手都不敢再过来撒野，拿什么引诱老头出山呢？他想得投入，没注意蕊儿的小胸脯正贴在他的脑袋上，他本来是揉脑袋，结果却揉在蕊儿的柔软上面。他心里还纳闷，怎么脑袋突然变软了，直到回过神来，连忙把自己的脏手拿开，尴尬的赶紧赔罪，对不住啊，也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的。蕊儿的脸蛋都红到了脖子上，咬着唇轻声道：蕊儿没怪也喜欢就好。胡说什么？也不喜欢。慕容庆连忙狡辩，想了想又觉得此话不合适，马上改口，也是喜欢，但是你还太小，不能这样。蕊儿认真道：蕊儿不小了，蕊儿都14了，姐姐们能做的事情蕊儿也能做，如果殿下需要，蕊儿可以随时献给殿下。噗，他不说还好，一说慕容庆更难受了。这个年纪在慕容庆那个世界可是要进局子的重判的。他一下没有了按摩的心思，让蕊儿给他泡壶心茶。他在系统商城里找了找，顿觉眼前一亮，还真发现了一件好东西，武道宗师进阶秘籍。没错，龟儿子系统有这个世界的武道宗师提升的秘法，不过这花费有点高，需要100个系统币。为了请到高人坐镇，他咬了咬牙，一狠心买了下来。很快，有关这个世界的武道知识便像是洪水一样侵入了他的大脑。明白了，原来九脉之上乃是筑基，武道只是低阶位面很普通的功法，9阶高手进阶筑基须得一枚筑基培元丹药辅助才行，怪不得这位刀王迟迟不能突破。他马上有了主意，书信一封，在上面画了一个大饼，只要孙无涯把此信送到老头的手上，不怕老头不动心。只是系统所言，他所在的世界是低阶位面，难道这个世界还有高阶位面？那是什么样的存在？慕容庆想想就觉得不寒而栗，心里一空，最后摇摇头，连忙放弃了这个念头，专心眼下的生活。后宫，曹家、冯家、襄府、御史府、盐运使府，只是短短一上午，御书房的消息便不胫而走，传到了这些权贵大员的手里。静妃一看就怒了，大声叫骂：陛下未免也太偏心了吧，那六皇子对本妃如此不敬，只需要缴纳区100万两银子，就这么算了。曹正雄，陛下昏庸，怎得如此？我家少卿丢了一只耳朵，难道用我们的钱就摆平了？冯潇，陛下最近在搞什么鬼？为何如此崇信这个六皇子？他干的这些事情哪一个不是杀头的大罪？只是区赔款就完了。上官策，看来陛下是执意要用这位六皇子当刀使了，他为我的女婿也不是不可以。来人，找小姐过来，本相要跟他好好谈谈。报，相爷，大事不好了，小姐跟人私奔了。什么？周彦博以工代赈，这怎么能少得了我们御史监督？不行，必须派人过去监察，省得这位六皇子中饱私囊。另外，陛下这是明摆着要拿八皇子一党开刀，这未必不是个好时机，还是得想办法让四皇子出任巡查御史，到怀州巡查一番了。吴承禄，有良啊，你这次赌对了，
这六皇子果真是一代人杰，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啊！吴有良，爹，您才发现啊？您知道殿下的诗集和小说最近发行量多少吗？1万本，整整1万本，这可是古往今来第一遭啊！得，儿子没工夫跟你唠嗑，儿子先去招募印刷的工匠了。下午，安庆茶楼，大堂里有说书人正在绘声绘色地讲着这些日子流行的话本《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今天咱们来讲吕布戏貂蝉。2楼包间，晋商会长常来才喝着茶，认真地听着说书人嘴里的故事，与身旁的人问道：这三国是个什么年代？怎么以前都没听过呢？听说是虚构的历史。属下讲道：小人以为这故事应该是暗指咱们燕国、梁国，还有被灭的蜀国。有点意思。常来才听得津津有味。属下补充道：据说这本故事是六皇子编造的。常来才马上眼睛瞪大，六皇子还有这样的本事？可不是嘛。属下回道：人家还出了诗集，那是能文能武。没想到，就佩服文化人。你说撩骚就撩骚，人家就用了一个戏字表达雅，实在是雅。常来才嗑着瓜子，听到精彩处不断拍手叫好，左右环顾一圈，询问道：六皇子还没有到吗？小人出去看看。手下的人下了楼，专门去了门外等候。很快，慕容庆坐着马车过来。他没想到晋商这帮大老粗还挺文艺，把见面的点选在了茶楼。他下了马车后，马上有人上来招呼：敢问您老可是六皇子殿下？你见过我？慕容庆皱了下眉。眼前的年轻人恭维介绍：小的马齐是晋商常会长的跑腿伙计，之前在巫山别院，小人有幸目睹过殿下的风采，那是堪比神将军吕布啊。他点头哈腰地拍着马屁，让慕容庆心里一阵舒坦，对这个伙计的印象不错。机灵，能说会道，不愧是给会长跑腿的。慕容庆让公孙止把马车交给小二照顾，进茶楼里休息。公孙止摇头拒绝，坚持坐在马车上面。慕容庆没有强求，只当他是个社恐。他进了茶楼，跟着马齐上了2楼，在包房里终于与晋商的代表会面。这是慕容庆和晋商会长常来才第一次见面。晋阳常家，那可是晋州赫赫有名的首富之家，其祖先是靠着卖豆腐起家，后来大燕开关，逐渐把生意做到了北地。现在燕国和北辽的生意，常家要占70%。什么北地的牛羊马匹、皮毛山药，皆是掌握在这位晋商会长的手里。六皇子，幸会，幸会啊！常来才满脸堆笑，招呼着慕容庆在主位坐下。他是晋州特有的脸型，双眼皮，四方脸，明显与北地有所融合，质朴之中透着一股精明气。双方相互介绍了下，落座后马上有人斟上热茶。常来才亲自端给了慕容庆，笑着介绍：六殿下，您尝尝看，这是娥们在江南茶园收购的新茶，特别的新鲜，平时专门供给内务府，外人可喝不上这样的好茶。慕容庆一看，茶汤清凉，清香扑鼻，这不就是西湖龙井吗？好家伙，他抿了口，直呼在行。确实是明前的新茶，里面的鲜香还没有流失半点，入口后有种浑身清新的感觉，似是要从毛孔里溢出。好茶，好茶。慕容庆不吝称赞，询问道：此茶可是梁国江南的西湖所产的龙井茶？哎呀呀，正是啊。常来才满脸的意外，殿下果然是懂详的人啊。慕容庆笑了笑，这个世界物资交流不便，西湖的龙井茶远没有后世那么流行，北方很多人喝的都是桑树叶、榆树叶、蒲公英之类的粗茶，这种细茶可不是谁都能喝得起的。常会长也是个懂得雅趣之人。慕容庆夸赞道：我以为常会长会约我在酒楼见面，谁知道却是茶楼。常来才嘿嘿一笑：殿下看来是与外人一样，都误解咱们晋商了。咱们不是光知道做生意的土财主，咱们也喜欢高雅的东西，比方这说书、曲艺、评弹、唱戏，咱可是隔天就办上一次。你们确实高雅。慕容庆在心里直嘀咕，这燕京城捧角、捧戏子，也是由你们晋商开始的吧？闲话不提，他直言说道：想必本皇子与大家商议的事情，太子都告诉诸位了吧？知道，知道咧。常来才和其他乡羽看了眼，纷纷点头。由常来才开口说道：殿下，您爱民之心，天地可见。您想赈济灾民，咱们也表示敬佩，但是咱们实力有限，实在是力所不及。不过看在太子的面子上，咱们各位乡羽商量了下，决定捐赠1000两白银，交给殿下赈济灾民。慕容庆被他给逗乐了，别人没能力，你晋商富甲一方，还敢推脱力所不及？1000两，这还真是抠门财主，估计连这顿茶都比不上。
常会长误会了。慕容庆介绍道，我来见常会长，非是给你们要钱，而是要带着你们发财。发财。听到这2个字，所有晋商的眼睛都发出了绿光。殿下是何意？常来才也是好奇地看向慕容庆。慕容庆跟他分析道，本皇子要建一座新城，这里面的花费可不是小数目，所需的土石木材等物资那也不是小数目。难道你们就不想分一杯羹？常来才笑了笑，摇着头道，娥们暂时不缺生意，这建城一事娥们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啊。对，六殿下，您还是找别人吧。六殿下，娥们不是听说有蜀商帮助你吗？这里面应该不需要我们晋商做什么吧？面对这种一听就赔本的生意，一群精明的商人果断摇头拒绝。这个时代可没有房地产生意，建城是纯投资，吃力不讨好，有这功夫还不如去贩卖点东西来钱快。行。慕容庆并不生气，也不意外，见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于是取出一份煤矿开采技术的大致纲领，交给了常来才。这是甚啊？常来才拿到手里，大字不识一个，转头问向一旁的马齐。马齐读道，论煤矿的开采和利用技术。煤矿。常来才和所有商人立马瞪大眼睛，让马齐赶紧读下去。每次冒出一个新词，众人马上惊呼一声，挖煤之法，洗煤之法，运煤之法，原来还有这么多法子。娥们怎么这么想到，通过洗煤完全可以把煤矿里的杂质去除啊？神仙妙法，神仙妙法啊！只要不傻的人都能知道这份技术的重要性，仿佛是点石成金，给了他们一座金山。六殿下，您是从哪里知道的这个法子？您怎么比娥们晋州人还了解煤矿啊？常来才震惊地张大了嘴巴。慕容庆轻声笑道，诸位可听说了本皇子给蜀商提供的景年开采之法？听说了，这个自然是听说了。这蜀山靠着这个牛逼坏了吗？谁知道蜀州还能产出盐来，商场无秘密。大家一致点头。慕容庆吊足了众人胃口，接着说道，本皇子泡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多年，在里面找到了不少开采矿藏的秘法，什么景盐、煤矿，甚至还有铁矿、金矿，而且这些矿藏的地点本皇子也是了然于胸，可以精准地告诉你们。这一铲子挖下去可都是上好露天煤田，开采起来根本不用费力。原来如此啊！常来才听得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仿佛看到了一座座金山在朝着他们招手。六殿下，您说吧，你想要做什么？娥们一定全力的配合你。有了这份技术，常来才马上都变得大方起来。其他晋商也是纷纷开口，没错，太子都发话了，娥们自然的好好的帮忙。殿下放心，娥们一定全力支持你。殿下，这份技术你打算卖多少钱？你尽管开口。慕容庆笑了笑，悠闲的喝着茶，等他们急得抓耳挠腮，才开口说道，本皇子说了，本皇子不要你们的钱。不要钱？大家都是不解的面面相觑，一脸不信。这天底下哪里有天上掉馅饼的道理？慕容庆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咱们可以这样合作，我以技术入股，占3成利润；蜀商以财入股，占2成利润；你们晋商占5成利润。咱们合作共赢，一起开发晋州的煤矿。5成？殿下没有开玩笑。殿下，您真的打算给娥们这么多？殿下，娥们都是老实人，你可不要耍娥们开心啊！在这些晋商的眼里，有这份技术，慕容庆完全能够自己开发，他有门路，有资金，能找到他们合作，已经是给了他们天大的便宜。没想到慕容庆还要把5成利润让给他们，这样的好事让众人心里不免都泛起了嘀咕，以为慕容庆是别有用心，想要空手套白狼，故意给他们设套。等他们议论完，慕容庆才神色认真的开口，没错，本皇子有能力自己去办此事，自己独享利益。本皇子之前找蜀商，现在又找你们，是因为本皇子的心里装着9州4方，而不是区区的1亩3分地。本皇子一直坚守的准则，晋人治晋，蜀人治蜀，不管是晋州还是蜀州的财富都留在当地，而不是让外人掳掠。如此，天下9州的百姓才可以同时富裕起来，而非是一家独大，一城独富。他的话掷地有声，把在场的一群人全都听得愣住了。把财富留在当地，让晋州人富裕，这是多么小众的思想啊！自古至今，晋州一直都是被盘剥的对象，老百姓积贫积弱，所有的好处全部被当朝权贵占有。有谁跟慕容庆一样想过把财富让给晋州的百姓？饶是大家再精明，再抠门，此刻不禁也被慕容庆的言语打动，由常来才带头站起，拱手下拜，娥们替晋州的百姓谢过六皇子大恩了，多谢六皇子体恤民情。其他商人随之纷纷附和，以诚待人，以力动人，
得此二字，无往不利。慕容庆伸手扶住了常来才，微笑询问：如此，诸位可愿意与本皇子同舟共济？中。常来才和众位相遇，再也没有任何顾虑。蜀商已经为他们打了前站，还有太子作保，他们在怀疑，在顾虑，那可就真的错过了这趟发财的大船了。慕容庆回到府宅，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搞定晋商后，他的心情大好，在后面不时还醉醺醺地调侃公孙止几声：阿芷，本皇子给你找个婆家吧。不好。怎么不好？难道你想一辈子当丫鬟？我喜欢给爷当丫鬟。那你给爷当个侍妾吧。爷，您喝醉了。公孙止的脸面通红，沉下脸不再吭气。慕容庆在心里冷笑：你不就是想留在爷身边当间谍？连这点事情都豁不出去，你们组织怎么培训的？马车到了门口，透过帘子，慕容庆远远就看见了一个熟人。他站在灯笼辉煌的暗光下，来回踱步。马车停好后，那人马上过来，急切问道：是六殿下回来了吗？慕容庆掀开帘子，等公孙止把垫脚凳放好，踩着凳子下车。殿下，您可算回来了。大舅哥，这是出什么事情了？进屋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面前的男人着急的一把拉住了慕容庆的胳膊。慕容庆一脸莫名其妙，被他拽着进了府里。这人正是他的大舅哥上官涛。慕容庆不用想也知道，八成是上官婉出事了。大舅哥，是不是婉儿出什么事情了？进了正堂，上官涛先把门关上。慕容庆心里一咯噔，暗道难不成上官婉自杀了？这事情闹的，要真是这样，上官家非得跟他拼命不可。上官涛的话很快让他松了口气。六殿下，是我们上官家教女无方，我们有罪。婉儿那个畜生，他竟然跟着别人私奔了啊！慕容庆一头黑线，这段时间从来都是他偷别人的女人，没想到自己的女人竟然被人偷了。谁啊？这个野男人是谁？他顿时一肚子火大，倒不是因为老婆被偷，而是这人竟然破坏了他和上官家联姻的大事，简直是罪大恶极。上官涛红着脸道：正是翰林院的那个探花郎边修张怀安。是他。提到这人，慕容庆顿时眼前一亮，终于确定上次诗会为什么张怀安会故意为难他，原来是情敌啊。殿下，此事关乎我上官家的名节，还有圣上赐婚的谕旨，一定要赶紧找到他们，一旦事情暴露，不光是我们家，连殿下也会牵连其中啊。上官涛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着急的眼睛都红了。这要是让燕帝知道，可是欺君的大罪。燕帝赐婚，你们家女儿逃婚，其他政敌还不得借题发挥。慕容庆反倒是悠闲地坐了下来，提起桌上的茶水给上官涛满上。大舅哥，您先坐，此事着急也没用，还得从长计议才行。上官家跑了闺女，着急的该是上官家。慕容庆一点都不着急，大不了被人骂一声绿王八，对他没有丝毫的损伤。上官家这个时候来找他，主动告诉他此事，无非是想着将来出事好有个推脱，至少可以表明他们没有故意隐瞒此事，和上官婉串通一气助他逃婚。这都火烧眉毛了，还从长计议呢。上官涛急得直拍桌子，我们派人在城内四处搜寻无果，这就表明他们已经逃出了城去，再不抓紧时间，到时候可真就是石落大海了。慕容庆的脑袋急转，分析说道：现在不管去往哪里都需要路引，而且婉儿体弱，他们要私奔也不容易，除非是走水路，否则绝无可能。正是如此，上官涛也猜到了这个，水路的私运贩子官府无法有效控制，如果他们走水路南下，只需1周，甚至可能逃出燕国啊。大舅哥放心，他们逃不出去。慕容庆心里已经有了计较，走水路那不是落在了他的手里，现在的曹帮可是由他控制的。他马上手书一封命令，打开门，马上喊了福伯过来，让福伯去把书信送给曹帮帮主尤俊达。有尤俊达发话，什么走私的船只都得乖乖停运。殿下，您是给谁去信啊？这件事情可不能闹大啊。上官涛在一旁着急提醒。大舅哥放心，我心里有数。这封信送出去，令妹很快就能被人找到。慕容庆的神色淡定，悠闲地喝了口茶，在心里盘算起怎么趁机敲诈上官家一笔。他们把自己的媳妇弄丢了，总不能什么责任都不负吧。上官涛看着他，一脸的不信。他们上官家都没有什么办法，一个刚刚被才被宠幸的废物皇子有什么能耐？他过来的目的正是和慕容庆猜测的一般，提前打个招呼，好撇清他们和上官婉的关系。即便东窗事发，证明他们也是被上官婉给蒙蔽了，而不是宰相府主动抗拒圣上赐婚。大舅哥，您现在户部担任侍郎一职，听说专门负责3军物资的调动一事。慕容庆突然开口，跟坐立不安的上官涛闲聊了起来。上官涛的眉头一皱，
下意识的以为慕容庆没憋好屁，推脱说道：“我在里面只是个小人物，真正掌权的还是不堂大人。”这样啊？慕容庆笑着说道：“据说那户部尚书耿元吉与冯家关系紧密，大舅哥在他的手下做事，是不是很难啊？还行吧。”上官涛敷衍着不肯交心。慕容庆继续道：“大舅哥不用为难，我只是有点小事，正好求大舅哥帮忙而已。此事合情合理，想必那耿不堂也不能阻拦。你小子还真会挑时候啊！”上官涛在心里大骂，自觉上官家对不起慕容庆，只好应付了声：“不知道殿下要做什么。”慕容庆放下了茶碗，笑着说道：“大舅哥也知道，陛下让我去云州抗击辽人，但是又不给我一兵一卒，准备让我只身前往。这打仗总得需要物资吧？不然的话，谁会替你卖命？”上官涛一听就急了：“殿下，这事情我可帮不了你，国库空虚，这是您知道的，户部也没有物资可以调拨给你了。”慕容庆嘴角扬起，就知道上官涛会这么回答。户部空虚，你们一个个却吃得满嘴是油，肚子里可不空虚。现在反贪不是他的主业，他不考虑这个问题，只是提到：“大舅哥放心，我没有想管你要物资，我的意思是想管大舅哥要一个军用物资转运的牌子，我准备自己筹集人马，转运物资到云州前线，这样的话在路上也方便点不是？”是这样。上官涛皱了皱眉头，不禁松了口气。转运军需物资跟转运盐茶一样，需要朝廷颁布的牌照，也就是盐引、茶引、军引。有了牌照，便可在地方畅通无阻，而不会被人随便阻拦勒索，相当于办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个对上官涛并不难，他当即答应了下来。如果找到了婉儿，平息了此事，我会想办法满足殿下的。多谢大舅哥。慕容庆马上起身，拱手施礼，心中暗自感谢了下这个逃婚的媳妇。没有他乱折腾，上官涛未必会这么轻松的帮助他。一晚上时间，上官涛都没有回去，直接在慕容庆的府上熬到了天亮。他要盯着这个妹夫，担心慕容庆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举动。慕容庆睡了个舒服，心情没有因为此事受到任何影响。对于相府的文清大小姐，他并没有任何感情，不当舔狗便不会失望。不过面对上官涛，他还是故作伤神的安慰道：“大舅哥，要不你去睡上一会，我来盯着就行，等有了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上官涛摆了摆手：“无妨，昨晚已经休息过了。这件事情真是给殿下添麻烦了。唉，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慕容庆摆摆手，一副通情达理的模样。上官涛犹豫了下，不好意思的吐道：“殿下，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说。慕容庆从阮手里接过茶壶，亲自给上官涛满上。上官涛惭愧道：“出了这事情，我这个妹妹难保还是完璧之身。要是真出了问题，不知道殿下作何打算？”这个啊，慕容庆作为后世穿越过来的人，对此不是特别介意。在他那个时代，新娘子大部分都不是新的了。不过这些正好可以当做他讨价还价的筹码。他沉默了下，故作为难道：“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难解之题。如果真的发生了此事，我不会为难令妹，到时候我会编造一个合适的理由与令妹和离，绝对能保住令妹名声。这个最好。”上官涛长松了口气，拱手感激道：“多谢六殿下体谅，我代舍妹向你赔罪了。”他的心里对慕容庆好感倍增，觉得让慕容庆当上官家的女婿也不是什么坏事。难得碰到这么一个心胸豁达、通情达理的妹夫啊！在蕊儿的伺候下，两人用过了早饭。这时候有小厮快马过来，进了院里后，向慕容庆这急禀告：“殿下，我们帮主说了，您要的东西找到了。”是吗？上官涛激动的马上跳起，着急问道：“他们在哪？”就在白洋淀渡口，现在已经被我们帮主押解回来了。小厮禀告：“好，好，甚好，快带我们过去。”上官涛长松了口气，脸上满是喜色。慕容庆让小厮在前面带路，与上官涛同乘一辆马车赶了过去。尤俊达把这俩狗男女关在码头的仓库里，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以为自己被水匪打劫了，眼睛上缠着黑布，浑身被绳子绑住。上官婉哭着求救：“张郎，你在哪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婉妹，别怕，我在你身边。”张怀安拼命挣扎，想把身上的绳子松开。上官婉紧张的不住抽泣：“我们的命怎么这么苦？刚逃出狼窝，又入虎穴，难道老天爷真的不想让我们在一起吗？”“不，没有。”张怀安连声安慰：“婉妹，你别怕，我会想办法救你的。他们要的是钱，我们给他们便是，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性命的。但愿如此。”上官婉小声啜泣。仓库外面，慕容庆听着两人酸味十足的对话，伸手拦住了着急冲进去的上官涛。他把上官涛拉到了不远处，提议说道：“
大舅哥，先不要着急进去。为何啊？上官涛不想看妹妹受苦，着急带她回去。慕容庆分析道，咱们现在救了他们，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教训，过后兴许还会干出这样的傻事，到时候咱们可不会像是今日这般幸运了。上官涛若有所思，好奇问道，那你想怎样？慕容庆寻思了下，给他出了个主意。上官涛惊吓道，这怎么能行？不会搞出人命吧？慕容庆轻笑道，不会，只是演戏而已。他马上换了尤俊达过来，给他们准备了2套水匪常做的打扮，脸上黑布一蒙，谁也看不清模样。就这样，慕容庆领着上官涛进了门，清了清嗓子，示意曹帮的小弟把2人脸上的眼罩拿开。上官婉和张怀安重见光明，急忙环顾四周，搜索了下对方的身影。当确定对方无事后，皆是长松了口气，随后一起盯在了慕容庆和上官涛的身上。张怀安一声呵斥，大胆狂徒，竟敢绑架朝廷命官，你们的脑袋不想要了吗？他想借助官身威胁这些水匪。慕容庆心中冷笑，你一个拐跑别人老婆的奸夫，也配称朝廷命官？你是朝廷命官？他故意变了嗓音，不屑质问，我还从没有见过有哪家的朝廷命官坐着运粮船私渡的，我看你倒像是拐骗良家的人贩子。什么？张怀安红着脖子驳斥道，你敢骂本官是人贩子，简直是有辱斯文。我辱你妹！慕容庆破口大骂，给小弟使了个眼色，让2个曹帮的兄弟冲上去，先把张怀安痛打了一顿。啊！张怀安抱着脑袋，马上发出了杀猪一般的惨叫。上官涛看得眉头一紧，急忙干咳了2声，示意慕容庆不要搞出人命。上官婉同样是急的一声哭喝，别打了，别打了，你们要钱，我们给你们便是，何必伤人性命呢？慕容庆心里一酸，虽然对上官婉没什么感情，但是见到自己未婚妻拼命去呵护别的男人，他还是在心中泛起了酸意。停下吧！他抬手叫停了小弟。这曹帮的人不愧是刀口上舔血的，下手没轻没重，只是一会把张怀安打的都吐出了血来。慕容庆盯在了上官婉的身上，阴冷冷的笑道，你们能拿出多少钱？上官婉交代道，1万两，这是我身上所有的积蓄了，就缝在我的衣服里，你给我松绑，我马上取给你。1万两！慕容庆故作不屑的大笑了出来，区1万两就想让本大爷松口？你当本大爷看不出来，你的出身可不简单，至少是官宦家的子弟，没有10万两，休想让本大爷饶过你们。上官涛在一旁斜了慕容庆一眼，暗道这家伙之前是不是当过贼寇？怎么说话的架势跟贼寇一模一样？他哪里知道慕容庆都是跟电影里学的，虽然不专业，但也有7、8分像。即便是背后的曹帮帮主尤俊达，此刻也禁不住竖起大拇指，直呼内行。10万两！上官婉被这个数字吓到了，楚楚可怜的哀求，各位壮士，我们私自离家，确实没有这么多银子，家族也肯定不会再帮衬我们，这1万两已经是我们身上所有的积蓄了，还请各位壮士开恩，收下这1万两，放我们离开吧。所有积蓄？慕容庆故意问道，你骗谁呢？你把这些积蓄都给我们，你们到外地又怎么生活呢？你知道穷人的生活有多难过吗？我不怕过苦日子，只要能跟蟑螂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上官婉的眼神坚决，婉儿，你放心，我是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我可以教书，可以从商，可以耕地，我们一定能把日子过好的。张怀安趁机在一旁画起了大饼，上官婉还就吃这一套，感动的不要不要的，哭着点头，蟑螂，我信你。慕容庆被这个弱智的未婚妻差点气乐了。张怀安说的3个法子，一个比一个不靠谱，要是赚钱那么容易，世上就没有穷人了。得了，你们不用跟我废话，老子要的是钱，不是要你们在老子的面前秀恩爱。他的醋意上扬，打断了2人，跟后面的尤俊达语了一番，让尤俊达端了一碗酒上来。得，谁让大爷心善？慕容庆眼神玩弄的扫过他们，介绍说道，你们既然只有1万两银子，那只能保住1人的性命。这碗酒被我下了毒药，只要饮下便必死无疑，你们自己决定一下，是让谁胜，让谁死。古有阳谋，2桃杀3士，他有1酒可拆情侣。2人错愕的愣在原地，一时都是面如土色。慕容庆看向张怀安嘲弄道，你是爷们，不如你喝了吧。不要不要！上官婉急喝了出来，你不能这样，你们不能这样。张怀安头冒冷汗，眼珠子直转，面对死亡，他并没有想象的那般坚强，反而是浑身战栗，喘气都变得困难起来。我们可以想办法的，你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可以筹钱给你。他慌忙妥协，贪生怕死的模样惹得大舅哥上官涛一阵鄙夷。慕容庆问道，怎么，你可以搞来钱？我不行。张怀安解释道，
我家夫人可是当朝宰相之女，她有钱，她可以搞来钱的。只要你给相爷家去一封书信，相府肯定会送钱过来的。上官涛攥住了拳头，已经恨不得暴打这个混蛋一顿了。这还没怎么，他就交代了，若是关键时候，肯定是当叛徒的料，是吗？慕容庆看向了上官婉，戏弄道：“他说的是真的。”上官婉怔了一下，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是私逃出来的，已经丢尽了家族的脸面，现在最怕的就是面对家族，哪里还有脸求家族帮忙？你在骗我！慕容庆冷眼看向张怀安，凶狠道：“你想拿相府来压我？”不，没有。张怀安慌忙证实：“我没说谎，她确实是相府家的大小姐。10万两银子对相府来说只是9牛1毛，轻轻松松就能要来，还请各位壮士饶我们一命，我们定会全力配合你们。”慕容庆叹了口气，本来还寻思着，如果张怀安够男人，他索性成全他们算了。谁知道这小子竟然这么没种。他提醒道：“我要是向相府索要银子，岂不是出卖了你们的行踪了？你觉得你们还能走得了吗？”张怀安为了活命，此刻是完全不管不顾，厚颜无耻道：“没事的，我自己走。你们把他送回相府，不用麻烦，轻轻松松就能得到一大笔赏钱。”上官婉彻底愣在了原地，没想到张怀安这么容易就把他抛弃了。慕容庆鄙夷大笑：“狗东西，你也算个爷们，人家姑娘跟你私奔，结果你现在为了活命，毫不犹豫就把人家给抛弃了。”张怀安涨红着脸吐道：“圣人有云，君子要懂得审时度势，只要我还活着，早晚有一天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婉儿，相信我，等我混好了，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他厚颜无耻，还有脸跟上官婉画大饼。上官婉颓丧地蹲在地上，此刻已经是万念俱灰。酒，把酒给我。放了蟑螂，这碗酒我喝了。眼泪从他的美眸里簌簌滑落，他知道自己输了，输得彻彻底底。张怀安着急劝阻：“婉妹，不要糊涂啊！我已经在南梁安排好，只要我南下，马上就能身居高位，到时候要权有权，要钱有钱，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回来娶你啊！”南梁，原来是这样。慕容庆和上官涛对望了眼，一下全明白了，终于知道张怀安为何能舍弃翰林院编修的好日子不过，带着上官婉私奔南下。原来这是另攀了高枝了。只是他在京中并无人脉，如何能得到南梁的承诺呢？莫不是南梁公主萧月容？慕容庆马上想起了这个一起亲过嘴的女人，在燕京也只有她有这样的手段了。够了！上官婉哽咽地喝止了张怀安，突然挣开了束缚，冲过去一把端起了桌上的酒，往嘴里灌了进去。婉妹，不要啊！张怀安疯狂大吼，眼睁睁地看着上官婉把酒喝下，浑身瘫软地滚在了地上。砰！酒碗掉落在地，摔了个粉碎。火辣的感觉在上官婉的胸腔和肚腹狂窜，只是一会，他便感觉头晕目眩，撑着最后一口气，瞪着慕容庆喝道：“放他走，放他走！”说完没过一会，他便滚在了地上，没有了动静。好媳妇，够刚烈，可惜你所托非人啊！慕容庆感慨一番，回头又看向了张怀安这个渣男，再次给了他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和这位小姐一起走啊？她在下面肯定会害怕的，你何不跟她一起上路？”不行！张怀安拼命摇头：“我寒窗苦读20载，心中的抱负还未实现，我怎么能死？我不能死！你不能说话不算话，你怎么能够食言呢？够了，你个混蛋！”上官涛在一旁都听不下去了，冲上去一脚接着一脚踹在了张怀安的脸上。张怀安抱着脑袋，听到上官涛的声音，突然清醒过来，扯着嗓子大喊道：“你是什么人？你可是上官大哥？谁他娘的是你大哥？你个狗东西！老子当初真是看错你了！”上官涛怒不可遏，来之前其实是同情张怀安的，觉得是黄泉拆散了张怀安和妹妹的爱情，现在他只想宰了这个渣男。上官婉苏醒后，人已经躺在自己的闺房里，丫鬟小桃见他醒来，马上激动地哭喊了出来：“谢天谢地，大小姐，您可算醒来了！”上官婉呆呆地盯着他，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我不是死了吗？他看着周围熟悉的环境，意识逐渐恢复了清醒。呸！小姐不会死，小姐一定会长命百岁。小桃急忙把他搀扶起来，靠着床坐下，到一旁倒上热茶，端给了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官婉的脑袋有些发晕，明明记得自己喝了毒酒了。砰砰砰！房门敲响，上官涛的声音传了进来：“小桃，小姐怎么样了？”“醒了，小姐醒了。”小桃急忙过去把门打开。“醒了就好。”上官涛高兴进门，见到妹妹安然无恙，顿时长松了口气。上官婉双眼一红，惭愧地扭过头，不敢看他。上官涛上前安慰：“没事了，事情都过去了。”
上官婉的鼻子一酸，泪水像是决堤一般倾泻而出。傻姑娘！上官涛拍了下她的脑袋，坐在一旁把她抱在怀里，让她靠在了自己的身上。哥，对不起，对不起。上官婉后悔莫及，知道自己这次是让上官家丢尽颜面了。这种事情瞒是瞒不住的，不用多久，他和上官家都会成为燕京城的笑柄。上官涛心疼安慰，不怪你，你没事就好，走这一遭能看清一人也好。上官婉哽咽不止，好半天才平静下来。他跟上官涛问明了情况，这才得知昨天的一切都是六皇子慕容庆干的好事，根本没有什么劫匪，也没有毒酒，是慕容庆这个家伙耍了他们。哥，张郎现在何处？他沉默了半天，忍不住开口询问。你还惦记着他？上官涛气郁道，那个家伙害得你还不够惨吗？上官婉抹了把眼泪，伤感说道，他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贪生怕死是难免的。我不恨他，只怪我们没有缘分。你就是个傻子。上官涛戳了下他的脑袋，起身踱步了两下，扔下一句，你去找六皇子要人吧。这畜生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六皇子。上官婉小手一紧，心中碎碎念道，我是要去找他算账。咸郡王府。一夜过去，慕容庆起了个大早，把蜀商会长楚元良、曹帮帮主尤俊达还有晋商会长常来才都叫了过来。他趁着这次抓奸的机会，从上官涛的手里搞来了军印，打算把这笔买卖分配下去。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军需一事本该由朝廷负责，但是皇帝老登借口国库空虚，不给慕容庆一兵一粮，于是慕容庆只能自己想办法。此次北伐不光要准备人吃马嚼所需的粮草，还要准备过冬的衣服，甚至是做战用的铠甲、军械、战马，现在都没有着落。尤俊达不解道，殿下，皇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让您北上抗辽，却不给一兵一卒，这不是欺负人吗？你们说说看。慕容庆让楚元良和常来才两个分析一下。常来才先开口道，其实情况很明显，皇上根本没有指望殿下抗击辽人，只是对外做样子而已。楚元良点头道，不错，这场仗根本不在圣上的谋划之中，圣上的注意力怕都是集中在南边。慕容庆不得不承认，这两位哼哈二将确实不一般，他们虽然只是商人，却对政治有敏锐的洞察力。尤俊达还是一脸不解，我不明白，这辽人都快打进来了，皇上难道就不着急吗？常来才笑言道，尤兄，您走南闯北，应该知道现在驻守北境边关的将领是谁吧？当然知道了。尤俊达说道，这北境三座边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由当今圣上的亲弟弟，也就是北境王慕容唐统领的镇北军驻防，这有什么问题吗？他还是不解。这就对了。常来才继续讲道，这北境王拥兵10万，这些年在北境雄踞一方，即便是河套地区的辽人部落，对他也是俯首称臣，其势力范围已经远至西域。你想想看，皇上能对他放心吗？哦，尤俊达终于是听明白了，皇上如此是故意借着辽人削弱北境王的势力，所以才派了一个无兵无卒，在军中没有任何关系的六皇子过去。如果打赢了，可保北方安宁；如果打输了，可借机削弱北境王。不管怎样，对燕地都是赢。可是对六皇子来说，这完全就是个死局啊！怎么，怕了？慕容庆瞧着尤俊达笑了笑。尤俊达连忙摇头，怎么会？俺尤俊达可不是什么贪生怕死之辈，既然选择跟殿下合作，自是会跟殿下走到底的。说得好！慕容庆举起了酒杯，豪气万丈，荣辱与共，生死相随。尤俊达和楚元良、常来才相互对望了眼，皆是痛快地举起了酒杯。荣辱与共，生死相随。一杯酒水下肚，慕容庆在桌上摊开了一张大燕黄鱼全图，在上面做起了具体的安排。蜀州物资由楚元良负责筹集，主要是米面粮油还有布匹。蜀州可是号称天府之国，鱼米之乡，蜀锦更是大名鼎鼎。吃穿方面的物资充足，经过汉中、关中，北过黄河，运抵边关。晋州的物资自是由常来才负责。此地乃边关地带，民风彪悍，又与河套地区接壤，不缺战马草料、煤铁矿石。军队所需的兵器、铠甲、战马草料皆是由常来才负责筹备。这一路的物资运送自是交给了曹帮的尤俊达。一切安排妥当，慕容庆终于提出了三人最关心的问题：钱从何处来？晋商还好，目前并没有出多少血，蜀商可是前期先投资了100万两银子，到现在都还没有见到回头钱呢。按照慕容庆说的，预定5万人的物资，至少需要500万两的开支。慕容庆自然是想好了对策，给他们提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词儿——国债。没错，由国家信用做担保而发行的债券。
收益高，风险小。500万银子投进去，按照目前的市场利息算，1年光是利息就有50万两，这利润非常不错，只是让楚元良和常来财纷纷愁起了眉心。国家信誉担保，这燕地有信誉吗？大家出了钱，别到时候赚不到利息，连小命都没有了。慕容庆取出了一份商业计划书，把自己的目的告知了3人。他准备成立一家大燕国首家国字号票号，以国家信用做担保，在全国开办汇兑存储业务。首先，燕帝和太子以权势入股，分别占股3成、1成。慕容庆算是技术股，占股2成。晋商、蜀商、曹邦以资金入股，分别占股1成，留下1成当做后续的融资和奖励。当看到这份商业规划之后，楚元良和常来财无不是心脏狂跳。他们自己就开设有票号，自然知道票号的利润和前景有多大。如果能开遍全国，那可将海量的民间资本吸收进来，而且有国家信用做担保，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欠债不还。即便是皇亲国戚，谁也无法赖账。尤俊达虽然没有接触过金融行业，但也知道票号的金贵，那就是财神爷的聚宝盆，装的全是银子。慕容庆讲道：你们3家每家出300万两银子，把这个票号建立起来，我再以即将筹办的镇北军做担保，从这个票号里贷款。你们把钱借给镇北军，不但能解决镇北军的粮草问题，还能赚取相应的利息。更为关键的是，我会以镇北军的名义发放战争券，等打了胜仗，这些债券定会被疯狂抢购，到时候我们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银子进来。3人皆是听得脑袋发晕，没想到慕容庆竟然有这么多赚钱的花样。这些手段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全都是顶级架构，没有皇权的支持根本推行不下去。任谁都知道里面蕴藏的商机有多大，只要慕容庆的镇北军不断获胜，银子就会越聚越多，那可是一笔巨量的财富。可是慕容庆现在无兵无粮，他真的能获胜吗？3人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暂时没有被大饼冲昏头脑。殿下，此事关系重大，请容许我们回去跟其他人商量一下行吗？对啊，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是做不了主啊。3人皆是不好意思地推脱了一下。当然你们随意，生意嘛，信则有，不信则无，由你们自己决断。慕容庆并不介意，知道他们在犹豫什么，没有逼迫他们。3人皆是连连称谢，没有再做过多的停留。在询问了一些相关的细节后，纷纷起身告辞离开。找投资不易啊。慕容庆让人送走了他们，感慨一声，坐在客堂里喝了会茶。福伯很快从外面进来，禀告说道：殿下，襄府的上官小姐求见。哦。慕容庆笑了笑，这么快就来了，想必是担心他的情郎了。他扶扶手，让福伯引上官婉在书房见面。客堂里的铜臭味太重，这位大小姐一定不喜欢。房门敲响，慕容庆在书房里回应一声：进来吧。福伯推开了门，招呼着上官婉进门。慕容庆提笔正在纸上龙飞凤舞，上官婉抿抿嘴，走上前好奇地看了眼。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他怔怔地愣在了原地，感觉这首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读到最后，竟不禁红了眼眶。你在故意编排我吗？他缓过神，不禁嗔怪地瞪了慕容庆一眼。慕容庆放下笔，轻声笑道：一首酸词而已，上官小姐何须多想。上官婉攥了攥小手，冷下脸吐道：对，你猜得不错，我是来替蟑螂求情的。你若是放了他，我就答应嫁给你。哦。慕容庆回过头，在茶桌前坐下，戏谑地看向这个文青女。你答不答应，有那么重要吗？皇帝赐婚，把你嫁给我，你不答应就不嫁了。他端起茶碗，翘起2郎腿品了起来。上官婉秀眉一紧，气语说道：我已经死过一次，不怕再死一次。皇命虽不可违，但是我的命却能由自己做主。慕容庆大笑：那就更可笑了。你死你生，与我何干？丢的不过是你们上官家的脸面，又不是我的脸面。你死了，大不了我再娶一个。可是你们上官家可是犯了欺君之罪，以后可就抬不起头了。你……上官婉磨了磨皓齿，在家里盘算的计谋，在这个家伙身上完全失效。他急得不禁都红了眼眶，无奈吐道：你到底想怎样才肯放过蟑螂？慕容庆放下了茶碗，词不达意地吐了一句：茶凉了真是难喝。上官婉深吸了口气，很有眼力劲地过去，从炭炉上取下茶壶，给慕容庆重新斟了一碗热茶。我发誓，只要你帮我这次，以后我定会安安分分地当你的妻子，相夫教子，度此一生。
他举着茶碗，郑重赌咒。慕容庆揉了揉脑袋，嘴角微微往上扬起文清女的话，断不能信。嫁过来还得慢慢的调教。得，谁让夫君我心善呢？他叹了口气，从上官婉烫红的玉手上接过茶水，抿了一口后，起身带着他去了柴房。昨晚回来后，他让人把张怀安绑在了自家府上的柴房里。对于此人的处理不能通公，一旦让官府查办，上官婉和人私奔的事情就会闹得全国皆知，到时候丢的不光是上官家的脸面，肯定还会有人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即便是慕容庆也会被牵连其中。但是私下解决也不容易。张怀安是翰林院编修，7品朝廷命官，杀他慕容庆可没有这样的权利，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送上官婉一个人情，饶了这小子。而且他已经想到了一个处置这小子的办法，只是暂且没有告诉上官婉，想借此调教一下这个不安分的文清女。两人过去后，慕容庆让人把门打开。柴房里，张怀安蓬头垢面，目光呆滞，好像丢了魂一样。上官婉进去后，他急忙垂下头，以手掩面，不敢看他。上官婉眼圈一红，强忍着心疼，轻声吐道：“我来见你，是想告诉你，一切都结束了，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望你好自为之吧。”他说完拂袖而去，像是跟自己的过去告别。张怀安猛地把头抬起，疯狂哭嚎：“婉儿，对不起，我不是人，是我负了你啊！”见过张怀安后，上官婉终于放下了心。慕容庆送他出门，在上马车之时，他忍不住还是多问了一句：“你确定能放过张郎？”慕容庆微笑点头：“答应你的事情，我自是不会食言。不过……”他的话锋一转，伸手摸在了他嫩白的脸蛋上：“娘子答应我的事情，也得说到办到啊。为夫可不希望以后再听到你跟别人私奔的消息，你放心就好。”上官婉甩开了他的脏手，一张俏脸骚得通红，在丫鬟小桃的招呼下上了马车，马上放下了帘子，把自己和慕容庆隔开。他是一点都不想看见这个流氓，明知道他在意此事，偏偏用此事刺激他。马车离开后，慕容庆收起了脸上的笑容，回头去了柴房，直面起自己的情敌。张怀安看着他满脸的沮丧，挺起胸膛绝望吐道：“我输了，要杀就杀，莫要再羞辱在下了。”慕容庆轻笑道：“你放心，我刚刚答应了上官小姐，要留你一命。”什么？张怀安瞪大眼睛，满脸的惊喜。婉妹没有放弃我，她还是关心我的。慕容庆让人给他奉茶，为他喝了一口。说吧，他询问道：“是谁向你做了保证，承诺你在南梁为官的？”张怀安眉心一紧：“我已经做了一次懦夫，不会再做第二次。出卖朋友，非是君子所为。要杀就杀，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吗？”慕容庆嘲弄道：“你就这么着急求死，难道你还想再辜负上官小姐一次？”张怀安攥了攥拳头，坚定的眼神果然变得暗淡了下来。实话告诉你。慕容庆让人取了椅子，坐在了张怀安的对面，直视着他的眼睛说道：“即便你不讲，本皇子也能调查清楚，在背后撺掇你的那个人，不就是南梁公主萧月容吗？”张怀安的眼睛一下瞪大：“你是怎么知道的？”慕容庆不过是炸他一下，看来是猜测的不错。“你还真是个书呆子。”他教训说道：“你当真以为萧月容是看上了你的才华？如果只是这样，他完全可以让你一个人独去，何必让你再带上上官小姐当累赘呢？你难道看不出来他真正的用意是上官小姐吗？”什么？张怀安拼命摇头：“不可能，他和上官小姐无冤无仇，他针对上官小姐做什么？做什么？”慕容庆问道：“堂堂宰相之女，抗拒皇命，与人私奔，你知道这种事情会给相爷带来多大的麻烦吗？你只顾着自己的那点儿女私情，却选择性的忽略上官一家的安危，你不但蠢，而且还坏。像你这种又蠢又坏的人，如何能得到朝廷的重用？”张怀安如若雷击，被慕容庆强行拨开了戴在脸上的面具。他拼命摇头，守护着自己最后的尊严。是朝廷腐败无眼，断了我们寒门子弟上升的渠道，凭什么怪罪到我的头上？我堂堂探花之资，在翰林院兢兢业业地干了3年，凭什么不能补缺重用？如果早点让我掌权，我岂会干出这样的蠢事？慕容庆看着他，不禁想起了曾经自负的自己，总以为自己是天纵之才，生来就是要干出一番大事的。后来混到送外卖的境地，每天刷着短视频，浑浑噩噩度日，却不知道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只知道抱怨外界的不公。诚然，作为愤青的过来人，他耐心地劝了张怀安一句：“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的不公，似是你出身寒门，我出身皇族，你觉得我不用努力就能得到你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权利？你要这样想，那就有点一叶障目了。实力阶级越往上争斗的越是激烈，本皇子面临的问题比你的要危险100倍。
本皇子不也忍耐了3年，给人当了3年的狗，才慢慢的有所好转吗？你如果想不通这一点，仍旧只知道抱怨命运不公，那就当是上官小姐和本皇子看错你了。该说的慕容庆都说了，能不能扶起这个探花郎，全靠他自己了。慕容庆离开后，张怀安好像是丢了魂一样，痴痴地靠在柱子上，闭上了眼睛。所有的自尊和骄傲在这一刻被击了个粉碎。他输了，输得彻彻底底。本以为是输给了权力，现在他知道了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在此刻是彻底服气了。一间临河的茶楼包房，李萧月容进来后，见到了一身华衣、英气逼人的八皇子慕容瑞。在他的招呼下，他坐在了对面，脸上不禁泛起了一丝红晕，轻声叹道：计划失败，上官小姐被他们找回去了。无妨。慕容瑞主动把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是我低估了老六的能力，与公主无关。这个可恶的家伙。萧月容提起慕容庆，心中就忍不住的来气。上次在诗会上被慕容庆当众轻薄，他恨不得一刀子宰了他。这次谋划张怀安私奔一事，正是为了报复慕容庆。我们怎么才能除掉这个老六？他手里的茶碗攥得一紧，求助的看向八皇子。慕容瑞的目光看向了窗外，父皇已经任命老六为镇北大将军，不日便会令他北上抗辽，到时候机会多的是，我们用不着急于一时。可是我现在就想除掉他。萧月容是一刻都忍不了。慕容瑞看着他，提醒说道：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对付老六，而是四皇子。萧月容好奇地挑了下眉，四皇子怎么了？慕容瑞透露道：最新消息，陛下已经决定准备委派四皇子南下治水。我的这位四哥可是出了名的铁面王，如果他南下的话，咱们的那点事情很快就会被调查清楚。公主好好想想，到底要先对付哪一个吧。这样。萧月容沉吟了下，好奇问道：你有主意了？慕容瑞的嘴角扬起，伸手在茶碗里蘸了一下，在桌上写了2个字：决堤。什么？萧月容被他吓了一跳。慕容瑞一张俊秀的脸庞却是露出一丝阴狠之色。黄河的水是会吃人的，即便是钦差大臣照样一视同仁。大燕鸿胪寺驿馆，萧月容回到自己的房间，脱去了外面的黑色长袍，摘下了斗笠，点燃烛火后，发现一个黑影坐在桌前喝着茶，眼神充满戏谑的与他四目相对。谁？他吓了一跳，慌忙从怀里拔出了匕首。等烛火完全亮起，这才看清楚，原来是六皇子慕容庆。萧月容紧张的马上环顾四周，只听慕容庆淡淡笑道：公主陛下无需担心，本皇子是一人来的。你想干什么？萧月容紧握着匕首，往后退了2步，随时准备从屋里逃出去。慕容庆平静地喝着茶，反问道：本皇子来此也是想问问公主陛下，你想干什么？我。萧月容眼珠子直转，我怎么了？怎么了？慕容庆轻哼道：公主殿下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吗？我不知道。萧月容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指着门外威胁喝道：你赶紧从我房间出去，不然的话我就喊人了啊！你喊，你使劲喊，最好是闹到陛下面前，本皇子正好和你说个明白。慕容庆一脸无所谓。萧月容手心一紧，眼中不禁透出了一道杀气，以为自己和八皇子密谋的事情被慕容庆知道了，所以这个家伙过来威胁他。不能冲动，冷静。他强行让自己平静下来，试探问道：你有话就不能直说吗？何必打什么哑谜？行啊。慕容庆放下了茶碗，直视着他道：那本皇子就直说了，你撺掇翰林院编修张怀安拐走我的未婚妻，是何道理？原来是为了这个。萧月容暂松了口气，白了他一眼，故意装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真的。慕容庆轻笑：可是我听张怀安交代，是你撺掇的他啊。他这是胡说八道。萧月容为自己辩解：我只是看中了他这个人才，许诺在南梁为他加官进爵，谁知道他能吃了豹子胆，把宰相之女一同拐走了呢？这么说，此事与你无关。慕容庆起身往前逼近了他，他往后直退，慌乱喝道：你别乱来，此事断然跟我无关，即便闹到燕帝面前，你也不能栽赃到我的头上。他的身子撞在了后面的屏风上，停了下来。好吧。慕容庆笑了笑，语气马上变得和善了起来：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本皇子又不是不讲理的人。萧月容被他吓出了一头冷汗，缓了口气，生气问道：我这驿馆里有4位高手坐镇，你是如何进来的？什么高手？不就是4品武者吗？慕容庆一脸的轻松：我来时他们确实阻拦我了，不过我让他们睡了过去，估摸着得明天才能起来。什么？萧月容瞪大眼睛，没想到慕容庆能有这样的本事。4品高手，这可是从大梁武者中挑选的精锐了。
现在话都说清楚了，你该走了吧。萧月容把身子让开，下达了逐客令。慕容庆叹了口气，眼神邪恶地盯在他的身上。这件事情是说清楚了，另外一件事情还没有说清楚呢。什么事情？萧月容被他无赖的样子气得都红了脸。慕容庆问道：公主殿下一下午不在驿馆里好好待着，打扮的这般隐秘，这是跟谁私会去了？萧月容顿时把手上的匕首握紧，生气喝道：本公主做什么？需要你操心吗？慕容庆一声嗤笑：别凶嘛，本皇子这是为了你好才跟你在这里私谈。你要是这么说，那本皇子只能把你交给鹰眼卫了。你凭什么？萧月容急了，自然知道鹰眼卫是什么地方，大雁特务机构，没罪的人进去都要脱一层皮，更何况是他。凭什么？慕容庆点破了他，就凭你和我的八贤弟私会，按照我们大雁的律法，外使进京，除非有特批的公文，否则的话是不能和臣子私会的吧？你，萧月容的眸子不禁看向了窗外。他还有一个杀手锏，正是贴身的护卫五品武者。慕容庆提醒道：公主陛下还是别白费力气了，外面那个五品武者在本皇子眼里也不值一提。为今之计，公主陛下只能选择与本皇子合作，否则的话，别怪本皇子不讲一吻之情。混蛋！听到慕容庆哪壶不开提哪壶，萧月容一下气恨地红了眼睛。他的玉手死死攥着匕首，在盘算着要不要鱼死网破。慕容庆已然逼近了他，离他只有一步之遥，8尺高的身子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压迫感十足道：萧月容，本皇子知道你在盘算什么，阴谋诡计始终是上不了台面的。实话告诉你，不光是本皇子盯着你，鹰眼卫早就盯上了你。陛下之所以没有动手，只是想放长线钓大鱼而已。你再执迷不悟，只有死路一条。眼下只有本皇子可以帮你。萧月容的小手一抖，咣当一下把手里的匕首摔在了地板上。你怎么可能帮我？他看着慕容庆，一脸的不信任，只觉得他是在诈他。你不信？慕容庆轻笑道：那你叫你的随从进来，看看鹰眼卫的人动不动手。你敢赌吗？他的声音如魔鬼低吟。萧月容浑身巨震，浑身已经被汗水浸湿。身处敌国，他哪里敢赌？赌输了，可就葬身于此了。他无比颓丧地垂下了头，轻声问道：你打算怎么帮我？这样才对吗？慕容庆满意地摸了摸他的脑袋，好像在抚摸一个宠物，让萧月容浑身的不自在。他收了手，负手在后，回身在后面的床榻上面坐了下来，示意说道：来，陪本皇子共度春宵，明天自有分说。萧月容的脸蛋顿时都红到了脖子上，瞪着他大骂道：你休想，你这是帮我还是占我的便宜？非要本皇子把话说清楚。慕容庆白了他一眼，解释说道：明天如果陛下查问，你就说你与本皇子待在一起，并未外出，本皇子到时候给你做个证，这件事情不就过去了？萧月容的眼珠子转了转，迅速的在心里盘算起了利害关系。一来他不确定他和八皇子私会的事情是不是被鹰眼卫察觉，二来他不确定这个男人是不是真心帮他，万一他拎起裤子不认账，那他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慕容庆的神色淡定，示意说道：你们在燕京有自己的情报网，公主陛下不信，可以现在就传令下去询问一下，如果情况跟本皇子说的不一样，本皇子马上离开，绝不食言。萧月容攥了攥小手，正想如此，他马上从怀里取出了一个骨笛，打开窗户，对着外面吹了2声。这是他与情报网联系的暗号，对方收到后自有回应。在等待的间隙，他的眸子扫到了床上的无耻之徒身上，忍不住问道：你为什么要帮我？慕容庆的嘴角微微往上扬起，刚才本皇子不是说过了，一吻之情如何能忘？混蛋，不可理喻。萧月容坐了下来，扭过头看向窗外，不再理他。唉，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美人心。慕容庆悠闲地倒在了床上，吟了2句酸词，长长的躺下。他可不是什么多情之人，此事全怪系统。这龟孙儿给他下达了2个作死任务：一，杀了萧月容，奖励系统币1000；二，睡了萧月容，奖励系统币1000；三，拒绝任务，扣除系统币1000。慕容庆别无选择，毕竟他和美人有过一吻之情，怎好要了他的性命？萧月容坐在窗边，着急地等待消息。好久，外面传来了同样的鼓笛声，3长2短，极度危险。这代表着他和八皇子的谋划很可能已经被人识破。他不禁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满脸意外地盯在了慕容庆的身上。这个燕京城有名的废物皇子，简直是个老谋深算的狐狸。他是如何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破绽的？文定公主，别浪费时间了，本皇子把被窝都暖热了，赶紧进来。慕容庆拍了拍旁边的卧榻。
萧月容瞪了他一眼，一张俏脸都红到了脖子上。六皇子，你别忘了，你现在可是有婚约的人，你就不怕这件事情被上官小姐知道吗？怕？为什么怕？慕容庆一脸不在意，他都能跟别的男人私奔，我就不能跟别的女人睡觉了？这叫一报还一报，公平合理。无耻啊！萧月容没想到他能讲出这样的话，简直是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如果我不答应呢？他在脑子里疯狂盘算着应对之策，打死都不想委身于这个无耻之徒。慕容庆轻叹道：好心没好报啊！你要这样，那本皇子可不管你了。也罢，让你尝尝我们大宴诏狱的酷刑也好，等你回了梁国，也算是有了一段特殊的回忆。他坐起身子，说着就要离开。你等下！萧月容犹豫了下，无奈地拦住了他。他死倒是不怕，只是任务没有完成，有愧于一人所托。念及于此，他终于还是选择了屈从，泪眼朦胧地褪去了身上的衣衫，吹灭了屋里的烛光。师父，弟子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北伐大燕，重筑大梁，弟子宁死不负。天亮后，萧月容活动了下酸疼的身子，从床榻上面爬了起来。这个混蛋，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精力？简直跟牛一样。他在心里诅咒了夏慕容庆，让侍女进来给他梳妆打扮。照着桌上的铜镜，竟然发现面色比平时红润了一些。他厌恶地扣上了镜子，打死都不想承认，昨晚他竟然生出了一丝的愉悦之意。这种自然的反应让他的内心非常排斥。他是被人强迫的，怎么可以有这种感觉？一会，外面的房门砰的一响，突然被人撞开，一行身穿红色锦衣，腰挎牛尾刀，绣着五爪金鹰图案的军士闯了进来。他们手持公文，厉声喝道：文定公主，鹰眼卫办案，请跟我们走一趟吧。来得这么快，萧月容眉心一紧，没想到慕容庆判断的这么准确。好在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让侍女安心在驿馆里等着。他独自一人跟着鹰眼卫的军士离开。很快，一份审问的供词摆在了燕帝的书桌上。燕帝看过后不禁蹙眉道：老六这个兔崽子也牵连进来了。总管太监张德顺干笑道：根据南凉公主的供词，昨天下午他都在房中与六皇子厮混，并未外出访客。有意思。燕帝取出另一份密报，可是有人密奏说是这位公主去私会了老八，其中肯定有一人说了假话。张德顺小心提议：奴才想，不如把六皇子叫来一问便知。燕帝沉吟了一下，点头吩咐：你去传召吧。诺。张德顺退下，马上让手下的太监去办。慕容庆回到府里，刚泡上热水澡，蕊儿嗅了嗅他的衣服，小声嘟囔：爷又去外面和女人厮混了。嗨！慕容庆斜了他一眼，伸手在他肉肉的脸蛋上掐了一把。你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了，爷上次没警告过你吗？蕊儿鼓了鼓嘴，顶撞说道：爷让蕊儿读圣贤书，圣贤书上可没教人四处留情。慕容庆揶揄了下，拉下脸教训道：爷让你读书是让你明智，不是让你死读书。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书本上的道理那都是圣人用来标榜自己的，你要是真信了，那就是中了圣人的圈套了。爷的意思是圣人都是在骗人喽？那全天下的举子为何都在读圣人之书？朝廷为何还要百姓行圣人之道？爷的意思是朝廷也在骗人喽？蕊儿的大眼睛瞪了瞪，好家伙，这小丫头都学会辩证法了。慕容庆意外地瞧了他一眼，提点说道：圣人自有圣人的道理，朝廷也自有朝廷的道理，你也要悟出自己的道理。圣人不会骗人，但是有人会假借圣人的名义骗人，你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活学活用，方能登堂入室，以窥圣境。蕊儿不想知道那么多，蕊儿只知道君子当以德修身，也是以什么修身的。我修你个头！慕容庆在他臀上抽了一把，让他到门外罚站去。什么德行教化，忠贞不二，还把枷锁套到他头上了。他可不是那些穷酸腐儒，他是以系统修身的傀儡。呸！宿主，什么难得？比得过1000系统币箱吗？看着系统钱包里的4位数余额，慕容庆不禁一阵心潮澎湃。是时候把他的火枪队打造起来了，看谁不顺眼，直接突了谁。一会，福伯突然在外面传话：殿下，宫里来人，让你赶紧进宫面圣。来得这么快？知道了。慕容庆从木盆里跳了起来，马上擦干了身子，让蕊儿进来给他更衣。四皇子府上，一人跪地禀告：殿下，奴才已经把消息传进宫里了，相信陛下马上就有处置。知道了，你辛苦了，下去领赏吧。四皇子慕容恪端着折子，腰板笔直，脸上看不出任何的神色。诺。来人退下后，一旁的谋士拱手发话：殿下此举定能击碎八皇子的阴谋，为淮南查案扫清障碍。慕容恪的神色依旧阴沉，老八太过自以为是，
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殊不知，父皇最讨厌使臣与内臣相互勾结，此次借机除掉南凉公主，限制住老八。南下之后，定会将八王党全部扫清。只要拿下淮南，这大燕一半的赋税可就全部握在我们的手里了。正是如此，谋士面露得意之色。这条112鸟的计谋可是他出的，论功劳，他当首功。勤政殿，儿臣给父皇请安。慕容庆进门后，仍是先行跪在地上施了一礼，然后起身躬身站好。燕帝打量着他，冷着一张老脸问道：北征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前线战事吃紧，朕可没有多余的时间给你在京城闲逛啊。老毕登，拿话点我呢，你但凡给点军饷，小爷至于拖到现在求爷爷告奶奶吗？慕容庆在心里疯狂吐槽，恭恭敬敬地回道：儿臣前来正好有事跟父皇商议。他从怀里取出了筹建大宴票号的折子，由一旁侍奉的太监转呈给了燕帝。这又是什么东西？燕帝挑了下眉，一副你小子别跟我要钱的态度。他打开折子，只是看了一会，眉头便皱了起来。大燕票号，没错。慕容庆马上解释，儿臣想在大燕开办一个属于朝廷所有的票号，以朝廷信用做担保，汇聚百家之钱，如此方可解决国库的周转难题。汇聚百家之钱，燕帝嗤笑道：你说的简单，老百姓为什么把钱交给你啊？慕容庆淡定道：票号的运行规则，儿臣已经简单写在折子里了。第一，我们票号解决了老百姓储钱的安全问题。第二，我们票号还会给百姓支付相应的利息，前期只需要把利息定得高一些，给百姓一点蝇头小利，百姓便会心甘情愿地把钱存在票号，不出几年便会养成习惯。有点意思。燕帝看到后面，脸上的轻视之色不禁收敛了一些，转而好奇道：如你所说，百姓储钱还会得到利息，那你的票号如何盈利？岂不是入不敷出了？慕容庆轻笑道：父皇容禀，百姓的利息只是小头，票号会把这些聚拢起来的银子放贷给那些需要银子周转的商号，他们自然会支付相应的利息，这利息可比给百姓的利息高得多。这一进一出，票号是不会亏钱的。妙妙啊！燕帝终于是明悟了一些，还学会了举一反三。你的意思是，我们朝廷也能拆借票号的银子？正是。慕容庆回禀道：如果朝廷需要银子周转，自然能够跟票号贷款，只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之物。这些担保之物不限于朝廷未来的赋税等等，而且朝廷给官员的俸银以后也可以直接通过票号进行承兑，甚至朝廷的赋税都可以通过票号转运，可给朝廷剩下一大笔的资金。老六，燕帝豁然开朗，满是惊喜地看着这个儿臣，忍不住夸赞道：你这脑袋到底是怎么开窍的？慕容庆干笑道：哪里有什么突然的开窍，儿臣只不过是沉下心多读了几年书而已，这些日子又与商贾在一起学习了一些经商之道，因此有了自己的想法，特意来征求父皇的意见。燕帝沉吟了一下，当场拍板：朕看此事可以试着搞一搞，不过有什么情况，你不得欺瞒于朕，要随时向朕禀告。看到上面的股份配比，燕帝白占30%，说是朝廷的票号，钱却是燕帝自己的，怎能不让老毕登激动？多谢父皇支持。慕容庆拱手弯腰，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只要不是脑子有问题，任谁都不会放着白花花的银子不要。燕帝得了好处，本来想敲打慕容庆的心思都来了个大转弯，语气平和地问道：对了，你跟南凉的那个公主是怎么回事啊？慕容庆故意装傻：父皇都知道了。燕帝拉下脸，冲他一阵数落：你说你也是有婚约的人了，此事传出去，让上官家怎么想？这桩婚事你还想不想要了？父皇恕罪，儿臣只是心中苦闷，所以才一时糊涂办了出格的事情，还请父皇责罚。慕容庆马上跪在了地上。心中苦闷，燕帝抬了下眉，直接问道：可是因为上官家闺女和张怀安的事情，父皇都知道了？慕容庆故作惊讶，其实早就知道，老毕登肯定是知道内幕的，鹰眼为的爪牙遍布眼睛，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瞒得住？燕帝的面色沉下：你是怎么想的？慕容庆马上回禀道：儿臣以为此事到此为止，不可再对外声张了，不然的话，不光是上官家颜面不保，连我们皇家也要颜面无存。燕帝眼露欣赏之色：你倒是不糊涂，知道顾全大局。小爷我有的选吗？一面是宰相，一面是你个进科臣的老登，小爷哪个得罪得起？慕容庆默默吐槽一番，提议说道：不过此事还得给张怀安一点教训，不然的话，旁人会以为儿臣好欺负，以后指不定会做出什么羞辱臣的事情。你要怎么处置他？燕帝对此没有什么意见，敢勾引皇子的未婚妻，意图叛国，他也准备重罚张怀安。慕容庆提到：
这张淮安乃探花之姿，确实有些才能。念他一时被情欲蒙蔽，儿臣觉得还是饶他一命，让他在儿臣身边担任军中参赞，继续为国效力吧。燕帝满是意外地看着这个儿子，没想到这个老六竟有如此度量，这放给普通男人，那都是要刀子见血的。好，不错。他满是欣赏地点了点头，也不想给这些儒生动刀子，免得那些御史又在朝堂叫嚣。就照你说的办吧，朕准奏。多谢父皇。慕容庆匍匐叩头，在燕帝面前显得谦卑至极，好似奴才一般。燕帝看他没有骨气的样子，虽然嘴上说着不许他再这样，但是心里却非常舒爽。他要的就是这样能办事而且听话的奴才，这样的刀子使唤起来才顺手，如果太锋利反而容易失主。他特意给了慕容庆一个恩典，让他去后宫见见他的母妃。慕容庆又是一通千恩万谢，这才起身告退。等他走后，燕帝拿着折子又是一阵审阅，最后看向了身旁的太监总管张德顺，问道：德顺，你看怎么看待此事的？这老六是不是有意在袒护这个南梁公主？张德顺干笑了下，最怕回答这种问题。奴才以为六殿下没有别的心思，纯粹是沾了一些文人雅士的风流之气而已。那就这么办吧。燕帝压下了桌上的密奏，没有再继续追查下去。他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眼下各个皇子间的争斗日益激烈，身为一个父亲，他绝对不想看见兄弟相杀的场面。平衡，他要的只是一个平衡。这个脆弱的平衡刚要被打破，却被这个老六儿子意外端平，这让他不禁在心里对这个老六又是一番赞叹，无而颇有朕年轻时候的一番风采。景福宫，慕容庆过来母妃的院子，站在门口四处看了看。经过修缮，这里已经有了些人气。虽然比起其他嫔妃居住的地方还是略显寒酸，但至少是独门独院，比起他母妃以前住的大杂院可要强上百倍。丫鬟穗儿第一个发现了慕容庆，高兴得又蹦又跳。娘娘，殿下来了。她和贤妃刘玉珠正在晒着干菜，院子里的竹竿上挂着满满当当的豇豆。蜀州人爱吃泡豇豆，洗净晾干后泡进坛子里，倒上凉白开，用盐、冰糖、花椒泡上。母妃，宫里面的伙食不够吃吗？你怎么还亲自泡这个？慕容庆上去帮忙，把豇豆泡好后，将泡菜坛子抱到了阴凉处放好。幸亏你来了，不然我和穗儿还真挪不动这坛子。刘玉珠抹了把汗水，看着儿子欣慰直笑，亲手给他擦了擦汗水。宫里面的伙食很好，我就是想吃家乡的这口酸的。他招呼着慕容庆进了屋里坐下，让穗儿赶紧烧水泡茶。皇儿，你怎么来了？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慕容庆心里一暖，能感觉到这具肉身在母妃面前的亲近感，这是血脉的本能。母妃，我没事。他笑着摇头，儿子只是进宫办事，顺道来看看母妃。你真是越来越懂事了。刘玉珠高兴点头，让慕容庆坐上一会。他去了柴房，亲自下厨，给慕容庆整了2道家乡的小菜：豇豆炒肉、蒜末茄丝，还有麻婆豆腐，搭配上香喷喷的米饭，非常的下口。慕容庆看母妃说的轻松，心里知道他肯定过得不易，哪里有妃子亲自下厨的道理？这宫里面的伙食可都是御膳房提供。母妃，是不是静妃又为难你了？他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在暗中使唤。没事的，母妃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就好。刘玉珠摇头，不想给他添乱。母子2个难得吃了一顿饭。等穗儿收拾东西的时候，刘玉珠把慕容庆叫去了他居住的内堂，在箱子里翻腾了下，取出了一个木质的盒子。庆儿，你已经长大了，有些事情母妃也该告诉你了。他从头上摘下了一根发簪，在木盒子上的铜锁上捅了一下，这发簪竟然是钥匙。打开盒子后，里面是一张老旧的羊皮。刘玉珠把羊皮摊开，上面竟然是绘制的地图。刘玉珠神色严肃地介绍，这是蜀国灭亡之前你外祖父让人交给我的，他让亲卫提前将国库的存银藏在了一个秘密据点里，想着以后有朝一日复国之用。现在过去了这么多年，复国是没有希望了，倒是你可以想办法找出来，用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什么？藏宝图？慕容庆没想到自己还是个富二代，这么多年他的身份可都是穷困潦倒的亡国奴仆之子啊！母妃，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啊？慕容庆看着地图，在上面检索着一个个有用的信息，很可惜上面标注的地方他一个都不认识。刘玉珠感慨道，从前你过得浑浑噩噩，寄人篱下，根本没有扛起这份重担的能力，母妃把这个东西给你，那就是害了你。他从盒子里又取了一个精致树形龙纹令牌出来，这是调动亲卫的升龙令，这些财宝便是由他们负责看护，只需找到他们便能将这些财宝取出。慕容庆接过令牌看了看，眉头不禁皱起。母妃，
这都过去20年了，谁能保证这些护卫的忠诚呢？他们会不会已经把财宝取走了？刘玉珠摇头，不会的，当年转运财宝和守护财宝的亲卫不是一批人。你手里的地图只有半份，守护财宝的亲卫只半份，必须要把2份地图聚到一起，才能将财宝取出来。原来如此，慕容庆突然有了一种坐拥金山的感觉。蜀国的国库当年到底有多少存银？要知道，这可是天府之国，在燕、蜀、梁3国之中算是最富裕的。他一时都琢磨着要不要就此开溜，到蜀州拿了银子，潇洒度日，当一个吃喝嫖赌的逍遥公子。现在这过的是什么日子？成天作死，在刀尖上舔血。不过这个想法只是一闪而过，他还有母妃，有阮儿，有柳如意，有那么多需要他的人保护，哪里能放下一切独自偷生？况且没有权力的加持，即便得到一座金山，也守护不住。他收了东西，郑重承诺：母妃放心，我不会让外祖父的心血白流的。好，好啊！刘玉珠抹了抹眼泪，开心的给儿子整理了下衣服。眼见时间已经不早，没有再留他。慕容庆告辞离开，出了宫门，天色已经快黑。公孙止坐在马车上打坐，一动不动的。这就是高手啊！他赞叹一声，正要上去，远远便看见一个身材妖娆、一袭玫红色襦裙的女子失魂落魄的从宫里面出来，沉甸甸的资本随着她的脚步上下晃动。不是梁国公主萧月容，还会是谁？慕容庆面露喜色，马上冲她招手示意：月容。等她近身后，伸手招呼：一起走吧。谁让你直呼我名字的？萧月容郁闷地瞪了他一眼，想了想，还是踏着电凳上了马车。慕容庆一同上去，让公孙止直接回府。萧月容责怪道：送我回驿站，去你府里做什么？当然是为你接风洗尘啊。慕容庆笑着保证：你放心，我的手艺很好的，待会我亲自下厨，保证让你吃得过瘾。随你吧。萧月容疲倦地靠在车厢上，懒得再反驳他，只是在赵狱里待了一下午，并未用刑，整个人都要被吓傻了。那里面堪比魔窟，一下午都是鬼哭狼嚎的声音。他的美眸斜向了慕容庆，如果不是提前和这个家伙商量好的口供，今天他真有可能出不来了。想到这里，对于他昨晚上的轻薄之罪，倒是可以忽略不计了。两个人沉默了一会，萧月容打破了沉默，问出了自己心里的疑惑：你为什么要帮我？他可是准备和八皇子合作，一起对付慕容庆的。慕容庆帮他，就是帮了八皇子，这俩兄弟明明是不死不休的敌人啊！贤郡王府，慕容庆没有回答萧月容的问题，而是带着他的胃口把他带回了家。为了得到大难，萧月容也是豁出去了，以身犯险，深入狼窝。蕊儿见到他后，肉肉的脸蛋不禁又鼓了起来。他发现主子最近带回来的这些女人，竟然一个比一个年轻漂亮。论气质，今天的这个女人竟然多了一些上位者的贵气。看她趾高气昂的模样，就知道出身肯定不凡。慕容庆让他去后厨准备一份铜火锅涮肉套餐，羊肉由他亲自掌刀，边切边涮，再来一坛子女儿红尘酿。白酒虽烈，但是味道实在是登不上大雅之堂。蕊儿带着女仆把铜火锅、蘸料、各种蔬菜、丸子在桌上摆好。萧月容只是瞧了眼，便马上皱着眉头嫌弃道：你就请我吃这些东西啊？这不都是生的吗？慕容庆笑着点燃了木炭，介绍说道：等水开了煮熟不就行了，边吃边煮，味道会更新鲜。这是蛮人的吃法吧？对于从小长在江南的萧月容来说，这种吃法实在是上不得台面。他吃的东西要求都非常精细，煎炒油炸各种花样，哪里有在水里涮一下凑合的吃法？蛮子的吃法也别有一番风味，不信的话，你待会尝尝看，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慕容庆拿起菜刀，当着他的面片起了羊肉。这羊肉是在冰库里冷冻的，切起来非常的顺手，像是撕开一页页的纸片。君子远庖厨，你不知道啊？对于他切肉的行为，萧月容就更看不上了。慕容庆听得直乐，我又不是君子。萧月容抿起红唇，脑袋直点，这点我赞成，你就是个臭流氓，怎么还恨我呢？慕容庆笑了笑，一阵感慨，若非是为了救你，我才不会白白的让你占便宜呢。我占你便宜？萧月容马上急眼了，你这个人还要不要脸了？你赶紧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救我？不说我可就走了啊！他气得都没有了胃口吃饭。别急，咱们先吃东西，边吃边聊。慕容庆赶紧安抚，等火锅裙边的水开了后，亲自往里面加菜。这个是我做的鱼肉丸子，是用新鲜的黑鱼剁馅混合淀粉做成，黑鱼肉质紧实，吃起来弹牙爽口，非常过瘾。他兴高采烈地介绍着，等煮熟一个，把鱼肉丸子捞给了萧月容。这个吃的时候可以混上这个麻酱蘸料，
此蘸料也是我亲自调配的，别的地方可吃不到哦。萧月荣暗自赌了口气，闻着肉丸子若隐若现的香味，肚子咕嘟咕嘟响了下，一时还真有点饿了。他拿起筷子，按照他教的办法蘸上麻酱吃了一口，一双美眸马上瞪大。麻酱的香味混合鱼肉的香味，在味蕾上炸开，充斥整个口腔。咽下去的那刻，顿时让喉咙都发出舒服的响声。好吃吗？慕容庆笑着询问，把刚刚片好的羊肉放进了锅里。凑合吧。萧月荣不想给他好脸色。那再尝尝这个。羊肉只是上下翻滚了2、3下，慕容庆便捞了出来，放在了他的碗里。他闻着扑鼻而来的肉香味，裹上蘸酱，一口吞下。这次的香味更是直冲脑门，吃货的大脑占领了高地，一时间什么仇怨都抛之脑后。慕容庆头为什么？他都是来者不拒，从刚开始的厌恶变成了啧啧的赞叹。这个羊肉好吃，怎么会这么鲜美，一点膻味都没有呢？慕容庆介绍，这是从西域贩卖的滩羊，因为当地的水草特征，所以基本上没有膻味，而且肉质肥嫩，入口即化，乃是涮锅的佳品。西域滩羊，果然是蛮子的东西啊！萧月荣感觉有点拉低自己的身份，不过鲜美的味道还是簇拥着他一口口把羊肉吃下。只是一会，他一个人便吃了2、3斤羊肉，肚子很快圆滚滚地撑了起来，可是味觉还想继续往下吞咽，丢脸死了。他在心中暗叹，自己怎么会这么没出息，一点形象都没有了。慕容庆神色平和地给他不断添菜。如果不是彼此对立的身份，这一幕仿佛是一家人坐在一起。慕容庆给他满了杯酒，和他又碰了一个，放下酒杯后，这才说道：好了，酒足饭饱，可以公布答案了。萧月荣的大眼睛马上瞪起，听他一本正经地说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我看上了你美色，不想你红颜薄命而已。你觉得我信吗？萧月荣攥了攥手上的筷子，很想揍他。他等到现在，谁知道竟然等来这么拙劣的借口。怎么，你难道不相信你的魅力？慕容庆轻笑道，在这燕京城里，能胜过你的美色屈指可数，这倒是实话。萧月荣撇了撇嘴，心中被他夸得莫名的升起了一丝的得意。不过他还是不相信慕容庆的理由这么简单，这背后肯定有什么阴谋。你想要什么？直接说吧，何须遮遮掩掩，拿我开涮呢？他感觉自己像是涮锅里的羊肉，被眼前的这个臭男人玩弄在掌心。慕容庆抿了口酒，轻声叹道：罢了，你非要找其他的理由，那我就说一个吧。他拿起3个酒杯摆在了桌上，这个是太子，这个是4皇子，这个是8皇子。他敲了敲代表太子的酒杯，说道：我现在依附在太子的身上，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以维护太子为前提。4皇子南下查案，打击的是8皇子一党，明显对太子有利。你和8皇子要对付4皇子，不正是损害了太子的利益？所以我要想办法保住4皇子，同时有你们针对4皇子，4皇子便无暇顾及太子之位，所以我也要保住你们。这3个酒杯代表着一种平衡，一旦打破，酒水就要溢到我的身上了。他拨弄了下3个酒杯，3个酒杯往中间靠在了一起，咣的一响，稳稳立住。萧月荣神色复杂的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良久才在心里生出一丝感慨。他之前真是错看他了，本来只以为他是个吊儿郎当的登徒子，谁知道他的心计竟然如此深沉，谋略是如此的周全。慕容庆看着他微微一笑，突然伸手和他的玉手握在了一起，诚恳吐道：愿得美人心，白首不相离。一个会做饭的男人，一个会花言巧语吟诗作对的男人，一个拥有权谋武力的男人，一个才貌双全的男人，一个床上功夫好的男人。潘驴邓小闲，任何一个男人只需要占有其中一条，都能将女人迷得神魂颠倒。萧月荣的酒意上头，脑袋犯晕，没想到这5样能在一个男人的身上集齐。眼看着他没有反抗，慕容庆更进一步，起身一把将他抱了起来，搂在了怀里。他终于有了反应，挣扎责怪：你干什么？快放我下来！良辰美景，酒酣意浓，娘子就不想做点其他的事情吗？他不由分说，霸道的把他抱回了内寝。萧月荣内心是想反抗的，他知道这段关系非常危险，甚至可能毁了2国，但是他的身体不由控制，如这个流氓所言，酒意正浓，他克制不住身体的欲望，只想马上得到他，把心里的一团燥火发泄出来。院外明月皎洁，蕊儿收拾完了东西，看着主人内堂摇曳的红烛，发了会呆。公孙只喂完马回来，见到他，拍了下他的肩膀，把他的活儿拉了回来。怎么了？发什么呆呢？没什么。蕊儿连忙摇头。公孙止看向内堂，马上就明白了，一通吐槽，主人还真是个风流多情之人，他以前不是这样的。蕊儿拨弄着手指，脑中不禁浮起了那个胆小懦弱的慕容庆。
那时候他的性格可没有现在这么张扬，男人都是会伪装的，以前是他的本性没有暴露而已，你可当点心吧。公孙止打了个哈欠，摆摆手招呼了下离开。蕊儿悠悠叹道：我只是个流民之女，有什么资格对主人抱有期望呢？第二天，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了屋里，暖融融地裹在萧月容的身上。她一个翻身猛地起来，见自己光着身子，马上拉过被子盖上。醒了。慕容庆正在一旁的书桌前写写画画，得意的模样看着很是欠扁。聪明的大脑重新占领高地，让萧月容无比的悔恨，在心里疯狂念叨：萧月容啊，萧月容，你是怎么回事啊？你忘了对师父的承诺了吗？你忘了梁国的大业了吗？最后一次，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你可千万不能糊涂了啊！他默默地穿上了衣服，冷着脸坐在铜镜前简单的梳妆打扮，准备再也不搭理慕容庆了。在他要走的时候，慕容庆突然喊道：等下，这个送你。什么啊？萧月容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你过来看看不就行了？慕容庆伸手招呼，拿起桌上的字画吹了吹上面的墨水。萧月容好奇地过去，字画上竟然是他郊区半路侧躺在被窝里睡觉的模样，而且笔墨精准，寥寥几笔竟然把他的脸型神态完全勾勒了出来。在上面还题词一首：玉楼春，晚窗睡起香消鸦，晚窗睡起香消鸦，斜倚妆台开镜匣。云环整罢却回头，屏上依稀描楚霞。知一痴想眉愁压，摇损纤纤银指甲。柔肠断尽少人知，闲看花帘双蝶霞。萧月容读完此词，完全怵愣在了原地。即使他在讨厌这个流氓，也不得不承认，他真是大才啊！此词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千古佳句，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值得细细品味。你无不无聊啊？只是看到自己在帐中的私密被人画下来，萧月容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难堪和恼怒。慕容庆轻笑道：美好的东西总是一闪而逝，何不记录下来，待到老师细细的回味呢？他把画作卷起，用纸筒装起来后，交给了萧月容，送给你了。吟诗会词，不务正业。萧月容白了他一眼，一伸手从他手里把画夺过，扭头出了门去。慕容庆笑着摇头，打开窗户，冲着蕊儿招呼了下，让他喊上公孙止，送萧月容回驿站。他站在窗户前，看着萧月容娇柔的背影离去，这才回过头，在书桌前重新坐下。上面还摆着一篇文章，非是风花雪月，而是萧月容口中的正事。上面写道：论如何夺取南梁，当从经济始也。四皇子府宅。探子跪在书房里，向慕容恪禀告了萧月容的动向。慕容恪扶扶手，让探子退下。一旁的谋士吴有道先行开口，没想到此事竟然被六皇子搅黄了。这个登徒子真是被萧月容的美色迷了心窍了。老六最近在京城很风光啊。四皇子的神色阴沉，同样是满脸的不快。殿下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吴有道把手架在脖子上比划了下，要不要？慕容恪白了他一眼，急什么？对付他何须脏了我们的手？八弟素来与他不和，我们只需要借刀杀人便可。殿下英明。吴有道马上给他出了个主意。奴才听闻八皇子在天香阁有个红颜知己，花名云长，乃燕京城四大花魁之一。此女舞姿不凡，有倾国倾城的容颜，还有绝世的武技。殿下何不把她推荐给太子？太子定然欢喜，会想尽办法独占。六皇子作为太子的狗腿子，定然会全力相帮。到时候八皇子动怒，肯定会与这个老六不死不休。还不错。四皇子云清风淡地斜了他一眼，只是你的这点轨道聊胜于无，始终都上不了台面。吴有道干笑了下，连忙拱手称道：殿下行的是王霸之道，如皓日当空，小人这萤火之光，哪里敢跟殿下相提并论？行了，别废话了，有什么阴谋诡计，赶紧去使吧。慕容恪不耐烦地挥挥手，拿着新拟定的章程，着急进宫面圣去了。八皇子的府上，慕容瑞打了个喷嚏，调侃说道：肯定是四哥在议论本王。爷爷的，他竟然敢阴咱们，老子派人在半道上弄死他，看他怎么能下了淮南。九皇子慕容伟张口边骂，他出身不凡，母亲乃南梁公主萧桂芳，乃南梁国君的亲妹妹。当初为了与大燕结盟，双方互换和亲，在燕京城有色不过太子，权不过八皇子，才不过十皇子，冷不过四皇子，废不过六皇子，狂不过九皇子的说法。这老九老十皆是八皇子的党羽。老实慕容宏转着手里的狮子头核桃，取笑说道：九哥，你今天敢动手，明天父皇就得把咱们哥仨拉去菜市口。咱们是皇子，不是土匪，要注意身份。什么狗屁身份？老九一通数落，你们俩就是太要脸了，被老四欺负也就算了，现在竟然也被老六那个废物蹬鼻子上脸，你们听说没有？他昨晚竟然把萧月容强行拉回了他的府里共度春宵。他爷爷的，萧月容怎么说也是我的表妹，他未免太不把老子放在眼里了。
十皇子和八皇子相视一笑，让他先坐下说话。说起来，这次还真的谢谢老六，如果不是他误打误撞，我和月容谋划的事情东窗事发，不死也得8层皮。八皇子喝着茶，脸上的神色不禁沉下。爷爷的，你还要感谢他。前段时间他把老师欺负成什么样了，八哥难道不知道吗？老九提起慕容庆就一肚子火气，如果不是八皇子拦着，他早就带人打上门了。八皇子沉吟道，这老六对我们是个麻烦，照样对四哥也是个麻烦，我们何不挑拨他们争斗，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呢？啊！老九一听马上蔫了下来，阴谋诡计，排兵布阵，他一点都不在行。老实却是拍手叫好，妙妙啊！坐山观虎斗，借他人之手行杀伐之事。只是他皱眉看向了八皇子，八哥，这老四和老六素无恩怨，该怎么挑拨他们呢？八皇子冷冷一笑，无他，利益耳。四皇子为人刚正不阿，有清流之风，这种人不喜欢钱，但是却贪权。八皇子早已摸透了这位四哥的秉性，自然也有针对性的对策。他跟2个兄弟讲道，眼下四哥南下巡查在即，可谓是代天子巡狩，大权独揽，风光无二。他最忌讳的就是别人从他手里分享权力，我们偏偏不如他的愿，派人推举一人与他同行公事。这个人一定要跟老六关系匪浅，只要有此人的插足，四哥定然警惕。到时候咱们在其中动些手脚，四哥定然视此人为眼中钉，肯定会痛下杀手。只要他动了此人，便是和老六结下了不死不休的仇怨。妙啊！老九和老十闻言皆是拍手称赞，直夸八哥机智过人，不愧是陛下亲封的睿亲王。那此人选谁呢？是啊，老六这家伙平时在官场上也没有几个好友啊。老九和老十马上开动脑子，暂时都没有好的人选。老八慕容瑞却是早有对策，抿了口茶，轻声笑道，依本王看，这礼部郎中吴有良最为合适。吴有良，这孙子是谁啊？老九和老十纷纷皱了下眉，没听过这样的小人物的名字。慕容瑞介绍道，他父亲正是盐运使吴承禄。他……老九和老十对望了眼，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不是向党吗？为何要选他啊？八皇子诞生介绍，没错，吴承禄确实是向党，而且还是嫡系。我之所以选他的儿子，一来这个吴有良与老六关系交好，现在私底下在帮老六出书撰稿，形同宣传使无益；二来他出身盐运之家，担任这方面的巡查使也是合情合理；三来他算是向党一派，与清流也是敌对的关系。只要我们离间了他和四哥的关系，让四哥动手除掉他，不但可以让四哥和老六不死不休，也能让四哥和乡党不死不休。如此，咱们算是一石二鸟，岂不美哉？妙妙啊！老九和老十听完皆是佩服之至，凭借他们的脑袋可想不出这么合适的人选和计策。老九问道，那咱们为老六准备的劫杀之策现在不用了？八皇子冷笑道，2条腿走路总是万无一失，老六此人邪门的厉害，我们还是多做准备为好。妙妙不可言。老九和老十都是点头赞成，马上告辞，准备下去联络党羽上书。八皇子拦住了老九，吩咐说道，你去找找你表妹，慰问她一番，她和我们共事，这次总是受了委屈了。明白。老九刚点头，老十马上抢话道，我去吧，正好我为文定公主准备了一件礼物，刚好送给她。老九斜睨了他一眼，问道，师弟，你该不会是看上我萧月容了吧？老十干咳了2声，梗着脖子说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就不能看上她吗？老九大笑，好好，我是没有什么意见，你师弟才清大宴，我巴不得你和萧月容共结连理呢。行了，别耽误正事了。八皇子看着这2个不务正业的兄弟，一阵摇头教训，赶走了2人后，喝了会茶，让人备马前往天香阁。七里河黄庄，慕容庆送走了萧月容后，让公孙直赶着马车带他来到了这里。负责人楚元良亲自接待，带着他巡查了下工地，接见了几个工部的技术顾问。此时距离他上次过来不过几天，这里已经大变了模样。河里面各种运送材料的商船蔷薇毗连，穿行不止。按照他规划的方案，难民的收容所也开始搭建了起来。简单的地窝棚子上面搭建茅草，冬季保暖，夏季防雨，满足基本的居住条件。原本在城门口设立的救济粥棚同样转移到了这里，以后从南面来的灾民皆是在这里接受救助。殿下，曹邦给您挑选的100名亲卫现在也在村中接受集训了。等巡视完工地，楚元良招呼着慕容庆回了黄庄里。慕容庆点头，这次来黄庄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办。上次他花费100系统币从系统里购买了一套武道宗师进阶指南，让孙无涯传信给了他师傅。慕容庆想看看
这位关中大侠有没有回应？他马上要去云州，这里还需这样一位高人坐镇才行。黄庄的卖场上，孙无涯正在对100个曹帮弟子进行操练，只是他是江湖中人，并不懂什么兵法，操练人马也只是传他们一些马步剑术，这些江湖玩意对打仗没有多大作用。慕容庆在一旁看得直摇头，寻思着得请一位兵家大师操练才行。殿下，您来了。孙无涯看到了慕容庆后，马上让大家就地休息。怎么样，这些人还对你的脾气吗？慕容庆让身后的随从给孙无涯倒茶。孙无涯接过茶碗，往嘴里猛灌了一口，抹了把嘴说道：还行，都有些粗笨的力气，只是按照殿下的要求，他们都是出身农家的子弟，脑袋都笨得厉害，怎么教都学不会。这个不碍事，多练练就好了。慕容庆笑了笑，按道你教给普通人习武，那不是很正常吗？不是谁都有习武的天赋的。他环顾过去，有一俊朗少年马上起身，高声大喝：全部起立，参见皇子殿下。上百号人马齐刷刷地站起，随着少年拱手抱拳，高声大喝：参见皇子殿下。好，好。慕容庆笑着点头，与孙无涯问道：这个年轻人是谁？孙无涯介绍：尤家老三，尤俊杰。也就他还像点样子，学什么都快。尤俊达的兄弟。慕容庆瞧着少年细皮嫩脸的模样，好奇问道：他不像是江湖人士啊？孙无涯乐道：还真是，他是尤家唯一一个读书人，今年刚取得秀才的功名，让他赶过来当亲兵来了，这不是大材小用吗？慕容庆皱了下眉，过去尤俊杰的面前，关心问道：怎么样，还习惯吗？习惯。尤俊杰恭敬回话，不过眼睛里却闪过一丝的惆怅。慕容庆笑着道：在我面前不用说假话，习惯就是习惯，不习惯就是不习惯。你是读书人，如果喜欢读书，那本皇子就放你回去，即便是你哥也不能为难你。尤俊杰看着他，满脸都是意外，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平易近人的皇子，摸着脑袋苦笑道：算了，兄命难违，更何况我们尤家祖上确实没有读书人。慕容庆拍着他的肩膀笑了笑：随你吧，你若是愿意读书，即便跟在本皇子身边也是可以继续读的。读书可以明理，更可以明智，古来大将还是以文武全才居多，纯粹的武夫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多谢殿下开导。尤俊杰的心里顿觉轻快了许多。没错，谁说从军就不能读书了？当不成文官，也可以当一个有文化的武将嘛。慕容庆让他们继续操练，把孙无涯叫到了一旁的茶棚下面坐下，关心询问：孙兄，你师父那边可有消息了吗？他的时间紧迫。柳如意的丫鬟莲儿，赵盼儿的丫鬟平儿探头探脑，已经看了他半天了。解决完公事，还得帮2位花魁解决私事，着实是忙得停不下来。孙无涯给慕容庆续上茶水，抱歉说道：皇子别急，家师现在还没有答复，兴许是闭关还没有出来。他知道慕容庆在担心什么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只有他的师尊过来，方可震慑住这些宵小之辈。不过有句话他还是想讲在前面：殿下，实话实说，你也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师尊到了这个境界，早已看破了俗世，即便是你出重金，也可能无法请他出山。他怕因为师尊的事情伤了自己和慕容庆的关系。没事，我明白。慕容庆拍了下孙无涯的肩膀，让孙无涯先去忙。如果请不来宗师，他自己就变成宗师，无非是多做几个作死的任务而已。叮，系统心有灵犀，仿佛感受到了他的难处，马上下达了一个任务：一，再次与赵盼儿和柳如意同床共枕，奖励系统币100。2，拒绝，扣除系统币100。噗！慕容庆一脑袋黑线，知道的以为他是作死系统，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多子多福系统呢。上次他已经领教过2个女人的厉害，勉强完成了任务，这次还来选取任务1，他哪里还有选择？这回正是需要赚取系统币的时候。眼看着天色黑下后，他才慢悠悠的起身，不急不慢的进了院子。东院门口，丫鬟平儿虎视眈眈的看着他。西院门口，丫鬟莲儿同样是目光灼灼。皇子殿下，我家皇妃准备了一桌酒席，等了您半天了。殿下，我们家小姐也准备了一桌美味，就等你来呢。慕容庆干咳了下，指了指正堂说道：告诉你们家主子，把酒菜端到正堂，咱们一起吃。哼！平儿和莲儿互相敌视了一眼，扭头回去跟主子禀告去了。赵盼儿一听就炸了，去正堂？本妃凭什么要跟那个小三平起平坐？柳如意的脾气也不小，拍了桌子，眼圈一红，殿下真是变了。慕容庆已经溜到了正堂坐下，脑洞力全开，思来想去，还是觉得用最朴素简单的办法，把2人灌醉，然后钻系统的漏洞。想好后，他哼着小曲等了半天都不见有人过来。
俩妹子根本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相互置气，谁也没有过去。慕容庆有点想哭，这真是一人吃饱，两人挨饿。也不知道他皇帝老登的后宫是怎么调教的。眼看着自己要倒贴系统币，慕容庆的男友力全开，先去东院不由分说，一把将皇嫂抱去了正堂坐下，然后去西院强行把柳如意也抱了过去。他拍了桌子，拉下脸道：“你们俩闹够了没有？”两个妹子大眼瞪小眼，见他生气，一个个都是噤若寒蝉，不过小脸上却写满了不甘、愤怒和委屈。慕容庆扶扶手，让门口的莲儿和平儿把酒菜都端过来。等酒菜上桌，他拿了杯子给赵盼和柳如意各自满上。他举起酒杯，先敬了两人一杯，然后给他们画起了大饼。皇嫂、如意，我知道让你们住在这里委屈你们了，但这只是暂时的，等这座娱乐城建起来，这里马上会成为燕京城最热闹的地方，到时候你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皇嫂，你歌唱的好听，到时候我给你作词，如意给你作曲，你在这座城里随便唱，随便享受万人的追捧，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歌唱家吗？如意，你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到时候你同样可以当着万人的面施展才艺，成为一个艺术家吗？这次你们是给自己做事，今天高兴了就做，明天不高兴就不做，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你们，更没有任何人敢欺负你们，你们的人生将由你们自己掌控。他画完左边，画右边，描述完辉煌的未来，见两个妹子的怒气渐消，然后谈起了现在。未来是美好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你们今天也看见了，我在工地上是一刻都没有休息，连口热水都喝不上，我图什么？还不是图大家以后都能过上好日子。所以烦请二位多多包涵，多理解一下本皇子的难处，不要把有限的精力再放在内耗上，而是着眼未来。从现在起，为了未来而努力。他举起酒杯，左右扫了一眼，来，为了未来的自由自在干杯。赵盼和柳如意听得心潮澎湃。自由自在这个词对这个时代的女人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了，即便是贵为皇后、皇妃也无法自由自在，更何况是他们呢？看到为此操劳的慕容庆，两人的心里不禁都内疚了下。是啊，这个男人为了他们东奔西跑，忙得停不下来，他们却在互相争斗，互相内耗。慕容庆好不容易过来，忙得焦头烂额，他们却还惹得他不高兴。殿下，是我不懂事，我跟皇嫂道歉。柳如意惭愧地举起了酒杯。赵盼的脸蛋一红，同样是愧疚说道：我哪里是什么皇嫂，皇室已经将我除名，我不过是仗着太子对我的一点旧情，在这里作威作福罢了。他也把酒杯举起，真心称道：如意妹妹，以后我们和平共处，如殿下所说，相互研究技艺，为了未来准备。没错，为未来的自由干杯。柳如意破涕而笑。为了自由，赵盼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第一次对人生有了憧憬。如果真像是老六说的，他靠着自己的双手赚钱，不去依附男人，不去讨好男人，那该是多么让人痛快的生活啊！在慕容庆的一番洗脑下，两个妹子成功和解。慕容庆松了口气，按照计划加大药量，一边给两个妹子灌输独立自主的女权思想，一边给她们灌酒。这种20年的女儿红，酒精度已经超过15，一坛子没有见底，两个女人便醉醺醺的开始胡言乱语。赵盼拍着桌子，大声控诉命运的不公：如意妹妹，姐姐的命苦啊，好不容易看上了一个如意郎君，他却把我当棋子，差点让姐姐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啊！以后等姐姐有能力养活自己，姐姐一定把这些臭男人全部踢开。好姐姐，如意跟你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样的苦命人，等以后我们可以凭自己的本事赚钱，绝对不再看这些臭男人的脸色行事。自由万岁，女人万岁！他们抱在一起，哭的是梨花带雨。慕容庆一头冷汗，第一次见到发酒疯还能传染的。他寻思着自己这剂猛药是不是灌得太狠了，把女权的祖宗给搞出来了。等两人都折腾累了，一个个趴在了桌上，晕沉沉的睡去。慕容庆嘿嘿一笑，终于露出了獠牙，挥挥手让平儿和莲儿退下，由他一手搂着一个，将两个花魁扶进了内室。同床共枕，洒洒水啊！只要学会画大饼，什么样的女人都能轻松搞定。毕竟只有骗子才能满足女人的所有愿望。第二天天还未亮，慕容庆钻出被窝就开溜。100系统币到账，两个 NPC 已经失去了讨好的价值，三个人同床共枕，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赵盼虽然被宗室除名，但是私底下仍是太子的小妾，他得以皇嫂的身份敬着，不能碰他，自然不能碰柳如意，否则厚此薄彼，好不容易平息的战火马上又要燃烧起来。他上了马车后一阵长吁短叹，这处理女人的关系
比处理军国大事还要让人头疼。公孙止在前面奚落道：“爷昨晚左拥右抱，难道还没有睡好吗？”嗨，慕容庆郁闷道：“爷是不是对你们太好了，一个个都敢调侃爷了？怎么，爷还想打我吗？”公孙止一副吃定他的模样，知道他再生气也不会为难下人。行，你们就气我吧。慕容庆无奈叹气，确实是拿他们没办法。他自小接受的平等思想像是烙印，让他无法去压迫别人，也注定无法享受特权带来的快感。公孙止抿嘴偷笑，慕容庆送给他的银发簪插在头上，在阳光下闪烁着明晃晃的光芒。等他们回了府宅，远远就看见吴有良一个人在门口来回的踱步。慕容庆跳下马车，远远招呼：“吴兄，出什么事情了？”“殿下，屋里说吧。”他伸手招呼，让慕容庆走在前面，带着他进了府里。两人在大堂坐下，蕊儿马上给他们送上茶水。吴有良神神秘秘的，等蕊儿出去后才开口讲道：“大哥，出事了。”慕容庆抬了下眉，看他紧张的模样，还以为是书局出了什么问题。“怎么，书的销量崩了？”“不是。”吴有良摇头，“今天朝会竟然有大臣举荐我当什么淮南巡盐御史。”慕容庆喝了口茶，同样是满脸的意外。“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吴有良一脸茫然，想找慕容庆问个答案。“你是礼部郎官，从5品官职，巡盐御史是7品，倒是没有逾制。”慕容庆的眉心紧起，不过这个巡盐御史却是肥差，以前可是多少势力抢破脑袋都争取不到的职务，怎么会落在你的头上？是你父亲的势力举荐的你？”他好奇询问。“不是。”吴有良摇头，“是八皇子的党羽，吏部侍郎陆秉忠举荐的。”“有意思，老爸应该知道，你是我的人啊。”慕容庆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慌张了。这个时候南下巡盐可不是一个好活，要知道4皇子马上南下，这位铁面王可是带着先斩后奏的皇权，准备整治吏治。吴有良相当于和他合作，如果配合他，那就要得罪了八王党；如果不配合，那就是得罪他。不管怎样，结局都会死得很惨。你父亲是什么意思？慕容庆的脑子急转，在揣测老八的用意。吴有良苦着脸道：“父亲让我来问问殿下，看看殿下是什么意思，好吗？你爹是把我当后爹使唤啊。”慕容庆看着这个自己拉拢的第一个小弟，这件事自然是要帮他的。如果处理不好，以后谁还跟着他混啊？既然是八皇子的动作，那圣上肯定是会批准的。你跟洪苗正本就是盐运一脉，圣上没有拒绝的道理，那不是让我去送死啊？吴有良都快哭了，当下跪在了慕容庆的面前哀求道：“殿下，大哥，你可得帮我啊！你先起来。”慕容庆扶住他，教训说道：“人家才刚亮剑，你怎么就跪了？”吴有良苦着脸起身坐下。慕容庆寻思了一下，说道：“巡盐御史关系重大，你的身份特殊，刚好八皇子一党、4皇子一党、乡党、清流都能接受。除非……”他看向吴有良，突然来了主意：“除非你选择自污，把自己的名声搞臭，这样我们让清流使劲弹劾，这件事情便成不了。”“自污？”吴有良皱了皱眉：“如何自污啊？”慕容庆轻笑道：“这还用我教你吗？清流一党从来以君子自称，严守个人品格，讲究不贪钱、不好女色，咱们偏偏往他们的枪口上撞，主动把贪钱好色的名声打出去，即便不用咱们使劲，也有人会弹劾你的。”“啊！”吴有良惊吓道：“那圣上知道会不会砍了我啊？”慕容庆白了他一眼，轻松说道：“一些小节而已，又不是原则性问题。你若不愿意，倒是还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吴有良的眼睛瞪了瞪。“装傻。”慕容庆指教：“你去大街上找个粪坑跳进去，或者脱光了衣服在大街上跑一圈，反正是傻子是什么样，你是什么样。如此，谁还能指望一个傻子巡盐呢？”“噗！”吴有良吐血，当下选择道：“那还是选择第一个法子吧。”“你小子不傻。”慕容庆笑了笑，吩咐说道：“行了，你去联络几个怀州的盐商，晚上找个地方聚聚，到时候咱们找上10个8个姑娘一起 happy 一下，第二天名动京城，可保你顺利过关。”“嗨喷？啥意思？”吴有良稍稍松了口气，只觉得自己跟对人了。有事，这位大哥是真帮忙啊。嗨喷就是快乐的意思。慕容庆挥挥手，让他赶紧滚蛋。他被2个妹子折磨了一夜，现在只想泡个热水澡，好好休息一下。客欲可远比纵欲要辛苦，有慕容庆帮忙，吴有良没再担心什么，彻底放下心告辞离开。慕容庆马上喊了蕊儿，伺候着他宽衣解带。忙了一天，也该享受享受了。这丫头现在也不害羞，也不避讳他了。帮他褪去衣服后，大眼睛直溜溜地盯着他，搞得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他捂着下面，
强令这丫头转过身子，泡进浴盆里后，才让她回过头，站在后面给她按摩了起来。热气进入身子，往脑门一冲，慕容庆顿觉清醒。此事看起来是针对吴有良，可是明显是冲他来的。老八此举无非是想把吴有良架在火上，从而离间他和四皇子的关系，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他们出招，他也不能光是防御。他的脑洞力全开，马上想了个主意。他们可以推荐吴有良当巡演御史，他也可以让人推举他们的人当巡演御史，把这个皮球踢回去。这怀商向来是曹家的人，何不推举曹家的公子担任这个巡演御史？到时候让曹家和老四斗去。想到这里，他的嘴角不禁往上扬起。等泡完澡后，马上书信一封，让人给大儒周化呈送了过去，同时给自己的岳父大人也书信一封。周老在朝中掌握着御史言官的能量，负责弹劾吴有良。岳父大人的向导正好推举曹家的公子，按照曹家公子曹少卿好大喜功的性格，肯定会屁颠屁颠的接受。忙完吴有良的事情，慕容庆躺在床上，正想好好睡一觉，谁知道福伯马上来报，说是太子有事找他过去。慕容庆真想骂娘，他虽然是卷王，但是也得有休息的时候啊。没有办法，他让蕊儿过来，又给他梳妆更衣，坐着马车去了太子府。要么说人家是太子，大白天闲着没事干，竟然在家里听曲赏舞。妹子们一个个长得相当哇塞，身着薄衣，扭着小腰，舞动不停。慕容庆跟着管家过来，站在门外等了一会，一曲舞罢，太子才挥挥手，示意舞姬们退下。慕容庆进门后，他仍是斜倚在卧榻上，无精打采地数落：“老六啊，你最近很忙啊？皇兄，发生什么事情了？”慕容庆眉头一挑，暗道：哪里得罪他了？什么事情？太子斜了他一眼，问道：“你说你要带我去见盼儿，现在都过去几天了？”慕容庆愣了下，怎么把这事情给忘了？他是说过此事，但是让萧月容的事情给耽搁了。嗨嗨，他干咳了2声，马上拱手赔罪：“皇兄恕罪，最近陈地公事繁忙，确实是误了皇兄的大事。明天晚上，我带皇兄一起过去。”明天？太子挑了下眉，急不可待地问道：“今晚不行吗？”慕容庆干笑着摸了摸脑袋：“今晚陈地还有些事情要办，实在是不能脱身啊。”哦，太子好奇道：“何事？比皇兄的事情还大？”慕容庆无奈，把吴有良要带他 happy 的事情说了出来。太子眼睛一瞪，马上翻身坐起来了，精神道：“你说吴有良要请你和盐商吃饭？”没错。慕容庆点头，给自己找着借口道：“生意上的事情，这不是没法推脱吗？”太子问道：“那你们定地方了吗？”还没有。慕容庆摇头。太子马上吩咐：“不用找地方了，去天香阁，本皇兄正想去那里坐坐。”天香阁。慕容庆的眉头皱起，这可不是什么正经地方。燕京几个娱乐场所，天香阁占其一，与巫山别院、潇湘会馆齐名。他看太子激动的模样，明显是事先决定好的。皇兄，为何去天香阁啊？这里不是老八的产业吗？怎么，老八的产业就不能去了？太子傲娇道：“本皇兄去那里，那是给老八面子，顺便修复一下和老八的关系嘛。你可拉倒吧，老八正愁没机会攻击你，你还主动往坑里跳。”慕容庆好生劝说：“皇兄，在老八的地盘上，容易让他抓到把柄啊。”太子动怒：“老六啊，老六，你果然是长本事了。怎么我说什么，你反对什么？我这个皇兄，现在还能不能使唤你了？”慕容庆紧着眉，无奈问道：“那你跟我说句实话，为何非要去天仙阁？你是不是看上哪个姑娘了？”聪明。太子夸奖道：“我不瞒你，这天香阁有个姑娘是从西域来的，花名云上仙子，一曲胡旋舞，那是跳得如飞天神女一般，如梦如幻。本太子也想慕名去欣赏一下，难道有错吗？好吗？”慕容庆心中警觉，这是有人给太子下套了啊，专门提起这个云上仙子，专门勾起太子的好奇心。这是什么目的？到底是老八还是老四？这种事情他当然不能答应。带储君大宝剑，这要是被人参奏一本，不死也脱层皮啊。这个时候系统叮的一响，龟孙儿比他还老六，每次他忌惮什么，龟孙儿都会跳出来。任务1，带太子大宝剑，奖励100系统币。任务2，拒绝，扣除100系统币。好，慕容庆着实是无语了。看着被吊成翘嘴的太子，没有再推脱，拱手应承道：“那就让吴有良把宴会的地点定在天香阁吧。”老六啊！太子激动地走上前，紧紧地抱住了慕容庆，拍着他的肩膀欣慰道：“本太子没有看错你，咱们9个兄弟，只有你与本太子是一条心。你放心，等本太子熬到头了，一定会重用你的，好吗？画大饼啊！你这花天酒地的做派，能顺利熬到头吗？”
慕容庆在心里疯狂吐槽，又不得不佩服人家会投胎。舅舅是当朝宰相，母亲是当朝皇后，岳丈更是吏部尚书，两朝元老，有这3位保驾护航，他想翻车也难。唯一的风险就是兄弟太多，九龙夺嫡，危机四伏啊！兄弟二人商量好后，慕容庆马上让太子府的人给吴有良传信，把聚会地点定在天香阁。今晚不光他参加，太子也参加。他已然做好了给太子背黑锅的准备，免不了被皇帝老登痛骂一顿。太子每次干坏事，拉上他，可不是宠爱他这个弟弟，只是想找个背锅侠而已。这位皇兄心情大好，管了慕容庆一顿午饭，好酒好菜伺候着，在酒桌上勾肩搭背，痛诉兄弟之情，那叫一个情真意切。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是一母同胞，哥俩喝得正尽兴。这时候太子正妃、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兼太子太傅两朝老臣张廷敬之女张嫣带着上官婉儿走了进来。他扫了慕容庆一眼，没想到他也在这里。慕容庆见状，马上起身施礼，六弟慕容庆给皇嫂请安。罢了罢了，都是自家人，无需客气。上次慕容庆与赵盼乱来，虽然辱了太子名号，但是却帮张嫣解决了一个大麻烦。他对这个兄弟是非常有好感的，而且慕容庆还和上官婉儿定了亲事，那更是一家人了。要知道张嫣的父亲张廷敬与宰相上官策可是政治联盟，他满是热络的招呼，没想到六弟也在这里。正好婉儿今天闲着无事过来陪我，我把他交给你，还是由你来招呼你媳妇儿吧。嫂子，我是来陪你的。上官婉儿马上红了脸，才不想见到慕容庆。张嫣拍着他的手背笑了笑，你和老六平时也没有机会见面，还是让他多陪陪你，省得他在外面沾花惹草。他说着斜了太子一眼，明显在指桑骂槐。太子一脸怂样，赶紧附和，对对，让老六陪婉儿去花园里坐坐。正好这2天西域进贡的苹果成熟，你们去后面摘2个果子尝尝鲜。眼看着太子表哥和太子妃开口，上官婉儿无奈，只得领命照办。慕容庆也是谢过两人，主动起身招呼着上官婉儿离开。他知道这位皇嫂的厉害，期待着让这位太子妃骂醒太子。俩人一走，张嫣厌恶地看了眼太子，果然拉下脸一通数落。殿下，不是臣妾说你，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整天沉迷酒色，你还有个正形吗？行了行了，你烦不烦啊？太子不耐烦地摆手，和他说不了2句就要争吵起来。他觉得自己不是娶了个媳妇，而是娶了个妈。自从张嫣进门，他的耳边就没有清静过。张嫣同样是对他一肚子怨气。他出身高贵，乃清河张氏一脉。民间有言，天下张姓出清河。在燕云一带，张氏一族可是魁首。论容貌，他自以为不输给那些花魁，偏偏太子对他提不起兴趣。嫁过来3年，到现在都没有子嗣，人都以为他这个太子妃有多风光，这背后的苦楚只有他自己知道。太子府后花园，慕容庆陪着上官婉儿一步于此。上官婉儿一路沉默，看都不想看慕容庆一眼。太子府的花园里还真是与御花园相差不多，栽种着各种奇花异草，其中正有慕容庆关心的棉花。此时正是棉花成熟季节，外面的黑色外壳绽开，里面露出了雪花一样的白絮。慕容庆扔下上官婉儿，跑到棉花园里，激动地采摘了几株，拔掉上面的棉絮，用手捻了捻，非是后世不断筛选培育的棉花。此棉花的棉絮还没有那么蓬松，一株棉花的产量非常少，但是这足以让慕容庆兴奋了。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穷人过冬全靠斗，富人过冬有皮毛球衣，穷人只能给衣服里塞上稻草或者是芦苇絮子、羽毛之类的东西。直到棉花普及，有了棉衣后，穷人在冬天日子才好过了一些。上官婉儿看着他的模样，还以为他醉酒未醒，跑到人家花圃里撒野去了。他左右环顾，忍不住提醒道：“你摘人家花做什么？”慕容庆从里面出来，笑着摊开手，给他看了看白色的棉绒。“你猜这个可以干嘛？”“干嘛？此物没有枝叶，没有果肉，不就是用来观赏的吗？”上官婉儿皱了下眉，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你怎么就知道吃啊？”慕容庆拽着他的衣袖示意道：“你把这个东西塞进里面，是不是就可以御寒了？”上官婉儿嫌弃地挣开了他，往后退了一步，不屑说道：“御寒有貂裘皮毛，要此勿作甚。”慕容庆摇摇头，按道这些世家小姐真是活在云端上，一点都不接地气，不知民生疾苦。“是啊，你是相府大小姐，你有名贵的貂裘、雨衣，可是老百姓呢？他们现在可是靠着稻草过冬呢。”他拍了拍手里的棉花，让棉絮变得蓬松起来，激动说道：“此物有极好的保暖作用，而且非常轻盈。如果此物能够普及，普通百姓也能安然过冬了。”上官婉愣了愣，
没想到他还有心思关心底层百姓的死活。他一直以为慕容庆就是个不学无术、心思深沉的纨绔子弟。等我的黄庄建起来，得再置半些土地，将此物推广种植，我敢保证，此物将让大雁的历史前进一大步。他负手在后，对着花圃做起了规划，指点江山的模样，还挺像是那么回事。上官婉顿时对他的印象改观了不少，突然提到皇上对张怀安的处置结果，我刚才听太子妃说过了，谢谢你啊。哟，慕容清意外地看向他，调侃道：上官小姐还知道感恩呢，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上官婉斜了他一眼，刚对他有了点好印象，他就让人来气。太子妃也劝过他了，像是慕容庆这样的男人实属难得，一般人都难以忍受女人给他戴绿帽子，更不用说是皇子了。似是上官婉私奔的这种事情，可是男人的奇耻大辱。慕容庆不但没有怪罪他，没有杀了张怀安，反而见言圣上，留了张怀安一命，让张怀安在军帐中任文书一职。这对张怀安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两人往里面闲走了一会，终于找见了太子口中的苹果树。此时的果树个头很高，由西域整株进贡而来，足有10年的树龄，果子是生得满满当当，但是距离地面有2米多高。想吃的话，得搭个梯子去摘。想吃吗？慕容庆扭头跟上官婉询问。上官婉看了看果子，撇撇嘴道：想吃也够不着啊，小问题。慕容庆笑了笑，当着上官婉的面，一脚腾空踏在一根枝杈上借力，似是老袁挂印，一手扯住2个果子，稳稳地落在了地上。这一手还真是把上官婉惊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病殃殃的废物皇子。开什么玩笑啊，他简直比猴子跳得还高。给你。慕容庆拿起果子，在袖子上擦了擦，递给了上官婉。他直接啃了一口，眉心顿时紧起。上官婉好奇道：好吃吗？好吃，好吃，非常甜。慕容庆装作很享受的样子，大口咀嚼。上官婉没有怀疑，一口咬下，一股又涩又酸的感觉瞬间席卷他的味蕾，把他难受的连忙吐了出来。你个骗子，这能吃吗？他伸出小拳头，生气地朝着慕容庆砸去。慕容庆笑着躲闪，上官婉一个踉跄，没有砸到他，反而往前撞进了他的怀里，被他一把搂住了纤腰。两个人四目相对，似是时间陷入了凝滞一般，只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上官婉站好后，急忙推开了他。流氓！他整理了下衣衫，脸蛋都红到了脖子上。慕容庆抬头看着树上的苹果，打趣道：以后咱们要是有孩子了，就叫他牛顿。没错，慕容牛顿。他对这个名字非常满意。噗！上官婉一头黑线，这都是什么名字？简直是土死了！你咋不叫牛粪呢？他奚落了一句。可以啊。慕容庆一脸无所谓，只要你这个娘亲不介意就行。去死吧！上官婉羞愤地狂抓小手，谁要给你生孩子了？你想得美。慕容庆笑了笑，第一次认真打量起了这个相府大小姐。午后的阳光斜洒在她的脸上，让她滑嫩细腻的皮肤萦绕了一层淡淡的白光，晶莹剔透。一双大眼睛灵动有神，里面透着一丝倔强，一丝知性，一丝大小姐的傲气。都说文青女反差很大，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此时花园湖泊对面，一双美眸正是无比羡慕地看着两人打情骂俏，这是他在自己男人身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生命活力。太子妃，我们还过去吗？丫鬟在后面小声询问。算了，不要打扰他们了。张嫣扭过头，带着丫鬟略显落寞地往寝宫而去。湖对面，一双眼睛也偷瞄在他的身上。叮！系统这个龟孙儿突然下达了一个任务，差点没有把慕容庆吓死。任务1，帮太子妃怀上一个子嗣，奖励系统币1000。任务2，拒绝，扣除系统币1000。爷爷的！慕容庆也是无语了，人家太子妃怀不怀娃关他屁事啊，他怎么帮？难不成他还能强迫太子给太子妃受孕？慕容庆和上官婉找了个凉亭坐下，身后伺候的丫鬟马上给他们奉上随身携带的甜酒，在古代也是有保温杯的，此物名曰祝子，上面是祝壶，下面是祝碗，在祝碗里加上热水，可保证祝壶里的酒水一直常温。不过这种待遇只有豪门贵族才能享受到，毕竟对普通人来说，喝口热水都是难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7件事，柴排第1位，穷人家可是连柴都烧不起。慕容庆看着如此精巧的酒壶，不禁又忧国忧民了起来。何时我大燕的百姓人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他一口酒水饮下，只觉得时不我待，在这里偷闲一刻都是浪费生命。上官婉白了他一眼，挤兑道：你能不能不要总摆出这副拯救苍生的模样？要是你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喜欢上你，那你可打错算盘了。嚯！
慕容庆嗤笑了一声，这文清小姐可真是够自恋的，她不缺女人，何须为了她当舔狗？之所以还和她在这里浪费时间，只是想从她口里套一套太子妃张嫣的情况。对了，你说皇嫂嫁过来10年了，怎么一直都没有身孕啊？他凑近上官婉的耳边小声八卦。你无不无聊啊？问这个干嘛？上官婉羞得瞪了他一眼。慕容庆找了个借口，我这不是关心皇嫂吗？子嗣对于皇家的重要性，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吧？如果皇嫂继续这样下去，他怕是地位不保啊。上官婉成功上套，眉目不禁紧起，这确实是个问题。他小声吐槽，我听太子妃说起过此事，这不能怪他，全怪太子。自从他过门，太子的心都在别的女人身上，从来没有疼爱过他。他在这太子府里其实过得也挺不容易的。这样啊？慕容庆揉了揉脑袋，按道其他女人好像也没有怀上太子的种啊，难不成是这个皇兄的种子不行？为了任务，他得想想办法帮太子调理一下。好了，时候不早了，我就不陪你了。上官婉这次来正是为了探查张怀安的事情，现在知道张怀安的下落，他也就放心了。行，我也该走了。太子想要大宝剑，他得去提前安排一下，不然的话，万一碰到个不长眼的刺客，把太子给咔嚓了，皇帝老子肯定也会咔嚓了他。两人先是到了前厅与太子告辞，然后一起出了门。上官婉上了马车后，慕容庆在下面提醒道：上官小姐，答应你的事情本皇子已经做到了，你答应本皇子的事情可不要食言啊。啊！上官婉面露狡黠之色，我答应你什么了？你不认账？慕容庆的面色马上一黑，谁说的？我饶了张怀安，他就安安分分的给我当贤妻良母的。谁说的？你找谁去？反正我没说过。上官婉哼哼了下，钻进车厢里，让马夫赶紧离开。嗨，你是屁股痒痒吧？信不信我抽你啊？慕容庆急了，被丫鬟小桃伸手挡住，不然非得跳到马车上打人不可。小桃，快跑！上官婉掀开车帘，冲着慕容庆得意地耸了耸鼻子。见他气急败坏的模样，终于是吐了口闷气。慕容庆摇摇头，暗道张无忌他妈是对的，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啊，以后可不能信女人的话了。他上了马车，让公孙止回府，准备等吴有良过来，前往天香阁提前布置一下。到门口后，慕容庆跳下马车，刚要推门进去，公孙止突然眉心一紧，在后面喊道：主子。慕容庆回过头，斜眼看向他问道：怎么，有事啊？公孙止抓了下小手，脑袋摇了摇，没事。没事，你乱喊什么？慕容庆摆摆手，冲他吩咐：对了，你也跟我跑了一天了，要是累的话早点休息，待会爷坐别人的马车就行。公孙止咬了下唇，正要说什么，慕容庆已经推开门走了进去。唰，一道白光冲他击射而来，好似一道匹练，带着破空的响声一闪而过。慕容庆几乎是同时侧过了身子，只听噗的一响，一把明晃晃的大刀从实木大门上面刺穿了进去，只留下了一个刀柄卡在门上，扑通扑通的乱晃。谁？慕容庆猛地一喝，好家伙，杀到他家里来了！孙无涯的声音突然响起：殿下别急，自己人。他急忙跑了过来，拱手赔罪，小声耳语道：我师父来了。啊！慕容庆抬了下眉，举目看了过去，只见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端坐在正堂中，距离他足有100步远，可是那刀劲却似子弹，足见其内力深厚。你师父这是嘛意思啊？他一头雾水，已然把系统光幕调了出来，打算赶紧购买淬体药水。如果这老头儿胆敢乱来，他马上淬体往宗师境突破。只是这淬体药水的价钱，你妹啊！系统！慕容庆想要骂娘。以前100个系统币购买一瓶淬体液可以提升100个加强点，现在一瓶淬体液需要1000个系统币，而且还是提升100个加强点。系统提示：宿主的身体强化程度越高，需要的淬体液品质越高，价格越高。什么狗屁！慕容庆觉得系统就是在故意坑他，简直是奸商。见他钱包里有了些积蓄，就趁机涨价。他的系统币还指望着组建自己的火枪队，果断放弃了升级的打算，硬着头皮上去，在前堂拜见了孙无涯的师傅关中刀王童云海。老头儿不愧是宗师级的人物，虽然须发皆白，但是却红光满面。慕容庆的眼睛同时瞥了下他身旁站着的姑娘，刚才太过紧张，都没有注意到她。她一身女侠装扮，修长的纤腰束着皮带，将青色的袍子紧紧扎起，怀抱长刀，挺身而立。乌黑的长发用红绳扎了2个麻花辫，挂在胸前，露出白净的额头，还有银盘一样粉嫩的脸庞，大大的眼睛弯弯上扬，40月牙，明亮有神。同样是一脸好奇地打量在慕容庆的身上。燕国6皇子
拜见老宗师。慕容庆的态度摆得很低，丝毫不介意老头刚才的冒犯之举，也不介意他在这里摆谱。刘皇叔尚且能三顾茅庐，他这点委屈算什么？听乌鸦社说过你嘞，看起来你这后生的本事确实不小。老头一开口，差点把慕容庆搞崩溃了。老宗师，关中话禁域啊，您老能不能舍个官话？这一开口就让人祛魅了。多谢老宗师夸赞，一点小手段还入不了行家的法眼。他的神色满是恭敬。殿下谦虚咧，你这身功夫不比乌鸦差多少，起码在5阶武者以上。似是你这样出身公子哥，能练出这样的本事，着实是不一般咧。老宗师对他的第一印象不错，相互吹捧了一下。老宗师谬赞咧。慕容庆被他搞得声调都跑偏了，冲着蕊儿连忙喊道：蕊儿，还不赶紧给老宗师上茶？在门外伺候的蕊儿赶紧答道。老宗师摆了摆手，阻止道：皇子就不要马打脸，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娥们关中刀客都是直肠子，有啥舍啥，不会弯弯绕。娥答应你，帮你坐镇黄庄，但是你答应娥的事情，希望也不要食言啊。慕容庆愣了下，没想到这么简单，他兴奋的都结巴了起来。老宗师，您没有其他的条件咧？童云海摆了摆手，不用咧，你这娃能在黄庄开设粥棚，给灾民一口饭吃，足见心眼子不坏。对你没啥舍弟，你以后有啥马打，跟娥孙女射就行。他看向身旁的小姑娘示意了下，小姑娘抱起双拳，甜笑着搭话：殿下有礼，娥叫童月亮，现任同威镖局驻燕京堂口的镖头，还请多多指教。好说好说。慕容庆干笑了下。小姑娘长相甜美，说话还露出2个小虎牙，带着一点俏皮，只是这方言太近欲咧。好咧，有啥事情你们聊吧，娥老汉不喜欢热闹，还是不打扰你们年轻娃闲谝咧。童云海站起了身子，说着就跟慕容庆告辞。老宗师慢走。慕容庆感觉跟中了彩票似的，在前面招呼着老宗师出门。一行人到了门口，已经有人把马车拉了过来。老宗师坐了上去，眼睛斜了下旁边的公孙止，抚须淡笑：殿下这府上还真是卧虎藏龙啊。公孙止握了握手里的马鞭，低着头没有搭话。慕容庆乐了下，暗道高手就是高手，一眼就能看出公孙止的不凡。他故意说道：这是我府上的丫鬟，老爷子要是看得起他，就让他在您老身边伺候如何？公孙止的眼睛瞪大，马上抬头拒绝：主子，我不伺候别人。对，你就知道祸害我，你这间谍也太没城府了。慕容庆嘀咕了下，听老宗师摆手笑道：罢了，君子不夺人婆娘，这把老骨头可没有这个福气。他回身坐进了马车里，嘱咐了孙女2声，让车夫调转马头，带着他离开。慕容庆看了眼公孙止，故意说道：你这丫头真是没眼色，错过了一场大机缘咧。殿下以后管好自己就行了。公孙止瞥了他一眼，拉着马车走后门回府去了。他的态度看得童月亮愣了下，干笑着问道：殿下，您这府里的丫鬟都这么有个性啊？童小姐会说官话？慕容庆的神色一松，还准备调教他一下，谁知道他自己改过来了。童月亮扬了扬小脸，不快道：自小跟着父亲走南闯北，当然会说官话。而且话说回来，往回倒退100年，娥们关中话才是官话，你们这燕京城还是蛮荒之地呢。对，是本皇子唐突咧，以后本皇子跟你也舍关中话。慕容庆赶紧道歉。童月亮忍俊不禁的扑哧一笑，终于知道他府上的丫鬟怎么都没个规矩，这个主子就没个正形。慕容庆招呼着他和孙无涯回去坐下。孙无涯高兴介绍：殿下，我师父已经答应替你坐守黄庄，你现在可以放心了。慕容庆点头，看向他和童月亮问道：对了，听老宗师的意思，你们还有生意跟我谈？孙无涯看了眼童月亮，由童月亮搭话：是咧。他干咳了下，纠正了下口音：是这，我听孙叔说，殿下打算从蜀州运送物资到关中，再过黄河运送到云州。没错，对。慕容庆泡上功夫茶，给2人满上。这件事情本皇子已经交给曹帮负责了，童小姐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太大咧。童月亮一拍桌子，认真说道：曹帮走的是水路，在水面上他们说了算，但是蜀州到云州大部分都是陆路，那是山头林立，盗匪横行啊，靠他们运货8成都过不了黄河。慕容庆喝了口茶，微微点头。这个问题他也想过，他是打算自己也筹建一支后勤保证队伍，与曹帮一起同行。既然童月亮提起，倒是省了一桩麻烦。比起曹帮，镖局显然更值得信赖。这个年代，镖局可是靠信誉2字吃饭，只要他们答应接镖，那就是倾家荡产也会完成任务。慕容庆记得他当年去晋州平遥旅游的时候，
在那里看过一个又见平遥的表演。那故事就讲的是镖局在北雄国救人的事情，为了搭救一个票号的少东家，结果把整个镖局都搭进去了，用200多条人命换取这位少爷平安归来。有人说这是镖局傻，慕容庆看到的却是镖局传承100年的信义2字。如果以镖局为底子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后勤部队，那倒是一件不错的选择。童月亮见他沉默着不说话，着急问道：你是啥意见？倒是言语一声吗？这脾气就见不得你们墨迹。月亮，孙无涯呛了下，急忙回头喝止：你怎么跟殿下说话的？慕容庆笑了下，算是看出来了，这姑娘大概率是第一次出来做生意。老头子还真是挺放心，直接把地京的生意交给他了。孙兄无妨，本皇子也喜欢快言快语的人。他摆了下手，痛快地应承了下来。童小姐，这笔生意我跟你做了。真的？童月亮激动的都跳了起来。就说嘛，生意有什么难做的，这不就谈成了吗？孙叔，待会回去告诉爹，让他放心把燕京的生意交给就行了。你爹？慕容庆没有反应过来，这怎么又扯到爹上了？孙无涯苦笑着赶紧解释，是这样，燕京的生意一直是由我师兄负责，本来这生意也是由我师兄过来跟殿下谈，可是月亮坚持要来，把我师兄都给气到了。这样，慕容庆笑着询问，你师兄怎么称呼？孙无涯介绍，他叫童华顺，是我师父的2儿子，也是镖局的2当家。童华顺，好名字啊！童月亮骄傲地抢话道，现在我是燕京分堂的负责人，有什么事情殿下直接跟我谈就行。行。慕容庆笑着摇头，一副宠溺的模样。他举起茶杯示意道，那就祝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童月亮和孙无涯纷纷把杯子举起，高兴地碰在了一起。宠溺归宠溺，玩笑归玩笑，生意还是要认真谈的。慕容庆和孙无涯、童月亮提了些具体的细节要求。1，他要求镖局按照军队的后勤规模组织这场押镖活动，规模要大，武器要精，由他负责全员配甲。2，由镖局出100个良家子充当他的贴身侍卫，武艺可以不行，但是一定要年轻，肯吃苦，肯学习。3，由镖局和曹帮出一个合作计划书，双方分工明确，各自承担的责任也要明确，谁出了问题找谁负责，不得出现推诿扯皮、贻误战机的事情。4，全员普及官话。第4点提出后，马上刺激到了童月亮，小嘴一撅，张口便吐道：干嘛非得加第4点？不说官话还有罪啊！慕容清笑了笑，把蕊儿叫了进来。蕊儿，你说一句，我喜欢你听听看。啊！蕊儿脸蛋一红，垂着脑袋羞涩吐道：主子，我喜欢你。吴侬软语，娇滴滴的惹人心疼。童小姐，你用关中话说来听听。慕容庆冲着童月亮示意。说就说。童月亮清了清嗓子，稀罕你。噗！这下连孙无涯都忍不住把茶水喷了出来。砸脸？有啥问题？他不服气地露出了2个小虎牙。慕容庆笑着摆手，也能听懂，但是不雅。如果童小姐想要跟我合作，请按照我的要求来办，可以吗？他施展了一下甲方爸爸的权威。行，真麻烦。童月亮抱住了胳膊，觉得慕容庆是在嘲笑他土。慕容庆可不是这个意思，他之所以有这个要求，是不想自己以后的后勤军太过地方化，这样极其容易造就权臣。3个人谈好后，慕容庆起身送了2人离开。童月亮到了门口没走，而是看向慕容庆询问道：殿下，你刚才说你要100个护卫，你看我能行吗？慕容庆乐道：你不是要管理走镖的事情吗？童月亮脑袋直摇：我现在改主意了，走镖多无聊，还得和一群臭男人同吃同睡，你让我给你当个护卫，我觉得跟在你身边肯定挺有意思的。这个，慕容庆上下打量着他，担心老宗师会多想，他可不想见面第一天就落个拐走人家孙女的罪名。童月亮还以为他看上他，提起长刀着急吐道：怎么，你在小看我吗？我现在可是4阶武者，不比孙叔差多少。对，小姐的武艺确实不差。孙无涯看上去非常支持他，一副恨不得马上把他塞给慕容庆的样子。慕容庆算是看明白了，这位童小姐怕是个魔丸，把镖局的人都折腾怕了。得，谁让他喜好调教妹子？呸，指教不是调教。行吧，既然你喜欢，那你就留下来吧。好脸，好脸！童月亮一脸兴奋的大喊大叫，当下也不回去了，让孙无涯派人给他送些换洗的衣服，就此留在了慕容庆的身边。忙到这会，天色已经快黑，慕容庆还有正事要办，赶紧让福伯派下人把吴有良叫过来。他看了看身边的童月亮，讲起了规矩：你留在我身边可以，但是一定要听命行事。
不该看的事情不看，不该管的事情不管，平时只要维护下本皇子的安全就行，明白吗？他斜眼看向这个魔丸。明白，明白。童月亮嘿嘿直乐，看他兴奋的样子，不像是明白的反应。他在课堂喝着茶，等人的时候，跟童月亮闲聊道：“月亮，你会唱关中的信天游吗？”信天游？童月亮惊讶道：“那不是杨官唱的酸曲吗？”是啊。慕容庆点头。童月亮挠了挠头，这鹅哪里会唱？鹅们可是关陇贵族，听的都是秦腔。好吧。慕容庆亲自给他这个贵族小姐哼唱了一段。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个盈盈彩，生哈一个兰花花，时时的爱死个人。玉谷子那个甜苗子，数上高粱高。113省的女儿腰，数上那个兰花花好。正月里那个说媒，2月里定，3月里交大钱，4月里赢。3班子那个吹来，2班子打。撇下我的秦哥哥，抬进了周家。纯正的陕北贵族口音一出，马上把童月亮听得愣在了原地。蕊儿在旁边也是瞪大眼睛，没想到主子还会唱民间的酸曲。一首歌罢，2个妹子都是红了眼睛，尤其是听到最后2句，我见到我的秦哥哥啊，说不完的话，咱们俩人死活呀，常在一打。童月亮听完直接放声哭了，撇着小嘴直抱怨：殿下讨厌，干嘛要唱这么伤人的曲子啊？慕容庆取出手啪递给了他，笑着调侃道：怎么，你也有秦哥哥想念啊？哪有？童月亮擦着泪珠子，我就是觉得这个兰花花可怜而已。是啊。慕容庆给他们讲了下这首酸曲的创作背景，批判说道：这周家地主推不是东西，强行霸占了兰花花，把他和秦哥哥分开。你们说这样的地主该不该打倒啊？该打死他。童月亮气的都要把刀拔出来。慕容庆一头冷汗，赶紧把他的手摁住，继续指教：本皇子此生正是为了这个理想而奋斗，不让天下有情人因为钱财而分开，不让天下的穷苦百姓被这些地主豪绅随意欺凌，不让兰花花这样的女子被他们随意霸占。本皇子希望你和蕊儿也要担负起这样的使命，一起为了天下女子的自由而奋斗。他拍了拍童月亮的肩膀，又看向了蕊儿，眼里充满了期待。2个妹子瞪大眼睛，听的是心潮澎湃，震撼万分，感觉他3-2句话突然就把问题升华了。自由，为了天下女子的自由而奋斗，这种思想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在这个世界，女子哪里能有什么权利啊？门外还有一个女子偷偷地抹了把眼泪，悄声离开。革命当从无身边的人时，慕容庆对他们的反应很满意。等福伯带着吴有良过来后，他让2个妹子先退下，另外吩咐蕊儿把这个曲子腾下来，有空到外面交给街上的孩童传唱。他和吴有良要谈一些少女不宜的话题。童月亮听了容易拔刀砍了他们。吴有良进门时稀奇地打量了下童月亮，这么漂亮的姑娘却抱着一把大刀，着实不多见。这位女侠可不惯着他，瞪了他一眼，娇声喝道：看什么看啊？嗨，脾气还挺大。吴有良咽了口唾沫，见到慕容庆好奇问道：殿下，这女子是谁啊？好大的脾气。慕容庆笑着给他斟茶，介绍道：我的保镖，新来的，还不懂规矩。嚯，怪不得呢，跟个母老虎似的。吴有良笑着蛐蛐了下，端起茶杯喝了口，禀告说道：按照殿下的要求，我派了府里面的家丁把天香阁都围起来了，同时让承防营的弟兄照顾了下这里，应该不会有大问题。毕竟关系太子的安全，不能大意啊。慕容庆揉了揉脑袋，想起这位皇兄就头疼。正妃皇嫂张嫣，小妾皇嫂赵盼，哪个不是倾国倾城之色？他还不满足，还要在外面沾花惹草，这简直是贪得无厌嘛！这个云长到底是什么来路？你查清楚了没有？查清楚了。吴有良正要跟慕容庆禀告，此女的背景可不简单啊。吴有良认真吐道：她是八皇子力捧的角，是曹家在西域专门挑选的舞姬，本来是给八皇子当小妾的，结果让八皇子放在了天香阁招引客人。我这个八弟从来都是个狠人。慕容庆对此并不意外。八皇子慕容瑞那是貌比潘安，全有太尉舅舅，才有曹家，谋比诸葛。在皇室，即便是太子见了他也要低上一头。当初赵盼儿正是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不惜以身设局陷害慕容庆。要不是有系统帮忙，慕容庆压根不敢跟人家硬碰硬。那你知道太子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迷上了这个云长？慕容庆总觉得里面不对劲。吴有良吐道：我查阅了教坊司的记录，好像是云长花魁到太子府演武一场，由教坊司的凤鸾张文斌签字同意。凤鸾，教坊司主官，正九品官职，主管燕京城的歌妓。平时朝廷或者豪门有什么活动，也会找教坊司要些妹子演出。
太子府经常在外面找妹子，主管人张文斌签字很正常，主要是谁去主动用云长花魁勾引的太子？难道是八皇子？先是赵盼儿，又是云长，这位送妹达人简直是没完没了了。他跟吴有良交代，今天过后，你找张文斌再确认一下是谁提议的云长，为何专门调派云长去太子府？明白。吴有良点头，他有些心虚地看向慕容庆，殿下，您说咱们俩自污也就算了，现在加上太子，会不会捅到圣上那里啊？那不是肯定的吗？慕容庆叹气道，这正是幕后黑手想要看到的结果。那我们不是死定了？吴有良咂了咂舌，勾引太子大宝剑，这可是大罪啊。慕容庆安慰道，有我保你，你怕什么？只是这么一闹，直接把你污成墨汁了，以后皇上应该是不会给你加官进爵了。这个无妨。吴有良满不在意，小弟对当官没兴趣，在礼部混个闲职已经很满足了，如果圣上把小弟的官职撤掉，那也没事，小弟就专心运作书馆，这辈子足能养活自己了。你这心态倒是不错。慕容庆夸奖了一句，为官者很少能抵挡权力的诱惑，有了小权力就想要大权力，当了小官就想要大官，什么位置才是个头啊？不过他还是严格要求了一下这个小弟，有良啊，官场如战场，不进则退，不是则废，你还是要努力，在朝廷里站稳脚跟，这样才能更好的做事啊。殿下放心，我一定努力上进，绝对不让殿下失望。吴有良站起身子，马上做了保证。行了，你去准备吧。眼见着时候已经不早，慕容庆也该动身去太子府了。吴有良拱手告退，慕容庆送他出了门，换了公孙止，把马车套上。他看了眼门口站的笔直有模有样的童月亮，摆摆头也带上了他。童月亮激动得又蹦又跳，不过却被慕容庆要求让蕊儿给他取了一套男装换上，而且他下了规定，以后做事的时候皆是要穿男装。童月亮没意见，他从小就是假小子，走江湖的时候穿男装是常事。慕容庆到外面坐上马车等了他一会，他一身黑色长袍走了出来，拆了马尾辫，长发在后面扎起一个高高的马尾，唇红齿白，面庞白翘，小腰纤细，臀部挺翘，看上去又飒又亮，像是哪家养的小白脸。怎么样？童月亮转了个圈，让慕容庆看了看。不错。慕容庆满意点头，招呼他上车。他坐在了公孙止的左面，两个武林妹子，一个娇俏，一个冷酷，都是上等的身材和容貌。慕容庆坐在马车里，偷偷欣赏着他们倩丽的背影，心情顿觉都舒畅了许多。这可是他的王朝，马汉、张龙和赵虎，不比包大人的配置低多少。马车没有走正门，而是停在了太子府的后门。有小厮通报后，很快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便小跑着出来，见到慕容庆，二话不说，踩着电镫马上钻进了车厢。走走走，他连声招呼，生怕被人抓到似的。慕容庆笑着示意公孙止离开，拿出热水壶给太子先喝了口，太子的眼睛扫过公孙止和童月亮，顿觉羡慕道，老六，你可真会享受啊，身边伺候的丫头怎么一个比一个漂亮，还有这个小白脸长得也太俊了吧，你还好这一口啊。说归说，他直接伸出手摸向了童月亮的臀儿。嚯！慕容庆刚要阻止，童月亮的手心已经扣在了他的手腕上。啊！太子随即一声惨叫，疼疼疼！月亮，快撒手！慕容庆赶紧喝令。童月亮斜了太子一眼，这才松开了手，放他脱身。嗨，你小子找死是吧？知道老爷是谁吗？太子甩着手腕，气得直嚷嚷。不知道。童月亮瞪了他一眼，举了举手里的长刀，冷冷说道，我只认识这把玄铁刀，你要不要看看？粗鄙，不可教化，白长了这个脸蛋了。太子缩了下脖子，气势马上弱了下来。慕容庆赶紧在一旁打着圆场，二哥恕罪，这是我新找的保镖，江湖中人不懂规矩，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行，你都说话了，二哥能不给你面子吗？太子斜了童月亮一眼，兴奋地在慕容庆耳边嘀咕，你不知道二哥刚才逃出来有多不容易，你皇嫂那厮整天像是看犯人一样看着我，刚才吃饭的时候我偷偷给他汤里放了点泻药，他估计现在正在厕所里骂娘呢。啊！慕容庆顿时一头黑线，对这位皇兄是彻底无语了。皇嫂那身材，那仙子的气质，那大家闺秀的高傲，你让人家蹲厕所拉稀，不是要害死人家啊？这种缺德事也只有他能干出来了。马车抵达天香阁后，系统叮的一响，带太子来天香阁，任务完成，100系统币到账。慕容庆的脸上没有什么高兴之色，带太子出宫，那是要冒相当大的政治风险的。
尤其是眼下的燕京危机四伏，内部有众皇子夺嫡，外部还有各种复国组织、刺客组织，无疑不想搞个大新闻出来。但凡太子有点闪失，10个脑袋都不够慕容庆砍得。他先查看了下周围的地形，各种繁华的酒楼、客栈林立，人多车多，鱼龙混杂，简直是搞事的最佳位置。殿下，怎么了？童月亮抱着大刀下了车，左右环顾，还以为慕容庆发现了什么异况。慕容庆教训道：“刚才不是都说了，称呼我六哥就行，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六哥，童月亮喊起来，还有点小尴尬。老六，你忙完了没有？还不赶紧招呼我下来啊？太子在车里面嚷嚷。慕容庆示意了下，让公孙直把电灯给他放上。童月亮斜了他一眼，小声问慕容庆：“那个家伙怎么称呼？”慕容庆有点想笑，这可是太子，你敢叫人家那个家伙？你称呼黄公子吧。好嘞。童月亮鬼机灵的上去，伸出刀柄扶了太子一把。黄公子，您悠着点，别把腰给闪了。别说爷坐了这么久的马车，腰还真有点受不了。太子的手先是扶住刀柄，又想往童月亮的小腰上借力。童月亮眼睛一瞪，吓得他又把手缩了回去。小白脸，你不识好歹。太子指着他哆嗦了下手，一句话没说完，被慕容庆拉住胳膊进了天香阁。此地但凡一个制高点，有5阶武者放冷箭，慕容庆都护不住他。进门后，老鸨子见到他们身上穿的是绸缎袍子，连忙上前，满脸堆笑的招呼：“爱腰位，贵客临门啊！2位公子，楼上的雅间就坐。”六哥，你们可算来了。吴有良这会正在2楼盯着，听到下面的动静后，急忙跑下了楼。他正要跟太子施礼，让慕容庆打断：“这个黄公子一路辛劳，吴兄啊，你赶紧招呼2个姑娘给黄公子揉捏按摩一下。”是，没问题。吴有良反应很快，伸手招呼：“黄公子，楼上请，小弟已经把房间给您开好了。”懂事。太子满意的用纸扇敲了下他的脑袋，让吴有良引着上了楼。慕容庆让童月亮跟在太子身边护卫，他掉头出了门，从怀里取出了一包糕点，交给了公孙止，关心说道：“本公子记得你喜欢吃桂花糕，刚才路过王记糕点铺的时候，本公子顺手给你买了一包，你拿着先垫一下肚子，估计我们要玩到很晚才能回去。”公孙止愣了下，就说他刚才为什么突然跳下了马车。他抓住他的小手，把糕点强塞给了他：“记住啊，有什么突发情况，你不用管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保护好你自己。”慕容庆摆摆手，像是个大哥哥一样露出宠溺的笑容，转身回去。公孙止的小手一紧，低着头打开了糕点的包装纸，眼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红了。慕容庆进去后找到了老鸨，让他领着进了一间茶房。“哎呦，客官，有什么话还不能在外面说啊？”老鸨用手绢在慕容庆的脸上扫了下。“呸！”慕容庆甩了甩手，被手绢上的胭脂味给呛到了。“有笔生意你做不做啊？”他眼神火热地看着老鸨。老鸨的眼睛瞪了瞪，马上抱住身子，扭捏吐道：“公子，您的口味是不是太重了？奴家早就不干接客的生意了，不过公子要是喜欢，奴家也不是不可以。滚蛋！你想哪去了？”慕容庆一头黑线，指了指上面道：“刚才下来接客的公子，你认识吧？”“当然啊。”老鸨点头，“那可是盐运史家的公子，有的是钱，你知道就好。”慕容庆提到：“待会花魁娘紫云场演出，到了缠头环节，我会撺掇这位吴公子使劲打赏，保底在10万两银子。”什么？老鸨的眼睛马上瞪大。“哎呦喂，这位公子，您可太给面儿了，奴家带云长姑娘，谢谢您了啊。”“你先别急着高兴。”慕容庆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们打赏的钱，你如数退还给我，其他散客的钱全部归你们所有。当然，说不定还能钓一条大鱼。”啊！老鸨的眼珠子急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要求。这不好吧？他满脸不情愿。慕容庆微微一笑，换了个条件：“行，那我退上一步，待会吴公子打赏的银子，咱们2-8分成，我8，你2。”“不行。”老鸨举起了5根手指，5-5还差不多。他算是看明白了，这个公子是想把吴公子当冤大头，和他一起套吴公子的银子。有这样的事情，他当然不能吃亏。3-7，不能再多了。4-6，少一成都不干。老鸨的态度强硬。我们云上仙子的名气可不是那么好借的，吴公子要是打赏多了，我们云上仙子不得作赔啊，那不得收点辛苦费啊。得，4-6就4-6，我6你4。这个分成比例本来就是慕容庆的预期价码，他知道老鸨肯定要讨价还价，索性一开始把价码定得很高。成交！老鸨开心一乐，眼看慕容庆长得俊俏，存心想开油，伸出手示意道：“那咱们击掌为誓。”
行。慕容庆耸耸肩膀，和他的手拍在了一起。老鸨子五指一扣，趁势往前面倒在了慕容庆的怀里。哎呦，公子爷，您轻着点。他故意挺起丰腴的肥肉团子，紧贴着慕容庆蹭了蹭，鼓囊囊，软糯糯，雄厚的资本隔着衣服都能清楚地感觉到，差点把慕容庆撩出火来。好家伙，老 A6 还挺带劲。慕容庆赶紧和他分开，达成协议后满意地上了楼。他不是想坑吴有良的钱，今天这个局虽是吴有良做东，但是怀州的盐商却是冤大头，他们恨不得把银子赶紧塞给这位巡视怀州盐务的御史大人。今天指定会下血本，如此爽了太子，肥了自己，污了吴有良，一举三得，大家最后都满意。这是太子第一次来天香阁，颇有兴致的在这里欣赏了一番，跟一旁伺候的吴有良点评道：此地比巫山别院差了点，但是胜在异域风情。你看看这座大楼，竟然非是木质，而是用砖石堆起来的。吴有良笑着介绍：黄公子真是洞察力不凡，这里的建筑是由西域的胡人修建的，他们管这种建筑叫寺，不叫楼。在这条杨氏街还有好几个这样的建筑。寺？太子笑着摇头，有点意思，本公子身居深宅大院，还是不够了解民情啊，以后没事须得多过来转转才行。吴有良一头冷汗，暗道：你是想来体察民情，你分明是想来逛窑子。这会慕容庆走了上来，吴有良见到他后才冲着后在包房外面的盐商招了招手，他们先是参拜了夏慕容庆，然后一起进门躬身给太子跪在了地上。在这个年代，商人是没有政治地位的，你再有钱也不得穿绫罗绸缎，也不得与有官身的人平起平坐。不过规定归规定，大雁从北面入关本身就占了一点胡人的血统，对礼仪规矩倒是不太在意。你们可都看见了，吴公子为了你们可是费尽心思走了我的关系，把黄公子都给请来了，你们今天可要好好表现，他高兴了，你们的事情才好办啊。那是。盐商们一个个兴奋的脑袋直点，已经知道了黄公子就是太子，这可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太子，一个个都是倍感荣幸。太子的心思不在盐商身上，一直盯着楼下，着急询问云上仙子怎么还不出来。吴有良赶紧答话：黄公子莫急，还需再等一炷香的功夫。哎呀，真是麻烦。太子郁闷地回过头，冲着慕容庆招呼：来，老六，你先陪二哥喝一杯。得嘞。慕容庆坐了过去，让吴有良把烫好的热酒端上来。他冲着盐商冤大头客气地招呼：行了，你们都找个位子坐下吧，今天黄公子是与民同乐，不必拘束。多谢黄公子，多谢六爷。一群盐商恭敬施礼，这才一个个从地上爬起，在吴有良的招呼下坐在了隔壁一桌。慕容庆陪着太子正喝酒的时候，一群人刚好从雅间的门前走过。慕容庆见到其中一人，连忙把头扭了过去，用扇子遮挡了起来。太子挑了下眉，好奇问道：老六，你这个是干嘛呢？一会再说。慕容庆一把拉住他，把他的身子也背对向后面。等人群通过后，他才松开了太子。真是巧啊，他怎么也来了？太子甩了下胳膊，被他拽得生疼，郁闷问道：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慕容庆指着隔壁示意：冯家公子、曹家公子来了。他们？太子扭头看了眼，不屑哼道：有我罩着你，你还怕他们？隔着镂空的窗户，他见到了冯太尉的三公子冯世辉，还有曹家公子曹少卿，另外一个公子长得细皮嫩肉的，他有点认不准。那个小白脸是谁？以前怎么没有见过？冯玉燕啊。二哥不认识了。慕容庆干咳了两下，躲的就是这个小白脸啊。太子揉了揉眼睛，马上看向了童月亮，惊讶问道：你该不会也是女扮男装吧？童月亮斜了他一眼，有意挺了挺略显平坦的胸脯。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他觉得这个黄公子是个白痴。嗨，太子好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兴奋地直拍大腿，没想到女子穿上男子的衣服竟然还别有一番风韵。改天本公子一定要找个人试试。我的哥，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要不要给你再整个铠甲制服感觉一下？慕容庆对这位皇兄着实是无语了，眼睛扫过冯世辉和曹少卿，暗道今天倒是不缺榜一大哥了。有了竞争，这些盐商才会乖乖把赏金掏出来，到时候平台抽4他得6，女主播再分点小红利，大家都有钱赚。短短一会，楼上的雅间还有楼下的散客区全都坐满了人。外面的天色已然不早，大楼里面也亮起了夺目的灯火，中间的舞台上更是灯火通明，从上到下皆是挂满了灯笼。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一曲充满西域特色的胡乐缓缓响起，悠扬的马头琴婉转动人，鼓声突来，
舞台上面刷刷往下垂落了10几根红绸，在众人的惊呼声中，一个个身着西域华丽彩衣的女子倒挂在红绸上，手捧琵琶落，似是从天上下凡的谪仙，顿时引爆了全场。好，好啊！在场的人无不是鼓掌喝彩，这一露面便是绝活，西域飞天神女。这些女子从空中顺着红绸滑落，柔软的身子盘卧在地，一起仰望头顶。此刻主角才正式登场，同样是身披彩纱，肩缠霞披，翩然而落，一手捧着琵琶，一手拽着红绸，绕着空中不断盘旋。论姿态，论优雅，论神韵，当得起主角的风采。好，漂亮，彩！台下众人皆是疯了一个高声呐喊，一个个从怀里摸出事先准备好的缠头，往舞台上扔了上去。王公子赏银10两，李少赏银30两，吴少赏银50两。老鸨子带着伙计上去，一面收集着彩头，一面让人喝彩。这种故意激起大哥斗气的套路，每个青楼里都有，甚至还遗传到了后世，在慕容庆那个时代的直播平台上大放光彩。大哥打赏必须得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样大哥才有面子，打赏的才会更多。其中还得提前安排托儿，也就是气氛组，由气氛组带头打赏，为大哥叫好，后续才会有人继续跟进。到了后面更有专门的托儿出现，这就是工会。工会与主播相互合作，工会负责打赏引流，让散客冲动消费，等赚了钱再和女主播按照比例分账。慕容庆刚才给老鸨提的分钱手段便是这种模式。老鸨子心里门清，一波打赏过后，好戏才正式开始。花魁云上仙子面带轻纱，一双美眸环扫四方，在胡音的伴奏下开始缓缓地舞动了起来。她赤着脚，露着脚踝，上面缠着红绳，绑着铃铛，手捧琵琶，踩着鼓点，舞动的速度越来越快。铃音与鼓乐之音相互配合，柔软的身段不断盘旋，不断抬起修长的美腿，弯下柔软的纤腰，看的人是如痴如醉，连童月亮也不禁鼓掌喝彩。一曲舞罢，场上呐喊声半天不绝。彩，漂亮，真是漂亮。老鸨满脸堆笑的看向了包房里的慕容庆，慕容庆给吴有良使了个眼色，由吴有良开口拍手叫好，跳得好，当赏。没错没错，当赏。盐商们心领神会，马上取出1万两银票交给了吴有良。吴有良出去当即站在过道上，提着银票大喝道：天字1号房间，黄公子赏银1万。嚯，大哥终于出来了，阔气，一出手就是1万两啊！众人纷纷看向了头顶的1号雅间，一个个都是羡慕嫉妒不已。花魁娘紫云长这次可是亲自弯腰施礼，多谢黄公子捧场。太子笑了笑，见到美人开心，顿感面子十足，只向盐商难得吐了一句：你们赏得好啊，只要黄公子开心就行。是啊，钱不是问题。盐商们一个个脸上都乐开了花，不怕花钱，就怕太子和吴有良不让花钱。只要这钱花出去，吴有良南下巡盐，他们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曹国公3公子赏银2万两。隔壁的雅间里，曹少卿终于是坐不住了。嚯，曹三爷也在啊，这下有好戏看了。台下众人皆是兴奋地看了上去。论财富，曹家在燕京可是当仁不让啊，而且这座天香阁也算是曹家的产业。曹公子打赏，那是自己给自己打赏，左右都是赚。多谢曹公子捧场。云上仙子款款施礼，把目光又看向了天字2号房间。老鸨子眼见着榜一大哥下场，马上开出了价码。今晚谁的赏钱多，咱们云长娘子就陪谁共度春宵。太子的脸色马上黑下，他们出1万两，隔壁出2万，这明显是在打他的脸嘛。不用他发话，盐商们很有眼力的马上将3万两银票交给了吴有良，势必要给太子争回这个面子。黄公子赏银3万两。吴有良出门报价，花别人的钱请客，真叫一个过瘾。他们家虽然不差钱，但是这个花法他也是有点撑不住。嚯，争起来了，好戏来了！台下的众人皆是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呐喊声，直叫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大。隔壁再次出手，曹公子赏银子4万两。嗨，太子动怒，这俩孙子是真不给老子面子啊！他冲着童月亮吩咐：小白脸，你过去把他们给老爷揍上一顿，打死了老爷负责。童月亮白了他一眼，没有搭理他。你就别听话。太子看向了慕容庆，想让他过去教训下对方。这么个打赏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慕容庆看向了盐商，故意问话：诸位，你们的银子还够不够？不行的话，我过去找人家求和一下，咱们就不争了。姥姥的，有盐商站了起来，当场表态：谁不给黄公子面子，
那不是打我们的脸吗？没错，六爷放心，不就是银子，我们有的是。今晚花魁娘子必须是黄公子的。慕容庆笑了笑，等的就是他们这句话。怀州的盐商也不是一个组织，一个话事人。虽然整个淮商都以八皇子为靠山，但是内部还是有利益冲突的。那就让诸位破费了。他拱手施礼，让盐商们顿感颜面十足，把这次准备贿赂的银子全亮了出来。本来只准备了10万两，经过商量又凑了10万两，让吴有良尽管去报价。一来二去，赏金的总数很快飙到了20万两。慕容庆悠闲地在心里盘算，20万两，4-6分账，他就是分12万两。马马虎虎，隔壁的曹公子显然是坐不住了，带着人走了过来，生气吆喝：草泥马，哪个是黄公子？敢不敢露个脸让老子瞧瞧？他直接闯进了包房里，在屏风后面见到了太子和慕容庆。冯玉燕跟在后面看热闹，却与慕容庆对望在了一起。他的眼睛瞪大，愣在了原地，一下红了眼眶，连身子都跟着颤抖了起来。之前燕帝赐婚，让慕容庆选择，慕容庆选了上官婉儿。冯玉燕得知后大哭了一场，到现在都没有走出来。冯潇为了让女儿开心，特意给她许了一门亲事，那就是曹家。他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曹少卿，一来这曹少卿是曹家家主的独苗，二来曹家有钱，他们平家有权，钱权相合，门当户对。冯玉燕对曹少卿没什么感觉，但是曹少卿却把她当个宝贝，想借助冯家权势坐稳在曹家的地位。这还没有订婚，他便派人送了几次大礼给冯玉燕，什么辽东的貂皮、人参、西域的地毯、香料，江南的丝绸，蜀州的锦帛。当然3个大舅哥也是收获不菲。为了回馈曹少卿的热情，冯三公子冯世辉特意把妹妹带了出来和曹少卿见了一面。这不，曹少卿为了讨好这个大舅哥，花重金打赏云长花魁，准备让他今晚陪冯世辉共度春宵。这间天香阁是西域的胡商办的，只是为了在燕京有个靠山，给了他们曹家一点股份。曹少卿想要人也得按照规矩来，眼看着20万两银子要砸进去，他也有点开始肉疼了，所以过来想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在这里跟他叫板。结果一见面，先是看见了太子，接着见到了那个让他做梦都打颤的煞神。他马上垂腰低头，冷汗直流，双腿都随之发软。倒霉，怎么就撞见了他们了？他在心里狂叫，没想到太子和老六会来这种地方。天香阁的姑娘多是以西域的妹子为主，而且设在市井里，客人多以商人为主，一般文人雅士是不喜欢这里的。太子以前去的最多的也是巫山别院和潇湘会馆，这次还真是第一次过来。曹胖子，你现在也是长能耐了。太子喝着茶，看都不看曹少卿一眼。曹家虽然财大气粗，但是一介商贾出身，太子压根就不放在眼里。殿下，小人不知道是您在这里啊，如果知道是您，小人绝对不敢放肆啊。曹少卿双腿一弯，马上跪在了地上，大脑袋上还缠着白布，那只被慕容庆斩掉的耳朵，看到慕容庆便感觉隐隐作痛。怎么，不如本太子把花魁娘子让给你算了。太子这才斜眼看向他，不，小人哪里跟太子殿下争抢，这花魁娘子自是归殿下处置。曹少卿在太子面前不敢有丝毫的放肆，更多的是对太子身边的慕容庆的忌惮，只怕这老六提刀把他的另一只耳朵给剁了。嗨，这曹胖子最近倒是懂事了不少。太子意外的夸奖。慕容庆扬起嘴角，心道他敢不懂事。他的眉目如刀，轻声呵斥，知道错了还不滚蛋？是，小人马上滚蛋。曹少卿从地上爬起，转头就想开溜。冯世辉的声音突然从背后传了进来，曹公子莫慌，太子又不吃人，也得按照规矩来吧。他在门外听了半天，忍不住进来给这个未来妹夫出头来了。曹少卿害怕太子，他冯家可不怕，况且未来的太子之位是谁的还不一定呢。人群让开身子，马上给冯世辉腾出了一条通道，与太子四目相对。盐商们一个个摸着冷汗，暗道今日之事怕是无法善了。没成想，为了讨好太子，把冯家和曹家全给得罪了。冯世辉锋利的眼神扫过他们，吓得他们一个个都恨不得把脑袋埋进裤裆里。我当是谁？原来是冯三啊！你说的对，本太子向来是讲理的，不知道你是打算怎么跟本太子讲这个道理？太子的面色一沉，冯家对他一直多有不敬，若不是忌惮冯枭手握兵权，他早就向冯家开刀了。曹少卿怕事情闹大，急忙在大舅哥的耳边轻语：三哥，算了，咱们换个地方，小弟再给你找个更好的姑娘。闭嘴！冯世辉低喝：你还想不想在我妹妹面前露脸了？
曹少卿呛了2声，这露脸也得要对谁啊？燕京城能让他害怕的人没几个，偏偏这里就坐了2尊。三哥，我累了，我们还是走吧。冯玉燕也不想让慕容庆为难，小声跟冯世辉央求了下。走，凭什么是我们走？太子不是也说了，他是讲理的。今天本公子便和他讲讲这个道理。冯世辉怒色扫过太子和慕容庆，与外面跑堂的伙计高声喝道：曹家公子再赏银10万两。他在慕容庆的手上3番2次的吃瘪，已经快成圈子里的笑话了。这次无论如何，他是不想再退让了。太子的眉目森寒，眼睛迸发出了一道杀机。冯世辉这是有意要在他的头上拔份了。曹少卿见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大舅哥都发话了，他只得从袖子里把银票取了出来，交给了伙计。伙计在外面激动大叫：曹公子追加10万两赏银，谢曹公子捧场。老鸨激动的带人在下面高喝，知道这2帮榜一大个肯定是杠起来了，他们杠得越厉害，今天的盈利就越高，他的抽成也就越多。雅间里面一阵安静，慕容庆打破了沉默，本来只想赚够12万两银子就收手，这是不让他发财都不行。他的眉目扫过盐商，故作关心地说道：诸位，本皇子知道你们已经都尽心了，实在不行你们先行离开，今天这花魁的赏钱由我和太子出了。噗！盐商们差点吐血，这尼玛哪里能走？已经得罪了冯家和曹家，这要是走了，连未来的巡盐御史吴有良、太子、六皇子全都给得罪了。领头的盐商颤颤巍巍地拱手回禀：六爷，这场酒宴是咱们组的，咱们哪里能先走啊？这赏钱咱们还是有一些的。苏宝恒，行啊，你的确是长能耐了，看起来你是要另换主子了。冯世辉阴冷的眸子再次斜向了他们。领头的苏宝恒别无选择，只得硬着头皮称道：还请三公子体谅，今天这场局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退出。好！冯世辉大喝：行啊，早就听闻你们怀商财倾天下，连国库都不如你们，咱们今天就比比，看看你们怀商钱多还是我兄弟曹家钱多。三公子谬赞了，小人都是做些糊口的生意，哪里敢跟三公子和曹公子相提并论啊？苏宝恒都快哭了，硬着头皮取出10万两银子交给了吴有良。吴有良马上拍给了伙计，伙计大喜，在外面当即喝彩：黄公子追加赏银10万两。或全场的吃瓜群众再次震动，一个个都在议论是哪家的公子在里面争斗。当听到是冯家公子和曹家公子后，先是一惊，继而又在议论谁吃了豹子胆，敢跟这2家的公子叫板。雅间里面，太子对苏宝恒等人是刮目相看，开了金口为他们撑腰。苏掌柜的，你们的孝心本太子今天都看见了，你们放心，以后你们的生意由本太子照了。某些人想动你们，得看看本太子答不答应。他的眸子斜向了冯世辉和曹少卿。多谢太子。苏宝恒激动地带着众人马上下跪，总算是从死局里求得了一线生机。慕容庆嘴角扬起，暗道终于有机会把手插入怀商的内部了。今天误打误撞，收获还真是颇丰，这还得让冯世辉多使把劲，把这些怀商推到他和太子的旗下。冯三公子，怎么样？还有钱继续追加吗？没钱就不要打扰我和太子的雅兴了，带着曹胖子赶紧滚蛋。他故意添了把火，彻底把冯世辉给惹怒了。废物东西，你说什么？冯世辉黑着脸大吼，冲着外面跑堂的伙计直接喝道：曹公子追加赏银50万两。嚯！在场的人还有外面的人皆是石化在了原地，即便是曹少卿此刻也是开始干疼了起来，他身上就带了100万两银子，这下可就全都要砸进去了。盐商们也是一个比一个脸色难看，本来想花10万两把事情给办了，现在没有100万两是无法脱身了。大舅哥已经把话放出去了。曹少卿咬碎了牙，从袖子里缝合的口袋里把老婆本全部吐了出来。这些钱本意是想给冯玉燕买套房子，谁知道让大舅哥打赏给了一个舞姬，即便是曹少卿也觉得有些不值当。钱一出，慕容庆心里的石头马上落地，主动叫好：曹公子阔气。太子斜了他一眼，心道这兄弟是不是傻掉了？人家花钱打他们的脸，他怎么还跟着叫好？盐商们见状已经没有了退路，在咄咄逼人的冯家公子和以礼相待的慕容庆面前，他们自是选择了慕容庆。黄公子追加赏银70万两。吴有良把银票拍给了跑堂的伙计，在外面亲自开口喝彩。为了一击打垮对手，盐商们直接凑了整。100万两了，云上仙子怕是燕京成都一份啊！4大花魁，云上仙子要位列榜首了。场上的吃瓜群众全都是激动的大呼了出来，老鸨子更是面红耳赤，兴奋的快要晕厥过去，直呼这笔生意做得太值当了。不算零头，
即便分给慕容庆60万两，他们还净赚40万两。至于曹公子打赏的钱，估计还得原封不动的退还回去。曹胖子，冯世辉好像是输红眼的赌徒，冲着曹少卿疯狂大吼。曹少卿打了个哆嗦，小声耳语：“三哥，没钱了，这是我所有的老婆本了。”废物。冯世辉瞪了他一眼，当下斜向身后的小四，想要小四去家里拿钱。冯玉燕连忙在一旁阻止：“三哥，够了，你再有钱，比得过怀商10大商号吗？”冯世辉扫过盐商，青筋暴露，那叫一个不甘心。慕容庆恨不得他赶紧取钱过来，继续比斗下去，故意挤兑道：“怎么，冯少这是没钱了？堂堂太尉家的公子，就这点实力啊？爷，咱不闹了行吗？”盐商的汗珠子马上冒了出来，在心里面直骂娘：“废物东西，你说什么？”冯世辉的火气蹭的一下又冲上了脑门。慕容庆大笑，继续搞事：“我说你实力不行，还喜欢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你是宰花爹钱不心疼啊？拿人家曹胖子的钱装什么逼呢？有本事拿你自己的钱装逼啊！”慕容庆，别以为你是皇子就可以为所欲为。冯世辉几乎是咆哮了出来，架起膀子就要冲上去跟慕容庆干架。曹少卿知道慕容庆的厉害，急忙拉住了大舅哥，着急劝道：“三哥，别冲动，你不是他的对手啊！”“废物，滚开！”冯世辉一脚把曹少卿踹开，刚要转身，却被冯玉燕抓住胳膊，一个过肩摔扔飞了出去。扑通，他撞在了身后的餐桌上，桌子上的盘子、碟子、碗筷叮叮咣咣砸落了一地。冯世辉，你还有完没完了？冯玉燕厉声呵斥，让家里的仆从把冯世辉赶紧拖走。屋里面的男人们看得头皮一紧，只有童月亮兴奋地大叫了出来：“好，打得好！”慕容庆干咳了2声，刚要开口继续挑事，让冯世辉拿钱出来再走。冯玉燕马上瞪了他一眼，让他乖乖把话又憋了回去。他转身走后，曹胖子爬起来，赶紧跟在了后面一起离开。雅间里面终于安静了下来。太子连连摇头赞叹：“这冯家丫头还真是厉害，幸亏你没有选她。”他为慕容庆感到庆幸。慕容庆叹了口气，知道冯玉燕是帮他解围，可是他不需要啊。事情闹得越大，他赚的银子越多。他冲击100万两分红的计划算是彻底泡汤了。老鸨子在下面高声宣布：“今晚云长姑娘属于黄公子。”嚯！在场的人全都发出赞叹的掌声。皆是没想到，这位黄公子竟然赢了冯家和曹家2位少爷。云上仙子下场更衣后，换成了其他歌姬的演出。时间已经不早，大家该喝酒的继续喝酒，该找妹子的马上找起了妹子。慕容庆则是悄声离开，到楼下找到老鸨，当场分了银子。老鸨子可不敢赖账，已经隐隐猜出了慕容庆一行人的身份，满脸堆笑的招呼着：“大爷，合作愉快，以后有这样的好事，你可要想着老奴啊！放心，咱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合作。”慕容庆的娱乐城正在建设之中，以后建成了招商引资，这天香阁定然算一份。老鸨子听的是眉开眼笑，把抹胸往下面拉了拉，露出半边粉圆，引诱说道：“现在大爷也没事了，不如让老奴陪陪你。”“可拉倒吧！”慕容庆赶紧闪人，他喜欢开新车，对老车可没什么兴趣。虽然老车的油门响应快，磨合得好，性能稳定，但是积碳太多，磨损太严重，开起来已经没有那么丝滑有劲。新车就不一样了，还在磨合期，哪里都是崭新的。给油的时候反应强劲，动力足，推背感强，驾驶起来丝滑顺畅，有调教的乐趣。他从茶房里出来后，迎面便撞见了冯玉燕。他红着眼睛瞪着他，让做贼心虚的慕容庆吓了一跳。“冯小姐，你还没走啊？我有话跟你说。”冯玉燕撇了撇嘴，示意他去后面的花园里说话。慕容庆心里慌慌的，按道这位冯大小姐不是要揍他吧？两人到了花园，他和冯玉燕有意保持距离。冯玉燕在凉亭里坐下，看他的模样，哭笑不得的骂了出来：“你过来啊，我不打你。”慕容庆干咳了2声，上前在他的对面坐下。他的大眼睛盯着他，询问道：“你和婉儿还好吗？”“还行吧。”慕容庆干笑着点头。冯玉燕的眉头抬起，质问道：“他和人私奔，你难道都不怪他？”“啊！”慕容庆惊讶道：“你都知道了？”“废话！”冯玉燕白了他一眼，这么大的事情，燕京城的人都知道了。慕容庆揉了揉脑袋，果然哪个时代都不缺吃瓜群众，这事情还是没有拦住。父皇赐婚，我怪他也没用，他给自己找了个借口。你说谎？冯玉燕拆穿了他，你不怪他，是因为你心里根本就没有他。一个男人如果爱一个女人，怎么会允许她背叛自己？慕容庆愣了愣，按道这位大小姐是去哪里进修心理学了？这都被他看出来了。我知道，
你选择婉儿，不就是想借助相府的权力吗？他和你的利益一致，我们冯家和你的利益相悖，所以你选他不选我，我能理解。他沉了口气，认真问道：我只想问你一句话，抛开这些利益关系，如果我不是冯家之女，你会不会选择跟我在一起？慕容庆下意识地避开他炽热的目光，他清楚冯玉燕是什么样的女人，一旦认准了某种事情，即便明知是飞蛾扑火，他也照样会做。在权贵圈里，难得有这样的赤子之心。只是世上的事情没有假如，她是冯家之女的事实永远不会改变。她要上位，必然要除掉冯家。此刻跟冯玉燕纠缠不清，往后会伤她伤得更深。玉燕，对不起。他扭过了头，没有说出冯玉燕想要的那句话。冯玉燕咬着嘴唇，一股苦涩的感觉直冲心脏，让她禁不住流出了热泪。知道了，六皇子殿下，祝福你和婉儿能够白头偕老，享受一生。他绝望地起身而去，慕容庆看着他落寞的背影，站起身子，很想拉住他。他怕因为自己让这个炽热的姑娘干出什么傻事，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不想要这个剧情，正想上去拉住他，前厅突然传出了一阵混乱的大叫：杀人了，杀人了！快跑，有杀手！别杀我，我就是来喝酒的。爷爷啊，这是弄啥呢？慕容庆听到叫声，大叫不好，三两步窜进了前厅，一眼就见到众多黑衣蒙面的杀手提剑围向了太子的包房。操，果然有埋伏。他头冒冷汗，抡起面前的实木椅子，冲着楼梯上的杀手便砸了上去。小心！冯玉燕从混乱的人群里冲了出来，一脚踹开一个扑向慕容庆的杀手，与他背对背靠在了一起。你快走，他们是冲我来的！慕容庆急喝。我不走，要死一起死！一群杀手很快围住了他们，有更多的杀手顺着舞台上的红绸不断滑落，目标直指2楼的太子包房。诛杀太子，复我赵国！杀手大喝，果然是冲着太子来的。俺不是太子，俺是聋子，俺是瞎子，俺什么都没看见。里面的客人乱作一团，大喊大叫，拼命朝着门外冲了出去。杀手并不阻拦，他们的目标明确，全部冲着2楼的天字1号房间围了上去。杀！10几个黑衣人抡起手里的长刀，同时砍向了慕容庆和冯玉燕。保护好自己！慕容庆已经顾不上冯玉燕，与他各自杀出。一个擒拿手拿住了一个杀手的手腕，从杀手的手里夺过长刀，刀刃贴着杀手的脖子，唰的一下往前划过，送了杀手归西。冯玉燕也从杀手的手里夺过了兵器，娇声大喊：你去保护太子，我来对付他们。慕容庆没有选择，让他帮忙挡住身后的杀手，提刀冲向了2楼。哪里去！一声阴冷的斥喝从天而降，2把长剑贴着慕容庆的前后落下，一个黑袍杀手，一个白袍杀手，从2楼纵身而下，前后堵住了慕容庆。慕容庆提刀一个转圈，刀刃贴着他们手上的长剑，砰砰砍过，花火四溅，巨大的力道震得他手心发麻。对方同时被这股刀劲避开，惊讶喝道：竟然是5阶武者！慕容庆背靠楼梯，左右看向2人，他们身上的气机不在他之下，皆是戴着鬼脸的面具。白衣杀手显然是个女子。2人没有废话，再次冲着他发起了攻击。长剑如毒蛇吐信，速度极快，一左一右，配合默契。5阶武者的强大气机灌注在长剑之上，一剑挥出，剑气争鸣，轻松将实木的楼梯扶手斩成2半。冯玉燕在下面急喝：小心，他们是地狱门的黑白双煞，联手起来可力压6阶武者。妈的！慕容庆想要骂娘，要不是系统这个奸商蓄意抬价，他早就进阶宗师了，哪里能被压得这么狼狈枪来？他果断放弃进阶的打算，花1000个系统币购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同时花100个系统币购买了10发子弹。超越这个世界越远的武器，花费越高。我的不锈钢钢管啊！他给清兵安排的武器一笔花了出去，那叫一个肉疼。一刀震开了黑白双煞的长剑，随后踩着楼梯一跃跳上了2楼。他站稳后没有丝毫的犹豫，抬枪对准黑白双煞，砰砰便扣下了扳机。巨大的炸响声让全场的杀手皆是吃了一惊，黑白双煞更是被打得猝不及防，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暗器。他们的瞳孔放大，连提剑格挡的反应时间都没有，子弹便从他们身上钻了个窟窿，噗噗打穿了过去。2人惨叫一声，同时被巨大的冲击力震得往后翻滚了下去。这一枪竟然没有干死他们，他们捂着伤口在地上拼命翻滚了2下，竟然各自找了个掩体躲了起来。慕容庆抬枪环视，最后对准冯玉燕身后的2个杀手扣动了扳机，砰砰，2枪放倒。2个杀手与冯玉燕一样都是3阶武者，但在真理面前却是不堪一击。
慕容庆很快在心里做了判断，5阶武者可硬抗真理一次，6阶武者就不知道了。他没有浪费子弹，快速冲进了包间里面，对着里面正在和童月亮厮杀的杀手抬枪便打。砰砰砰，巨大的震响把童月亮吓得都捂住了耳朵，往后面急退。5、6个3、4阶杀手猝不及防，皆是被打穿了心脏，滚落在地。妈的，没子弹了！一个弹夹打完，慕容庆收了真理，提刀冲着屋子里的杀手冲了上去。太子此刻抱着花魁云长，正躲在桌子的下面，童月亮提刀护在他们的前面。太子急得直喝：“小白脸，你可要保护好我们啊！”知道了，你烦不烦？童月亮白了他一眼，想要上去帮忙，却被慕容庆的眼神喝退。10几个拥有3、4阶武者的杀手围住慕容庆，拼命挥动手里的长刀、长剑，在他的四面八方构筑了一道刀剑密网。慕容庆借助桌椅左右腾挪，将5道契机灌注在大刀上，一刀斩下，咣咣震响，将面前2、3把长刀斩成了2半。锋利的刀刃不停从杀手的脖子上抹过，鲜血喷溅，杀手捂着脖子惨叫一声，被慕容庆一刀放倒了3个。双拳难敌4手，他的后背同时被杀手砍出了一条血槽，皮开肉绽，疼得慕容庆大吼一声：“草泥马！”他扭头抡刀挡开了杀手的长刀，一刀往上撩起，咔嚓一下让杀手失手分家，脑袋像是皮球一样滚落到了太子的面前。太子吓得抱着花魁嘶声大叫：“卧槽，脑袋掉了！”先杀太子。剩下5、6个杀手眼见奈何不了慕容庆，提刀又转向了太子。来吧！童月亮挡在前面，童家刀法马上使出力劈华山，他一个斜砍，重刀当空斩下。杀手急忙提刀格挡，玄铁刀咣当一震，轻松从杀手的长刀上斩过，刀刃不停贴着杀手的脖子过去，咔嚓一下，又是一个脑袋滚在了地上。小心！慕容庆提刀上前帮他料理了一个左面的杀手，他挡住中路的杀手，一脚将右路来袭的杀手踢飞了出去。慕容庆和他背对着背，终于靠在了一起。太子激动的都哭叫了出来：“老六啊，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慕容庆后背的袍子已经被鲜血浸湿，眼看着就剩下3个杀手，他跟童月亮使了个眼色，让童月亮拦住了一个，他提刀挡住了2个杀手，硬撑着背后挨了一刀，一手像是钳子一样抓住长刀，挥刀先砍死了面前的杀手，然后一个下蹲抡刀回转，从杀手的腹部拦腰斩过。5道契机全发，刀劲达到了500多斤，咔嚓一下，锋利的刀刃轻松撕裂了杀手的皮肉，将杀手斩成了2半。腥臭的鲜血溅了他一身，肠子混着黄白秽物淌了一地，让太子捂着嘴直接呕吐了出来。童月亮同时解决了杀手，看慕容庆浑身是血的模样，着急询问：“六哥，你没事吧？”慕容庆惨笑着摆手，让他保护好太子。他提刀冲出了门，看向了下方，着急搜寻起了冯玉燕的身影。一声阴冷的大喝发出：“狗东西，老子真是小看你了！”让慕容庆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黑白双煞提剑架着冯玉燕的脖子，从掩体后面退了出来。慕容庆马上用剩余的系统币全部购买了子弹，更换弹夹后对准在2人的身上。你们不要乱来！他们很是聪明，全部躲在了冯玉燕的后面，连脑袋都不露出。黑煞私笑：“这个妞果然对你很重要啊，那就好办了，你马上杀了太子，老子就放了他。”他狰狞大吼，剑刃往下一压，瞬间让冯玉燕白皙的脖颈喷出了鲜血。冯玉燕疼得身子一紧，但是怕慕容庆担心，硬是没有叫出声音。黑白双煞，你们的计划已经失败了，放开冯小姐，现在逃走还来得及。慕容庆挪动身子，枪口死死地对准2人，在找寻瞄准的机会。2人随着他的脚步移动，时时把冯玉燕挡在前面。你知道我们为了今天布置了多长的时间吗？错过这次，我们还有机会吗？黑煞狂喝，鲜血不断从腹部流出，把黑袍都染湿了一片。赵国已经覆灭多年，如今四海安定，国泰民安，你们这又是何必呢？慕容庆大声规劝：“放你娘的屁！”黑煞大骂：“淮河的水已经把上千亩良田淹没，100万流民兴许都过不了这个冬天，你还在这里自欺欺人？朝廷正在想办法解决，靠你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慕容庆边说边踩着楼梯而下，距离黑白双煞不到10步，朝廷只知道争权夺利，哪里顾得上百姓的死活？只有赵国才能救百姓，只有赵氏皇族才能让天下的百姓过上好日子。黑煞狂吼：“你再往前一步，老子就让你的女人失手分家！”好，好。慕容庆赶紧停下，着急劝道：“就算你说的是对的，这与你手里的小姑娘何干？你何必为难一个无辜者？我是大燕六皇子慕容庆，我把命给你，你放开这位姑娘，你就是那个废物六皇子。”黑煞惊讶直叫：“
不可能，那六皇子明明是个废物，怎能有你这般的身手？你肯定是在骗我，我就是我，何须骗你？慕容庆从腰上摘下了自己的贤郡王令牌，亮给了黑煞。喏，你看清楚了。白煞小心露出脑袋，看了眼令牌，确认喊道：贤郡王，是他。黑煞大骂：你的命还不足以抵消老子这么多兄弟，你去杀了太子，我便放过这个姑娘。快，老子没有太多时间给你，你冷静一点。慕容庆着急劝说：我父皇有9个儿子，每一个都与太子一般聪明能干，你杀了太子又有何用？其他皇子马上会补上太子之位，照样动摇不了这个国家的根基。你听我的，杀我和杀太子是一样的。我放下武器，你过来杀了我，然后放开这个姑娘。黑煞和白煞相互对望了眼，显然是被他说服了。太子是皇子，他也是皇子，左右是个杀。好，老子成全你。你马上把手里的暗器扔了。慕容庆的眸子死死地盯着他，小心下蹲，把左轮枪放在了地上。去，杀了他。黑煞冲着一旁的白煞吩咐。白煞提剑，捂着身上的枪口，神色狰狞地走向了慕容庆。好小子，你倒是个情种，既然你存心找死，那老娘就成全你。他过去后，先把手枪踢到了一旁，然后抡起长剑，冲着慕容庆的脖子便劈砍了过去。要死了吗？这下不用作死了。玉燕啊，你对我的情谊，本皇子还给你了。下辈子如果再见，本皇子一定不辜负你。不要啊！千钧一刻，冯玉燕心里一横，顾不得生死，猛地往后一靠，脖子贴着剑刃，撞开了黑煞，拼命往前纵身飞起，想要推开前面的白煞。找死！黑煞捂着伤口大吼一声，同时提剑从后面斩向了冯玉燕。砰！慕容庆的身子猛地向前，一个8级拳里的铁山靠撞击在白煞的怀里，白煞的长剑没有落下，却被巨力往后面重重撞飞了出去，一口鲜血喷出，当场气绝身亡。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玉燕，慕容庆眼看着黑煞的长剑从冯玉燕的背后斩下，却已经没有时间阻挡。噗！最后关头，一把长剑突然洞穿了黑煞的胸膛，让他的身子一滞。黑煞的剑刃错开了冯玉燕的脖子，擦着他的后背而过，滋啦！锋利的剑尖轻松撕开了冯玉燕后背的衣裳，从上面斜拉到了腰部。冯玉燕一个踉跄，往前面重重跌倒，让慕容庆一把抱在了怀里。黑煞回过头，不可思议地看着后面的持剑之人，从喉咙里憋出一句：喂，为什么？唰！这人的面色冰冷，一把将剑拔出，冲着慕容庆直喝：主子，快走！月亮，走，快带太子离开这里！慕容庆冲着楼上大吼。等童月亮护着太子和花魁下来后，抱上已经昏迷的冯玉燕，终于从天香阁冲了出去，一起上了马车。吴有良浑身是血，带着大批的家丁支援了过来，护在马车的后面，跟着一起离开。大战刚开始，他就被童月亮从窗户上扔了下去，摔断了一条腿，仍是一瘸一拐的坚持守护在马车的后面。玉燕，快醒醒，求你了，别睡，快醒醒啊！慕容庆着急轻拍着冯玉燕的脸蛋，他呛了一下，吐出一口鲜血，艰难地睁开了眼睛，一双眸子满是激动地看着慕容庆，轻声呢喃：你没死，太好了，没死，你也不准死，知道吗？慕容庆冲着公孙止几乎是大吼了出来：快，再快点，去百草堂，燕京城第一医馆，百草堂。上次慕容庆斩掉了曹少卿的耳朵，硬是让百草堂的神医化人凤和接上。慕容庆也听说了此事，知道他一定有办法搭救冯玉燕。冯玉燕的后背流血不止，小脸已经变成了苍白的颜色。他拼命举起手抚摸在慕容庆的脸上，苦涩笑道：真好，能死你怀里，这辈子我也无憾了。别胡说！慕容庆摇头喝止了他：你不会死，我不会让你死的。冯玉燕干咳了2下，吐出一口鲜血，脑袋直摇：傻子，人哪里还有不死的啊？早点死了也好，就不用看你和我家父兄争斗了。他的眼泪不断从眼角滑落，慕容庆紧紧地抱着他，双眼通红，听他小声吐道：你给那么多女孩都写了诗，给我也写一首呗。慕容庆含住眼泪，哽咽唱道：小燕子穿花衣，年年都到我家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人儿最美丽。真好听。冯玉燕的小手一软，从慕容庆的脸庞滑落了下去。车上的童月亮和花魁云长都是哭成了一团。老六，节哀吧。太子也难得正襟危坐，拍了下慕容庆的肩膀，无力直叹：七里河黄庄，芦苇荡。月色下，2艘乌篷小船在此相遇。
隔着10几米的距离，一人站在船头，一人坐在乌棚下。船头之人手捧金刀，爽朗笑道：“公孙妹子，既然相逢，何不出来相见？”你不配。乌棚下，头戴斗篷的女人冷冷开口：“没想到，你堂堂关中刀王童云海，到老竟然做了朝廷的走狗。妹子，50多年过去了，你我都是一截身子快要入土的人了，纠结这些还有意思吗？有意思。亡国之仇，不得不报。你在此阻我，便是我的敌人。”乌棚下有强大的剑意发出，四方芦苇好似被一道强风斩过，纷纷断头掉落在了水中。你赵国王要复仇，那大晋呢？童云海耐心开导：“当年长安城破，蜀、赵、梁3家分晋，你先祖赵王由晋州荣城一路打到了邯郸，在此登基称帝。晋国的亡国之恨又由谁来报呢？那自然是晋国的子民。”对方不屑轻哼：“所以你是代表晋国来找我寻仇来了？不错，我们童家当年世受大晋皇恩，我父更是贵为大晋御前统领。城破之时，他带着将士拼命抵抗，最后死于乱军之中。说起来，我若想寻仇，还真的合情合理。既是如此，那还等什么？”对方的剑气愈盛，童云海神色如故，平和安详，带着一丝笑意：“好歹我也是你的义兄，你怎么总是要打打杀杀？我的意思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因为你一人的力量而阻挡。如今天下归心，你何必再扯起战端，让百姓承受流离失所之苦？我就是不服，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驱除胡虏，复我赵国。”对方怒气越盛，羞得啰嗦，要么让开，要么手底下见真招。童云海叹了口气：“你呀，脾气还是一如往常。当年不是你执意如此，你我早就儿孙满堂了。胡说八道，老不知羞。”唰，一道剑气从乌篷船而出，带着凌厉的破空声，咻然斩向童云海。童云海手中的长刀高举，嗡，一股金色的刀气笼罩在他的四面，剑气下压，轰然与刀气劈砍在了一起，刀剑争鸣，轰的一阵，湖水翻腾，往空中激起10几米高，双方的乌篷船同时往后倒退了3、4米。童云海不禁拍刀赞叹：“好大的见识！看来这些年你对武道的领悟更上一层了。你也不差。”对方难得回敬一声，终于从乌篷船中露出了身形，与童云海提剑相对：“今天阻我者，只有死路一条。正好，咱们兄妹已有10几年不见，江湖传闻你早已入宗失境，为兄今天便与你讨教一番。”童云海寸步不让，对方差点被他气死：“你就非要和我过不去吗？”童云海轻笑道：“大妹子，你这是什么话？我对你一直都是敬爱有加，何时要与你过不去了？那你在这里废什么话？这燕国皇子的死活与你何干？本来确实与我无关。”童云海叹了口气：“也怪我贪心不足，上了那小子的贼船，我自得护他的周全。我说你给人当狗，你还不服气？”对方比一呵斥，长剑出鞘，懒得再废话。强大的剑意席卷四方，在水面上荡起一圈圈的波纹。“老胳膊老腿了，你小心伤到自己。”童云海也拔出了怀里的金刀，刀身泛着寒光，嘤的一响，让空气瞬间都有些发寒。两人强大的气势在空中对峙，正要动手，燕京城内一束烟花咻然腾空而起，砰的一声绽放，在黑色的夜里看得异常清晰。失败了，竟然失败了！老妪凄厉地嘶吼一声，长剑入鞘，狠狠地瞪了童云海一眼：“老小子，你给我等着！这笔账我公孙大娘记下了。”他一个纵身跃入水中，在湖面界里如燕子戏水，3两步纵身跃上了岸边，消失在了芦苇荡中。一大把年纪了，何苦呢？童云海叹了口气，脚下的乌篷船无风而动，在七里河黄庄靠岸。一夜过去，百草堂外，慕容清一手持剑，一手在怀里揣着真理，在门外守了整整一夜。童月亮靠在柱子上，疲倦地打了个哈欠，关心地招呼道：“六哥，你去屋里睡一会吧，这里有我守着，没事的。”慕容清摇头：“你去睡吧，我不累。”“怎么不累？”童月亮数落道：“你忘了，你也是伤员，华神医都说了，让你也多休息。”慕容庆的后背被刀砍出了3、4条寸深的伤口，刀上还有剧毒，但是这副被系统淬炼过的肉身，不管是韧性还是修复能力都异常强大，毒性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只是让表皮的伤口有些腐烂，并未深入他的气脉。这要是5阶武者的自我防御能力，冯玉燕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他只是3阶武者，伤口不深也不致命，但是却被毒气所攻。慕容庆在马车上以内劲强行帮他闭锁气脉，到此之后让华人神医在里面整整医治了1晚上，到现在都没有结果。
师妹。门外，孙无涯一个翻身下马，提刀跑了进来。童月亮张口便抱怨道：“师叔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才来啊？昨晚城门封闭，城里城外到处设卡，我哪里能进来啊？”孙无涯解释了下，着急问道：“情况怎么样了？”皇子没事，皇子的女人有事。童月亮轻声介绍。这样，孙无涯暂时松了口气，看向慕容庆安慰道：“皇子不必担心，这化人神医有起死回生的本事，只要把人送到这里，保管无事。”慕容庆点点头，神色并不轻松。他已经在系统里搜寻了半天，催体液只能他自己用，其他解毒消炎的医药，什么头孢、青霉素、阿莫西林、碳片、亚甲蓝、纳洛酮、二球丙黄钠、福马西尼，一件比一件昂贵。包括后世最便宜的碘伏也是上百系统币起步，而且还不是针对性治疗他的系统币，先是买枪买子弹，到现在不到100。要救冯玉燕，怕是得把皇帝老子宰了作死才能赚到吧。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外面突然来了一对家丁，他们手持长棍，在一个年轻人的带领下围了医馆。年轻人生气大喝：“快围了这里，飞出去一个苍蝇，老子拿你们试问！”他提着一把长枪进了门，见到慕容庆，二话不说，长枪举起。慕容庆，你个狗东西，我妹妹呢？她现在怎么样了？她要是有事，老子就是死也要宰了你。来人正是冯家三公子冯世辉。童月亮马上提刀挡在了慕容庆的面前，冲着他大声嗔骂：“喂，你这个人还有没有良心啊？我家皇子拼命救了你妹妹，这才让她活着到了医馆，你怎么反倒怪起他来了？有本事你找那些刺客算账去啊！你算什么东西？赶紧给老子让开！”冯世辉端起长枪，一脸的愤恨：“本小姐童月亮，关中刀王童云海之孙，你要不要试试我家的刀法吗？”童月亮比他还嚣张。冯世辉听到童云海的名字，马上冷静了许多，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起来。童云海怎么了？功夫再高也怕人多，是你爷爷厉害，还是我们冯家的兵马多？我呸！童月亮不惯着他：“你冯家的兵马，你有本事当着皇上的面说出来，看看皇上能不能灭了你家满门。”你！冯世辉气得直跺脚，却拿这位伶牙俐齿的女人没办法。其他人好欺负，即便是皇子，他也不怕。童云海不一样，这位宗师杀人如探囊取物，他们冯家再厉害也不敢轻易招惹。医馆的房门突然被人推开，华人神医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大清早的，吵什么吵啊？”慕容庆马上跳起，回过头着急冲他拱手问道：“华神医，病人的情况怎么样了？”“华神医，我妹妹还活着吗？”华人的神色并不轻松，抬手招呼道：“里面说话吧。”他引着众人进了大堂，他为病人诊治的内堂在一侧，房门挂着厚重的门帘，只在墙上开了一个窗户，上面竟然装着一层玻璃。他站在窗户前介绍说道：“冯小姐的伤势已经稳住了。”众人顿时长松了口气，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听他又讲道：“只是外伤还医，内伤难治。此刻的刀上涂有剧毒，多亏来之前气脉封堵，毒气没有攻心。老朽已经用针灸之法，暂时将毒气封闭在气脉里，只是此毒诡异凶猛，老朽暂且也无法彻底排除，只能边走边看，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小妹啊！”冯世辉捂着脸，嗷的一声哭了出来。他自小养尊处优，目中无人，但是对待这个妹妹却是极其的宠溺。即便昨天被妹妹当众打了，他也没有丝毫的怪罪，回去后还深刻反思了下，打算跟妹妹赔礼道歉。谁知道随后就听到了刺客围攻天香阁的事情，城内的禁卫军很快宵禁，谁也不得出门。冯世辉硬是挨到了天亮，等到宵禁解除后，才火速带着人过来。慕容庆面对这个纨绔子弟，难得态度好了一些：“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救活他的。”他扔下一句话，让童月亮和孙无涯继续在此看护，他则是出门夺过冯世辉的马，翻身上去，拍马离去。“混蛋，那是我的马！”冯世辉追了出去，在院子里急得直跳脚。贤郡王府，太子慕容熙伸了个懒腰，从花魁娘子的被窝里钻了出来。他看了看外面，打了个哈欠，也不知道老六那边怎么样了。昨晚慕容庆让公孙止把他和花魁送到了自己府上，太子府有母老虎皇嫂，哪里肯让花魁进门。禁军宵禁后，公孙止便被扣在府里过了一夜，没能再回去。花魁云长翻身坐起，露出了白玉一样细嫩的身子，轻声赞道：“六皇子是个大英雄。”他的双眼碧蓝，鼻梁挺翘，典型的西域面孔，并不是中原人士。是啊，老六最近确实是变了很多。太子同样是一脸欣慰，随后便自己夸起了自己。不过这也是本太子调教的好，当初他的性子懦弱，要不是本太子处处维护他，教导他，他哪里有现在的本事？
云长偷偷翻了个白眼，对他也是无语了。昨晚回来，他都做好了现身的准备。他小心守护的贞洁，在100万两银子的面前不堪一击。如果伺候不好太子，回去就要被天香阁打死。谁知道这位主刚抱上他，还没有办正事，他就结束了，差点没把他惊呆了。他算是看出来了，酒色财气已经掏空了这个男人的身体。如果太子还不知道节制，早晚要死在女人身上。外面的马蹄声响起，慕容庆直接把骑到了府里，在侍女的院门前翻身下马。侍女们见了他，马上弯腰施礼。阿芷呢？他在哪里？慕容庆进了院子，边走边着急询问。阿芷大早上就离开了，殿下没有见到他吗？他刚驾着马车离开，连早饭都没有吃。侍女跟在后面回话，离开了。慕容庆一把推开公孙止的房门，在里面翻找了一下，他的房间收拾得非常整洁，还充斥着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梳妆台上摆放着一些书籍，慕容庆一看，竟然是他写的诗词，还有一本《三国演义》。桌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的信件。他刚走，被褥还有余温。慕容庆马上冲出了院子，翻身上马，调转马头离开。太子在门口看见了他，着急喊道：“老六，你干嘛去啊？怎么回来也不和为兄打个招呼啊？”慕容庆摆摆手一喝：“二哥，我还有事情要忙，你自己先回府吧。”嗨，兔崽子！太子本来还想吹嘘下昨晚的战绩，谁知道这老六都不回头看他一眼。他回过头看向屋里的花魁云长，正寻思着吃个早点。福伯这时候突然小跑着过来，着急招呼：“殿下，太子府来人了，要你马上回去，说是圣上要见您。”啊！太子一脸失望，摆摆手让福伯先退下。他进了门，在梳妆镜前搂住了云长花魁细滑的小腰，轻声叹道：“宝贝，你暂且在老六府上住着吧，等本太子办完差事再回来看你。对了，天香阁你也不用回去了，本皇子跟教坊司打声招呼，让他们给你托了贱籍，以后你专心伺候本皇子就行。”真的吗？云长故作欢喜地甩开了他，跪在地上感激称谢：“多谢太子大恩，云长做牛做马也要报答太子恩情。”太子摸着他的小脸，宠溺一笑：“不用谢，谁让本太子是个多情之人，就见不得你们这些谪仙在凡间受苦。”他让云长为他梳妆更衣，完事后在他脸上吻了一口，转身离去。云长厌恶地用手帕蘸上水，使劲地擦了擦脸蛋，坐下来让自己平静了下，开始为下一步棋做起了打算。慕容庆一路打探着出了城，快马加鞭，终于在城外5里的官道上看到了自己的马车。冯氏挥人不行，但是这马可是正8斤的西域汗血宝马。慕容庆双腿一蹬，这马便爆发出惊人的体力，3两步追上了前面的马车。他勒住缰绳，横在了马车前面。吁！公孙止见状，急忙勒住缰绳，险些冲他撞上去。怎么，你这是要畏罪潜逃吗？慕容庆瞪着公孙止，面色并不好看。主子是这样看我的吗？公孙止的神色沉下。不然呢？慕容庆生气暴喝：“太子出宫，只有我们几人才知道，那些刺客是怎么早有准备，在天香阁埋伏的。主子请让开，我会给你一个交代。”公孙止不敢看他，调转马头想要从一旁绕开。慕容庆翻身下马，在马背上抽了一鞭子，让他掉头回城。他翻身坐上了马车，冷着脸吩咐：“你要去哪？本皇子陪你一起去，哪怕是死，本皇子也护你周全。”他知道公孙止要做什么，决心与他同往。公孙止眼圈一红，着急劝道：“此事与你无关，你犯不着和我一起冒险。”“怎么无关？你是我的侍女，除了我，没人可以伤害你。”慕容庆抓住缰绳，主动抽打了一下马背，让马车继续起行。公孙止垂着头，不禁落下了眼泪。“是我不对，是我害了冯家小姐，你就不怪我吗？”他知道慕容庆已经猜出了他的身份了，他这么聪明，怎么会被蒙在鼓里？慕容庆摇头：“你有你的难处，在最后关头，你能站出来帮我，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怎么还会怪你？”可是，公孙止还想再劝，任务失败，姑祖母一定很生气，你打不过他的。你放心，我自有办法。慕容庆调出了系统，主动领取了作死任务，面见宗师公孙大娘。任务完成，奖励系统币1000。这种自己主动领取的任务，任务失败也不会扣除系统币。他要找公孙大娘求取解药，即便不成，也能在完成任务之后，在被杀之前从系统里购买后世的解毒药。你是什么时候看出我的身份的？两人坐在马车上沉默了一会，公孙止忍不住询问。他自以为自己伪装得很好啊。慕容庆有些好笑地说道：“你说你是江南的流民，却操着一口北方口音。你说你家世代务农，身上却没有任何劳动者的痕迹。你每天睡觉都把床铺打扫得整整齐齐，
穿衣梳妆也是一丝不苟，甚至连身上的脂粉都是从城内最好的戴春林香粉铺买来的。你放着府里面悠闲的日子不过，偏偏主动要给我当马夫。你说你干的哪一件事情像是一个孤苦无依的流民之女才干的？还有更过分的，你要当卧底，至少把姓氏改一改啊！这公孙的姓氏明显是赵国的皇姓，是个人都得多想吧。公孙止愣了愣，顿时羞红了脸蛋。这么说，你早就看出我不对劲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我当你的马夫？他的大眼睛像极了后世大学生，清澈且愚蠢。一开始我只是想看看你到底想做什么，后来我发现你对我不感兴趣，对皇宫和太子府倒是非常在意，能在门口一坐就是一天，我就确定你肯定是冲着皇宫和太子府来的。他叹了口气，我太自负了，以为你们只是来窃取一些情报，谁知道你们真敢在皇城内动手。这些刺客都是人生父母养的，难道你姑祖母就不心疼他们吗？公孙止垂下了头，惭愧说道，他们都是赵氏孤儿，由我姑母一代代培养长大，邯郸城破之时，他们的祖辈都已经为国尽忠了，他们的父母生下他们专门就是为了赵国复仇的，在动手之前他们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了，何必呢？慕容清叹了口气，难道仇恨就不能化解吗？就非要这样一代代延续下去呢？难道除了仇恨，这人世间就没有值得大家再珍重的东西？公孙止拨弄着自己的手指，姑祖母曾经时时告诫他们，他们的心里只能有仇恨，其他的感情只能让他们变得脆弱。他现在是真的体会到了，他一个亡国之女，哪里有资格去拥有什么值得珍重的东西？他不过才动了个念头，马上跳进里面无法自拔，是他背叛了姑祖母，他该死。他已经毅然决定，待会由他一人赔罪，换取慕容庆和冯家小姐周全出城60里。下午时候，马车抵达了西郊龙潭山，山高300-400米，上面有一座有名的寺庙，名龙潭寺，香火鼎盛，历经5朝不倒。有先有龙潭寺，后有燕京城的说法。这龙潭寺的主持曾被赵国拜为国师，后来燕国建立后，龙潭寺被封禁多年，后经过整改重开。慕容庆没想到公孙大娘竟然还敢把巢穴设在这里，这是欺负鹰眼卫无人吗？不过话说回来，他这位大宗师要是在此坐镇，鹰眼卫还真不敢过来。按照规矩，他被蒙住眼睛，由公孙止带上了山。在途中经过了好几次的盘查，七拐八绕的，终于进了一座大殿里。在这里已然可以闻见香火味，大殿的大门被重重关上，慕容庆脸上的黑布也被解开。一行蒙面高手退下后，公孙止马上跪倒在了一旁。面前是龙潭寺的正殿，上面供奉着释迦摩尼，两侧有弟子迦叶、阿难陪侍。一个头戴斗笠的老妪坐在蒲团上，正在一声不吭地敲着木鱼。姑祖母孙儿有事重托，没有完成任务，还请姑祖母责罚。公孙止的脑袋重重地磕在了地上。老妪手里的木鱼停下，你这不是把六皇子带回来了吗？也算是大功一件。公孙止眉心一紧，小声提到，孙儿带六殿下过来，只是想为他求取解药，搭救一个女孩，还请姑祖母饶他一命，放他回去，一切罪责皆由孙儿承担。他拔出了长剑，双手捧着放在了身前。唉，一声失望的轻叹，是姑祖母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你未经人事，我便让你做了细作。红尘俗欲，你一个小姑娘如何能抵挡得了？如今你心里已然种下了情根，哪里还会把我们的复国大业放在心上？他回过头，透过斗笠的黑纱盯着公孙止，声音陡然一寒，把剑拿起来，正好杀了这个皇子，帮你斩断情根。从此你将再无牵挂，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刺客。慕容庆在一旁听不下去了，这是什么基地文化传承啊？恐怖分子的老祖宗！老太太，你这未免有些太不近人情了吧？她是您侄孙女，不是仇人啊！你不培养她知书达理就算了，怎么还盼着她成为冷血杀手啊？她是人，难道是你的玩物不成？你住口！公孙大娘身上的杀气沸腾，一声暴喝，这里有你们说话的地方吗？强大的压力骤然笼罩在慕容庆的身上，即便慕容庆武道气机全开，还是禁不住单膝重重地跪在了地上。砰的一响，把地板砖都跪了个粉碎。他的眸子阴寒地斜过公孙止，小贱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了什么事情。我之所以给你赔罪的机会，那已经是对你最大的恩惠。别人就算了，你做这些就不怕祖宗用雷劈死你吗？难道你都忘了你母妃是怎么死的？她可就在这龙潭寺里看着你呢。姑祖母息怒，侄儿有罪，都是侄儿的错。公孙止哭叫了出来，吓得已然是瑟瑟发抖。面对这样的神经质长辈，慕容庆不禁心疼了下这个姑娘，
不知道他都是怎么长大的。既然知道错了，那就按照姑祖母说的办，杀了这个小畜生，用他的脑袋祭奠你母妃的在天之灵。他一挥手，把地上的长剑扫到了公孙止的手边。公孙止面如土色，拼命摇头。孙女什么事情都能答应姑祖母，唯独这一件事情不能答应。姑祖母要是想出气，尽管将侄儿的命拿去，还请您开恩放过六皇子殿下吧。您要是杀了他，孙女绝不独活。他猛地提剑，梨花带雨的痛哭着，把剑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剑刃微微一压，马上在白皙的脖颈上割出一道口子，从里面渗出了血来。我们皇室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废物？眼看着他如此决绝，公孙大娘差点被他气死。慕容庆干咳了一声，一面强抗着宗师级的威压，一面赶紧从中劝和。老宗师，事情也不是没有回转的余地，你听我说个法子，保证让大家都能满意。公孙大娘斜向他，终于是心疼了自己的孙女。你有何法子？他松开了契机，让慕容庆顿时长松了口气。他使了个眼色，让公孙止先出去，由他单独面见公孙大娘。等房门关住后，他站起身子，这才恭恭敬敬地讲道：老宗师要复仇，何必找太子麻烦？直接冲进皇宫，杀了狗皇帝不就完了？公孙大娘看着他，好像见鬼似的，放声大笑：狗皇帝？你管你爹叫狗皇帝？慕容庆干咳了一声，介绍道：老宗师难道事先没有调查过我的身份吗？我母妃本是蜀国公主，蜀国亡了后，这才被掳掠进宫当了奴仆。那狗皇帝一日醉酒，将我母妃强暴，这才有了我。说起来，你与狗皇帝有国仇家恨，我何尝没有？公孙大娘满是意外地打量起了他，脸上不禁都生出了一些赞叹之色。不错，你倒是还有点良心，虽然长在富贵之中，倒是没有被富贵蒙蔽了双眼。国仇家恨不可忘，老宗师一介女流上有复仇之心，更何况晚辈还是个男人呢。慕容庆摸准了公孙大娘的心思，完全站在了他这一边，继续吐槽道：老宗师不知道这些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那狗皇帝的儿子一个比一个凶横霸道，见我母妃是亡国之女，处处的为难欺辱我们母子，我更是被他们称作废物皇子，从小到大当狗一样侍奉着他们。我心里何尝没有憋着一口恶气，恨不得马上结果了他们，屠了这大燕皇族，为我蜀国的先祖报仇雪恨。好样的！公孙大娘大声赞叹，那模样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儿子似的，兴奋大叫：你这小子倒是有几分骨气，虽然你流着狗皇帝的血，但是你的心却是干净的，怪不得我孙女能看上你，连我都对你有些刮目相看了。老宗师谬赞了，晚辈只是有什么便说什么罢了。慕容庆干笑了下，还是继续刚才那个问题，晚辈还是不明白，凭借老宗师的实力，完全可以进宫取了狗皇帝的脑袋啊，为什么这么多年老宗师都没有出手呢？公孙大娘负手在后，轻声叹道：我何尝不想，只是这宫里面有宗师坐镇，连我也不是他的对手。什么？慕容庆完全被惊到了，这件事情晚辈怎么都没有听人说过啊？公孙大娘道：此事只有很少人知道，你不知道很正常，你回去后只需找寻一些鹰眼卫的资料看看便知。鹰眼卫？慕容庆在心里非议，难道这个组织是这位宗师创办的？不提这个了，你刚才说你有什么建议让我和侄儿都能满意？公孙大娘好奇地看向他。慕容庆干咳了两下，拱手提到：老宗师想要复国，仅凭个人的勇猛是成不了大事的，即便你杀了狗皇帝，照样还有太子登基，你杀了太子，还有其他的皇子，凭借你们组织的力量，根本无法和大燕的100万大军抗衡。公孙大娘默默点头，这一点他何尝不知，只是现在人心思定，四海安宁，他想起兵也没有这个机会。你继续。他似乎猜出了慕容庆的想法，听他继续讲道：与其如此，老宗师何不扶持晚辈当这个大燕国的皇帝？由我娶了阿芷，这便与你们赵氏结下了血盟。等我们生了孩子，您再扶持这个孩子坐稳江山，到时候等他羽翼丰满，改朝换代，直接来一个李代桃僵，岂不是大业可成？公孙大娘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还真的被他说动了。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条可以行走的道路，只是其中的变数太多。如果这小子今后反悔，那他不是鸡飞蛋打，白白便宜了他吗？你倒是打了一手的好算盘。他轻哼了一声，提出了心里的担忧。如果你将来反悔，舍不得放下手里的权利，或者赴你蜀国去了，我岂不是白忙一场？晚辈可以赌咒发誓。慕容庆举起手，一脸决然。晚辈对皇位绝对没有贪恋之心，一旦登上大位，定会将权力转交给您的重孙子，到时候随便由您发落。公孙大娘嗤笑道：这世上最不可靠的就是誓言了，尤其是你们男子的誓言。噗！
慕容庆有些吐血，暗道这还是个女权宗师，那老宗师想怎样？他看得出来公孙大娘是同意这个计划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有疑虑。他从怀里摸出了一个瓶子，倒出来一颗红色的药丸，亮给了他，此物名叫尸脑丸，一旦服下，终生都不得解脱，以后每个月都得服用一次，否则的话便会头疼欲裂而死。他把药丸扔在了慕容庆的面前，你若是真有诚意，那就把此药丸服下，以后我们地狱门随你差遣，保证扶持你登上皇位，继承大统。尸脑丸。慕容庆盯着这颗红色药丸，收起了脸上的笑容。系统，干死宗师奖励多少系统币？他把手悄然摸到了藏在袖子里的左轮枪上，100,000,000。系统机械的回答。慕容庆的脑袋一晕，寻思着要不要赌一把大的。有了100万系统币，那他还奋斗个屁啊！直接组建一支合成旅横推世界了。他一退再退，给了老鹰比一条康庄大道。他还不满意，还想用毒药控制自己，总是用这种见不得光的下三滥手段，活该你富不了国。这根本不是王霸之道。7步之内，到底是刀快还是枪快？在短暂的犹豫过后，他的眸子紧盯着公孙大娘，从袖子里伸出了手。七里河黄庄，童月亮一个人抽身回去，着急把皇子慕容庆的动向告知了爷爷。慕容庆刚走，福伯便让阮儿过来传话，想让孙无涯和童月亮护在慕容庆身边。慕容庆有交代，让他们保护冯玉燕。两人不敢为傲，商量了一下，由童月亮一个人去保护慕容庆。他追出城已经晚了一步。得知慕容庆去了龙潭寺的方向，童月亮吓得赶紧回了黄庄去请爷爷。但凡江湖之人都知道，龙潭寺可是龙潭虎穴，堪称江湖人的禁地。金刀同云海一听，差点没被慕容庆气死，带上孙女马上一同前往皇宫里面。一封鹰眼卫的密奏摆在了燕帝的书桌上，六皇子快马前往了龙潭寺。燕帝一看就急了，拍着桌子大骂：老六怎的如此儿戏？他马上让张德顺取了兵符，传令驻防在西山的麒麟卫都指挥使周彦贵马上带兵把龙潭寺给围了。西山距离龙潭寺不到20里，一炷香的功夫便到。太子跪在堂前，听的是一脸糊涂。父皇，这龙潭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老六去哪里干嘛了？您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闭嘴！燕帝看见他就没好气，堂堂太子什么都不知道，整天沉迷酒色，不务正业，现在连废物老六都不如了。太子马上垂下头，不敢再看他。燕帝喘了口粗气，好半天才开口训斥：堂堂太子竟然伙同皇子一起逛窑子，还在里面跟别人争风吃醋，搞得天下皆知，朕和皇室的脸面全让你们给丢尽了。太子小声纠正：父皇，人家是正规场所，儿臣只是去欣赏西域的飞天神舞，并未做其他的啊。他越说越兴奋，父皇不信，儿臣可以让那舞姬进宫给父皇演奏。那飞天神舞真是绝了，犹如谪仙下凡一般。去你妈的！砰的一响，一个茶碗砸在了太子的脑袋上，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滚烫的茶水泼了太子一身。太子忍着疼，吓得趴在地上连声赔罪。父皇息怒，儿臣错了，儿臣以后不去就是了。朕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燕帝难得爆了粗口，差点被太子气晕过去。张德顺赶紧给他抚着胸口顺气，跪在地上着急劝道：陛下，还请保住龙体啊！滚！赶紧让他滚！朕一眼都不想看见他了。他冲着太子拼命摆手。张德顺给身边的太监使了个眼色，赶紧让人把太子请了出去。太子走时见父皇这个样子，关心的又多说了一句：父皇，那儿臣告退了，哪天等您的气顺了，儿臣再请您欣赏飞天神舞，儿臣保证您绝对不会失望。你他妈没完了是吧？燕帝左右皇宫，想找东西打死这个混账东西。父皇息怒，儿臣马上告退。太子躬身施了个大礼，转身就跑。燕帝使劲拍了几下桌子，破口大骂：瞧瞧，这就是我大燕国的太子，这都是什么玩意啊！张德顺一头大汗，连连给他顺气，小心劝道：太子尚且年少，等以后成熟起来了，自然会操心国事，让陛下放心的。都35、6的人了，还他妈的年少呢！燕帝是越想越气，14岁朕便给他赐婚，10年前更是将张廷敬最疼爱的小女儿许配给了他。可是直到现在，他都未能给朕诞下一个皇嗣，朕要他这样的太子何用？他这次是真动了废除太子的心思了。只是这太子之位涉及国本，一旦动摇，那朝堂这脆弱的平衡势必打乱，后果连他也无法控制。皇宫里，太子刚离开勤政殿，便被小太监引着去了皇后的寝宫。这里的事情自然逃不过皇后的耳目。燕帝刚教训完，
皇后也是气得要找这个不孝之子教训两句。太子是一脸垂头丧气，不禁在路上悠悠叹道：“我好歹也是大燕太子，这叫个什么事情？父皇刚训完，母后又要训我，我的脸面何在啊？”他刚进宫门，迎面便撞上一人，顿时发了脾气，也不看这人是谁，一脚便踹了上去。草泥马，瞎了你的狗眼了！啊呀！一声惊吓的轻呼，一个身穿妃嫔服饰的工人应声倒在了地上，柔软的身子撞地，让额头都磕出了血来。娘娘！伺候的丫鬟连忙把他搀扶了起来，刚要叫骂，见到是太子慕容熙，马上又跪在了地上。奴婢见过太子。妃嫔柔弱的捂着额头，同样是弯腰给太子施了一礼。丽嫔见过太子，还请殿下恕罪。她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官话，身子柔软，肌肤雪滑，眉眼之间自带一股楚楚可怜之色。无妨，无妨。太子的眼睛一下都给看直了，马上转怒为喜，从怀里取出手帕，上去给丽嫔擦了擦额头。嫩，这皮肉是真嫩，你看看，都怪本太子着急了，本太子该跟你赔个不是才对。丽嫔连忙躲闪了下，往后退了一步。太子干咳了2声，把手帕递给了他，马上跟丫鬟吩咐：“你去，赶紧带着丽嫔去太医院处理下伤口，莫要坏了皮肉就不好看了。”奴婢遵命。丫鬟扶着丽嫔，赶紧绕过了太子离开。太子眼神火热地盯着丽嫔柔软的背影看了会，与身后的太监问道：“这位丽嫔是谁啊？本太子以前怎么没有见过？”小太监恭敬答话：“回主子，她是高丽国刚刚进贡给皇上的公主，入宫还没有几天，所以主子没有见过。”嗨！太子顿时不乐意了，在心里大叫：“老东西挺会享受啊，不让自己玩女人，他倒是在宫里面玩得挺花啊。都说这高丽国出美女，今日一见还真是不同寻常。这丽嫔不管是容貌还是身材，都不输给燕京城的4大花魁啊，尤其是这一身雪肌玉肤，白里透红，似是婴儿一般，吹弹可破。太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对了，丽嫔怎么称呼啊？李玉珠。玉珠，珠圆玉润，好名字啊！太子不禁心猿意马地感慨一声，回过神，让小太监先去皇后的寝宫里面通禀一下。等到皇后派人传话，他才整理了下衣冠，正色走了进去。龙潭寺的钟声敲响，有人在门外突然禀告，打断了公孙大娘和慕容庆的谈话，把慕容庆的手惊地缩了回去。好险！冯玉燕还在病危中，他赌不起啊！慕容庆的后背不禁全是冷汗。报，明王，西山麒麟卫正往这里集结而来，山下有一人自称关中刀王，要求见明王。公孙大娘眉心一紧，2道寒光直射慕容庆。慕容庆急忙摇头：“老太君，这可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公孙大娘冷哼一声：“这2拨人哪一个不是为你而来？我还真是纳闷，你到底给了这老刀头什么许诺，让他如此照服于你？”这个，慕容庆摸了摸脑袋，这哪里能说？要是让公孙大娘知道他有进阶宗师的法子，还不得马上把他宰了？谁能允许童云海突破宗师境一统江湖啊？其实我是跟他的孙女交好。慕容庆找了个理由：“老太君应该懂吧？”公孙大娘鄙夷地斜了他一眼：“浮浪子弟，处处留情，亏我孙女瞎了眼，竟然看上了你这种货色。”慕容庆干咳了2声，为自己发声：“老太君此言差矣。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下现在并未婚配，与姑娘们谈情说爱不是很正常。”你少废话！公孙大娘没时间听他啰嗦，举着红丸喝问：“这石脑丸，你到底是吃还是不吃？”“我吃你妹啊！”慕容庆在心里大骂。不过为了搭救冯玉燕，他还是豁出去了。“老太君，如果我服下此物，你当真会履行承诺？”他的神色恢复了正经，目光灼灼地盯着公孙大娘。“这个自然。”公孙大娘藏在斗篷的一张老脸满是奸猾之色，还请老太君以赵国祖宗之名发誓。慕容庆开出了自己的条件，这是他的底线。你好大的口气！公孙大娘好像被触碰到了逆鳞，宗师级的气机全发，似是一座大山压在慕容庆的头顶。慕容庆同样是5阶武者的气机全发，拼命抗衡头顶的巨压，但是在宗师级的气机面前，他犹如蝼蚁一般，浑身的筋骨爆鸣，身子不禁都趴伏在了地上。老太君不答应我，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已。可是赵国的复国大业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一声暴喝，声震大殿。公孙大娘脸上的杀机动了又动，终于还是选择了退让。我以赵国先祖名誉立誓，今后当全力扶持大燕6皇子登上皇位，若违此事，人神共愤，天打雷劈。他的声音阴寒，咬牙切齿的立誓。随后阴森森地盯着慕容庆喝问：“现在你满意了？”慕容庆怅然地从他手里接过了红丸。
多谢老太君成全。他没有犹豫，一口吞下。左右是有系统在，总是有办法解决的。用一颗药丸换取冯玉燕和一个地狱门地下组织的支持，直到公孙大娘不放心地掰开他的嘴巴，确定他吃下去后，这才满意地放过了他。行了，那个姓冯的丫头中的毒，老身会帮她解决的。你且退下，以后有事找我孙儿联系我们便是。他挥手打开了大殿的大门，砰的一响，外面的公孙止被房门撞了下脑袋，差点往后蹲坐在地上。公孙大娘没好气地斜了他一眼，瞧你没出息的样子，我没杀他。公孙止看着慕容庆安然无事，顿时长松了口气，高兴地连连抹了几下眼泪。还不进来？公孙大娘把慕容庆赶了出去，又把公孙止叫进去谈话。等大殿房门关上，慕容庆马上把手指塞进喉咙里，想把这药丸吐出来，结果干呕了2下，一点反应都没有。药丸如糖丸，入口即化。慕容庆骂骂咧咧，马上找系统咨询。系统商城可有克制失脑丸的解药？有，高阶泻毒液，1瓶1万系统币。去死！慕容庆对这个龟孙系统已经无语了，人家系统都是要啥给啥，他这破系统是认钱不认人，只盼着他早点死了。一会，龙潭寺的钟声再次敲响，守护在各处的黑衣人全部退去。宗师童云海带着孙女童月亮赶了过来，在大雄宝殿的门口见到了慕容庆。6哥！童月亮激动地哭喊了出来，上去一把抱在了慕容庆的怀里，哎呦呦，大姑娘家家的，你做甚礼？老爷子在后面看得眼睛直瞪，连连干咳了2声。童月亮红了脸蛋，马上松开了慕容庆，着急问道：你没受伤吧？没事。慕容庆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拱手跟童云海致谢，老宗师又麻烦你了，老汉真是欠你的。他松了口气，吸气说道：你小子真是命大，竟然能在冥王的面前保住一命。侥幸侥幸。慕容庆干笑着摸了摸脑袋，怕他和童月亮担心，没有把吞服红丸的事情告诉他们。大殿的房门打开，公孙止从里面走了出来，一脸俏生生的模样，伸出玉手把一个瓷瓶交给了慕容庆。这是冯小姐的解药。你脸怎么红了？慕容庆打量着他，关心问道：是不是老太太又为难你了？没有。公孙止连忙摇头，转移话题。咱们快回去搭救冯小姐吧，毒气攻心就不好了。对。慕容庆拿上解药，招呼着童云海和童月亮马上离开。山下此刻已经被麒麟卫四面封锁，领头的大将军周彦贵提刀大喝，围住各个路口，任何人都不得放过，有胆敢反抗者格杀勿论。是。士兵们手持长矛，3步1人，5步1岗，步兵在前，弓箭手在后，团团布阵包围了龙潭寺。慕容庆带人下来后，一队士兵马上提刀拦住了他们。站住！什么人？领头的将领大喝：瞎了你的狗眼，连本皇子都不认识了。慕容庆直接亮出了贤郡王的令牌。贤郡王！将领一见，马上躬身抱拳，带着手下赔罪，殿下恕罪，小人也是奉命行事。那我们能离开了吗？慕容庆询问。将领为难道：上峰有令，让小人把守山门，任何人都不得放走啊。上峰？那个上峰？慕容庆挑了下眉，连本皇子都不行吗？将领犹豫了下，介绍道：是麒麟卫都指挥使周彦贵大人。他……慕容庆不禁紧起了眉心。大燕国的军队分中央军、地方军2种，中央军便是朝廷直属的武装力量，总共有5位。麒麟卫驻扎在京西大营，专门负责拱卫皇城的安全，有兵马3万，分左、中、右3个统领掌管，这都指挥使周彦贵，属于他们的上级。只有调兵之权，却无统兵之权。当皇上派出虎符之后，周彦贵才能凭借虎符调兵。他出身名门，乃中原汝南周氏，与当朝3公御史大夫周彦博氏族兄弟，在亲缘上属于4皇子一派。大儒周化成是中原陈留郡望，和他们是同宗而不同源。慕容庆着急救人，跟将领吩咐：本皇子不想为难你，你马上去通传一声。本皇子须得马上赶回燕京城，如果耽搁，他担待不了。是。慕容庆最近的凶名在外，将领不敢招惹，马上去临时营地通传。6皇子，他怎么在这里？周彦贵得知消息，眉心一沉，跟将领吩咐：陛下给本帅的命令是让本帅围住龙潭寺，不得放走一人，不管是谁，都得经过陛下批准才能离开。你去转告6皇子，让他在山上稍作等待，等本帅传书陛下，得到恩准后再放他离开。将领抱拳领命，回去把周彦贵的命令告诉了慕容庆。慕容庆一听就急了，老子还有大事要做，哪里能在这里耽搁时间？他把童月亮的大刀拔了出来，厉声呵斥：都给老子让开！殿下慎重！
将领带着身后的士卒同样拔出了长刀，弯弓搭箭，对准了慕容庆。双方剑拔弩张，对面的将士寸步不让。慕容庆知道这是周彦贵故意给他好看，如果是四皇子在这里，他绝对不敢阻拦。童云海询问殿下，要不要老汉帮你杀光他们？这个就不用了吧。慕容庆干笑了下，暗道这就是宗师的自信。上百个带甲的士兵，人家一点都没有放在眼里，怪不得皇帝老登迟迟不肯围剿龙潭寺，放任他们灯下黑。他肯定也知道与宗师战斗的后果。大胆，老匹夫，你好大的胆子！站在最前面的千总被童云海激怒，不知死活的叫嚣了一声。童月亮生气呵斥：你这个黑汉子，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我爷爷这么说话！小丫头，你也是好大的口气！千总被这一老一少彻底激怒，左手举盾，右手提刀，厉声大喝：麒麟卫前军千总吴刚在此，由不得你们放肆！慕容庆默默为这个千总点赞，敢挑战宗师，他算是第一人。老汉想走就走，你们留不住。童云海往台阶下面迈出一步，强大的气机爆发，四方落叶随之纷纷卷起。去！他双手往前猛地一推，嗡的一声，一股气浪好似排山倒海一般往下面疯狂咆哮翻滚了下去。轰轰轰！虚空爆鸣，挡在前面的吴刚盾牌一震，最先受到了冲击，与身后的士卒一层层一片片全部被这股巨力往后面轰飞了下去。放箭！放箭！后面的弓箭首领队震惊大叫。50个弓箭手分成前后两波，马上弯弓放箭，化作密集的箭雨朝着童云海笼罩了下去。童云海身披金光，身上的气机竟然凝聚成一层肉眼可见的实质气场，箭雨扑扑扑落下，全部被这股气浪弹开。去！童云海只是一扶手，一股气浪呼啸着从拓树林里冲出，嗡的一阵，30米开外的两波弓箭手惊叫一声，同时被气浪所冲，纷纷往后面翻滚在了地上。只是2个照面，110个的带甲兵全部倒地不起。若非是童云海留守，他们的性命已然没了宗师之威，恐怖如斯。慕容庆默默在心里估算，不知道他们的气力能硬汉多少兵马。即便是宗师，这身上的气力也不可能无穷无尽吧。牛角号声吹响，这边的动静很快把周围的各营兵马引了过来。快拦住他们！领头的将领提刀大喝，不断挥动手里的令旗。只是一会，一营上千兵马便在山道的下面层层布阵完成，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弓箭手在最后。到底是中央军，其组织能力让慕容庆不禁都赞叹了下。童云海不屑地点评道：一群花架子，中看不中用，比起边军差远了。慕容庆咂了咂舌，暗道是您老的要求太高，他即将筹建的镇北军有这一半的能力，他都谢天谢地了。住手，把剑都放下！一个将领跨马来，翻身下马，挡在了众将士的面前。周围的将官纷纷抱拳，冲着他拱手施礼。他看向了山道上的慕容庆几人，急忙上前拱手下拜：末将周彦贵参见六皇子殿下。周统领。慕容庆踩着台阶而下，冷着脸哼道：你真是好大的威风啊！擒贼先擒王。他给童云海使了个眼色，打算控制了周彦贵离开这里。周彦贵等他下来，却是无比客气地称道：殿下恕罪，末将也是奉命行事，都是手下的人不懂事，早知道是殿下在此，末将打死也不敢让他们阻拦啊。身后的一行将官皆是抬了下眉，暗道：刚才不是您下的命令，谁都不能放走吗？刚才在前面执行军令的千总吴刚更是面红耳赤，看不懂周彦贵前后变化怎么这么大。我说嘛，周大帅怎么会如此针对本皇子？原来是下面的军令传达有误啊。慕容庆的神色这才好看了一些，扫过周彦贵身后的将官和总兵吴刚，主动给了周彦贵一个台阶。等回了京城，本皇子必定设宴，好好的款待周大帅。他扶住了周彦贵的胳膊，亲热的在周彦贵的手上拍了2下。周彦贵连连摆手，客套称道：好说好说，殿下是千金之躯，小人哪里敢高攀，只要殿下不记恨小人就行。只是一会，两人便好得跟亲兄弟似的。童月亮对这种人情往来嗤之以鼻，照他的意思，直接砍了这狗官最好，还跟他客气什么？周彦贵说完挥手，跟手下的将士厉声喝令：快，还不让开一条通道，放殿下离开。身后的将官挥动令旗，马上让开了一条通道。那本皇子就不打扰都指挥使的正事了，咱们城里见。慕容庆客套还礼，在周彦贵的亲自护送下，穿过军阵，与童云海3人一起上了马车。公孙止照例在前面赶车，挥动缰绳快马离开。他的手浸着汗水，还以为刚要大杀一场呢。千总吴刚憋屈地询问：
大帅，那老头是谁啊？怎的会如此厉害？周彦贵冷着脸教训，没眼色的东西，连武道宗师童云海都认不出来吗？他老人家要是动怒，咱们的脑袋都得搬家。宗师，吴刚吓得一哆嗦，按到这下坏了，不但得罪了六皇子，更得罪了一个宗师。他心里面带着不满，扫了眼周彦贵。若非是这位都指挥使下令，他何必自讨苦吃？周彦贵没有搭理他，一个千总根本不值得他正眼相待。他跟左中右三军都统一声喝令，围好龙潭寺，一只鸟都不能飞出去。诺！三人皆是抱拳领命，各自带着手下告退。吴刚犹豫了下，站在原地没动。周彦贵抬眉问道：“你还有事？”吴刚马上跪在了地上，苦着脸求救道：“大帅救我！刚才末将得罪了六皇子和老宗师，怕是性命不保，还请大帅见到六皇子，为末将美言两句啊！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要求本帅给你做事？”周彦贵厌恶地呵斥一声，径直离去。随后换上来吴刚的顶头上司前军左统领下令，回去后把这个不长眼的东西革职查办，一天到晚就知道给老子闯祸。诺！左统领犹豫了下，无奈领命。知道吴刚是被周彦贵拿来当作讨好六皇子的垫脚石了，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何况是一军统帅发话，左统领也奈何不得。大燕军制，各位有左、中、右三位指挥使，各自统帅1万兵马，指挥使下设左右统领，各自统帅5000兵马，统领下设左、右、前、后、中5营，每营设千总1名，统长1000兵马。指挥使是武将，平时只有练兵之权；都指挥使是文官，战时得皇命，才有调兵之权。他们这些武将处处受文官压制，从来都是文官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已。周彦贵看着远去的马车背影，不禁在心中暗自得意。现在六皇子可是燕京城的红人，平时上赶着都巴结不上，这次他只是略施小计，便和六皇子拉上了关系，以后2条腿走路有的是进步的空间。马车上，童月亮松了口气，忍不住夸赞道：“这个周彦贵大人还是挺不错的嘛，一来就安然送我们离开。”慕容庆笑着教训他，哪里有那么好心？刚才那些军士之所以故意为难我们，10有8、9是他下的命令啊！童月亮不解，可是刚才你不是说是下面的人误传军令了吗？我就是跟他客气一下。慕容庆的眸子雪亮，他也就是故意玩弄权术，想借此送我一桩人情罢了。此人是个小人，只可与之相互利用，绝不可深交。只是可惜了那个千总，白白做了他的垫脚石，怕是要受我们的连累了。那是黑汉子活该。童月亮碎碎念，什么档次，敢和我爷爷叫板？月亮！童云海坐在后面忍不住教训，你能不能不要总把爷爷挂在嘴边啊？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可没有什么爷爷帮衬，全都是靠自己打出来的威名。砸脸！童月亮不服气的反驳，哦，你爷爷不行，你就怪脸。爷爷是宗师，这是事实，又没有胡咧咧，凭啥不能说脸？好，你舍，管不了你了。老宗师被这个孙女气得闭上了嘴巴，把车里面的人都逗得直乐。公孙只羡慕地看着童月亮，他姑祖母也是宗师，可是他在姑祖母的面前就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哪里敢和童月亮一样放肆？童云海和他姑祖母的性格好像是2个极端，一个是老顽童，一个是老顽固。慕容庆似乎一眼就洞穿了他的心思，在马车里轻声安慰，事情都过去了，以后爷会好好照顾你的。公孙只脸蛋一红，想起姑祖母的嘱咐，一下羞得连脑袋都不敢抬，也不知道慕容庆跟姑祖母说了什么。姑祖母给他下了3个命令，第一个，继续监视慕容庆，有什么动静及时向他禀告，这个还算正常。第二个，听从他的吩咐，如果他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络地狱门进行援助，这个就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了。第三个，想办法和慕容庆亲近，尽快和他生个孩子。公孙只听到这个差点骚死，他问缘由，姑祖母也不说，只说是这个很重要，让他务必执行，务必成为第一个给慕容庆诞下子嗣的女人。公孙止也是醉了，没想到当个细作把自己给搭进去了。马车一路安然的到了城外，童云海下了车告辞离开。慕容庆连忙挽留，想要感激他的搭救之恩。童云海说，宗师不见宗师，以后他就住在七里河，非必要不进城。说完，一个人乘坐自己的马车离去。慕容庆愣了愣，突然反应过来，皇城内是真有宗师坐镇啊。他上了马车，让公孙止直奔百草堂而去。此时门口围聚了一堆人，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竟然还放置着一顶花轿。童月亮跳下马车，好奇叫道，这里谁在办喜事啊？慕容庆没有心思看热闹，拿着解药赶紧进门。到了院子里，只见前面有人正在跟孙无涯争吵，定眼一看，竟然是曹少卿。
他身着大婚的红色礼服，戴着黑色的官帽，指着孙无涯的鼻子叫骂：“孙无涯，孙无涯，你现在是长出息了啊！别以为你傍上了六皇子，老子就奈何不了你了。你赶紧给老子让开，耽误了老子娶亲的时辰，老子可饶不了你。对，赶紧给老子让开！”冯世辉也在一旁鼓噪：“卧槽！”慕容庆生气地从人群里冲了进去，从后面一脚踹在了曹少卿的屁股上。曹少卿180的肥胖身子猝不及防，往前面一个趔趄趴在了地上。操！谁打老子呢？他嚎叫一声，生气地从地上爬起，转头就看见了一脸怒色的慕容庆，吓得一个哆嗦，连忙躲在了冯世辉的后面。冯世辉，你们搞什么鬼呢？不知道病人要静养吗？我搞你妹啊！冯世辉一见他眼睛就红了，你眼瞎了？没看见老子在给妹妹冲洗啊？赶紧让你的狗让开，否则老子就要大开杀戒了。没错，冯家妹妹生是我曹家的人，死是我曹家的鬼。就算她不行了，老子也要娶她，老子这辈子认准她这个媳妇了。曹少卿也是把脑袋高高的抬起，和冯世辉招呼着一群家丁挡在了门口。慕容庆捂住脸，真是对这俩二货无语了。冲你们两个大头鬼啊！老子找到解药了，赶紧给老子让开！他瞪了两人一眼，带着童月亮和公孙止左右开弓，将挡在面前的家丁一巴掌接着一巴掌打飞了出去。一会功夫，30多个手持棍棒的家丁被打得鼻青脸肿，全部倒在了地上。冯世辉和曹少卿吓得赶紧躲开，眼睁睁看着慕容庆一个人推门进去。慕容庆给孙无涯和童月亮、公孙止下了命令：看好这些傻子，谁进来给我揍谁。三人皆是手提刀剑领命，各自守在了房门一侧。家丁们哀嚎着捂着肚子，扶着脑袋从地上纷纷爬起。曹少卿着急吩咐：给本公子上啊！家丁们你看我，我看你，哪里还敢上去招惹这些煞神？3个人，2个5品高手，一个4品高手，院子里的家丁全部加上都不够他们揍得。哎呦，六殿下，您可算回来了，老夫的脑袋都快让他们吵坏了。华人在屋里一见到慕容庆就跟他抱怨。慕容庆着急询问冯小姐的情况怎么样了，不容乐观啊。华人连连摇头，这毒气霸道竟然能以血气当养料。这一晚上过去，毒气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凶猛了。没错，是地狱门的血煞伏骨毒。慕容庆在马车上听公孙止说了此毒，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华人说的，此毒可以溶解人的血液，以人自身的血液为养料，食骨腐肉。如果没有解药，强行给病人用药滋补，只会让病人死得更快。他马上把怀里的瓷瓶交给了华人，谨慎说道：老神医，您先看看这解药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再给冯小姐使用。你大胆治疗就好，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由我一人承担。老朽明白，还请六殿下在外面等待。华人让慕容庆坐在外堂，他拿着解药进了里屋，与里面正照顾冯玉燕的弟子一起研究了起来。慕容庆手心已经浸满了冷汗，如果冯玉燕有事，不光他原谅不了自己，冯家也不会放过他。冯世辉已然暴跳如雷，在外面疯狂叫骂：慕容庆，老子警告你，我妹妹万一有个3长2短，我们冯家便和你不死不休。宰相府，上官婉跟着西域师傅阿米尔汗学完了计算的课程，起身后恭敬地送他离开。上次他输给北辽王子后，心里是一肚子的不服气，专门让兄长打听了下，终于托人在鸿胪寺的驿馆找到了阿米尔汗，当下施以重金将他挖进了相府当老师。从阿米尔汗的讲述下，他也终于理解了什么叫面积，什么叫平方，什么叫计算公式，什么叫勾股定律。原来这个计算公式华夏的先贤早有论证，是一个名叫商高的人发现的，只是后来儒家当道，算学逐渐落了旁门，这门算学也就逐渐失传，反倒是在西域兴盛了起来。只是2-3节课，他便受益匪浅，心里面憋着一口气，准备学有所成，非得压一压慕容庆那个坏人的傲气。小桃，昨晚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吵吵闹闹了一晚上？他喝着茶，跟一旁伺候的丫鬟询问。小桃回话，好像是城里面有刺客，相爷专门调派了城防营的人过来咱们府里看护。刺客？上官婉好奇道，哪里发现的刺客？他们行刺谁了？现在一有什么大事，他第一时间都能联想到慕容庆身上，整个皇城就属慕容庆最能折腾。小桃丫低了声音八卦道，我早上在前堂听老爷和公子谈话，好像叫什么天香阁，跟太子和六皇子也有关系。什么？果然跟他有关。上官婉眉心一紧，攥了攥小手，马上带着小桃去了前堂。上官策刚刚散牙回来，屁股还没有坐热，上官婉便找上门。父亲，昨晚太子和六皇子在天香阁出什么事情了？听说他们遇到刺客了。他上前简单施礼，着急询问。上官策端着茶碗漱了下口，抬眉问道，你
你都听谁说的？他的眼睛怪罪地看向小桃，小桃吓得赶紧跪在了地上，不管小桃的事情。上官婉护着丫鬟，着急询问：“他们没出什么事情吧？”上官侧轻笑道：“你是关心你的太子表哥，还是关心六皇子呢？”父亲，怎么连你也欺负女儿啊？上官婉红了俏脸，嗔怪说道：“我自是关心太子表兄的，你表兄没事，只是让陛下和娘娘训斥了一顿，现在正在府中闭门思过呢。”上官侧淡声介绍。上官婉愣在原地，显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消息。怎么，你还有事？上官侧故意逗他。上官婉急了，忍着羞愧问道：“好了，你赢了，六皇子有事没有啊？”上官侧大笑：“你这丫头从小就是嘴硬，怎么，你不是从来都看不上他吗？他出了事情不是更好，魏父也好为你退婚啊。”父亲，上官婉眼圈一红，都快被这个不正经的爹气哭了。别人挤兑他，笑话他也就算了，他也跟别人一样胡闹好了。好了，不欺负你了。上官侧笑着摇了摇头，六皇子没事，就是冯家丫头受了重伤，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谁？父亲说的可是玉燕？上官婉一下瞪大眼睛，他怎么也在那里？上官侧摇头，具体不知道，反正就是碰上了。听说让刺客砍了一刀，伤势非常严重，现在正在百草堂抢救呢。哎呀，你怎么不早点说啊？上官婉急了，马上让小桃给他更衣。上官侧阻拦道：“外面天色都黑了，你这是去哪里啊？”“我去百草堂看看玉燕。”上官婉已经跑出了门，回去和小桃换了外出的衣服，戴上蜜梨遮脸的帽子，坐上马车赶往了百草堂。上官侧怕他出事，连忙让人通知府里面的护院跟上他。1个时辰已经过去，百草堂里外都点上了灯笼，冯家和曹家都往这里增派了人手，全都带上了刀兵，同时还派了不少高手过来。冯家老大冯世良也来了，告诉老三冯世辉，父亲已经发话，如果妹妹有个3长2短，六皇子和他的手下都得为妹妹陪葬。这个命令把冯世辉都给吓到了，杀害皇子无异于谋反啊！冯世良教训说是他们不动手，可以鼓动曹少卿动手，他们的人趁机除掉六皇子，这样就能把罪责推到曹少卿的身上。冯世辉直夸兄长机智，叫上曹少卿马上在这个小舅子耳边鼓动了起来，意思就是大舅哥给你当后台，如果冯玉燕有事，让曹少卿借此机会使劲闹，最后新仇加旧恨彻底算。曹少卿一听有人撑腰，腰杆子马上都硬了3分，在外面叫骂声不断。慕容庆看着外面聚集的火把，知道冯玉燕出事，今晚断然是无法善后了。他在里面给孙无涯吩咐，让孙无涯去黄庄叫人，如果有事，在这里跟冯家和曹家的人拼了。正闹腾的时候，外面有熟悉的声音突然传了进来：“让开，快点让开，快让我进去！”童月亮挡住了来人，提刀呵斥：“我家皇子有令，闲杂人等谁也不能进去。别以为你是女人，我就不敢揍你啊！没事的赶紧滚蛋！”孙无涯吓得赶紧捂住了他的嘴，小声提醒：“你疯了，这是上官家的大小姐。上官家怎么了？很厉害吗？”在童月亮眼里，谁都比不过他爷爷，哪怕是皇帝老子在这里，他也无惧。上官婉着急在外面嗔喝：“慕容庆，快让你的人放我进去啊！”慕容庆知道冯玉燕是上官婉最好的闺蜜，他不好阻拦，在里面吩咐一声，让童月亮把上官婉放了进来。他一个人进门，摘掉头上的蜜梨，露出一张着急通红的俏脸。玉燕怎么样了啊？他缓了口气，担心询问。慕容庆神色沉重，华神医正在里面医治，还没有结果。你怎么不看护好他啊？上官婉一下急哭了出来，没想到一段时间不见，竟然要和冯玉燕天人两隔了。慕容庆上前一步，把她搂在了自己的怀里，轻声安慰：“没事的，我们一起为玉燕祈福，我相信她一定能挺过去的。”上官婉哽咽点头，好半天才平复下情绪，一边默念着经文，一边陪着慕容庆在外面守了一整夜。第二天天还未亮，内堂终于传出了消息：“殿下醒了，冯小姐醒来了。”上官婉听到动静，一个翻身从慕容庆怀里爬了起来。昨晚实在太困了，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过去。这个臭男人的怀里热乎乎的，睡着还挺舒服。唯一的缺点就是里面不知道藏了个什么武器，硬邦邦的，落得人有些脸疼。他整理了下衣冠，跟着慕容庆进了内堂。华人神医正在给冯玉燕号脉，见到两人，马上起身拱手道喜：“殿下可喜可贺啊！冯小姐气脉里的毒气已经完全消散，这下算是彻底度过危险期了。华神医果然医术不凡，本皇子日后必有重谢。”慕容庆同样拱手还礼。唉，华人连忙摆手：“这都是殿下的功劳，没有那瓶解毒药，老夫也无能为力啊。”他一身疲倦，没有再客套。
让慕容庆和冯玉燕在里面，他告辞先行离开。慕容庆坐在冯玉燕的身边，马上开口询问，感觉好点没？冯玉燕的大眼睛盯着他，还有点没有反应过来。我这是在哪里啊？他虚弱的开口，看了看慕容庆，又看向了上官婉，还以为在做梦。百草堂，慕容庆介绍，你受了重伤，是华人神医救了你。他没有鞠躬，没有华人神医稳住了毒气，冯玉燕坚持不到他回来。真好。冯玉燕看着他和上官婉，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能再见到你们，真好，太好了。他的意识还有点不清，只是说了2句便沉沉睡了过去。慕容庆给他盖好被子，听外面此时吵吵闹闹的更加厉害，于是让上官婉在里面照顾冯玉燕。他出了门，只见曹少卿带着人堵住了华人神医，不让他离开。华人拼命解释，诸位公子，老朽说的都是真的，冯小姐的伤势是真的无事了，只需要再静养2天就可以见人了。老东西，胡说八道，你就是六皇子故意派出来蛊惑大家，想要为他开脱了吧？是真的，老朽没骗你们啊。华人急得说话都有些结巴。没骗我们，那为何不让我们进去看看？曹少卿吵吵的要进去，冯世辉也在后面大骂，他娘的，冯玉燕是老子的妹妹，凭什么由他一个外人看护啊？他能在里面，老子怎么就不能在里面？华人拼命解释，冯小姐只是暂时度过了危险期，很可能会面临感染的风险，现在进去的人越多，对她的伤势越是不利啊。那你他娘的啰嗦什么？还不是没有给我妹妹医治好啊？赶紧给老子让开，老子现在就要带妹妹回家。她是我们冯家的人，死也得死在我们冯家。冯世辉跟疯了一样，一把推开了华人，想要往里面硬闯。住手！慕容庆的暴喝声突然从屋里传出，房门打开，里面露出了一张冰冷锋利的脸庞，带着杀气扫过众人。吵吵闹闹的院子里面马上安静了下来。月亮，护送华神医先去后面休息，谁若是敢阻拦，格杀无论。慕容庆吩咐。诺。童月亮提刀领命，正愁没机会出气，得到命令后，他直接把怀里的大刀拔了出来，锋利的刀尖从众仆从的眼前扫过，嗔声大喝，谁想试试本姑娘的刀，尽管上来。仆从们吓得嗯的一叫，纷纷后退。曹少卿也是吓了一哆嗦，在后面气得挥手抽在仆从的脑袋上，不断大骂，上啊，你们给老子上啊，一群饭桶。华神医请吧。童月亮在前面开道，轻松逼开了一条通道，招呼着华人和他的弟子离开。慕容庆，你凭什么在这里发号施令？冯玉燕是我妹妹，你凭什么替她做主？冯世辉在后面气红了眼睛，收到一旁兄长冯世良的暗示后，马上跟曹少卿鼓动。曹少卿，你要是还算个爷们，那就带着你的人给老子冲进去，咱们这里上百个人，难道还怕他们不成吗？慕容庆，老子弄死你！曹少卿大叫了一声，脑袋发热，冲着手下的家丁一声大喝，给本少爷冲进去，先进门者赏银1万，出了任何事情本少爷负责，1万两银子，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听到这个巨额数字，所有家丁顿时热血上头，脑袋都跟着失去了理智。反正有曹少卿负责，他们怕什么？一群人拎起了棍子，还有不少的刀兵，冲着大堂便发起了冲击。慕容庆神色冰冷，同时跟孙无涯下达了命令，战。孙无涯早就等着这个命令，昨晚被这些疯子骂得不轻，心里面憋了一肚子火气。战！他举起了手里的令旗，杀！杀！杀！昨晚被他带进城里的200个清兵，100个曹帮弟子，100个镖局弟子，全都是头缠白布，手持棍棒，疯狂嘶喊着从百草堂的四面冲进了人群里。只要是头上没缠白布的，他们抡起棍子就打，根本不用考虑后果。不大的百草堂前院，此刻乌泱泱的挤满了人，完全陷入了混战之中。虽然清兵的队伍刚刚组建，打仗还没有什么章法，配合也不默契，但是胜在身强体壮，一个个像是嗷嗷直叫的下山虎，在人群里横冲直撞，棍扫四方。那些整天跟着主人作威作福的家丁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让他们欺负老实人还行，碰到这样的战阵，一个个吓得都是牙齿打颤，浑身瘫软，不出一会便倒下了一半，抱着脑袋一个个滚在地上惨叫了起来。冯世辉和冯世良完全没想到慕容庆竟然在这里早做了埋伏，一时间战局逆转。曹少卿掉头就想开溜，撞到了冯世辉的身上，着急大叫，大舅哥，撑不住了，赶紧逃吧，撑不住也得撑，给老子回去顶着。冯世辉一脚把他踹了回去，与大哥冯世良对望了眼，挥挥手，马上让藏在暗处的高手出击。两兄弟的目的正是趁着这次机会结果了慕容庆，到时候把罪责完全推到曹少卿的头上。即便是皇上再发怒，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开弓没有回头箭，
他们与站在堂厅里的慕容庆隔着人群六目相对，明知道战局不占优势，但还是做了冒险的举动。杀！一个个伪装成家丁的高手突然拔剑从人群里杀出，长剑飞起，寒光四射，两三步冲到最前面，目标直指慕容庆。公孙止和孙无涯早就盯上了这些高手，他们的契机明显与家丁不同。等他们冲上前，一人持剑，一人持刀，马上迎了上去。冯家兄弟这次准备充足，足足招募了10几个江湖好手，全都是4、5阶武者，有一半人围住了2人，一半人冲进了大堂。刚举起手里的长刀，内堂里便发出了几声震耳的爆鸣，砰砰砰，3个4阶武者当场倒地身亡，胸口被打穿，鲜血往外面喷出，浓烈的血腥味瞬间溢满了整个屋子。有暗器，小心！跟随在后面的武者惊得四散，慌忙往后退回。但是慕容庆手里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哪里能让他们离开？砰砰砰，震耳的枪响声不断，9毫米的子弹如影随形，600米每秒的速度，连5阶武者也躲闪不过。一发发子弹轻松贯穿了这些武者的胸膛、后背，绞碎了心脏，在他们的身上赫然留下了一个个血洞。有鬼！撤！快撤！10几个江湖好手瞬间倒地了一半，剩下几人吓得面如土色，纵身一跃，纷纷四散逃离。他们不是地狱门的杀手，都是来赚钱的，根本没有那么强烈的战斗意志，能占到便宜便打，占不到便宜马上逃走。有钱赚也得有命花才行。冯家兄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本以为靠着这些江湖好手，他们能稳稳地做掉慕容庆，谁知道一个照面就被打退了。眼见于此，两兄弟不敢再在这里停留，招呼众人，喝令撤，快撤！上百个家丁此刻已经躺倒了一大片，二人先行掉头鼠窜。大舅哥，等我啊！曹少卿在仆从的护佑下紧随其后，其他家丁爬都爬不起来，哪里还能撤走？一个个都是抱着脑袋拼命哀嚎求饶，在院子里面铺满了一片。姑奶奶来也！你们别跑啊！童月亮手提大刀，刚刚安排好华人一行人，马上提刀返回，正说是大杀一场，谁知道这么一会对面就撤了。他是一脸不情愿的跟着杀出了院子，追着逃窜的家丁劈砍，足足追出上百米。在连续放倒5、6个家丁后，眼看着就要追上曹少卿。这时候一群城防营的将士手持长枪盾牌疾步而来，迅速封锁了医馆所在的整条街道。曹少卿滚在地上拼命嚎叫，快救我，救我啊！狗东西，便宜你了！童月亮见状赶紧掉头回去，要是当着城防营的面斩杀了曹公子，那罪过可就大了。他倒是不怕，就怕给慕容庆惹麻烦。城防营马步兵都捅雷张衡、朱聪，见此情况脑袋都大了起来。城内聚众斗殴是常有的事情，但是这种上百人规模的斗殴还是第一次见到。两人不敢耽搁，带着人提刀冲进了医馆里。只见满院子抱头嚎叫的家丁，还有端坐在对面的大堂之中神色冰冷的六皇子慕容庆。没有等他们过来，孙无涯已经带着亲卫从后门撤走。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曹帮的货船早就在河道上接应，只等他们过去就把他们运送出城。场上只剩下了慕容庆，还有一左一右提刀护卫的童月亮和公孙止。张衡和朱聪马上过去拱手下拜。城防营马步兵都统张衡拜见殿下，城防营步兵都统朱聪拜见殿下。你们来得正好，这些家丁手持凶器，意图谋害本皇子，你们把他们全部带下去，一定要严加审问，务必查出幕后主使者是谁。这件事情我会向皇上仔细禀奏，希望你们认真办差，不要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慕容庆坐在堂中，神色凌厉，威压感十足。是。二人头冒冷汗，一阵叫苦。这里的情况昨晚他们就收到了通禀，只是因为事关太尉家公子，他们不敢招惹，所以只派了探子盯着，没敢带兵过来。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这背后的主使者很清楚，明摆着就是曹家公子和冯家公子，但是他们哪敢去拿人？快把这些胆大包天的刺客全部都抓起来，带回去严加审问。不过表面的过场还是要走的。两人对着手下招呼一声，让他们把在场的家丁全部都抓了起来。场上又是一阵鬼哭狼嚎的惨叫。不久后，顺天府尹孙世安坐着轿子迟迟赶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他这个顺天府尹避无可避。随行的还有顺天府衙的师爷、同知、知事、捕快、仵作等人。经过了一番勘察、问话、笔录，折腾到了下午才忙完。京城一带的治安由5城马步兵都统衙门负责，
下设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中城5个分片，他们由兵部直接负责，并不隶属顺天府。顺天府衙门下设3班衙役，也参与治安事件的处理。通常情况下，两方人马会共同协作办案。送走他们后，慕容庆才回了内堂。上官婉小脸慌乱地看着他，刚才在窗户上可是亲眼见他动手杀人，那模样像是煞神下凡一般，完全没有了平时的纨绔气息。你也守了一天了，早点回去吧。慕容庆招呼了下，换过上官婉，守在了冯玉燕的身边。上官婉点点头，看他对冯玉燕在乎的模样，心里不禁稍稍一酸，轻声吐道：“你和玉燕最近相处得很好啊。”慕容庆到一旁把毛巾打湿，给冯玉燕擦了擦脸蛋。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自是要照顾他的。哦，上官婉撇撇嘴，知道是男女授受不亲，你就这么摸在玉燕的脸上，这种事情让丫鬟干不行吗？那我走了。他揉捏了2下小手，有些不舒服的欠身告辞。离开后，剩下慕容庆一人。他马上花费100个系统币，找系统买了一套生理盐水、葡萄糖溶液等输液装备，给冯玉燕挂上了吊瓶。他都1天1夜水米未进，能醒来才怪。一会，宫里面来人传话，说是皇帝召见。慕容庆早就做好了准备，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皇帝老登不找他就怪了。他给冯玉燕安置好后，让公孙止去府里把蕊儿叫过来照顾冯玉燕。公孙止和童月亮虽然在这里，但是俩人都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打架还行，哪里干过伺候的人的活儿？叫蕊儿过来，正好给大家都整点吃的。御书房里，慕容庆跪在书桌前，哭得跟死了亲爹一样。父皇，他们就是叶儿臣的母妃，是个宫女出身，处处欺负儿臣，丝毫不把儿臣这个皇子放在眼里啊！他们今天敢举家丁对付儿臣，明天就敢举兵对付您啊！他把冯家兄弟和曹少卿给告了，求皇帝老子给自己做主。这么说，你倒是受委屈了？燕帝被他都给气乐了。这兔崽子斩杀人，家家丁30余人，重伤60，轻伤40余人，现在竟然恶人先告状，告人家欺负他，儿臣不委屈，儿臣是为父皇感到委屈。父皇威加四海，雄视天下，天命所归，万民臣服。可是总有小小之辈野心勃勃，玩弄权术。他们看似是针对儿臣，实则是践踏皇权，意图挑战父皇的权威啊！慕容庆继续把矛头引向燕帝，就问你老婢登基不忌惮？燕帝沉默了下来。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家丁斗殴，情有可原，毕竟平家小女生死不明，两位兄长情急之下做出冲动之举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却招募了杀手混在里面，这就有点像是慕容庆所言，蓄意谋杀皇子来挑战皇权之举。慕容庆再废物再不堪，那也是他的儿子，皇帝之威不可触犯。如果此事他不重罚，日后将如何服众？那依你所看，此事当如何处理？燕帝终于松口。慕容庆早已想好了对策，正色吐道：父皇不如把此案的审理权交给儿臣，别人怕他冯家、曹家，儿臣可不怕，反正是已经撕破脸了，儿臣不怕再招惹他们一次。待此案落地，儿臣一定给父皇一个满意的交代。燕帝犹豫了下，再考虑要不要打破朝堂已经非常脆弱的平衡。他们慕容家能顺利入关，一举打败赵国，统一江北，一靠宰相上官家代表的河北士族，二靠冯家代表的辽西军功勋贵，不管触碰哪一家，必将会引起朝堂的混乱。父皇，慕容庆再劝，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啊！燕帝看着这个性子一反往常的废物儿子，暗叹这把刀到底是露出了锋芒，这是彻底不装了。好，他终于下了决定，要拿这把刀杀一杀这朝堂蠢蠢欲动的野心。贤郡王慕容庆，臣在。朕令你联合大理寺、刑部、鹰眼卫3方会审，彻查百草堂一案。5城马步兵都统衙门暂时由你节制，务必在3天之内查清此案。儿臣领旨。父子2个一唱一和。旁边的张德顺已经是浑身冷汗，让人当场拟定了诏书后，加盖了大皇帝印章，交给了慕容庆。与此同时，此诏令同时下发大理寺、刑部、鹰眼卫，另外赐给慕容庆虎符半枚，只此符印，方可调动5城马步兵都统衙门1万兵马。这相当于把生杀大权直接交给了慕容庆，当真是皇权特许，先斩后奏。慕容庆手持符印和圣旨出门，心情顿觉爽利。张德顺看着他杀气腾腾的模样，小心跟燕帝谏言：陛下，此事会不会越闹越闹大啊？6殿下毕竟年轻气盛，恐难掌握分寸啊。会吗？燕帝嗤笑：那你有点太不了解这个老六了，他只怕是想以查案之名另行他事。他是？张德顺有点没反应过来。你等着吧。燕帝满脸的放心，
朕相信老六会稳妥地办好这个差事，你马上把诏令下发部堂，让他们务必配合好老六。诺。张德顺不敢再乱说什么。何首领命。马上示意一旁的秉笔太监拟旨下发。四皇子府宅。慕容恪刚刚忙完，收到昨晚百草堂的消息后，不禁眉心一紧，失望叹道：这老六的命还真是够硬的。狗头幕僚吴有道在一旁附和：是啊，据说冯氏兄弟请了10几位江湖好手对付他，谁知道这都没能杀了他，而且他不知道从哪里调来了上百人的亲卫，打完就走，当真是调动有度，来去如风。他倒是成了气候了。慕容恪的神色越发的阴沉。吴有道谏言道：六皇子越强，对我们来说未必是坏事，他孤家寡人一个，再折腾也不成气候。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八皇子，他的背后可是有辽西勋贵助力，乃我们的头号大敌。殿下切不可顾此失彼，把矛头对错了方向。那以你所见，本皇子当如何行事？慕容恪抬头看向了他。吴有道继续谏言：我们当和六皇子暂且联合，一起对抗八皇子，等打败了八皇子，再掉过头对付六皇子不迟。慕容恪问道：那若是他趁机壮大，该当如何？吴有道自信道：朝堂之事，说到底谁掌握兵权，谁便有话语权。殿下已经在镇南军中培植亲信，到时候借助南下巡查之天威，彻底掌控镇南军，难道还怕一个无兵无卒的六皇子不成？话虽如此，但是不得不防，还须得认真对待。慕容恪对这个六弟近来从众的表现，显然是起了忌惮之心。吴有道想了想，提议道：既是如此，那我们便提前做好安排，给六皇子的脖子上戴上一个枷锁，任凭他如何折腾，到最后都得由我们摆布。枷锁？何种枷锁？慕容恪马上来了兴致。吴有道面露阴险之色：六皇子此番北征，势必要招兵买马，到时候我们设计把自己得力的亲信安插进去，凭借他们的本事，定然受到重用。关键时候反戈一击，任凭他有天大的本事，也得功亏一篑。就照你说的办吧。慕容恪的神色这才放松了一些。诺。吴有道领命，随即又提到高丽国使臣来报，丽妃已经与太子顺利相遇，如殿下所预料，太子果然对他动心。接下来这步棋一出，任凭太子有天大的后台，怕是也难逃被废除的下场。我这个二哥也就是命好。慕容恪神色不变，吩咐说道：此事不能由我们来做，给高丽使臣多使一些银子，让他去跟老八密谋此事。他对这步棋一定很感兴趣。高，殿下真是棋高一筹啊。吴有道伸出大拇指连连赞叹，如此一箭双雕，这太子之位花落谁家便不言而喻了。花落谁家不重要，本皇子只是想为天下黎民百姓做点事情而已。慕容恪打住了他洋洋得意的小人模样，等吴有道退下后，拿出怀州发来的密奏，开始认真地办起了公事。慕容庆回了百草堂，路过王记糕点铺的时候，顺手给公孙止、童月亮、蕊儿都买了一份。他给冯玉燕在老记粥铺买了一份鸡汤，老板是广府人，擅长炖汤。此店的鸡煲汤采用炭炉砂锅炖煮而成，鸡肉鲜嫩多汁，搭配上药材包底，有桂圆、人参、五指毛桃、蜜枣等，每一口都是满满的滋补。姑娘们各自选了一份糕点，一个个都高兴坏了。孙无涯抱着大刀站在一旁直咽口水。来，人人有份。慕容庆把一包炒花生色给了他，他心里顿觉一暖，红了眼睛，多谢殿下挂念，只是在下自小对花生过敏，一颗都吃不了。他其实想说，我也喜欢吃桂花糕，那太可惜了，这可是徐记的5香花生。慕容庆从他手里又夺了过去，交给妹子们分了。各位大爷，为我花生。孙无涯的眼睛一时更红了。慕容庆端着鸡汤坐在了冯玉燕的身边，早上打了吊针后，他身上已经恢复了一些力气。慕容庆回来之时，蕊儿和他正聊得火热，这丫头的脑子聪明，为了不让冯玉燕激动，向他隐瞒了早上的大战。要是童月亮在场，非得说漏嘴不可。冯玉燕甩了甩小手，看着头顶的吊瓶，一脸的稀奇，这是何物啊？输液瓶。慕容庆打算喂他吃过饭，给他再吊上2瓶盐水，早上给你扎针的时候疼不疼？慕容庆拿过他的小手，检查下手背上埋的针头，里面微微有些回血，问题不大。有点。冯玉燕微微点头，我还以为是做梦，没想到是真的被你扎了一针。没事，第一次扎针都疼，以后习惯了就好了。慕容庆笑了笑，拿起勺子盛了一碗鸡汤，扶着他坐起后，小心喂给了他。每喂一勺都会用手，怕帮他擦擦小嘴。冯玉燕的脸蛋涨红，小声吐道：这种事情你让蕊儿来做就好。不一样。慕容庆摇头，他来喂你，这鸡的味道就变了。冯玉燕听得咯咯直乐，你又哄我，你为何他喂跟鸡有什么关系？这鸡汤
难道会变成鸭汤不成？跟此鸡无关，跟比鸡有关。慕容庆坏笑，又说了一句冯玉燕听不懂的话。他只是觉得这个男人满身长处，总是能给人新鲜的感觉。听蕊儿说，昨天晚上也来了。哦，对，他守了你一天，天黑之前我让他回去休息了，估计很快又要过来看你。慕容庆回避了下他的目光，他抿了抿小嘴，欣慰道：“我这个闺蜜，关键时候还是疼我的。”那是自然。慕容庆笑了笑，听他没有醋意，稍稍放下心来。对了，我哥哥他们没来吗？他抬了下眉。来了。慕容庆扯了个谎，他们在这里也无事，我就让他们回去了。真的？冯玉燕显然不信他。真的，我骗你做什么？慕容庆把勺子塞进他的小嘴里，马上转移话题。对了，你感觉怎么样？伤口还疼吗？有点。冯玉燕的神色有点暗淡。你说伤口好了，会不会留疤啊？他刚才摸了摸后背，伤口从脖子直接贯穿到腰部，要是留疤，一定很丑。到时候洞房花烛夜，还不得把新郎官给吓死？肯定是有疤痕的，不过我有办法驱除。这对慕容庆来说问题不大，不过他还是安慰了冯玉燕一声，就算驱除不了，我也不介意。冯玉燕的脸蛋越发的红胀，小声嘟囔：“你不介意有什么用？关键是我未来的夫君介不介意？”我说了，我不介意。慕容庆神色认真地攥住了他的小手。讨厌。他羞涩地垂下脑袋，这次是听出了他的暗示。沉默了一会，他从他的大手里面挣脱了小手，神色沉了下来。那碗呢？慕容庆揉了揉脑袋，不知道该怎么搭话。别说上官碗，冯家估计马上都要和他不死不休了。他和冯玉燕想要修成正果。那冯玉燕没有逼他，主动为他开脱。算了，不说这些烦心的事情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对，以后总会有办法的。慕容庆自觉愧对他，无法马上给他一个承诺，他为他喝完鸡汤，让蕊儿把砂锅交给外面的店小二。这个外卖小哥等了半天，早就着急了。他让蕊儿赏给店小二1两银子当酬劳，人家忙前忙后，端着滚烫的砂锅和炉子跟过来，总得给点好处。冯玉燕的大眼睛痴痴地盯着他，在他的身上感受不到一点权贵子弟的傲慢和张狂，有的都是对底层百姓的同情和关照。这样的男人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啊。只可惜他不是上官碗。慕容庆花费100系统币找系统买了3包盐水给冯玉燕重新挂上，这次没有输液装备，能多买1包。画人带着弟子过来，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先是给冯玉燕号了下脉，然后问起了慕容庆吊针的作用。慕容庆耐心地给他讲解了下。当听到吊针能直接把营养液通过血管输入人的体内，画人和一群弟子都是大呼惊奇，这是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大家一直以为只有食疗才能滋补，谁知道可以直接通过血管滋补。华人担心问道：“可是这液体就不会堵塞血管吗？”慕容庆笑着介绍：“人的血液本来就是由水和一些特殊物质构成，只要水足够纯净，便不会堵塞血管。当然，这种水需要特殊的调配，目前只有本皇子能做出来。神仙医术，这是神仙医术啊！”华人大为惊奇，啧啧赞叹，不禁畅想道：“如果病患人人都能用上此物，即便是昏迷之时，水米不进，那也是照样可以保住性命啊！”慕容庆知道他在想什么，老神医提到救人就兴奋，并非是为了钱财，而是真正的医者仁心。他许诺道：“等有时间，本皇子会大批量造出此物，到时候第一个在百草堂试用普及。”甚好，甚好！华人拱手重重施礼，老朽代天下的病患，感谢殿下赐下的这一桩造化了。好说，好说，老神医无需跟我客气。您搭救了冯小姐，本皇子还没有好好感谢您呢。慕容庆同样是客套还礼。说归说，这输液技术普及还不知道猴年马月，依靠他系统里那点存款，根本无法大规模普及，只能等碰到合适的人才，把现代工业生产技术搞起来再做打算。两人正说话的时候，童月亮慌里慌张，突然来报：“6哥，不好了，软儿说她肚子疼，现在都直不起腰了。”啊！慕容庆闻言，急忙和华人出门查看，第一个反应是不是糕点有问题？难不成是有人下毒了？他到了外面，见到童月亮和公孙止没事，马上排除了这个想法。看蕊儿小脸惨白，脑袋冒汗的模样，怕是别的什么原因。一时间心脏都跟着揪了起来，那张年轻的脸上却露出了父亲似的担心。华人给蕊儿号脉的时候，童月亮在椅子上突然发现了一滩血迹，吓得失声大叫：“血！蕊儿妹妹流血了！”什么情况？慕容庆的心脏越发狂跳，着急问道：“蕊儿，哪来的血？你受伤了？主子，我是不是要死了啊？”
蕊儿红着脸都吓哭了出来，鲜血顺着她的腿已经流到了地上。胡说什么？慕容庆看见后，赶紧让童月亮拿过毛巾，蹲在地上撩开她的裙子给她擦拭了起来。她的面色发白，也被吓到了，鲜血像是从大腿根流下来的，她也不好再往上擦拭，只是着急问道：蕊儿，你赶紧说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端端的，这是怎么了啊？公孙直也是失声惊叫，赶紧去外面打了盆水过来。华人浩完脉搏，却是眉心一松，抚须笑了出来。殿下不必担心，这位小姐非是受伤，只是身体的正常反应而已。老神医，这都流了这么多血了，怎么会是正常反应？童月亮以为他在胡说八道。是啊，再不止血，他就要死了啊！公孙止和蕊儿的关系最好，此刻站在原地手足无措，还以为蕊儿是得了什么绝症。华人怪异的看了眼他们，干咳了2声。这女子成年后都会来癸水，两人小姐连这个都不知道吗？癸水？癸水是什么？童月亮一脸懵逼，公孙直也是懵懵懂懂，难道是传说中的月癸？慕容庆给蕊儿擦完血，此刻已经全明白了。关心则乱，这不就是来大姨妈了吗？他不禁有些好笑的拍了拍脑袋，起身后同样是好奇的打量在童月亮和公孙止的身上。你们没有来过月癸吗？没啊。2个妹子同时摇头。怎么可能？慕容庆一头黑线，知道人的体质不同，月癸来的时间也不同，但是大多数到14、15岁已经是极限，这俩货一个18，一个都20了。要说没有来过这个，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华人突然反应了过来，询问道：2位小姐可都是2阶以上的武者？对啊。俩妹子有些茫然的纷纷点头。童月亮是4阶武者，公孙止是5阶。原来如此。华人抚须笑了出来，2阶以上的武者已经可以通过内气排出身体的污秽，因此便没有了月癸。2位姑娘不知道这个也属正常。噗，还有这事？慕容庆感觉奇怪的姿势又多了一个，他好奇问道：那影响生育吗？依照他对妇科知识有限的了解，好像只有来了这个才算是真正的女人。这个不影响。华人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在老朽出诊的孕妇里有很多都是高阶武者，这就好。慕容庆放松了下，突然回过神，自己干嘛要放松？他们俩生不生孩子关他屁事。俩妹子仍是一副懵逼的表情。啥孕妇？这怎么又扯到生育上面了？俩留守儿童，一个是跟着爷爷长大，一个是跟着姑祖母长大，在这方面到底是知识欠缺。慕容庆有些好笑的看着他们，打算回去好好给他们普及下这方面的知识。华人跟弟子吩咐了下，让弟子烧上一锅热水，待会让蕊儿简单清洗一下，然后建议慕容庆派人去锦绣工坊买一些女孩子用的月食带回来。慕容庆闻言皱了下眉，拉过华人小声询问：老神医，别的地方没有卖的吗？这锦绣坊不是青楼吗？大白天派人过去，有损本皇子的名声啊。华人乐道：老朽说的是锦绣工坊，是一个专门出售女子私密之物的商铺，出门右拐就在街口上，非是殿下说的锦绣坊。这样啊。慕容庆尴尬的直挠头，这误会可闹大了。锦绣坊是燕京4大娱乐会所之一，与巫山别院、潇湘会馆、天香阁并列，这一字之差可是2个地方。慕容庆当下让童月亮和公孙止在这里照看蕊儿和冯玉燕，他俩没有经验，买这种东西不在行。他在前世送外卖，经常给妹子买这种东西。慕容庆出了门，在路上反思了下，觉得他这个既当主子又当爹的，没有教育好蕊儿，不该只让蕊儿读什么4书5经，还应该给他普及一些科学常识才对。如果他知道女孩子发育的正常过程，今天在药堂里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笑话。不过这种教育在这个年代完全是大逆不道的污秽之举，即便在慕容庆那个年代，也不是什么可以公开讨论的事情。移风易俗，从我做起。想到这里，他在系统商城里搜索了下，准备先看看锦绣工坊的月事代管不管用，如果不管用，他就到系统里买包后事用的卫生巾，100个系统币。看到这个价钱，他不禁又肉疼了下。超越这个年代的东西，什么都贵啊！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个商铺。当慕容庆来到锦绣工坊的门口，发现这里面的人还不少，不过都是些大姑娘、老阿姨，像他这样的男人还真是没有。他在外面做了下心理建设，厚着脸皮走了进去。一群妹子果然齐刷刷地看向他，一个个立马窃窃私语，嘻嘻不止。售货的妹子倒是见怪不怪，客气问道：公子，您想要点什么？哦，这个。慕容庆的眼睛尴尬地在货架上扫了扫，一时正在原地，没想到竟然发现了奇奇怪怪的东西。内衣、丝袜，卧槽！
慕容庆的脑袋有些宕机，这不是后世才有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种震撼不亚于见到了外星人，让他的瞳孔放大，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公子，公子！售货妹子见他呆愣的模样，忍不住笑着提醒：“您到底需要什么？小女马上拿给您看。”对，月事带。慕容庆突然回过神，想起自己是来干嘛来的。您稍等。妹子拉开了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个用牛皮纸包好的东西。他打开了一个包装，取出一个月事带给慕容庆过目。公子，您看看这一款如何？这是我们这里卖的最好的真丝面料，里面的填充物都是上等的棉料，虽然价格贵了点，但是非常的好用。慕容庆已然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尼玛，他一副见鬼的表情，这不就是后世用的卫生巾吗？慕容庆问了价钱，这一包月事带只有5片，竟然要10两银子，简直比抢劫还暴利。要知道，在这个世界，1两银子价值1000文铜钱，可购买200公斤大米，10两银子可供普通人生活1年了。公子，您要是嫌贵，我们还有普通的。妹子贴心的服务，从柜子里又取出一包普通的月事带给慕容庆看了看。这月事带用粗麻制成，里面包裹的也是手感粗糙的碎渣子，手感明显比不过上一种。这种是普通人用的，每包只需要50文，10文钱一个。慕容庆皱了下眉，没想到这定价策略都跟后世一般，有了清晰的目标群体区分。他对这个店的掌柜的可是越来越好奇了。你们这里有多少货？我全要了。考虑到身边的女人比较多，慕容庆决定把这些全部囤下来。比起系统里的卫生巾，这个价钱可太划算了。全要。销售小姐姐被他吓到了，连忙摇头：“对不起，公子，我们店铺每天最高只售卖给个人5包，如果您还想要，请明天再来，好吗？”饥饿营销也用上了，还是个制造销售全才。5包就5包吧，你给我包起来吧。慕容庆从怀里取出了一张50两的银票，交给了售货妹子。好的，您稍等。后货妹子拿上银票，熟练地检查了下印戳，然后从柜台下面取出一个牛皮纸制成的袋子，把5包月事袋装上，双手递给慕容庆，恭恭敬敬喊道：“客人，您的东西，欢迎下次再来。”慕容庆被雷了个外焦里嫩，恍惚间还以为穿越回去了。面前售货妹子的行为动作，还有这里的所有东西，完全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要知道，这个年代女子是不允许抛头露面的，更不用说站在这里当售货员了。别的店铺那都是男子当店小二，哪里能让女人在这里吆喝叫卖？他稳住情绪，试着打探道：“对了，这些东西你们都是从哪里搞来的？本公子以前怎么没有见过？”妹子大方介绍：“这些都是我们锦绣工坊自己生产的，而且只针对女子，公子没见过也是正常的。”那你们掌柜的是谁？我可以见见他吗？慕容庆恨不得马上见到这个同类，这可是真正的老乡啊。妹子拿出了一个本子，开始记录：“请问您找我们掌柜的有什么事情？小的帮您登记一下。”谈生意。慕容庆找了个理由：“我也是做生意的，想跟你们掌柜的谈谈相关的合作事宜。如果你们掌柜的跟我合作，我保证让你们的销量翻100倍。”他的脑袋已经想到了3宫6院的嫔妃、宫女，七七八八有3、4千人，他们每个月都需要这个，而且还不差钱。如果卖给他们，即便在里面抽上30%，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好了，小的记下了，欢迎贵客再来。售货小姐姐放下了纸笔，欠身恭送慕容庆离开。慕容庆回去后，在药堂门口正好撞见了相府的马车，他上前等马车停下，亲自搀扶着上官婉下车。他一眼就看见了慕容庆手里的东西，诧异问道：“你去锦绣工坊了？你怎么知道？”慕容庆挑了下眉：“你手上的袋子不就是锦绣工坊的吗？”上官婉给他指了指，他都没注意，袋子上面竟然印了一个商标，这是一个红色的印章，上面是一把尺子、一把剪刀交叉在一起的 logo， 下面是锦绣工坊4个小楷字体。得，慕容庆是彻底服了，确定这位同类以前是干销售的。上官婉白了他一眼：“锦绣工坊售卖的都是女子的私密物品，你过去不觉得尴尬吗？我这不是刚知道吗？”慕容庆看出来了，这位大小姐应该早就用上了里面的东西，8成皇宫里面的销路也被人垄断了，下手迟了啊。他心里一阵懊丧，只怪自己怎么现在才知道这个地方。对了，他忍不住打探起来：“上官小姐，你和锦绣工坊的掌柜的熟悉吗？你问这个干嘛？”他一下变得警惕了起来，好像慕容庆要抢他银子似的。没什么，我就是觉得里面的东西怪稀奇的，想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慕容庆说出了心里的想法。没有机会，你别做梦了。
上官婉儿果断否决了他的想法，带着小桃往药堂里面走了进去。你怎么知道没有啊？慕容庆追在他的屁股后面，好奇询问。难道你跟他们有合作？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上官婉儿故意气他。进了课堂后，发现蕊儿正在清洗带血的里衣，回头看了看慕容庆，一下全明白了。你这个主子是怎么当的？女子来那个的时候是不能碰水的，你不知道吗？他让小桃把手上的食盒给他，当下吩咐小桃去帮蕊儿清理衣物。慕容庆倒是听过一些这方面的常识，在女子月事期间，不能碰冷水，不能洗头，不能吃生冷油腻的东西，要喝红糖水。只是他刚才走到急，没有交代。那你跟蕊儿讲讲这玩意的使用法子。慕容庆把月事带给了上官婉儿，让上官婉儿去跟蕊儿普及一下这方面的姿势。他心里清楚，但是不好意思直接交给一个大姑娘，一开口还不得把蕊儿骚死。蕊儿，你跟我进来一下。上官婉儿红了下脸蛋，拿上东西把蕊儿带去了内堂。教什么啊？神神秘秘的。童月亮和公孙芷两个吃瓜群众也忍不住跟了进去。一会屋里面就传来了女人们的欢笑声。什么嘛，羞死人了。童月亮和公孙芷红着脸先溜了出来，蕊儿也是满脸尴尬的跟在后面。慕容庆被这仨二货逗乐了，但凡他们有一个是正经长大，也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他着急询问有关锦绣工房的事情。过去内堂门口，上官婉儿照顾着冯玉燕正大吃大喝起来。5层食盒，每一层都是他亲手做的美味，有糕点，有荤菜，有素菜，有米饭，一起吃吧。冯玉燕端着碗筷招呼，婉儿的手艺很好的，你也尝尝。那本皇子就却之不恭了。慕容庆正有此意，过去拿上碗筷，坐在了小桌子的对面，一点都不客气的大吃起来。上官婉儿瞧得直抱怨，这是我给玉燕做的，你少吃点。你不懂，玉燕的伤口胃好，得少吃油腻的东西。慕容庆嚼着米饭含糊回话，有一说一，这饭菜的味道还真是不错。在这个缺少味精调料的年代，每道菜竟然都能做得非常鲜美，论口味不比后世的星级餐厅差多少。你什么时候都有理。上官婉儿冲他耸耸鼻子，忍不住询问，本小姐的手艺还不错吧？不错。慕容庆夸赞，你还是有优点的。呸，本小姐的优点多了去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上官婉儿傲娇地扬了扬小脑袋。冯玉燕马上替闺蜜作证，没错，我们婉儿还会做生意呢。你刚才买的锦绣工坊的东西就是我们婉儿的产业。噗！慕容庆呛了下，差点没把嘴里的米饭喷出来。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上官婉儿，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一个穿越者。上官婉儿笑着打断了冯玉燕，快别说了，方才他正惦记着我的这桩小生意呢。还真是你的产业。慕容庆还是不敢相信，一个穿越者怎么可能不会勾股定律。他试探着对起了穿越者的必备暗号，上官小姐，宫廷玉液酒。上官婉愣了愣，酒怎么了？我们可不酿酒。不是。慕容庆不死心，今年过节不送礼。上官婉一阵无语，你爱送不送？得。慕容庆寻思着，兴许两人穿越的年代不一样，所以暗号也不一样。他最后试探 How are you？ 上官婉的大眼睛瞪了瞪，终于放出了亮光，说出了他想要的那句话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同志，我可算是找到组织了。慕容庆的眼睛有些红了，一把握住了他的小手，差点都哭了出来，那种感觉像是在全员 NPC 的游戏世界里遇到了真人一样。你怎么会西洋人的语言？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多久，上官婉便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啊！慕容庆皱了皱眉，你不是也会吗？上官婉红着脸，从他手里把小手抽回，白了他一眼。我是刚刚跟西域的师傅学来的。他满是意外地打量着慕容庆，难得夸了他一句，你还真是个百家通。不是他，另有其人。慕容庆稳住精神，不想放弃这个希望，恳切说道，上官小姐，你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知道锦绣工坊里的东西到底是谁造出来的，这对我很重要。上官婉面露狡黠之色，你当我是傻子吗？我告诉你，你回头把这个师傅挖走了，我的生意岂不是要断了？果然背后有人啊。慕容庆干咳了2声，举起3根手指，我发誓，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的生意我绝对不会插手，我找这个师傅只是想看看能不能造一些其他的东西出来，这对天下的黎民百姓很重要。嚯，这个帽子够大的。上官婉白了一眼，不帮他还对不起天下百姓了。冯玉燕忍不住给慕容庆说话，婉儿，你就告他吧，你看他猴急成什么样子了，他要敢抢你的生意，我帮你揍他。上官婉沉默了下，这才松口，得，看在玉燕的面上，我就信你一次。
你敢乱来，截胡我的生意，我以后可就再也不理你了。那是。慕容庆松了口气，听他讲道，她是我和玉燕的闺中好友，前工部侍郎宋应生之女宋采薇。3年前天生2日，黄河改道，由宋应生监造的皇陵更是一夜间地陷坍塌，世人皆传不详，说是有真龙降临，要取代当今圣上。陛下龙颜大怒，撤去了宋应生的官职，将他们家的男丁发配辽东，女眷打入教坊司。我央求父亲暗中帮忙，在锦绣房给宋家女眷找了个安身之地。宋家妹妹向来手巧，在锦绣房带着大家做出了好多稀奇的玩意，于是我就投了点银子，和她一起创办了锦绣工坊，专门出售女子的专用之物。这生意才刚好了一些，就被你惦记上了。他翻了个白眼，防慕容庆如防贼。3年前我穿越那一年，慕容庆不禁心惊了下，暗道该不会是自己引发的天象吧？只是这天象时有发生，双日凌空不过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由太阳光通过冰晶或水滴的折射形成。黄河改道就更正常了，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甚至侵占淮河，导致淮河都没有了出海口，在下游形成了大型的湖泊，这也未必都与他有关。冯玉燕惊讶叫道，原来你一直都知道采薇的下落，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上官婉抱歉道，你一直都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我哪里敢跟你说，万一你说漏嘴了，可就真的害惨宋妹妹了。冯玉燕垂下脑袋，知道肯定还是因为父亲的原因，他们冯家与上官家向来不和，宋应生又是相爷的左右手，当年的盗宋案实则也没有那么简单，只是各方势力的政治博弈而已。不对吧？慕容庆突然想到了什么，郁闷地盯向上官婉，你是锦绣工坊的老板，你上次私奔身上只带1万两银子，感情你是骗我的啊？呸！上官婉急眼了，私奔一事可是他人生仅有的污点，他看错了人，做错了事，已经够丢脸了，这个家伙竟然当着外人的面讲出来，你个强盗，你还有脸说？我不这么说，难不成把身上的银子都给你吗？他愤愤地瞪了慕容庆一眼，喊上小桃拿上食盒，拉着脸离开。慕容庆着急追在后面，赶紧赔礼道歉，我错了，是我口不择言。你先别走啊，咱们再聊聊。谁跟你聊？你怪我私奔，以后就别找我好了。我何时怪你了？你就是怪了，你心里记仇，只是嘴上不说罢了。上官婉都红了眼睛，慕容庆好生在后面伺候着，扶着他上了马车，客客气气地称道，你真是误会我了，我真没把这件事情当回事。你有时间咱们找这位宋小姐见一面吧。他拦着车夫，还想留下这位大小姐办正事，上官婉却不搭理他，坐在马车里气鼓鼓地吐道，我没空，要去你自己去。宋妹妹天生内向，从来不喜欢见外人，我可不想去出这个眉头。得，慕容庆今天算是见识了什么叫大小姐脾气，一句话没说。对，他是真敢跟你翻脸，那你先回吧，咱们改天再聊。他见天色也不早了，没有再为难他，叮嘱车夫路上小心点，松开了马车的缰绳。六殿下，那奴婢和小姐就先回了。小桃干笑着跟他欠身施礼，跟着马车一起离开。宋采薇，慕容庆站在原地默默私语，你到底是不是穿越者？如果是的话，你比可我惨多了，刚穿越就被抄家，沦落风尘，依旧不屈不挠，依靠自己的知识逆势崛起，这是后世女频小说的大女主设定啊。他没有回药堂，此时吉鼎官叫带着随从浩浩荡荡过来，堵在了门口。落轿后，从里面走出一个个身穿官袍的大员，满脸堆笑的纷纷跟慕容庆拱手施礼。殿下，您可让我们好找啊。圣旨已经下发刑部、大理寺、鹰眼卫3部，还有马步兵都统衙门、顺天府衙门从旁协助，要求他们限期3天破案。各衙的负责人皆是急破了脑袋，刚才在贤郡王府等了半天，迟迟不见慕容庆回来，无奈下只好一起来了百草堂，终于是堵住了他。慕容庆早有准备，让他们一起去顺天府衙门办公，他到里面打声招呼，随后就到人家这条街的商贩还要做生意。他们倒好，一来就把人家整条街给封锁了，官威大得不得了。慕容庆回去后把蕊儿叫进内堂，只教了他一下更换吊瓶的法子。冯玉燕见他神色凝重，还以为他在跟上官婉赌气，特意劝道，你别跟婉计较，他从小就很有主意，一旦认准的事情死也不会回头。他和张怀安的感情刚结束，一时半会肯定接受不新的感情，你慢慢来，给他一点时间。知道了，你好好休息，等我忙完就回来陪你。慕容庆看着懂事的他，不禁内疚了下，人家妹子关心他，他却要去找妹子家的麻烦。等冯玉燕知道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肯定会恨死他。出门后，他吩咐童月亮和公孙止继续在这里守着，
只要冯玉燕由他控制，他面对冯家便没有软肋。他带了孙无涯离开，乘坐马车先回了府里，在丫鬟的伺候下换上了自己的郡王衮服。燕国崛起于辽西，五行属水，所以朝服以青色系为主。亲王衮服是石青色，上绣正龙五爪图案；郡王衮服颜色稍浅，上绣行龙五爪图案。人靠衣装，马靠鞍装。这一身衮服穿上，平常吊儿郎当的慕容庆身上顿生3分威严，3分杀气。黄泉在这一刻有了具象化，连平时嘻嘻哈哈的丫鬟们不自觉都变得正经了起来。花魁云长得知慕容庆回来，本来还想上去跟他打个招呼，结果见他严肃的模样，乖乖又缩了回去。顺天府衙，天色已黑，府衙内外都亮起了灯光。此时审案的公堂里坐满了官员，3班衙役各自值守，造班手持杀威棒站在堂上，快班和壮班站在外面后面。大家都是议论纷纷，面露难堪之色。直到是这次的事情闹大了，圣上明摆着是要拿太尉府开刀了，有鹰眼卫在此，他们也不敢胡说八道。等到慕容庆过来后，所有官员马上起身施礼。在顺天府尹孙世安的招呼下，慕容庆坐上了大堂主审官的位子。孙无涯抱着大刀侯在右面，跟电影里演的差不多，头顶悬挂着清正廉明的牌匾，桌上摆放着金堂木、签筒、王命印章、令箭、纸笔等物。慕容庆先是敲了一下金堂木，目光锐利地扫过堂中众人，然后取出虎符，当即对城防营马步兵都统张衡和朱聪下令：张都统、朱都统，末将在，令你2人各领1000兵马，将冯太尉和曹国公的府宅给我围了，没有本皇子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出。什么？在场官员皆是大惊失色。末将领命。张衡和朱聪同样是神色一变，不过却是乖乖领了虎符，拱手告退。孙大人，慕容庆看向了孙世安，下官在。孙世安连忙起身，拱手候命，将今天早上意图刺杀本皇子的一干案犯全部带上堂来，本皇子要连夜审案。诺。孙世安紧张的直抹冷汗，马上跟堂外的衙役使了个眼色，让快班的衙役去监牢里把早上抓捕回来的家丁全部带上来。3班衙役，造班是站在堂上打杀威棒的，快班相当于慕容庆那个世界的刑警队，壮班相当于巡警，没事在街上巡逻，维持街面上的治安。慕容庆坐在堂上，第一次感觉到了权力带给人的极致爽感，怪不得人人都想当官，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当真是言出法随，一言定人生死。将近40多个家丁很快被齐刷刷地押送了上来，绑缚着双手被衙役强行摁压跪下。有家丁仍是嚣张大叫：你们他娘的下手轻点，老子可是太尉府的护院管事，惹恼的老子出去后要你们好看。没错，老子可是曹国公府的管事，你们敢折磨老子让你们好看。慕容庆听见后，让人把他们第一个带上堂来问话。2个衙役幸灾乐祸地架着他们，像是拎小鸡一样把他们带上了大堂。灰暗的灯光照得慕容庆一张脸格外的阴沉。2个家丁偷偷看上去，一见是他坐在正堂上，马上吓得都失声叫了出来：是你？怎么，很意外吗？慕容庆猛地敲响金堂木，把2人皆是吓了一哆嗦。本皇子奉圣命调查今天早上的行刺皇子一案，希望你们据实答话，本皇子问你们什么，你们就说什么，要是蓄意隐瞒，知情不报，休怪本皇子对你们不客气。是，小人不敢隐瞒。2个护院都快哭了，哪里有自己审自己案子的，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你们于昨日手持刀兵棍棒在百草堂聚集，可是受了谁的指使？慕容庆给一旁负责记录案件的书吏使了眼色，书吏提笔快速在案卷上记录。2个护院相互对望了眼，哪里敢把幕后之人说出来，支支吾吾半天都没有开口。不说。慕容庆的声音冰冷，本皇子没有时间跟你们耗下去，你们不要考验本皇子的耐心。一名护院的眼珠子动了动，扯谎答道：是小人的主意，小人素来与冯小姐关系交好，只是担心她的安全，所以专门带着人过去探望她。对。另一个护院跟着扯谎：小人虽是曹府的家丁，但是向来敬佩冯小姐，所以带着人过去探望，未曾受人指使。大胆！慕容庆的声音冷到了极点，看来你们是真不把本钦差放在眼里啊！带着上百人，拿着刀兵去探望病人，你们当本皇子是傻子吗？来人啊！他猛地敲击金堂木，冲着2旁的皂吏喝令，把这2个狗奴才拖下去杖责30，让他们醒醒脑子再说。桌子上刻有执法严明的签筒里装着3色竹签，白头签对应1板，黑头签对应5板，红头签对应10板。3根红头签落地，把2个护院管事吓得当场哭叫了出来：大人，我们冤枉，我们冤枉啊！
拉下去。2个皂隶上前，一人拖住一个，将2人拉出大堂，架在行刑的长凳上，抡起杀威棒便往他们屁股上狠狠地招呼了起来。啊啊！杀猪般的惨叫从堂外传了进来，在场众人无一不是心惊肉跳，偷偷看向慕容庆，皆是暗叹：这还是传说中的那个废物皇子吗？门外的家丁一批批被拎进大堂，慕容庆不审不问，先扔出一个红头竹签，将这些人轮番打了10板子。这40多个家丁们本来就受了轻伤，现在又挨了板子，一个个哭爹喊娘的在外面大叫：大人，小的冤枉啊！大人，这件事跟小的没有关系啊！大人开恩啊！慕容庆平静地喝着茶，并不理会他们。一群官员，你看我，我看你，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审案的，什么都不问，上来先给人家10板子。2个护院管事30个板子还没有打完，屁股已经是血肉模糊，把外面的袍子都染成了红色。皂隶进来禀告：大人，这2人吃不住痛，全都晕过去了，用冷水浇醒，继续打。慕容庆面无表情。是。2个皂隶不敢怠慢，马上出去取了冷水过来，泼在了2个护院主事的头上。2人打了个激灵，皆是苏醒过来，眼见还要挨板子，吓得连声求饶：大人，我们招了，我们都招，带进来。慕容庆微微有些失望，他在电影里学到的打子10大酷刑还没有使用，这俩货就受不了了。这护院到底不是死士。2人被皂隶拎进来后，趴在地上已然都跪不起来。说吧。慕容庆看了舒立一眼，舒立马上拿起毛笔开始记录：是我家主子，是我家主子指使奴才干的啊！护院管事还是不敢说出那个名字。你家主子是谁？慕容庆冷着脸追问。要讲就讲完，本皇子的耐心是有限的。我说。护院管事急喊：是太尉府3公子冯世辉，是他让小的带人过去的。他绝望地趴在了地上，自知出卖了冯公子，出去也难逃一死。不过比起死来，现在活着才是受罪，死了倒是一了百了。小的是受曹国公公子曹少卿的指使，带人去的百草堂。小的不知道对付皇子您啊。另一个护院见状也痛快招了。记下了吗？慕容庆看向了舒立。记下了。舒立抹了把冷汗，手都在发抖。行了。慕容庆拿出令箭扔在了地上，跟快班和壮班的衙役当堂喝令：你等速速前往太尉府还有曹国公府，把这2个嫌犯给本钦差抓过来。若欲阻拦，无需禀告，直接杀了。杀了。2班衙役都头差点吐血。在太尉府和国公府杀人，他们还活不活了？这是要把天捅一个窟窿啊！他们纷纷看向了府尹孙世安，想征求府尹的意见。怎么，还要本钦差再重复一遍吗？慕容庆斜眼扫过他们，府尹赶紧扶扶手，示意他们领命。2个都头不敢怠慢，这才拿了令箭，带着手下的衙役去了2府抓人。太尉府里，冯世辉正在冯潇的面前大骂：父亲，这老六也太欺负人了吧！他竟然派兵包围了我们府宅，这以后还要我们怎么做人啊？冯潇面色俊黑，心里清楚，这明面上是慕容庆在打击报复，背后可全是燕帝的意思。你们这次做的也太过分了。他黑着脸教训，叫些家丁打架也就算了，充其量就是打架斗殴，为何还要请杀手过去？冯世辉红了脸，惭愧倾吐：儿子这不是想一了百了，彻底为我们家除去这个祸患吗？糊涂，你糊涂啊！冯潇被他气得都干咳了起来。再怎么样也是陛下的龙子，你让人擅杀皇子，陛下能不生气吗？他拍着椅背破口大骂。大儿子冯世良急忙拍着他的后背，示意3弟赶紧跪下。父亲，老三这不也是为了小妹出气吗？话说回来，那些刺客死的死，逃的逃，现在6皇子手里又没有证据，他也奈何不了我们。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被人抓住？冯潇是满脸的忧愁，那些人都是4、5品的武者，凭借府衙的那些废物，哪里能捉得住他们？即便6皇子要审判，最多也就定老三一个聚众斗殴之罪，没有什么大事的。冯世良满是自信。不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冯潇摇头，安排说道：你马上给你2弟修书一封，让他在龙城做好准备，一旦有事，马上调集玄武卫回师燕京。朝廷有奸臣作乱，我身为太尉，不可坐视不理。诺。冯世良马上拱手领命。2弟冯世业乃玄武卫指挥使，加封正3品怀化大将军，现在统帅3万大军驻守辽西龙兴之地，在前线防御辽东的高丽国。他也是辽西勋贵集团的底牌，一旦动用，那就是代表着和燕帝彻底翻脸。等冯世良回来后，太尉冯潇再次下令，让冯世良派人走密道去联络8皇子慕容睿，让这个侄子想办法处理此事。不管如何，底线是不能要冯世辉的性命。冯世良领命后，
马上照办。正说话的时候，管家急忙进来禀告：老爷，不好了，府衙来人，说是要带三公子过去问话啊。什么？冯世辉当场暴走，还反了他们了，赶来太尉府抓人。来人啊！他大叫一声，当场就要带人去教训衙役。太尉冯潇气地抓起桌上的茶杯，就冲着这个不孝子砸了上去。砰的一声，茶碗落地，碎了一片。冯世辉赶紧跪在了地上，脑袋上被砸得通红。父亲息怒，他赶紧赔罪。冯潇大骂：你把我们家害得还不够吗？还想乱来？冯世辉都快哭了。儿子知错，可是你也不能让他们把儿子带走啊。这要是落在老六的手里，儿子还有的活吗？冯潇攥着手心，此刻也没有了法子。辽西距离燕京至少需要10几天的路程，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在他也保不住这个儿子了。父亲，儿子有办法。冯世良连忙拱手提议：那六皇子素来与妹妹交好，我听人说妹妹已经苏醒，何不把这个消息告诉妹妹，让妹妹去求求六皇子？只要他出面，六皇子一定对老三手下留情的。好，好，快去！冯潇摆手，让冯世良赶紧去办。他让管家先稳住衙役，等联系上冯玉燕，再让他们把儿子带走。时间很快过去，前去抓人的衙役迟迟没有归来。慕容庆给他们下达了加急令箭，如果再不把人带到，就拿2班衙役治罪。2个都头都快哭了，一个快马加鞭回到大堂，哭丧着脸禀告：大人，小的带人去了曹国公府上要人，半天才查问出来，这曹国公之子曹少卿进了宫中，现在躲在了他姐姐静妃那里了。哼，跑得倒是挺快。慕容庆嘴角勾起，冷声哼道：他以为躲到宫里，本钦差就奈何不了他了吗？你马上叫人回来，跟本钦差进宫抓人。诺。衙役都头见此情况，哪里还敢怠慢？出门后快马加鞭，马上回国公府喊人去了。静妃居住的春花宫里，曹少卿正大快朵颐地吃着桌上的美味，啧啧赞叹：姐，这宫里面的御厨到底不一样，比咱们家的厨子可强多了。那是，这可是陛下的恩宠，让姐姐在自己宫里设了小灶，不然的话，跟那些下等的妃嫔一起吃大锅饭，姐姐可受不了。曹丽华一脸的得意：还是我家姐姐厉害。曹少卿啃着鸡腿，美滋滋的夸赞。一会吃饱喝足，不禁又担心了起来：姐，按照规定，外男是不准在后宫留宿的，我待在这里不会给你惹麻烦吧？不会，不会。静妃自信说道：你放心待着就行，没人敢进来搜查，等到过了这阵风头，我再派人把你偷偷送出宫就行。那万一六皇子入宫搜查呢？曹少卿还是有些担心。他……静妃不屑大笑：他一个宫女出身的废物皇子也敢得罪本宫？即便他来了，本宫只需到陛下那里哭求几声，陛下也不会在意的。那就多谢姐姐了。曹少卿拱手叩谢，这才放下了心，眼睛同时不老实地扫在了静妃身旁伺候的宫女身上。静妃一眼就知道弟弟在想什么，拉下脸教训：曹少卿，本宫留你住宿已经是有违宫规了，你可别再想东想西了。若是吃饱喝足了，那就赶紧回你的房间睡觉去，别再给我惹麻烦了。诺。曹少卿悻悻点头，戴上太监的帽子，拱手告退，在宫女的招引下回了他的房间。进门后，他就把静妃的教训忘却脑后，一把抱住宫女，把房门猛地关上。小公爷，你要干嘛？宫女红着脸蛋，欲拒还迎。刚才和曹少卿眉来眼去，其实有了攀附之心。与其在这宫里白白的耗费青春，还不如赌上一把，为自己搏个前程。曹少卿猴急地在他的身上动手动脚，贴在宫女的耳边喘着粗气：好姐姐，你可想死我了。你放心，只要你从了本宫爷，本宫爷就让姐姐求一道圣旨，把你许配给我。从此往后，你可就是国公府的女主人了。宫女被他压在了床上，双手撑着他，不放心的让他发誓。他二话不说，马上赌咒立誓。半推半就间，2人便滚在了一起。此时慕容庆已经带人进了皇宫，先让值守太监通禀燕帝知晓，然后在燕灵卫查看了下皇宫的进出宫门的登记。燕灵卫是燕帝的亲卫，由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中层军官子弟担任，设左右2路，共计2000人，专门负责巡视保护皇宫的安全。据登记的文书记录，下午的时候有一名为曹丽燕的女眷进宫拜见静妃，并无出去的记录。宫中女眷可以留宿，并不违规。慕容庆想进去搜查，非得是燕帝特批不可。燕灵卫都统李忠收到消息，亲自过来拜见慕容庆。当初慕容庆找他借鉴，2人因此相识。他今天也收到了燕帝委派慕容庆为钦差，调查行刺一案的消息，不敢得罪这位皇帝面前的红人。见到慕容庆后，连连拱手致歉：殿下，实在是不好意思，如果没有旨意，末将也不好让您进宫搜查，还请您多多担待啊。无妨，
本皇子已经让人进去通禀，等旨意下达，你我一同过去即可。慕容庆神色平静，一副上位者的姿态，气度与李忠上次见他的时候大为不同。那就好。李忠马上伸手招呼，要不殿下随末将进屋里喝口茶等待。不用。慕容庆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公务在身，改天吧。若有时间，我亲自设宴招待李将军。好，也好。李忠干笑了下，让人给慕容庆搬了椅子出来，招呼他坐下等候。身后的衙役纷纷咽了口唾沫，没想到六皇子真敢到皇宫拿人。放眼大燕朝，没这样的先例啊！众人都以为今晚肯定白等了，这会儿皇上估计早就睡了。没曾想，只是一炷香的功夫不到，小太监便来传了旨意，特许慕容庆带人进宫搜查嫌犯，不过却不能带刀兵进去，由燕灵卫在一旁协助。进宫，慕容庆示意衙役们放下刀兵，与李忠一起带人直冲静妃的春华宫而去。熊熊燃烧的火把照得路上通明，没等有人向静妃通风报信，慕容庆已经来到了宫门口。叫门，他跟身后的衙役喝令，两个衙役当下冲上去，在朱漆大门上猛拍了起来。开门，快点开门！大晚上拍皇妃的门，那感觉爽得不得了。马上有太监打开了门，钻出脑袋看了看，小心询问：干嘛啊？你们想干什么？滚开！慕容庆一脚把门踹开，大门扑通撞在了小太监的身上，把小太监往后面撞翻在了地上。正房交给我，你们搜查厢房和耳房。他带着人强闯进去，指使衙役进去搜查了起来。妃嫔居住的宫院都是二进院，前面是待客的地方，后面才是居住的地方。燕灵卫的军士见状，小心在李忠耳边轻语：将军，我们搜不搜？搜个屁！李忠示意让他们守住宫门和宫墙四面，防止有人逃走就行。他可不想因此得罪曹家，陛下只是让他们协助，并没有让他们亲自动手。春华宫里顿时一阵尖叫，刚刚准备入睡的宫女被衙役们一个个从屋里拉了出来，看外面火光映天的场面，吓得一个个都跪在了地上。曹丽华听到动静，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房门一脚被慕容庆踹开，他手持火把，一个人冲了进去。里面的静妃还没有来得及穿上外衣，和妹妹曹丽燕只穿了一件肚兜和一条白色昆裤，见到慕容庆，吓得尖叫一声，连忙拉过被子盖在了身上。混账东西，谁让你进来的？静妃抱着身子大骂，灰暗的火把光芒也挡不住两团明晃晃的饱满，怪不得十皇子长得那么胖，从小不缺吃的。30多岁的女人正是有味道的时候，她怀里抱着的妹妹曹丽燕还是个大姑娘，模样也是娇艳可人，姐妹花相互映衬，看得慕容庆都一阵眼热。系统，上次吃豆腐的任务还算数吗？不算。系统亮起了红灯。操，好不容易有机会了，系统拉胯了。慕容庆失望吐槽，冲着静妃拱手下拜：静妃娘娘，本皇子受到举报，有人乔装打扮混入宫中，意图对皇上不利，所以带人过来搜查，还请静妃娘娘莫要怪罪。谁敢对皇上不利？你可不要胡说啊！静妃一下晃了神，眼睛不自觉地看向了外面。这就不知道了，本皇子只是奉皇命行事，还请静妃见谅。正说话的时候，外面突然有人来报：殿下，嫌犯抓到了。静妃吓得失声都叫了出来：胡闹！你怎敢如此对我？本宫要去陛下那里告你，这是您的权利。慕容庆拱手退了出去。静妃来不及多想，胡乱地披上了外衣，裹上下长，跟着出去。眼前的一幕差点把他吓死。曹少卿和宫女春花抱在一起，竟然裹在一个被子里。他见到姐姐出来，连忙哭丧着脸，嘶声哀嚎：姐，救我，救我啊！静妃身子一软，差点蹲坐在地上。慕容庆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位当初高高在上，肆意欺辱他母妃的恶妇，冷声询问：静妃娘娘在宫中窝藏朝廷侵犯，留宿外难祸乱后宫，该当何罪啊？静妃身子瘫软，此刻已然是满头大汗。到底是在宫中斗过的女人，她的反应很快，稳住精神，马上冲过去，一巴掌抽在了曹少卿的脸上。住口！你这混账东西，谁让你来我宫中的？你真是好大的胆子！汽车保帅。慕容庆满是意外地打量着这个女人，听她正色喝道：六殿下，本宫只是思念家妹，所以才让她进宫小住。谁知道这个混账竟然偷偷跟了过来，还化妆成宫人，在本宫的春花宫里作乱。幸亏你发现及时，不然还真是让这混账闯出大祸。姐，曹胖子直接呆在当场。原来如此啊！慕容庆嗤笑一声，这么说，静妃娘娘是不知道这恶贼入宫了？自是不知。静妃回答得非常干脆。好。慕容庆看向了李忠：李将军，望你如实禀告给圣上，此曹贼通过马车私潜入宫，
祸乱宫闱，与这宫女私通。静妃坦言，她对此事一概不知。如何治罪，还请圣上定夺吧。诺。李忠也是暗暗叫苦，身为燕陵卫统领，让一个外男混入后宫，怎么也得担个治军不严的罪名啊。这要是混入一个刺客，那还了得。来人，把此贼带走。慕容庆斜了曹胖子一眼，示意衙役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光着膀子拖走。曹胖子拼命挣扎，哭着大叫：姐，救我！你可不能不管我啊，咱们老曹家可就我一根独苗啊。静妃泪流满面，却不敢答应。此刻看慕容庆的眼神显然已经恨到了极点。慕容庆看了宫女春花一眼，她已然是面色惨白，魂不附体。为防止静妃对她下黑手，他让2个宫女带春花进房间换上衣服，然后让李忠先把她关在由鹰眼卫掌控的诏狱里。宫女犯罪，本是公正司负责，但是静妃协理皇后管理后宫，在公正司自是有诸多帮手，把春花关在那里，她活不到天亮。李忠将军，此女乃重要的证人，你可要小心看护好她啊。如果她死了，今晚的事情可就说不清了，到时候你和我都担不住这个干系。到了宫门口，慕容庆跟李忠叮嘱了一声：殿下放心。李忠明白。李忠连声保证。慕容庆停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轻笑：放心吧，李将军，当日你借我弓箭，让我保住一命，本皇子念你的恩德。今晚之事，本皇子绝对会想法子为你开脱，不会让你受罚的。有他这句话，李忠顿时长松了口气，那头便拜，多谢殿下体谅，李忠铭记在心。行了，咱们习武之人就不要学文人墨客一样客套了。慕容庆笑了笑，抱拳告辞。临走时顺口交代了句：对了，今日得罪了静妃，他势必会想法子报复于我，还请李将军让人照拂我母妃1、2，莫要让他受到连累。这个自然，请皇子放心便是。李忠把他送到了马车前，他从怀里摸出了一沓银票，塞到了他的手上。这不行啊！李忠急得推搡。慕容庆拦住了他：哎，你今晚和弟兄们跟我受累，请大家喝点茶吧，当是本皇子的一番心意。这哪是一点心意？李忠小心收起，扫了一眼，少说也有上千两。他对慕容庆是打心里服气了。这位皇子办事讲究，样样考虑周全，完全没有其他皇子那般的傲慢。他亲自给慕容庆掀开帘子，招呼他上去告辞。慕容庆拱手作别，放下了帘子。孙无涯这才挥动缰绳，赶着马车离开。曹胖子光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白色亵裤，被衙役们用绳子绑了双手牵在后面。他红着肉脸崩溃咒骂：慕容庆，你个老六，你给老子等着，老子一定不会放过你！狗东西，你今天弄不死老子，老子一定会10倍奉还！慕容庆，你个宫女之子，你嘚瑟什么？今天你怎么把我抓回来，明天你照样得乖乖把我送回去。慕容庆，老子可是皇亲国戚，老子的姐姐可是静妃娘娘，你怎么能这么对我？秋风刺骨，刮得他不断缩紧身子。得亏是夜深人静，街上没人，不然的话，曹少卿都没有脸面再活下去了。慕容庆坐在马车里抱着暖炉，冷冷地勾起了嘴角。死到临头还不自知，当真是愚不可及。回到顺天府衙，已经是半夜，一众官员在大堂上坐的是东倒西歪，有的已经打起了呼噜。一行人都觉得慕容庆是瞎折腾，待会肯定会灰溜溜的回来。人家曹公子躲在皇宫里，谁敢进去搜查？这不是在皇上的头上捉虱子吗？有衙役先行快马回来通传，报6皇子押赴案犯回来，马上准备升堂。什么？众人都是打了个激灵，一个翻身纷纷坐好。曹少卿被抓了，我的个乖乖啊！皇上这是要动真格了。众人见燕帝如此纵容，不用猜也知道皇上这次是存心要拿太尉府和曹家开刀了。曹家的家丁更是面如土色，有胆小的支撑不住，已经晕厥了过去。少爷，少爷啊，您怎么也被抓了？护院管事趴在地上看着曹少卿，绝望大叫。慕容庆进到大堂，所有官吏皆是起身抱拳叩拜。他从中走过，端坐在大堂之上，扫过四方，拍下了金堂木，带案犯曹少卿和冯世辉上堂。只有曹少卿光着膀子被押到了大堂之上，他舔着大肚子，面色惨白，浑身已经冻得是瑟瑟发抖。冯世辉没有上堂，前去抓捕的衙役仍旧没有回来。慕容庆下发了第3次令箭，告诉衙役都头，若是嫌犯在半个时辰之内还没有抓捕到案，本钦差便以渎职之罪将他们论处。诺。堂上的传令小吏不敢耽搁，拿上令箭出门，马上跨马离去。升堂。慕容庆目光冰冷地看向了曹少卿。威武！皂吏手持杀威棒，猛地敲响了地面。杀气腾腾的场面把曹少卿都快吓哭了出来，不过仍是梗着脖子，强撑着站在原地。
大胆罪囚，见到本钦差为何不跪？慕容庆拍响了惊堂木。曹少卿哆嗦着大叫：“我乃曹国公之子，世袭爵位，按照大燕律法可以升堂不跪，你知道的倒是不少。”慕容庆冷冷嗤笑：“按照大燕律法，你可以升堂不跪，那大燕律法有没有规定，你见了皇子可以不跪？”我……曹少卿肉脸一红，还不跪下？慕容庆一声呵斥，吓得他再也不敢顶嘴，乖乖跪倒在了堂上。这一刻，他身为小公爷的所有自尊碎了一地，委屈、不甘，加上身体的寒意，让他彻底崩溃的大哭了出来。我乃曹国公之子，我们家可是为大燕开国立下大功，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对我啊？罪囚咆哮公堂，给本官掌嘴！慕容庆扔下了一个黑头签子，赵力手持竹板上前，两人摁住曹少卿，一人抡起竹板，啪啪抽在了曹少卿的嘴上，鲜血迸溅。曹少卿顿时疼得啊呀惨叫，嘴唇崩裂，皮开肉绽，鲜血混着唾液都流到了脖子上面。别打，别打了！还没有动重刑，他便嘶声哭叫了出来：“我招，我什么都招！”慕容庆看着曹少卿，满意的扬起了嘴角。领取 B 级作死任务， B 级作死人物生成，覆灭曹家加10000系统 B。 系统作死任务有 S、A、B、C、D 5个等级，覆灭国公属于 B 级，覆灭王级属于 A 级，覆灭皇级属于 S 级。 S 级奖励100万系统币，当是灭国之战。慕容庆现在有99%把握，这才领取任务。主动领取任务，任务失败没有惩罚，但是要面对任务目标的反扑，没有十足把握，慕容庆从来不主动出手。曹少卿，前日天香阁太子遇刺一案，可是你雇凶为之？慕容庆看向书吏，示意他如实记下。在场官员无不是一脸惊诧，没想到慕容庆会把太子遇刺一案也牵扯到曹少卿的身上。刺杀储君，这个罪名一旦确认，那曹少卿再无翻身的可能。曹少卿不是傻子，自是摇着脑袋拼命辩解：“太子遇刺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不知道。慕容庆轻哼道：“那天香阁是你们曹家的产业，在天香阁发生的事情，你告诉我你什么都不知道。本钦差帮你回忆一下。”他的眸子冰冷地看向曹少卿：“当日太子在天字1号房间为花魁云长打赏，你和冯家三公子冯世辉在天字2号房间与太子较劲，最后你们二人恼羞成怒，一起带人过来与太子发生争吵，随后还发生了肢体斗殴。本钦差说的可有差池？”没有。曹少卿的大脑袋想了想，当日确实是这样的情形，可是他刚要说话，被慕容庆打断。斗殴结束后，你和冯世辉离开了包房，不久后太子便遭遇了刺客的袭击，这是也不是？是，没错。可是曹少卿都被问懵了，连他都心里一慌，觉得里面不对劲。这就对了，慕容庆断言道：“事实已经很清楚，是你和冯世辉与太子发生冲突在先，心中不忿，怀恨报复在后，因此在你们走后安排了杀手行刺太子，最后幸得本皇子保护，太子安然逃离。你们眼见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带着杀手和家丁围攻百草堂，将行刺的目标改成了本皇子，最后导致了百草堂惨案的发生。我问你，本钦差说的是也不是？”“是，也不是。”曹少卿都被绕懵了，大脑一下陷入了停滞。这话里有真的，有假的，他一时都不知道开始从哪里辩解。这么说，你承认天香阁一案和百草堂一案是你所为了？没有，这两件事情都是冯世辉要我做的啊。曹少卿的脑袋混乱，不去辩解这两件案子，反倒是找人担起了干系。如实记录。慕容庆跟书吏喝令，书吏颤抖着手，一字都不敢更改。这么说，幕后的主使人是冯世辉，你只是胁从？对，是这样。曹少卿着急为自己开脱，在天香阁是冯世辉一直要跟太子较劲，逼着我不断打赏；在百草堂也是冯世辉要求，说是要我给冯小姐冲洗，让我带人强行冲击百草堂。从头到尾，我都是受了冯世辉的指使啊。很好。慕容庆嘴角勾起，拿了令箭扔了下去。王都头听令，小人在，令你马上将天香阁的老鸨还有掌柜的带上堂来问话。遵命。快班衙役都头王顺刚刚跟着慕容庆从皇宫回来，屁股还没有坐热，拿了令箭马上带人又赶往天香阁。慕容庆在心里冷笑，姥姥的，当天还跟老子4-6分成，全拿回来吧。曹少卿的脑子这会终于绕了回来，瞪大眼睛连忙叫道：“老六，不，六殿下，我们确实是在天香阁和百草堂跟您和太子发生了冲突，但是我们没有雇佣杀手啊。”
慕容庆喝了口热茶，斜眼问道：“那杀手从何而来？”我不知道啊。曹少卿的大脑袋直摇。你不知道？慕容庆冷眉问道：“刚才你不是还说你是受了冯世辉的指使吗？现在又不知道了？”他给了暗示。曹少卿果然顺着他的意思说道：“那可能是冯世辉雇佣的杀手，反正我是不知道的。”好个醉球！慕容庆的神色一寒，竟敢在大堂上信口雌黄，前言不搭后语。看来不给你动刑，你是不会讲真话了。来人！他从签筒里拿出红头签，扔在了地上，把醉球拖出去，给本钦差杖责30。竹签落地，曹少卿的脸色一下都变绿了，扯着嗓子疯狂大叫：“冤枉！我冤枉啊！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慕容庆，你不能打我，我屁股受不住啊！”3个皂吏上前，像是拖肥猪一样，把曹少卿拖了出去。任凭他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2个皂吏将他摁在木凳上，1个皂吏抡起板子便打。在场的曹家家丁皆是面色惨白，惊吓的失声大哭了出来：“少爷，少爷！”他们见到曹少卿都自身难保，不禁全部为自己做起了打算。曹少卿将曹家家丁再次叫上堂，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敢嘴硬。慕容庆问：“按照大燕律法，家丁不得携带金属刀兵，你们手里的长刀、长枪是谁给的？”家丁答：“是少爷，是曹少卿，是他让我们拿了刀兵。”慕容庆：“那他给你们下达的原话是什么？记住，我要的是原话，你们如实作答便可。”家丁：“少爷说要我们冲进屋里抢人，谁挡路我们就揍谁，打死了他负责。”慕容庆：“当时你们可知道是本皇子在门口挡路？”家丁：“知道。”慕容庆：“所以你们明知道是本皇子，也对本皇子刀兵相见。”家丁都哭了出来，吓得连声大叫：“这都是少爷的命令，我们不敢不从啊！”在家丁里有10几个人，明显是武者假扮的，你们可认得他们？不认识。这些人可是你们公子曹少卿雇佣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可能是少爷雇佣的。本钦差要的是确定的回答。是少爷雇佣的。小的亲眼所见，少爷和他们说了话，他们肯定认识。记录下来。慕容庆跟书吏示意，记下来了。书吏奋笔疾书，不敢有丝毫耽搁。曹少卿在堂外听着手下的搭话，瞬间感觉天都快要塌了。他在门外疯狂大吼：“老杜，你胡说八道什么？那些武者明明都是冯世辉的人，与我有什么关系？慕容庆，你为何非要把脏水泼在我的头上？我不服，我冤枉，我冤枉啊！”慕容庆当然知道曹少卿是冤枉的。天香阁的刺客是地狱门所为，百草堂的刺客是冯世辉雇佣的武者，前后与曹少卿都没有关系，只是曹少卿受了冯世辉的撺掇所为，但是他必须要冤枉曹少卿，这样曹少卿才会咬住冯世辉，把冯世辉彻底拉下水。在场的官员都看出了这一层，以为他要对付冯家，实则他在第2层，他要对付的还是曹家。冯家手握兵权，是皇帝老子的底线，这个底线绝对不能动。但是曹家就不一样了，只是商人出身，依靠冯家混到了国公的位子，只要把冯家拉下水，就能逼迫冯家弃车保帅，彻底丢掉曹家。如此，既保住了底线，又完成了系统任务。曹少卿这个冤大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谁让他不是冯家公子呢？慕容庆看着他一阵叹息，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除了骄奢淫逸、嚣张跋扈，其他的心思倒是没有，在他的敌人里算是最纯良的一个。可惜他太蠢，蠢人必须死。天香阁的老鸨和西域胡人掌柜很快被押送了过来，2人刚才已经在睡梦之中，突然被捕，快从被窝里拉了出来。仓促之下，正经衣裳都没有穿，老 A6吓得瑟瑟发抖，头发蓬乱地跪在堂中，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抬起头来，慕容庆拍向了金堂木，老 A6猛地哆嗦了下，抬起头，借着辉煌的灯光，终于看清了堂上坐着的大老爷。是你！他惊声大叫，眼珠子乱转。胡人掌柜的则是一脸懵逼，当眼睛扫到外面趴在行刑椅子上被打得屁股开花的曹少卿后，顿时明白了过来，身子颤抖着，马上冒出了冷汗。大人，这到底是怎么了？奴家没有犯事啊。老 A6吓得说话都有些结巴。本官找你来，自是有话要问，你如实交代即可。此刻已经是凌晨，人体正是最虚弱、脑袋最混乱的时候。小人明白，小人一定如实交代。老 A6 连连点头。慕容庆问道：“当日天香阁遇刺一案，你可有参与？”噗！老 A6 差点被这个罪名吓死，扯着嗓子哭叫了出来：“大人，小人冤枉啊！这件事情跟小人没有关系啊！”
小人什么都不知道啊。不知道。慕容庆冷哼道，事情是在你们天香阁发生的，如果不是你和刺客里应外合，外人是如何提前在舞台上面布局的？外人是如何知道太子救你们天香阁？你难道事先就没有一点察觉吗？没有啊。老 A 六彻底崩溃，老奴也是后来才知道是太子遇刺，事先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呢？慕容庆暂且放过了他，看向了胡人掌柜。胡人掌柜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官话，脑袋更是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我不明白大人在说什么。事发当天我正在外地做生意，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么说，是本钦差冤枉了你们？慕容庆的语气渐冷。这二人哪敢这么说，只是奸称道，小人确实是冤枉的，小人确实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慕容庆话锋一转，好，本钦差给你们一个提示，当日天字2号房间的客人，你们可知道是谁？老鸨子眼睛瞪了瞪，偷偷斜向了外面的曹少卿，不敢开口。要本钦差给你醒醒脑子吗？慕容庆的手摸到了签筒上，老鸨子吓得失声大叫，是曹公子，还有冯家三公子冯世辉。很好。慕容庆继续询问，那天字1号房间的客人，你可知道他们的身份？老鸨哭丧着脸，哆嗦答道，是太子和六皇子殿下，奴家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所以，慕容庆与他确认，你明知道这2个房间的客人身份尊贵，于是让花魁故意引诱他们比拼打赏，最后让赏金追到100万两，这可是事实。是，对。老鸨子苦着脸回答，这都是我们天仙阁正常的操作啊。正常吗？慕容庆斜眼看向他，那曹公子明明是你们天香阁的大股东，你却故意让他跟人较劲，他打赏的钱最后还不是回到他的手里，你这是故意给天字1号的客人挖坑吗？这老鸨被戳中了心里，一紧张都哭了出来。大人啊，我也是想多赚点钱啊。多赚点钱？慕容庆冷笑道，你可知道，就是因为你的贪心，导致1号雅间和2号雅间的客人发生了冲突，最后甚至招来了刺客仇杀。因为你的贪心，我们大燕的储君差点死在你们天香阁，你还说你们冤枉。他挥手拍响了金堂木，砰的一响，把老鸨和掌柜的都快吓尿了。2人全部匍匐在地上，扯着嗓子大叫，小人也不想这样，小人也没料到发生了此事啊。不想这样。慕容庆给他们捋了捋事情的经过，从太子踏入你们天香阁开始，他就成了你们案板上的鱼肉。你们先是通过蓄意打赏比拼榨取他的钱财，然后蓄意制造冲突与太子发生争斗，最后让事先埋伏的刺客出手，意图想借此除掉太子。这一切难道不是你们一开始就设好的死局？这完全没有啊。大人明鉴，小人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么大的帽子扣下来，把老鸨和掌柜的直接吓瘫在了地上。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慕容庆不由分说，从签筒里拿出2支红头签，当即扔在了地上。来人，将此2个逆贼拖出去，重打10个板子，让他们醒醒脑子再说。诺。赵丽换了几个人上去，将老鸨和掌柜的全部拖了出去。2人皆是挣扎着疯狂大叫，大人，小人冤枉，小人冤枉啊。啪啪啪。赵丽们在这里挨了一晚上冻，早就憋了一肚子气，打曹公子的时候下手还故意有分寸，打这2人的时候完全是抡起膀子使劲下手，只是2板子下去，老鸨子和胡人掌柜的袍子便渗出了鲜血，好像杀猪一样，扯着嗓子嘶声嚎叫。天色此时微亮了起来，前去抓捕冯世辉的衙役终于回来，他们没有抓到人，却把自己绑上，一个个跪在堂中委屈的大哭，大人，小的没用，还请大人治罪。大人，小的进了冯府抓人，冯府不但不教人，还让家丁把小人们给打了。大人，你可要为小人们做主啊。慕容庆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轻声叹道，好啊，我大燕的太尉府果然是不受大燕律法管制啊，把此事如实记下。他跟书吏示意，书吏提笔颤抖着马上记录。慕容庆看向了府尹孙世安，扔下了令箭，孙府尹，您的捕快失职，本卿差本该重罚，看在您的面子上，这件事情由您解决吧。如果人还是抓不来，本皇子便向父皇禀明，请求父皇的旨意。孙世安老脸一沉，比吃了苦瓜还难看，在心中暗自大骂，你妹啊，你们内斗关老子什么事情，干嘛把老子扯进去啊。